重生80年代，我利用现代医学知识救了落水的陆瑶，却被陆家人上门逼婚。宋清风，你躲在里面算什么本事？你就是个没担当的懦夫。二哥，算了，我们走吧。姐，你别管他，就让二哥狠狠揍他一顿，这是他应得的。宋清风的目光从陆瑶、陆武、陆斌以及围观的人脸上划过，那些熟悉又陌生的人在眼前晃动，以及身上传来的不可忽视的疼痛，都在提醒着他这是重生了，重生在一切悲剧发生的伊始。1个星期前，他救了落水的陆瑶，当时陆瑶溺水太久，几乎濒死。他用从小姨那儿学来的急救知识，对他进行心脏复苏和人工呼吸，好不容易才将人从鬼门关拉回来。只是这时候的人们对心脏复苏和人工呼吸知之甚少，在他人看来，他是救了陆瑶，可也占了陆瑶的便宜，是应该对陆瑶的清白负责的。可他迟迟没有表态，村里就有了风言风语。3天前，陆家熬不住，私下找到他，问他是否愿意和陆瑶结婚。他以为陆家和其他人一样，想利用这件事逼他娶当地的姑娘，断了他回城的希望，所以借口自己并不喜欢陆瑶，不想勉强陆瑶和一个不爱他的人在一起生活，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上辈子他拒绝了和陆瑶结婚，最终导致陆瑶惨死。重活一世，他绝不允许悲剧再次发生。谁说我不愿意和陆瑶结婚？我愿意。你又想搞什么鬼？真以为我们家瑶瑶嫁不出去了是吧？没有你，我们家瑶瑶可以嫁一个更好的人。陆瑶同志是个非常优秀的同志，自然配得上任何人。那你之前咋不愿意娶人家嘞？自然是因为陆瑶同志太好了，我觉得自己不够好，配不上人家，这才拒绝了。但是现在我想通了，我不应该因为自卑就选择逃避，错过陆瑶同志这么好的一个姑娘，所以我愿意跟陆瑶同志结婚。我因为可以跟他结婚而感到欢喜。不用了，谢谢你之前救了我。说完，陆瑶便拉着陆武离开了，丝毫没有给宋清风再开口的机会。显然他并不相信宋清风说的话，毕竟这人前几天才刚拒绝了他们家的提议。宋知青，你真的要娶陆家的女儿啊？是啊，宋知青，你之前不是说打死都不会娶吗？宋知青，陆瑶是破鞋的事情是不是真的？这样败坏一个女孩子的名声，你也算是人。上辈子陆瑶之所以会走到绝路，他是罪魁祸首，但是这些传谣言的人也不无辜，是他们一起把陆瑶逼上了绝路，年纪轻轻就没了命。哪里是我败坏他的名声，这事大家都知道，我只是说了实话而已。他要是清白的，你干嘛不娶人家？我刚才的话你是当没听见是吧？陆瑶好得很，你在胡说，信不信我打死你？我就是随口一说。你的随口一说却是在败坏人家姑娘的好名声，滚！以后再让我听到这样的话，见一次打一次。在看热闹的村民离开后，宋清风便直奔陆家。由于陆家在村头，而知青点在村尾，他需要穿过整个村子。幸好此时是上工时间，大家都在地里，村子里静悄悄的。此时的陆家估计也只有因为谣言而在家休息的陆瑶在家。陆瑶，我有话跟你说。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我知道你不想跟我结婚，放心，我不会赖上你。不是，我跟你哥说的话是认真的，我愿意和你结婚。宋知青，你不用这样，我知道那天你是为了救我，而不是占我便宜，是那些人不懂误会了你。我家里人我会解释清楚，至于村里的谣言，你也不用管，他们说够了就会停了。陆瑶，我和你结婚不是因为村里的谣言，也不是因为你家里人，是因为我喜欢你。你说你喜欢我，那你为什么拒绝？因为自卑，因为蠢。我觉得你们跟其他人一样，是因为想要让我留在这里，再也无法回城，所以才利用这件事逼婚。说着，宋清风一把握住了陆瑶的手。陆瑶，你不知道，其实我早就喜欢你了。从去年在山上第2次遇到你，我就喜欢上了你。只是我这人自卑又愚蠢，还自以为是，你又那么好，我根本不敢对你说出我的感情。这次也是我钻了牛角尖，一时想差了，才做了错误的决定。现在我知道自己错了，我不想错过你，所以陆瑶，我想跟你结婚，组建属于我们自己的小家庭，你还愿意嫁给我吗？这件事我做不了主，要我爹同意才行。听到这话，宋清风内心狂喜，一把抱住了陆瑶。我明天不，今天晚上就上门提亲。陆叔要是不愿意，我就求到他愿意为止。从陆瑶家回来后，宋清风找出自己藏的钱和各种票据，然后直奔镇上的供销社。陆叔，我今天是来提亲的，我喜欢陆瑶，想跟陆瑶结婚，希望陆叔同意把陆瑶嫁给我。陆大力沉着脸盯着宋清风不说话。倒是陆武听到这话讥讽地说道：你不是说宁愿死都不愿意跟我家瑶瑶结婚吗？现在你这是在干什么？自打嘴巴。那是我不懂事，口不择言。陆二哥，我早就知道错了。不瞒你们说，我其实早就喜欢陆瑶了，只是我什么都没有，给不了陆瑶好的生活，所以根本不敢把自己的心思说出口。之前拒绝也是我一时想差了，我本意是不想耽误了陆瑶，却没想到这件事会给陆瑶造成那么大的伤害。宋知青，我们家陆瑶的事情我们会自己解决，你就不要操心了。叔，现在陆瑶跟我结婚才是最好的办法，毕竟大队里那些长舌妇的嘴有多毒，你也知道。我知道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但我会努力干活，尽我最大的努力给陆瑶好的生活，不让她以后后悔嫁给我。你们要是不放心，我可以把房子盖在你们附近，你们抬眼就能看到我们。你要在这里盖房子？对，既然我想要跟陆瑶结婚，那总不能带着她住知青点吧。这几年我也攒了一点钱，大房子盖不起，盖个小房子还是可以的。
那你不回城了吗？回，不过不是现在，而且即便以后我回城，也是带着路遥一起。要是路遥不愿意，那我就留在这里陪他。你当真愿意留在这里陪他？不后悔？不后悔，能和路遥结婚是我最开心的事情。以后他在哪里，我就在哪里，永远不后悔。好，既然你不后悔，这桩婚事我答应了。村里的王寡妇怀了宋文辉的孩子，宋文辉向我借钱打胎。清风，你有钱吗？我妈病了，家里没钱，我妹哭着给我发电报，可是我手上也没钱，又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妈生病不管，你能不能先借我一点，回头我想办法还你。宋清风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他想起来了，上辈子也有这么一出，他没怀疑宋文辉骗他，借了他100，一直到多年后，他才得知当年借给宋文辉的钱根本不是给了他妈治病，而是为了给王寡妇打胎用的。没钱借不了。清风，我是真的着急，没办法才跟你开口的。我知道你攒点钱也不容易，但是我妈病得真的很严重，你就借我100，不50就行，行吗？你也知道我攒钱不容易，你妈病了是我的错吗？我为什么要把我辛辛苦苦攒的钱借给你？之前大队里的人说我是流氓，占了人家姑娘便宜却不负责的时候，你怎么不站出来帮我说话呢？宋清风，你不要太过分，这样就过分了。宋文辉，我也实话告诉你，别说我没钱，就是有钱我也不可能借给你。说完，宋清风不再给宋文辉开口的机会，转身就走。被宋文辉这么一耽误，赶到陆家时，陆大力已经在等着他了。陆大力的手上还提着1斤猪肉。有2个位置，一个在村尾，距离知青点近一些；一个在村头，不过靠近山脚了。你选哪一处？说话的是大队长林家栋，家里排行第3，人称林老三。大队长得知宋清风要跟陆瑶结婚了，便很痛快的将宅地基批了下来。老三，没其他的了吗？其他的大小不合适，要么太大，要么太小。大队长就选这一处吧，离娘家近一点，方便瑶瑶回娘家。宋清风要和陆瑶结婚的消息，当天上午就传遍了整个狼山大队，换来众人阵阵震惊的吸气声。其他人听到这个消息，顶多就是看个热闹，说2句闲话，满足一下自己的八卦之心。可宋文辉听到这事儿，牙都快咬碎了。早上自己问宋清风借钱，被人阴阳怪气的对了一顿，宋清风还口口声声说自己没钱，现在可好，都去找大队长替地盖房子了，就算是3间茅草屋，没个100-200也盖不起来。自己问他借50给母亲看病，却死活不愿借。文辉，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日头太晒了，身体不太舒服。是不是中暑了？要不你去请个假吧，中暑可不是小事。宋文辉正好不想干活，从善如流的去请了假。宋文辉回到屋里，整张脸彻底阴沉了下来。他定定地看着宋清风的床位底下那个箱子，眼神闪烁不定。这个箱子据说是宋清风的外婆给他的。宋清风的东西除了放在床尾的包裹，其他的东西基本都在箱子里。当年那3条小黄鱼就是他从这个箱子的底部找出来的。宋文辉蹲下身，手刚碰到箱子把手上，身后就响起了一道熟悉的声音：你在做什么？宋清风，人吓人会吓死人的，你进屋都不知道敲门的吗？你若不心虚会被吓到。我心虚什么？我有什么好心虚的？宋清风，你今天是不是有病？老是针对我干嘛？不就是问你借钱吗？不借就不借。既然不心虚，那你动我箱子做什么？谁动你箱子了？我刚才是要捡东西，我东西掉地上了。宋清风，你有病就去看病，不要整天疑神疑鬼的。人在做天在看，宋文辉，你要小心了。宋清风是回来拿东西的，马上要结婚了，可他手上的钱不够，所以他要尽快把小黄鱼换成钱。宋清风拿了东西就骑上自行车去了镇上。虎哥，帮个忙。哪儿来的？家里人给的救济钱，你也知道，这些年我攒的钱不够，想把这个换成钱。你倒是舍得，总不能让人家姑娘嫁给我吃苦，钱没了可以再赚。好小子，没看出来呀，还是个情种。行，直接换给我吧，也不占你便宜，420元多的算是我给你的份子钱。宋清风一听这个价钱就知道，陈虎何止是没占他的便宜，反而是让他占了一个大便宜。毕竟按照现在的金价来说，3条小黄鱼可不值420元。虎哥，我也不跟你客气，这个便宜我就占了。我这里还需要一些东西，供销社不好买，你能帮我搞到吗？随后他便报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能是能，不过需要一点时间，尤其是你要的红裙子，这可不好搞，就是在大城市也是紧俏货。这个我明白，就是因为虎哥你是个能耐人，这才拜托你。兄弟我这辈子就娶这一回媳妇儿。行，这件事包在我身上，谁让你是我兄弟呢？3天后你再来，你要的东西保准到位。虎哥，你近期准备出门吗？你怎么知道？怎么你要跟我一起去？宋清风摇了摇头，不是，我是想建议你，近期如果要出门，最好取消。我意外得到消息，最近要开始严查了。上辈子的陈虎是在半个月后出事的。当宋清风得到消息时，陈虎已经被抓了。宋清风打听过，据说是临市的公安缴获了一大批走私来的国外进口的收音机，联络人就是陈虎，当场人赃俱获。因为数额巨大，陈虎直接被判了吃花生米。消息准确吗？宋清风点点头，然后就离开了，留下陈虎一脸凝重地坐在原地。王寡妇与宋文辉偷情被我撞见，我和陈虎上山打猎，发现黑老大正石头，并将其给举报了。阿芳，我们去把孩子给打了吧。你不想要这个孩子了，还是说你根本没打算对我负责？宋文辉，你说过要娶我的。
轻点轻点，小心被人听到。我当然是想要娶你的，但是你婆婆能同意吗？那你是准备把孩子打了之后就跟我断了吗？胡说什么呢？我怎么舍得跟你断了？我恨不得日日夜夜都跟你在一起，我的小心肝。这话一出，听得外面的宋清风脸色发青。恶心，实在是太恶心了。你也知道，你婆婆不可能同意你嫁人的，所以这个孩子咱们不能留。反正那老婆子身体不好，也活不了几年了。等她走了，我们就结婚。阿芳，为了我们的未来，再忍忍。王寡妇是真的挺喜欢宋文辉的，她不但会吹口琴，还会念诗说情话，这是她以前从未体验过的。所以哪怕从宋文辉身上得不到什么钱财上的帮助，她也愿意跟宋文辉在一起。没多会儿，里面就响起了动静，这两人竟然在里面搞上了。看到这一幕，宋清风便黑着个脸。不过今天晚上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起码他就知道了这两人准备1周后去县城的医院打胎。想到宋文辉对他做的那些事情，宋清风嘴角微勾，这下该轮到他给宋文辉送礼了。3天后就要办婚宴了，宋清风准备给婚宴加点大菜，所以第2天一早便跟陈虎一起进了山。结婚的东西都置办好了吗？缺什么就跟哥说，哥帮你想办法。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就希望这次进山能有些收获，让席面可以好看点。这个就难说了，不过真猎不到也没什么，回头我想办法给你弄点猪肉，保证让你的婚宴风风光光的。行，那谢谢虎哥了。随后两人翻过狼山，直奔宋清风做陷阱的地方。可是，一连看了3个陷阱，都一无所获。兄弟，有些不对劲儿啊！这陷阱里有血，猎物却不见了，是不是被其他野兽叼走了？宋清风拧着眉看了看四周，脸色沉沉地说道：“不是野兽，是人。”随后他指了指不远处草丛里一处不算明显的脚印，有人来过这里，拿走了陷阱里的猎物。会不会是附近的村民呢？宋清风也不敢肯定，虽然大部分的村民并不会来这里，但万一呢？算了，去别处看看吧。两人说话间，再次来到了一处陷阱附近，遮盖物已经不见了，想来是有猎物上钩了。可是陷阱里除了一滩血迹，什么都没有。看来来了一群有本事的人，或许他们还没走远。清风，追吗？走，追上去看看。随后两人顺着那些人留下的痕迹摸了过去，也是他们运气好，这些人确实刚走不久，因为带着一头大野猪，脚程不快。宋清风和陈虎追了大半个小时就追上了，不过他们没有贸然上前，而是借着植被的掩护，悄悄跟在了他们的后面。大哥，咱们这运气也特好了，竟然捡到了一头这么大的野猪，这野猪怕是有300多斤吧？确实，那陷阱估计哪个大队的猎户挖的，便宜我们了。回去了，咱们就杀猪吃肉，想吃多少吃多少。听到这个声音，躲在草丛里的陈虎脸色顿时一变，原来是这个王八羔子，这人你认识？他就是郑石头。宋清风先是微微一怔，然后才从记忆深处扒出了这个人。郑石头是开地下赌场的，据说还做点见不得人的脏生意。总之，手脚非常不干净，做人也没底线，不少人被他害得家破人亡。这样的人原本早该被抓了，但是人家本事大，攀上了市里革委会的一个副主任，至今生龙活虎的活跃在安康镇。不是说这人死了吗？为什么人还在这里？自然是有人保住了他呗。不过想必用的不是什么正当手段，不然郑石头也不至于躲到深山老林里来。王八羔子既然已经死了，那就死得彻底一点，不用回去了。虎哥，不要冲动，为这种人搭上自己不值得。这里是深山老林，老子一枪结果了他，谁知道？也不怪陈虎恨郑石头，恨得咬牙切齿。郑石头之前欺负了一个姑娘，姑娘受不了这个侮辱，投河了。后来才知道这个姑娘竟然是陈虎的远房亲戚。他们有5个人，咱们可只有2个人，但凡跑了一个，你我都要完蛋。我重生回来是为了跟陆瑶过好日子的，可不能因为陈虎搭上后半辈子。老子出去就举报他。老大，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啊？这破地方蚊虫特多，我都快被咬死了。是啊，老大，咱们可以回去了吧？再待下去，我都快成野人了。快了，等风声过去，咱们就回去。这破地方，老子也待够了。等回去之后，咱们就换个身份，照样吃香的喝辣的。我和陈虎上山打猎，发现黑老大郑石头，并将其给举报了。在公安部门全力搜捕下，将其抓捕归案。在郑石头藏匿处，我意外发现了被藏的宝物。这王八羔子好东西不少啊！或许这并不只是他自己的东西，他跟市里革委会副主任交好，没准这些都是那人的东西。没想到这人还挺信任那王八羔子的，竟然连这么重要的东西都交给了他。谁知道是信任还是迫不得已呢？运动已经结束了，不少地方开始清算那些举着运动的大旗干着强盗勾当的人。这位副主任看样子也没少干这些勾当。你说的没错，难怪郑石头被保下来了，这样也好，便宜我们了。东西是他们发现的，还被他们拿到手了，没道理再交上去。再说了，即便是交上去了，也很难再找到东西的原主人了，说不定便宜了谁呢？来，见者有份，一人一半，你先选。宋清风也不客气，选了2条大黄鱼、1只老参、1块翡翠坠子以及1只白玉镯。对了，虎哥，肉的事还没解决呢，得麻烦你了。你不用操心肉的事情，我都给你打好招呼了。明天一早有人给你送到村口，你接收一下就行。那虎哥，别的不多说，谢了。很快便到了宋清风结婚的日子。今天的路遥穿着的是深红色连衣裙，头发盘了起来，脸上脂粉未施，却美得让宋清风看直了眼。新郎官
新娘子漂不漂亮？很漂亮，在我心里，这是我见过最好看的新娘子。听到这话，路遥更是被宋清风直白的话羞得满面通红。随后，在众人的起哄声中，婚礼便开始了。婚后第二天，宋清风便一大早前往去了安康镇。兄弟，这次多亏你了，不然老哥我这次就栽了。虎哥这话怎么说？之前有人跟我说林氏最近会来一批进口收音机，我本来打算这几天去一趟林氏去拿点货，后来你不是告诉我上面要严查吗？我就跟你进山了，想着这次就不赚这个钱了。谁知道我刚从山里回来，就有人告诉我林氏公安抓了一批走私的，当场人赃并获。我听到这个消息，那叫一个后怕呀！要不是你，被抓的人也有我一个。上辈子不是说陈虎被抓应该是8月初的事情吗？现在距离8月初还有几天吧？难道事情提前爆发了？兄弟，这次算我欠你一个大人情。都说了是兄弟，什么人情不人情的，这话太生分。事情不是这么算的，要是没有你，别说是那些东西，这次我就要没了命。总之，这个人情我记下了，以后有事尽管找我，我绝对没二话。对了，虎哥，那些东西暂时还不能出手，别到时候引来大麻烦。对，还是你考虑的周到。那些东西先藏一藏，都是好东西，关键时刻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拿来换钱还是可惜了。你放心，东西我藏得好好的，除了我没人知道。等你新房子盖好了，你就把你的那份拿回去，就埋在地底下，谁都猜不到。虎哥这安排非常周到，我都听你的。对了，你现在结婚了，之后是怎么打算的？准备就当个地里刨食的农民了吗？虎哥，我想找个工作，哪怕是临时工都行。最近供销社那边有个采购员，准备把工作卖出去，很多人都盯着呢。你要是感兴趣，可以买下来。目前风声还没彻底传开，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你要是想要，我给你牵个线，那人我认识。听到这话，宋清风大喜，这简直就是瞌睡来了就送枕头啊！虎哥，这工作我要了，还要麻烦你牵的线，就是不知道这个工作要多少钱？800，这个价格是高了点，但是人家就要这个数，一个字都不让。行，就这个数。虎哥，你帮我把大黄鱼卖了。大黄鱼现在卖了，可惜了，就留着吧，我先给你垫上，等你以后赚钱了再还我。随后在两人商量后，也怕这件事耽误久了，机会就成别人的了，所以两人当即决定先前往供销社把工作的事情给安排了。小王啊，你想好了，这工作一旦交接了，可就换不回来了。主任，我想好了，这个工作就让我表弟接班了，以后还请主任多多照顾一下我表弟。主任你好，我是顺子哥远房表弟，我是今世来这里下乡的知青。当初我爸妈就是知道顺子哥一家在这里，才特意安排我过来这边下乡的，说是有个照应。王顺，没想到你还有京市的亲戚啊！远房的都出了5父了，就平时过年过节的会问候一下。于主任，那以后就麻烦您多多关照了。既然想好了，那就去办手续吧。小宋，明天开始上班，没问题吧？当然没问题。有了供销社主任的点头，工作交接手续办得十分顺利，不到半个小时就办完了。回到家，宋清风看了看时间，这个点大家都还在地里呢，于是进了厨房便开始做饭。对了，今天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找了份工作，是供销社的采购员，正式工。这个工作是怎么来的？随后宋清风便解释了一下这个工作的来龙去脉，只说是一个朋友牵线搭桥的，为此他还欠了朋友几百块钱。你做的是对的，工作难得，正是工更难得。虽然800块是多了一些，但是以后是能赚回来的。对了，你的工资是多少？工资加补贴大概能有30块左右，不过我现在工龄低，拿的工资也少，等以后工龄上去了会加工资。这已经很不错了，足够你们小夫妻过日子了。要知道他们一年到头在地里忙活，也就攒下100来块钱而已。宋清风一个月工资能有30，在他看来已经相当不错了。重生80年代，我花800元在供销社买了一份正式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新来的宋清风，以后大家就是同事了，要互相帮助。主任，既然来了新人，那之前咱们负责的区域是不是要重新划分一下？提建议的男人叫张超，他是在王顺之后进的供销社，好的生产队早就被分完了，轮到他的时候就剩下了3个没人要的，这就导致他每个月都无法完成采购任务。再这样下去，他就别想干采购员了。这好不容易进了新人，他自然想要把手头上不想要的生产大队给出去，换几个好一点的。宋清风是接的王顺的班，之前王顺负责的区域给他就行了。主任，他是新人，对这工作还不熟悉。王顺之前负责4个生产队，他怕是吃不消，不如分出来2个给我，我看就红河大队和青阳大队吧。张超，你这算盘珠子都快蹦到我脸上了。我是为他好，他刚来，对工作不熟悉，这么多大队，他哪里跑得过来？倒不如先给我2个，等以后他熟悉业务了，我再分他2个就是了。红河大队盛产水果，他们供销社的水果几乎都来自红河大队。至于青阳大队，那的物资也很丰富，常常能收到好东西。至于王顺手里剩下的2个生产大队，一个中规中矩，一个距离还远，还评级。就张超这算盘打的，根本就是想把宋清风的路都给断了。呵呵，你还想要分他红河大队和青阳大队，要不要脸？行了，都不要吵了，宋清风就负责之前王顺负责的区域，就这么定了。
了。主任，我觉得这不合适，4个对宋清风来说还是太多了。听说他是狼山大队的人，正好我负责狼山大队，我拿狼山大队跟他换红河大队和青阳大队，这样他手上有3个，我4个，我是前辈，多劳累一些也是应该的。宋清风，你觉得呢？我觉得换可以，不过不能拿红河大队和青阳大队换，拿狼山大队换青阳大队和红旗大队吧，正好他们在一个方向上，怎么样？行，那就这么办吧。宋同志，你干嘛要跟他换？你知不知道青阳大队可是个好地方，资源很丰富。我知道，不过刚才那位同志说的也有道理，我刚来，对业务还不算熟悉，负责太多区域可能会忙不过来，倒不如给出去一个，而且我家就在狼山大队，回家更方便。你个小同志其实很聪明，你今天的做法其实是对的，起码于主任很满意。对了，你是不是知道张超是于主任的小舅子？我只是看出了他们的关系可能不一般，具体什么关系却是不清楚的。哦，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你是早就知道他们的关系呢。不过也没事，现在知道也不晚。张超这人有点小心眼，你以后能不得罪他就尽量不要得罪他，不然他找于主任说2句，你的工作不好做。那多谢江哥解惑了，改天请你喝酒。不用这么客气，谁让我一见到你就觉得顺眼呢？喝酒就不用了，以后你要是收到了什么好东西，记得给哥留一份。好说好说。宋清风有了工作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大队，所以当宋清风下班回来，刚进村口就被人给围了。众人你一言我一语，都在恭喜他，当然也有打探是否还有工作的。各位叔婶儿，工作不是那么好找的，我也就是凑巧了，正好认识这么一个人，不然我也不能得到这么一个机会。宋知青，你帮我们留意一下呗，要是以后还有这么好的机会，通知我们一声。宋知青，那以后我们能让你帮我们带东西不？这没问题啊，我每天都要上下班，大家有什么要带的可以告诉我，只要东西不多，我都可以帮忙带。不过先说好，供销社什么价格，我就只能给你们什么价格。那是自然的，你能帮忙带东西就很好了，哪里有让你贴钱的道理？对了，大家以后有什么要换的都可以找我，只要供销社收的东西我就会收，价格也是按照供销社的来。好，那就太好了，这样我以后就不用特意跑去供销社换鸡蛋了。众人围着宋清风说笑，气氛融洽，就连之前造谣宋清风和路遥的人，此时也对着宋清风一脸讨好。宋文辉站在人群的最后，嫉妒地看着众星捧月的人，眼睛赤红，牙齿都要咬碎了。不过想到自己送出去的那封信，又阴恻恻地笑了笑。只要那封信到了有关部门的人手里，宋清风很快就会倒霉了。而此时的宋清风却不知道宋文辉写了举报信，他记得宋文辉和王寡妇这2天就要去县城医院打胎了，所以他叮嘱路遥，让路遥留意宋文辉请假的消息。为什么要留意着宋文辉请假的事情？随后宋清风便把宋文辉和王寡妇的事情向路遥说了一遍。天哪，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村里人都不知道。谁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但他们2个在一起肯定有段时间了。既然有了孩子，为什么不结婚呢？而且他们现在都是单身。宋文辉根本不可能娶王寡妇，他一心想要回城，怎么愿意一辈子待在农村？他跟王寡妇不过是玩玩而已。你以前跟他关系不是挺好的吗？他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我和宋文辉确实有过节，他偷走了一样外婆留给我的特别重要的东西。什么？他竟然偷东西？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是他偷的，那东西又比较敏感，我不能大张旗鼓的找，只能吃了暗亏。后来还是机缘巧合之下才知道是他偷走的。不过你放心，东西我已经拿回来了，但是这个人我是真的看不上。没想到宋文辉看上去文质彬彬的，私下竟然会做这样的事情，简直就是败类。这样的人，王寡妇也能看上？他的眼睛是瞎了吗？知人知面不知心，王寡妇是什么样的人，你了解吗？谁又能知道他们不是物以类聚呢？宋清风当即决定向王寡妇的婆婆揭穿宋文辉和王寡妇的事情，不然就这样的一个儿媳妇在身边，她晚年未必能善终。我把王寡妇与宋文辉偷情的事告诉给了孙婆婆，孙婆婆在医院对怀孕的王寡妇大打出手。宋知青，你来找我有事吗？孙婆婆，我表现得很明显吗？我跟你又不熟，你平白无故的来我家，肯定是有事。行了，不要磨磨蹭蹭的，赶紧说。狗蛋不在家吧？不在。你说的事情是不是跟狗蛋有关系？那倒是没有，是跟你儿媳妇有关系。接着宋清风便把王寡妇的事都告诉了孙婆婆。宋知青，看你长得人模人样的，怎么开口就喷粪，张口就往我儿媳妇身上泼脏水，你是想要逼死她呀？孙婆婆，我说的都是真的，要是有一个字的谎言，就让我众叛亲离，老无所依，不得好死。老一辈对誓言这玩意儿还是比较相信的，更何况是毒誓。别以为你这样说我就会相信你，我儿媳妇跟你有什么仇怨，你要这样害她？孙婆婆，你也说了，我跟你儿媳妇没仇没怨的，我做什么害她？这些真的是我亲眼所见，要不是知道您是个好人，他们又做得太过分，我根本不愿意掺和到这样的事情中来，简直是吃力不讨好。我儿媳妇的为人我清楚，她就不是那样的人。那她肚子里的孩子怎么解释？难道是凭空蹦出来的？听到这话，孙婆婆脸色铁青，她知道这事情不光彩，传出去不好，随后便低声说道：那是你的污蔑，我又没阻止她改嫁，我早就放话了，她要是有了喜欢的人，我风风光光送她出嫁，绝不耽误她，她根本没必要做这样的事情。她改嫁，你会给她你手里所有的钱吗？听到这话，孙婆婆不说话了，想要钱
钱那是不可能的，他还有孙子要养呢，这是他儿子留下的唯一血脉，也是他活下去的唯一希望，什么也比不上孙子重要。就算他再喜欢媳妇，那也要将那笔赔偿款，他也牢牢抓在自己手里。我猜那笔钱应该不少吧？说句实话，那宋文辉不是个好东西，但您儿媳妇也不是省油的灯，要是您出了什么意外，这笔钱还能落到狗蛋身上吗？我不相信阿芳不是那样的人。孙婆婆，我知道名声对一个女人有多重要，如果不是确凿的事实，我不会告诉你。毕竟这件事不管我怎么做都是吃力不讨好。就在刚才在敲响您家门之前，我还在犹豫，但想来想去，我觉得还是应该告诉你一声，您是个好人，不该被蒙在鼓里。听到这话，孙婆婆闭了闭眼，无力的摆摆手。你走吧，今天我就当你没来过，你的话我也没听过。宋清风本来还想再劝，但话到嘴边还是咽了下去。他跟孙婆婆非亲非故的，今天已经说多了，再说下去就越界了。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刚才那戴红袖章的看了我好几眼，我都怕他来把我抓走。下车之后肚子疼，去了一趟厕所，耽误了一点时间。医院真的会同意我们打胎吗？这年头打胎可不容易，必须要有孩子父亲的陪同，且需要孩子父亲签字同意才能安排手术，而且还需要结婚证，医院要登记在册的，并不是你去了医院就行了。别紧张，肯定可以的，东西我都准备好了。两人不是夫妻，自然没有结婚证，但宋文辉去黑市上买了一张假的结婚证，反正混过医院的盘问肯定是足够了。要不我们就不去了吧？这个孩子我想生下来。不行，绝对不行。道理我不是说了吗？这个孩子的存在会给我们带来大麻烦。可是他是我们的孩子，我舍不得。你以为我就不心疼？要是可以，我也想他能顺利生下来。可是阿芳，我们不能因小失大。先不说你婆婆能不能同意这件事，就算是同意了，她能让你带走家里的东西吗？听到这话，王寡妇沉默了。好了，孩子以后会有的，等到老太婆走了，我们就结婚，到时候想生几个生几个。随后两人便直接去了妇产科，医生一听是要流产，脸瞬间就耷拉了下来。孩子很健康，为什么要打掉？没办法，太穷了，养不起。家里已经有5个孩子了，还有个生病的老娘需要常年吃药，实在是不能再多一张嘴了。医生，但凡能多一口吃的，我们也不至于不要自己的孩子。医生细细打量着他们，也不知道信没信他们的说辞，只是冷着脸说道：“把证件拿出来。”宋文辉见状，赶紧掏出证件递给了医生，随后又将几张大团结塞到了医生的手里。您帮帮忙。看到那几张大团结，医生的眼神闪了闪，哪里还不明白这两人有猫腻？虽然这个年代对男女作风问题查得严，但也不是没人犯错误，又不注意做错事，一年总有那么几个闹出人命又不想要的，所以这种事情医生见得多了。而就在医生准备开单子时，诊室的门突然被人大力推开了。阿娘，你怎么来了？你们这对不要脸的奸夫淫妇，竟然敢给我儿戴绿帽子，我打死你们！这两人是奸夫淫妇，还怀了孩子，谁帮我去报个公安？我要把这对不要脸的抓起来！婆婆，我帮你去叫。娘，我知道错了，娘，我要报公安，报了公安我就没脸见人了。就你还有脸？你个破烂货，干出这种不要脸的事情，就该被进猪笼。姑姑，先不要报公安，咱们回去解决。凭什么不报公安？反正做错事的是他们，又不是我，就该让公安把他们抓了去劳改。孙长河不赞同的看着他，家丑不可外扬，这事儿如果闹大了，他们整个村子都没脸了。但是孙婆婆此时早就气疯了，反正笑话已经让人看了，哪里还顾得上有脸没脸？而就在这时，公安来了，看到公安，宋文辉白眼一翻，彻底晕了过去。王寡妇乱搞男女关系被抓了起来，最后反咬一口说是宋文辉强奸了自己。小宋啊，那个宋文辉你认识不？认识，我们是同一批下乡的知青，不过我跟他关系不太好，不是很熟。那你肯定不知道吧？他强奸同村的一个女的，被抓了，听说要吃花生米呢。听到这话，宋清风一惊，这才一个晚上，怎么又变成强奸了呢？女方一口咬定是那个男知青强迫的她，还害得她怀上了孩子，她是逼不得已才拉着那个男知青去医院做流产手术的，但是男知青却说是那个女的勾引他，不然他一个大好青年怎么可能看上一个死了男人的寡妇？赵姐，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的呢？那不是我娘家大伯的儿子的媳妇的弟弟，就在咱们镇上派出所上班吗？他弟弟亲口说的。这俩人在派出所里闹翻天了，听说那个男知青还想动手呢，被公安拦了下来。强迫了人家女同志还想打人，真是没品。就这样的人渣，活该吃花生米。赵姐，你怎么知道是男的强迫女的？没准他们是一丘之貉呢，只是因为事发了，所以才狗咬狗一嘴毛。你们在一个村子的，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小宋，你要是知道些什么，可一定要告诉我们了，咱们可是同事。赵姐，我跟他们真的不熟，他们的事情我能知道啥呀？我还是听你说才知道，这两人竟然有一腿。宋清风恨不得宋文辉的事情闹得越大越好，越多人知道越好，
最好身败名裂，再无翻身之地。但是这八卦不能是从他嘴里传出去的，可惜了，还以为能从你这里知道些什么内幕消息呢。你家亲戚在派出所上班，知道的消息肯定比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多呀。倒是，那以后有什么消息，我再跟你们说。而此时的派出所里，王寡妇拉着一个女公安的手，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公安同志，我真的是被强迫的。村里人都知道我和我死去的丈夫感情很好，自从他去世后，我就守着我婆婆和我儿子过，从来没有想过改嫁，又怎么可能会看上他一个什么都没有，连农活都干不明白的知青呢？这番说辞，女公安已经听过很多遍了。毕竟事实真相如何是要经过调查取证的，而不是凭他们的一面之词。但同为女性，看着如今狼狈的王寡妇，心里的天平到底还是倾斜了一些。这个宋文辉看着人模狗样的，我也没想到他竟然是个人渣。那天他趁着我去山上挖野菜，竟然跟着我上山，然后就强迫了我，还威胁我要是敢把事情说出去，就告诉别人是我耐不住寂寞勾引的他，让我身败名裂。我是个寡妇，平时就被人看不起，遇到这种事情我哪里敢吱声？没有办法，我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吃了这个哑巴亏。可谁知道他竟然拿这件事做把柄，一而再再而三的威胁我和他好，不然我也不能怀上这个孽种。公安同志，我真的是被这个混蛋害苦了呀！你一定要帮帮我，求求你们了！我儿子还小，我婆婆年纪也大了，这个家不能没有我呀！这件事我们的同志会好好调查，要是事实真的像你说的那样，我们肯定是不会放过他的，这一点你可以放心。王寡妇一听这话，哪里放心得下，只能祈祷村里人知道的不多，不会偏帮宋文辉。只要他咬死了是宋文辉强迫的他，那他就还可能不用坐牢了。几天后，宋清风再次从赵大姐那里听到内幕消息时，宋文辉已经因为流氓罪被判了20年监禁，而王寡妇被送回来后，他就被孙婆婆赶出了家门。我们王家没有你这样的儿媳妇，以后你就不是王家的人了，你回娘家去吧，婚嫁随你，以后两家人再不相干。王寡妇刚刚做了流产手术，身体正虚弱呢，哪里愿意离开王家？再说了，她的娘家人又不是什么好人，她要是回去，不是被压榨到死，就是被卖给别人。最后在村支书孙长河的劝说下，王寡妇被她娘家哥哥给拖了回去。王家的事情，宋清风没有去看热闹，因为此时他接到了镇上派出所的通知，说是宋文辉想要见他一面。听说你想见我，做什么？宋清风，我知道我和他的事情是你传出去的。你结婚的前几天晚上，我和王寡妇在无保护的空房子里见面的时候，曾隐约看到过一个男人的背影，当时那个影子一闪而过，我以为是我看错了，没多在意。事发后这几天，我越想越不对劲，我和他一向很小心，1年多了，一直都平安无事，怎么会突然就被人堵在了医院里？所以我想，只可能是那天晚上那个影子告的密。这几天我好好想了想，越想越觉得那个背影跟你很像。如果这样想能让你开心一点的话，那就当是吧。被他这敷衍的态度一刺激，宋文辉忽然激动了起来。就是你，我知道，一定是你。宋清风，你为什么要害我？这些年念着你年纪比我小，我处处照顾你，我到底哪一点对不起你了，让你这么容不得我？处处照顾我？如果我没记错，我赚的工分一直都比你多，我在山上找到的吃的你也没少吃，到底是你照顾我，还是我照顾你？大家都是一起下乡的知青，有必要这么斤斤计较吗？对你有利的时候就是你照顾我，被我揭穿了真面目就是我斤斤计较。宋文辉，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聪明，把别人都当傻子呢？还是你觉得我很好骗，只把我当傻子？那你也不能这样害我。是我让你去跟王寡妇上床的，是我逼着你让她怀了你的孩子的，自己做的事情都不敢承认，还要把错误推到别人的身上。宋文辉，你可真是无耻又自私，像你这样的人活着都是浪费空气，你就是个人渣败类，只判了你20年，简直是便宜你了。一番话刺激的宋文辉眼睛赤红，恨不得吃了宋清风。闭嘴！你闭嘴！你凭什么这么说我？你以为你自己好到哪里去？还不是去陆家当个上门女婿？你就是个吃软饭的。宋清风，你比我还不如，就你也配嘲讽我？如果这么想你能高兴一些的话，你可以这么想。宋文辉，好好想想接下去的20年你在监狱里该怎么度过吧。这次应该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希望我们余生再也不见。在80年代，我靠收购鸡蛋发家致富。在宋文辉的事情落幕后，宋清风开始从老乡们手里收购各种物资。现在天气热，他主要收的东西是鸡蛋，毕竟夏天鸡蛋坏得快，早点收上来，新鲜一些。每次收上来的鸡蛋2/3留给了供销社，剩下的1/3除了自家吃外，剩下的都拿去给了陈虎，然后2个人分利。看着家里越攒越多的鸡蛋，路遥有些担心。你这样做真的没关系吗？放心吧，这些鸡蛋我也是付了钱的，不算占集体便宜，能有什么事情？那你这个月的采购任务怎么办？够吗？我算了算，足够了。这些天收上来的东西，月底还有一批，量只多不少。路遥闻言已经完成了任务，心里顿时也放心了下来。有些人啊，不老老实实工作也就算了，整天就知道偷懒，完成不了业绩，只有垫底的份。你是在说我吗？算你还有自知之明，你不能干就不该抢这份工作，占着茅坑不拉屎。我确实挺有自知之明的，不像你，连自知之明都没有，明明是个废物，还自以为是个人物。
你说谁是废物？说的就是你。在我没来之前，次业绩倒数的人哪个不是你？要不是于主任是你姐夫，你以为自己能在这里待着，自己没有本事缩着就是了，非要冒出来刺别人2句，怎么着就显着你了是吧？你都知道他是我姐夫，你竟然还敢这么说我，你信不信我让我姐夫开除你？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一个无耻小人，于主任对你这么好，你竟然想要害他？你胡说，我怎么可能会害我姐夫？于主任做事公正严明，你却让他为了你的一己之私开除我，这不是害他是什么？我倒是不明白了，于主任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了？你要这样恩将仇报？听到这话，张超气得脸色发青。你不会是想要打我吧？行啊，你尽管动手，你敢动手我就敢报公安，我倒是看看到时候于主任是站在你这边还是我这边。他是我姐夫，当然是站在我这边。是吗？这可说不准，要不你动手试试？反正这里距离派出所也挺近的。江哥，他要是动手了，你就帮我去叫公安。江德本看热闹不嫌事大，便一口答应了。行啊，我替你叫公安。宋清风，我要跟你打赌，要是这个月我们2个谁收的货物少，就算是输了。你输了就把红河大队给我，我要是输了，我就再也不针对你。你敢赌吗？长得丑就算了，想的倒是挺美，打赌连赌注都不对等，还叫打赌吗？还是你觉得我看着就像是个傻子？你要是不敢赌，你就不是男人。我是不是男人不是你说了算的，激将法对我没用。你想跟我打赌也不是不行，拿出诚意来。你要是输了，不仅要把青阳大队还给我，还要任由我挑选一个你手头的其他大队。你如果不敢赌的话，就给我滚，以后都不要在我面前阴阳怪气的，不然我见你一次骂你一次。赌就赌，但是要再加一条，谁输了谁滚蛋。行啊，就这么定了。江哥、陈哥，你们都是见证人，给我们做个证。行，就他们2个当见证人。宋清风，你滚定了。张超自信满满，是因为这个月有了青阳大队，他的业绩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回头再去其他大队收一点也就完成了。不像是宋清风，大半个月过去了，除了几个破鸡蛋，什么都没拿来呢，只怕是完不成了。在张超走后，陈伟就一脸不赞同的看着宋清风，你不该跟他赌的，他这个月的业绩还可以。陈哥，我也不是吃素的，最后到底谁胜谁负还不一定呢。那你怎么觉得自己能赢？听到这话，宋清风笑而不语。他这大半个月跑的可不只是他负责的几个大队，他是把附近公社的所有大队都跑遍了，而且还收了不少东西上来，只是觉得东西太零散，除了鸡蛋这样的鲜货，其他的都存在家里，打算到了月底直接借队里的牛车拉到供销社来。你还是小心点吧，他到底是于主任的小舅子，虽然于主任这人行事公正，但小舅子才是家里人，你不过是一个外人，心难免是偏的。陈哥没问题的，我有办法。行吧，我也不问了，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第2天一早，宋清风就把陆斌给叫了起来。姐夫，这么早什么事啊？跟我去红河大队跑一趟，给你1块钱。听到1块钱，陆斌的眼睛瞬间就亮了，便满口答应了。俩人到了红河大队后，便直接去了大队部。宋志清，你可算是来了，我们按照你的方法，果然做出了蜜饯，味道好极了。你再不来，我都打算去找你了。做了多少蜜饯了？不多，也就100斤左右。今年的所有梨子都做成了蜜饯，就这么多了。那我今天就把这些蜜饯都拿走了。好，我们还准备了500个水果罐头，量有点多，不如我让村里的后生帮你运到供销社吧。那就再好不过了，多谢刘队长。嗨，客气啥？要说谢，也该是我们谢谢你。要不是你出的主意，提供的方子，今年的李子就要砸手里了。我们还商量着说要请你吃顿饭呢。姐夫，这是怎么回事啊？什么蜜饯，什么方子？今年春天雨水多，我们村的李子不太甜，都没人要，我们正发愁呢，怕今年的李子要砸手里了。前阵子宋知青来咱们大队收东西，看到了那些李子，就建议我们把李子做成蜜饯卖，价格还贵。但是我们就是地里刨食的，哪里懂得怎么做蜜饯啊？宋知青就给了我们一个方子，还手把手的教我们做蜜饯。这不，蜜饯做出来了，味道可好了。听到这话，陆斌大为震惊。姐夫，你还会做蜜饯啊？就是恰好知道这么一个方子。宋知青啊，你咋这么长时间不来嘞？我们都盼着你来呢。我还要去其他大队收东西，我们是有采购任务的，要是不够数量，回头是要挨批的。那还差多少啊？我们想办法帮你凑一凑，加上你们村的就差不多了。这还得多谢你们把李子做成了蜜饯，要不我还完不成任务。哪里，应该是我们感谢你，不然几百斤李子就只能烂在地里了。男子上山打猎，偶遇农业大学的教授，并向他请教农业养殖的问题。接上集宋清风在红河大队采购了一批水果罐头，还有一批难得的蜜饯。张超在得知消息后，脸瞬间就耷拉了下来。不就是一点水果罐头和蜜饯吗？距离采购任务还远着呢。他啊，注定是完不成了。这有些人啊，酸的离着老远就闻到了。江德本，你给我闭嘴！我有什么好酸的？我已经完成了采购任务，这个赌注定是我赢了。他宋清风就等着滚蛋吧。听到这话，江德本摇了摇头。就这样的心性，迟早栽跟头。对于供销社里的争执，宋清风一无所知。他今天就没去供销社，而是带着路遥在山上寻找猎物。所幸他们的运气不错，在陷阱里抓到了一只野鸡。清风哥，你要是开餐馆，肯定很多人来吃，怕是排队都要老半天。你的手艺比国营饭店的大师傅还好呢。那是我的手艺绝对比那些大师傅好。上辈子他可是开过私房菜馆的人，手艺自然没得说。可惜现在不允许个人做生意了，不然你开个餐馆也能赚得盆满钵满。那有什么，能做给你吃就足够了。听到这话，路遥脸颊微红，心里甜蜜蜜的。
而就在这时，身后一道悠悠的声音传了过来：“这烤鸡好吃吗？”听到这话，两人都愣了一下，转头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个老头站在了他们的身后。老人家，您不是附近的村民吧？怎么一个人到这种深山野林里来了？就不怕遇到危险吗？你们小年轻都不怕，我怕什么？年轻的时候，原始森林我都去过。您是做什么的？还去过原始森林？就是一穷教书的，农业大学知道吧？我就在那儿教书，这不趁着暑假四处看看。江东省的农业大学可是重点大学，现在还能在学校里安稳教书的教授，除了这几年进去混日子的，剩下的就是有真才实学的。但不管是哪样，能进农业大学的都是需要背景的。教授，您贵姓？李志远，你叫我老李头就行。一顿饱餐过后，路遥拿出了一小包蜜饯。老人家，吃多了烤鸡容易腻，吃点蜜饯吧，酸酸甜甜的，解腻。老头也不客气，拿了几颗塞进了嘴里。确实好吃，哪儿买的？我好像没有在供销社里吃到过这个味道的。这是我们镇上供销社的，是红河大队的新产品，这2天才上的。红河大队啊，当年我还在那儿待过1年，他们村种了不少果树，我还指点过呢。原来他们种果树是您教的呀？说不上教，他们自己种的也不错，我顶多就是锦上添花。他们现在的水果种得好吗？好，红河大队的水果在整个镇都是有名的，要不是耕地需要用来种粮食，他们怕是能成为咱们这里的第一个大果园。就是现在，他们靠水果罐头也过上了好日子，家家户户都是砖瓦房。那就好，那就好啊。突然宋清风心念一动，便客气地问道：“老人家，冒昧问一句，我们村也想种植果树，您能指点一二吗？你们难道也想靠种果树发家致富？发家致富谈不上，毕竟现在耕地只能用来种粮食，能种果树的地方有限，就是想给社员们多点创收。现在的日子不好过呀，我们大队去年底才刚通电，家家户户都是茅草屋呢，一年到头也只有逢年过节能尝点肉味。”听到这话，老头意味深长地看着地上的一堆骨头。指点一二自然不是问题，不过我要先去看看你们大队的土质情况，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种果树的。那是自然，教授，不如现在就去我们大队走走，我们大队的风景不错的，您就当是去采风了。行，那就去看看吧。不过我可丑话说在前头，要是土质不合适，可不能说我老头子骗人。不会，绝对不会。李教授，我们村的土壤咋样？你们村的土质没有红河大队的好，种果树是可以，不过品质肯定比不上人家的，想要跟他们竞争，怕是不行。听到这个结果，宋清风心里有所预料，毕竟对于他来说，赚钱的方式有很多种，不能做水果罐头和蜜饯，那可以做其他的吗？李教授，我们大队的耕地您也看了，不如您指点指点我们如何科学的种地。你叫我来看土质，想种果树是假，这个才是你的真实目的吧？宋清风自然不会承认，只笑了笑不说话。随后李志远便给他们提了10几条建议，还教了他们怎么制作简易化肥。按照李志远的方法，每亩地的产量增加个1-2成还是没问题的。很快，宋清风给了红河大队一个方子，让他们做成了蜜饯，增加了收入的事情就传到了狼山大队。在得知消息后，林队长第一时间就上门了。清风啊，你也是咱们大队的人，有赚钱的生意，怎么不想着咱们自己人呢？大队长，不是我不愿意帮咱们大队，而是没办法呀。就是有方子，咱们也没水果，做不成这买卖。那也不能把方子白白给人呢。也是遇上了，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几百斤李子烂在地里吧？而且我每个月有采购任务，完不成是会被领导批评的。把方子给了他们，他们不会浪费了李子，我也能完成采购任务，一举两得。那你有没有别的办法？咱们大队太穷了，我也想能增加点副业，让大家的日子好过一点。大队长，要是有那么好的办法，我早就拿出来了，至于藏着掖着这么多年吗？见林队长苦了脸，宋清风话音一转，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只是想要做成不太容易。什么办法？你先说说。困难不怕，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嘛。随后宋清风便把偶遇李教授的事简单的说了一遍，这样就可以让粮食增产1-2成。这个方法是有效的，但需要人花费大精力伺候，风调雨顺才能达到这个产量。听到这话，林队长也满足了，每亩增加个1-2成，全大队的地加起来也不少了。他不贪心，除了粮食增产外，我们也可以办作坊。目前我手上确实还有方子，也适合办作坊，不过我要占股。可是没有这个规矩，规矩是人定的。要不是现在不允许个人做买卖，我拿着这些方子都可以吃喝不愁了。而且我也不是要占大头，办作坊是要本钱的。咱们大队的账上钱不多了吧？可不是，整个大队的账上才几百块钱，连1000块钱都不到。我有个建议，咱们可以让村民们出钱一起筹办这个作坊，盈利之后按照各家出资比例分配。当然，我也会出资。至于方子，只要作坊能办起来，方子我免费送给作坊。可是这件事我不能做主啊。明白，你可以回去跟其他干部们一起开个会讨论一下，有必要的话还可以召开村民集体大会投票表决。林队长回去之后就召集了几个大队干部开会，重点讨论的就是宋清风开办作坊的事。这个宋知青还是很有想法的嘛，我觉得作坊可以办，各家出钱也合理。这不行，反对的是大队的会计，叫朱永福。现在什么东西都是集体的，是大家的。宋清风这个建议简直就是在胡闹，他有方子就该贡献出来，而不是自私的提出这么过分要求。难道村里的日子好过了，他没份吗？
还占股，他这是资本主义思想。老朱，严重了，严重了！合理的建议我们也是要考虑的嘛。换作是你，你愿意把自家的房子贡献出来给集体吗？现在在说宋清风的问题，你扯我做什么？我的意思就是可以办，而且宋清风的办法非常好，我个人是十分赞成的。我不是反对宋清风占股，我是对这个作坊不看好，本钱太少，怕是办不起来。就是办起来了，东西卖不出去怎么办？那就村民表决吧，你们觉得呢？表决大概率没法通过，村民们不会同意。别说是各家拿钱了，就是用大队部账上的钱去办作坊，都会有人反对的。最后，关于开办作坊的事情，大队干部开会讨论了一下午，也没有讨论出结果。第二天一大早，宋清风就把囤着的货物都拉到了供销社。郑大爷看了看满满当当的2辆牛车，满意的点了点头。看来收获是不小，赶紧登记，我还要把表交上去呢。不错啊，你这怕不是天天往他们大队跑吧？在其位谋其政嘛。既然做了这份工作，那自然要把事情做好。而且夏天鸡蛋坏得快，我去的勤快一点，老乡们还高兴呢。那可不得高兴嘛，都不用自己大老远的顶着大太阳跑到供销社去了。几人正说话间，得到消息的张超就急匆匆地赶了过来。东西呢？都搬进去了。按照收购的数量上来说，宋清风的业绩排第2，你输了。不可能！说着，张超一把夺过了郑大爷的登记表，看着宋清风名下密密麻麻的货物，脸都绿了。这不是真的，你怎么可能收购到这么多东西？你是不是跑到其他大队收啊？宋清风，你作弊！你不相信，可以去那些社员家里问，谁怀疑谁举证。还是说，张超，你输不起？不可能，我不相信，这绝对不是真的。你是个新人，你什么都不懂，这不可能是真的。人家新人也不妨碍人家出色的完成了本职工作，倒是某些人仗着自己是老员工就占着茅坑不拉屎。你闭嘴！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要不是你爸是纺织厂的，你以为你能进供销社？都是关系户，你凭什么嘲笑我？就凭你次业绩垫底，连采购任务都完不成，我跟你可不一样。陈伟能进供销社确实是家里的关系，但他并没有懈怠工作，相反，他的采购量一直都是第一的，这次也不例外，所以他还真有资格嘲讽张超。张超，愿赌服输，你输了，还是你要承认自己不是男人？不就是走人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现在就去找我姐夫。张超正要走，却被江德本一把拉住。你干嘛？你也要跟着他一起欺负我？你脑子进水了，还是得了疯犬病，到处咬人？你现在去找于主任，是要告诉他你把工作当儿戏吗？这是宋清风逼我的，又不是我故意的。人家宋清风没招你惹你，不就是截胡买了一份工作吗？你至于这么针对他吗？打赌的事情是你主动提出来的，人家可没逼你。张超，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真闹到了于主任面前，你们2个都没好果子吃。听到这话，张超瞬间怂了，去找于主任他是不敢的。这个姐夫平时对他不错，但涉及到工作就很难讲了。你去跟人家认个错，这件事就过去了。反正话我说完了，怎么做看你自己了。随后想通了的张超磨蹭的来到宋清风跟前。那个之前是我不对，对不住啊。听到张超的道歉，宋清风神色淡淡，只是嗯了一声，也没再出言嘲讽。村里的干部自行开办豆腐作坊，没想到做出来的东西却没人愿意要。队里是不是不同意我说的方案？都是地里刨食的，每年攒点钱不容易，都不想冒险。如果不同意，那就算了。宋知青，就是能不能把豆腐方子卖给村里？那你打算准备给多少钱？50块。我知道这钱是少了一些，但这不是大家都穷吗？要是你愿意，等作坊办起来之后，可以给陆家一个工作名额。我不稀罕一个小作坊的工作名额。大队长，这话是谁让你来跟我说的？是不是朱会计的意思？听到这话，林队长沉默了。宋清风见状就知道自己猜对了。大队部就这么几个干部，想想他们的性格就能猜出1、2。大队长，别说给50块，你就是给我500块钱，我也不可能把我家祖传的方子卖了。我要是真的这么干了，我怕100年之后去了地下先辈会把我打死。我也知道这个要求过分了，其实我本来提都不想提的。林队长，如果你们都是这样一群人，我想这个作坊不办也罢，也是我多管闲事了。本想着乡亲们的日子都不好过，给他们带来一点创收的办法，但你们想要免费的午餐，我没有能力提供，毕竟我又不是你们的父母，没必要为了你们无私奉献。宋知青提出这个要求是我过分了，对不住。但是我想办作坊的心是真的，我也愿意按照你说的办，而且我觉得你的建议非常好，可大家不同意啊，所以我也没求着大家办，不是吗？说完，宋清风就起身离开了。很快，狼山大队要办自己作坊的消息就在村里传开了。宋清风知道了之后，只是淡淡一笑：“清风，村里那边要开作坊了，我们要不要出钱？”爹，咱们家就不要凑这个热闹了，这个豆腐作坊未必能办得起来。这你怎么知道？接着，宋清风就把朱永福想要他舍己为人、甘愿奉献的事情说了一遍。这个朱永福老了还是这么不要脸，这样的话竟然也说得出口。50块钱打发叫花子呢？你不答应是对的，凭啥要我们奉献啊？要奉献他自己奉献去。不过他哪里来的豆腐方子？不会是偷了你的吧？我的秘方都是记在脑子里的，他偷不走，可能他从哪里得到了一个豆腐方子吧？毕竟做豆腐并不难。
爹，总之这件事咱们先不参与，看看他们到底能做成什么样。陆大力觉得宋清风说的很有道理，于是在朱永福上门来问他们打算出多少钱时，直接就拒绝了。你们现在要是不出钱，以后作坊赚钱了，可就没有你们的份儿了。不是说赚钱了之后按照人头分红吗？我家也是村里人，凭什么没有？之前是说好了，赚钱之后就按照人头分红，但那是用大队集体账上的钱。可问题是大队账上的钱不够，所以我们开会讨论之后，还是决定让各家也出钱。到时候大队账上出钱的部分按人头分红，剩下的则是按照各家出资比例分红。我们家不出钱也没钱。村里大部分人都跟他一样，不愿意出钱，好不容易攒了几个钱，可不能拿去就这么浪费了。这天，宋清风刚回到家，陆瑶就拉着他去了厨房，指着碗里的一块豆腐说道：“这就是村里做出来的豆腐。今天是豆腐作坊第一天开张，村里人好奇，多数都花了钱买了一块豆腐，说是卖给外村人是1毛钱一块，村里人就是8分钱一块，你想怎么吃？”宋清风没回答，端起来闻了闻，眉头微皱，又捏了一点点尝了尝味道，眉头皱得更紧了。这豆腐不好吃吗？没处理好，有点发涩，而且豆腥味很重。他的味觉和嗅觉都很灵敏，对于他来说，这豆腐就是个完全的失败品，也不知道朱永福哪里来的豆腐方子，怕是被人坑了。你们这豆腐不行，我们不收。这怎么不行了？我们自己吃过，好吃的。这位同志，你们这豆腐味道真不行，我们要是收了卖不出去，就砸手里了。听到这话，林队长一脸着急，正要解释，看到从供销社那边走过来，准备来卖肉的宋清风。宋志清，你帮我跟他们解释解释，这豆腐是好的，是我们早上刚做出来的。咦，小宋，你认识这位同志啊？王姐，这是我们大队的大队长。你认识就最好了，你跟这位同志解释一下，他这豆腐味道真不行，有点涩，豆腥味也重，跟我们现在卖的豆腐没法比。收了我们卖不出去的。不是，豆腐不都这个味吗？一点点涩而已，不影响吃的。这位同志，这是我们村集体办的豆腐作坊，就是为了能赚点钱，给乡亲们改善一下条件。你行行好，收了吧。人家买豆腐图的就是一个味道，你味道不行，人家为什么要买你的东西？我知道你们过日子不容易，但是现在大家谁的日子过得容易了？总不能让人家花了钱买罪受吧？不信你问问小宋，他是供销社的采购员，如果是他的话，这样的货他收吗？大队长，这个货他们确实不能收，豆腐这个东西不能久放，要是卖不出去，回头上头问责，王姐是要担责的。你看吧，不是我故意为难你，是真的不能收。你们想让我们收也行，回去改善一下豆腐的味道，只要你们的豆腐味道那跟我们这里的一样，我们就收。听到这话，林队长很失望，食品站如果不收的话，他也只能拉着一车豆腐回去了。村里的豆腐作坊制作的豆腐卖不出去，得到消息的村民前来大队部闹事。当初是你们说这个生意一定会赚钱的，要我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现在我们出钱出力，豆腐也做出来了，结果你们说卖不出去，全砸手里了，耍我们呢。就是朱会计，当初是你来我家筹钱，说得花好多好的，现在豆腐卖不出去了，你说怎么办吧？退钱，我要把我家的钱拿回来，赶紧的，退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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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大家哭着喊着要退钱，朱会计头都大了。大家听我说，先听我说，不要着急。食品站不是不要我们的豆腐，是觉得我们的豆腐不好吃，暂时不要。等我们改善了豆腐的味道，他们就收了。你们投了钱，我比你们投的更多，我比谁都希望咱们的豆腐作坊能办起来。大家先不要着急，都回去等消息。等有了消息，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众人现在对他已经不信任，纷纷看向了大队长和孙长河。毕竟我们大队干部带头投的钱，我们也不愿意看到自己的钱打了水漂，所以大家先回去，我们肯定能给你们一个交代。那我们现在怎么办？不是说豆腐不好吃吗？那就改善一下。方子是你找来的，你去找给你方子的那个人，问问他怎么做好吃。这方子是我老娘留下的，他也是别人给他的，他自己都不会做。原来这方子是你家的呀？那你当初还收了100块钱，当初你要求宋清风白给方子，你怎么有脸收大家的钱？你自己都不无私奉献，怎么好意思要宋清风无私奉献呢？朱永福自知理亏，被对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最后没办法，他们只能去找村里做饭手艺好的媳妇儿来试着改良一下豆腐的味道。试了好几天，豆腐的味道倒是变好了一些，但是卖的跟食品站的还是有些差距。要不去请宋志清来吧，这个建议当初是他提出来的，他也有祖传的方子，他肯定知道怎么做豆腐才好吃。听到这话，朱永福有点不情愿地说道：那就让他来指点指点吧。你说的倒是容易，那也要人家愿意。咱们当初踢开人家，现在又要用人家，人家怎么可能轻易答应？那你说怎么办？你去道歉，你去请人，这主意是你出的，你负责善后。凭啥我去道歉？当初你们也是同意的，我不去，大不了这个豆腐作坊不开了。当天夜里，林队长和孙长河就拎着一袋东西来到了宋清风家。宋志清这么晚还来找你，实在是不好意思。宋志清，我和老林是来道歉的，为之前豆腐作坊的事情。都过去了，当初我提议筹办豆腐作坊，也只是为了改善大家的生活，现在你们办了，也算是达到目的了，那就不用提了。宋志清，其实我们今天来，除了是给你道歉，还是来求助的。我们的豆腐作坊怕是办不下去了，做出来的豆腐不好吃，食品站不收。你们不是找了不少人去改良豆腐味道吗？难道没成功吗？别提了，试了不少方法，味道是好一些了，但是比不上食品站的，怕是做出来
出来了，人家也不收，也不知道是不是方子不对。宋知青，我们今天厚着脸皮上门来，是真心想要请教你豆腐的做法的，不是让你白出力，而是用方子入股豆腐作坊，行吗？这倒是个不错的建议，不过现在我可不能答应。孙支书，这话怎么说的？豆腐作坊是大队的，我入股算怎么回事啊？这不是资本主义复辟吗？我呀就安安心心上我的班，豆腐作坊的事我就不掺和了。眼见着无论怎么说，宋清风都不肯答应来帮忙，孙长河有些急了，捅了捅林队长，示意他说话。咱们也不用绕来绕去的了，宋知青，你直接说吧，要怎么样你才肯帮忙？当初你们是十分赞同我的建议的，不赞同的人是朱永福，所以想让我帮忙很简单，朱永福不能再担任大队的会计，以后也不允许参与大队的集体产业的管理。只要你们能做到这个要求，我就拿出我的豆腐方子，让你们做出美味畅销的豆腐。朱永福不参与作坊的管理没问题，但他担任大队的会计很多年了，也没出过错，让他不干了，这不合适。既然孙支书觉得不合适，那这件事就算了，当我没提过。今天时间不早了，你们该回去了，我们也准备睡觉了，毕竟我明天还要上班。就不能再商量商量？我一直在跟你们商量，可你们一直让我让步，我不是胜负，没那么大的度量，做不到一退再退。反正我就这点要求，你们答应我就去帮忙，不答应也没关系，反正我有正式工作，养家糊口没问题。作坊对我来说可有可无。听到这话，林队长和孙长河对视一眼，一脸的无奈。我们回去商量一下，明天晚上回复你。第二天一大早，孙长河两人就到了大队部，并把宋清风的要求都告诉了朱永福。妈的，给他脸了，还对不起老子来了，老子现在就去教训教训他，让他知道在狼山大队没有他说话的份儿。你发什么疯？张口闭口教训，你以为你是天王老子？这件事本来就是你的错，要不是你，我们至于被人这么逼迫吗？反正让我低头的事情你们别想，大不了这个作坊不干了，老子就当那些钱都打水漂了。好啊，那你把损失的钱都给补上，这作坊就关门。又不是我一个人亏的，凭啥要我补？我自己还投了150呢，我问谁拿去？再说废话，你就给我滚出去，别逼我召开集体会议，把事情原原本本的说出来。而此时大队部的几人都没注意到，大队部窗户外蹲着一个身影，将他们的话听了个完整。村部的朱会计高价卖豆腐方子，被村民喷粪报复。你说朱永福家被人泼了大粪？大门上、院子里到处都是，不知道是谁干的。早上朱永福家人起来后发现的，在院子里骂娘呢，隔着老远就听到了。我没去看，去看过的人都说那院子臭不可闻，根本没法住人了，就连院子外面的墙上都是。这是谁说出去的？不知道，大家都说是因为朱永福故意把不能用的豆腐方子高价卖给大队，才害得豆腐作坊办不下去的。现在大家都要他辞去会计的职务，赔偿大家的损失，闹得可凶了。等着吧，这件事很快就出结果了，咱们看戏就好，不用参与。很快，朱永福就被闹怕了，挺了3天，挺不住了，就辞去了会计的职务，还拿出了仅剩的100块给了大队部，算是弥补一些损失。宋知青，朱永福现在已经不是大队会计了，你啥时候来作坊指点指点？我咋听说已经准备关闭作坊了？关啥呀？本钱都投进去了，现在关了就啥也没有了。我们还是想试试。宋知青，你的豆腐方子可是祖传的，那做出来的豆腐一定很好吃吧？那是当然，我敢保证，就是食品站卖的都没我做的好吃。听到这话，林队长眼睛一亮。宋知青，你看咱们大队的作坊，吃点是没问题，不过你们确定这个作坊还能开下去吗？村民们会不会同意？我们会说服他们，只要你的豆腐真的好，我相信这个生意可以做。方子我不能白给你们，我要用方子入股。可以，不过占股不能超过1成，不然没法跟大家交代。对了，你们现在手上的钱不多吧？怕是无法继续维持作坊的正常运转，我们可以继续跟村民们集资，赚钱了按照大家出资比例分红。当然，之前大队部出的钱也算一份，当是集体出资吧。之前的事情闹得大家都怕了，现在问他们要钱，怕是不会同意。这是我的事情，我有办法让他们掏钱。另外，作坊里的事情我要做主，不能今天听你的，明天听他的。还有就是我有销售渠道，我来管，我能保证做出来的豆腐都能卖出去，让大家赚到钱。你怎么保证一定能赚到钱？明天周日我不上班，大家都来我家里尝尝我做的豆腐，咱们用事实说话。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宋清风就起来做了3板豆腐，还有一些豆浆和豆腐脑。林队长，你们来的正好，先坐下来尝尝豆浆和豆腐脑。宋知青，这豆腐脑太好吃了。那是当然，不然怎么能叫祖传配方？在吃完豆腐脑后，宋清风又切了2块豆腐，让他们尝尝。宋知青，你是怎么做到的？这豆腐比我在食品站买的还好吃。我家的祖传秘方能不好吃吗？豆腐的口感没有豆腐脑那么嫩滑，但也很好吃，带着一点点的回甘。至于豆腥气，那是不存在的。宋清风在吃过早餐后，又在厨房做了些麻婆豆腐跟小葱拌豆腐，准备给村民尝尝。宋知青，这就是你用你家秘方做出来的豆腐啊？是啊，味道咋样？好吃，这是我
我吃过的最好吃的豆腐。在确保来的人都尝过了豆腐后，林队长才开口说道：“今天叫你们过来，是想就豆腐作坊的事情给你们一个交代。其实一开始提出建这个豆腐作坊的人就是宋志清，他看到了红河大队的好日子，想要带着咱们大队的人也能过上那样的好日子，所以决定拿出自家祖传的豆腐方子，开办一个豆腐作坊，给大家创收。如果一开始就按照宋志清说的做，可能这个豆腐作坊已经开成了，是我们对不住大家。”听到林队长把责任揽在了自己的身上，宋清风有些惊讶。虽然他原本也不准备替他们背锅，但他们主动站出来解释，那自然再好不过了。宋志清，你是准备继续开办豆腐作坊吗？是的，大家也知道我是供销社的采购员，每个月都要去红河大队采购他们的水果罐头，就是因为他们有个罐头作坊可以为他们创收。当时我就想着，如果咱们大队也有个作坊的话，那村民们是不是就能过上好日子？那宋志清，你赶紧把你的方子拿出来，等以后作坊赚钱了，咱们大家都会感激你的。就是啊，宋志清，你有这方子就该早点拿出来，说不定咱们现在早就过上好日子了。我也想让大家过上好日子，但是我为什么要免费把我家祖传的方子拿出来给你们用？开办作坊的建议是我提议的，但是刚才林队长他们也说了，我提这个建议的时候也说了，我要占股，不然一点好处都没有的事情我不做。宋志清，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也是大队的一员，作坊办好了，你们家也有分红的，这怎么不是好处了？大家也不用道德绑架我，我这人没有那么无私，不可能把我的方子免费拿出来给大队用，就是用买的也不行，因为这方子珍贵，价钱你们出不起。那就不办了，以前也没有作坊，我们也生活得好好的。行啊，那就不办了，反正我们家也没往你们投钱，至于大队账上亏损的那些钱，我每月都有工资，不在乎。林队长眼看着要闹僵了，赶紧开口说道：“大家都别激动，有话好好说。其实宋志清说的有道理，他的方子是祖传的，他就是不拿出来也是人之常情。但是他看到了红河大队的好日子，就想办法去改善我们的条件，还拿出了具体可行的办法，这已经是一种无私了。咱们不能不要脸，要人家还白给方子吗？换作是你们愿意不？那万一这次做出来的豆腐又卖不出去怎么办？今天的豆腐好吃吗？好吃。那不就对了，城里人也不傻，好吃营养还便宜的东西，他们怕是会抢破头，所以这个豆腐不可能卖不出去。可是我听说已经没钱了呀，他们几个之前把钱都花没了。这就是我让你们来的第二件事，我想要重开豆腐作坊，需要大家一起出钱入股，到时候除了大队账上的那部分钱算作村里集体的分红，还会按照各家的出资比例再分一份。你们已经尝过豆腐的味道了，也觉得好吃，所以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大家可以好好想想。另外，这个建议是我提的，那我肯定先投钱，我家和我岳父家一共投900块。听到这话，现场顿时一片哗然，900块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甚至有些人家辛辛苦苦多年，家庭存款至今都没有破百。有了宋清风这一带头，不少人家都心动，当场就表示愿意出钱。最后，村里各家一共拿出了1298块钱，加上宋清风和陆大力家的900块，以及之前没用完的，一共凑了3000块钱。按照之前的约定，光是宋清风和陆家合起来的占比就达到了30%，也就是说，豆腐作坊利润100，就要给宋清风他们30块钱。村民集资开办了豆腐作坊，我为了豆腐能尽快卖出去，前往镇上的食品站搞推销。王姐，味道咋样？味道不错啊，这是你们大队自己做的。是啊，上次听了你的建议之后，我们就回去改良了豆腐的味道，这就是改良后的，我第一时间就拿来给你尝尝。你觉得这样的豆腐咱们食品站会收吗？王姐的丈夫就是食品站负责收购的，所以问他是合适的。我回去问问我家那位，不过我估摸着没什么问题。听到这话，宋清风心中一喜，将其中2个铝制饭盒塞给他。有你这句话就成了。王姐，这些你拿回去吃，饭盒我改天来拿，要是喜欢下回再给你带。那万一我家那口子说不收咋办？那也送你吃，以咱俩的交情，这点东西难道我还舍不得给你啊？那行，我就收下了。小宋，你也别急着走，我家那口子今天在，你跟我进去问问。老秦，你看看这东西能不能收？能收。这是你们大队自己生产的吗？是的，我们大队开办了一个豆腐作坊，这都是作坊的产品，以后还会有其他品种。那都有什么？那种类可多了，豆腐、豆干、油豆腐、素鸡、腐乳、腐竹、豆皮。不错，你们现在就能生产吗？我们的豆腐作坊刚开张，目前只有豆腐和豆干2种，毕竟大队的钱有限。不过等销路打开了，我们是一定会扩大规模的。我刚才说的那些都会陆续生产出来。老秦，要是质量过得去你就收下，给食品站增加一点品种有什么不好？再说了，人家乡亲们赚点钱也不容易，咱们能帮就帮一把。行，从明天起你就拿100斤豆腐和10斤豆干过来。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质量必须有保证，我亲自监督质量，要是质量没有达到你的要求，我立马把货拉回去。离开食品站，宋清风满脸笑容，第一单谈成了，而且还是长期供货合同。第二站，宋清风选择了镇上的食品厂，也就是陆武工作的地方。等你老半天了，还以为你不来了。先去了一趟食品站，跟他们签订了供货合同。你已经卖出去了吗？是啊，从明天起每天100斤豆腐，10斤豆干，量不多，但起码开了张，等以后买的人多了，食品站自然会增加采购量。太好了，我还担心你卖不出去，想着该怎么帮你推销推销。你小子可以啊。二哥，我要是没把
把握，我能投那么多钱进去，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你说的对，走走走，我们赶紧去见后勤主任，说不定还能卖出去不少。不过我跟他没交情，只能靠你自己了。吴主任，这就是我的妹夫宋清风。吴主任，幸会。我听小陆说了，你们大队能想办法创收，这是好事。不过我们食堂也不是什么东西都收的，毕竟是进口的东西，万一吃坏了人，我没法跟大家交代。吴主任说的是，所以我今天也准备用事实说话，毕竟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这样，我借用一下你们的厨房，给您做几道豆腐菜，您吃了我们再谈，如何？那也行。随后，宋清风便做了3道菜：麻婆豆腐、鱼头炖豆腐以及芹菜炒香干。吴主任，您尝尝。吴主任在品尝了这3道菜后，满意的点了点头。你们的豆腐和豆干都不错，我们食堂要了。你每隔2、3天送200斤豆腐和20斤豆干过来。至于价钱，你可要给我个优惠价。当然，不过这是集体产业，我也不能便宜太多。这样吧，给您个9折，您看行吗？豆腐单卖是1毛钱1斤，批发价则是8分；豆干单卖4毛，批发价则是3毛5。这个价格是宋清风定的，1斤黄豆1毛5，可以出3至5斤豆腐，2至2.5斤豆干。这个定价利润不低了。主管后勤的吴主任平时也能捞到不少油水，也就没有继续还价，并痛快地答应跟宋清风签订订货合同。回到村里，他都没来得及踏进家门，就被早已等在村口的孙长河给拦住。宋知青，咋样？卖出去了吗？签了2份订单，食品站从明天起每天100斤豆腐、10斤香干，食品厂隔2、3天送200斤豆腐和20斤豆干。宋知青，你太厉害了，竟然真的卖出去了。这只是一个开始，以后咱们的生意会越来越好，东西越卖越多，不仅能卖到镇上，还能卖到市里、省城，甚至迈向全国。一时间，大家被宋清风描绘的未来刺激得热血沸腾。第2天早上，宋清风在跟食品站和食品厂交接完货物后，便直接去了趟供销社。赵姐，主任在不在？你找于主任有事啊？他今天没来。他家里老娘生病了，你要不改天吧？于主任的老娘得什么病啊？哪里是生病啊？听说是被他那个小舅子，就那个张超给气的。张超把人家姑娘的肚子搞大了，又不想跟人结婚，人家姑娘家里人就闹上门去了。刚好那天于主任的老娘在他家，那姑娘的家人以为于主任的老娘是张超的亲娘，上去就是一顿打，那场面老难看了。于主任的老娘被打得严不严重？那倒没有，只挨了一下，很快就被人拉开了，但是面子伤着了呀，这不被气到医院去了。当然这些都是我听说的，你可别给我往外传。那肯定不会。原本他是想拿一些香干去给于主任尝尝的，未来其他产品陆续上马，也可以放在供销社卖嘛。不过既然于主任不在，宋清风就暂时打消了这个念头。小宋，这几天你最好不要缺席了，于主任的心情可不咋好。宋清风知道他是好心，道了谢，想了想，又拿出原本给于主任准备的那份香干递给他。赵姐，这是我们大队作坊自己做出来的卤香干，你尝尝，当零食当菜都行。赵姐和宋清风平时处的不错，也没跟他客气，接了当场就尝了一块。小宋，这是大队作坊做的，你们大队什么时候开作坊了？这段时间刚开的，味道咋样？好吃，你们做出来往咱们供销社卖吗？不过这东西咱们供销社不收吧？是啊，所以只能往食品站试试，我们毕竟是第一次做，人家也不能保证一定有人要，所以他们要的量不多。那我拿回去给我姐试试，我姐夫是县城食品站的，或许他们那儿也需要。赵姐，那就先谢谢你了，不管这事成不成，我都记你的好。我为了村里的豆腐能尽快的卖出去，前往县里推销产品。姐夫，这就是我跟你提过的我们单位的小宋。小宋，这就是我姐夫钱主任。钱主任你好，我听苑苑说这豆干是你们大队自己做的。是的，味道不错。我听说还有豆腐，怎么不见拿过来？豆腐这东西容易碎，不好拿。你们能自己想办法创收，这很不错，而且东西也确实好，就是这个价格不行，太高了，都快赶上跟肉一个价了，没多少人会买啊。钱主任，卤豆干的工艺比较复杂，是豆干做好之后再用大料卤过的，大料的价格不便宜，要是定价不高一些，我们就没利润了。要不您看看这白豆干，这就是卤豆干卤制之前的。随后，宋清风把带来的东西一样一样拿了出来。乾坤拿了一块白豆干尝了尝后，缓缓地点了点头。这白豆干也不错，豆香味挺浓，就是没啥味道。这白豆干炒菜更合适，炒芹菜、炒肉，就是跟辣椒炒，味道都非常不错。价格只有卤豆干的1半左右。还有这腐竹，也是一道做法多样的美味，关键是好运输、耐存储。你竟然会做腐竹？不仅是腐竹、腐乳、豆皮、千张我都会做，只是目前我们的豆腐作坊规模有限，暂时做不了那么多，但这些产品日后都会陆续做出来。腐竹的味道确实不错，如果价格合适，我们这边也可以拿一些。还有这白豆干，白豆干可以多来一点。就这样，从乾坤家出来，宋清风又多了个订单，而且乾坤要的量可比镇上的食品站大多了，光是豆干就要了150斤，腐竹直接就拿了200斤。毕竟腐竹这东西耐存储，1、2天卖不出去也放不坏。赵姐，你说我要是让货车送货上门，是不是要豆腐的人会多一些？这是肯定的呀，能送货上门，你给人家省了多少事啊？你要是真的能送货上门，我就帮你说服我姐夫在你这里连豆腐一起订了。食品站每日的豆腐量已经从300斤增加到500斤了，不过再多就没有了。安康镇只不过是个小镇，也就能消化这么多。正是因为这样，宋清风才急着拓展市场，他要想办法在县城和市区多拓展几家业务，只要加起来的量足够大，
他就可以去找市运输队谈合作，让他们派货车来帮他们送货上门，说不定这个送货上门也能成为他们的优势之一呢。接下来的1个星期，宋清风跑遍了县城大大小小的供销社、工厂、国营饭店等地方，推销豆腐和其他豆制品。虽然大部分暂时都没能谈下来，但也有2家是当场就签了合同的。随后他便给陈虎打了一个电话，问他市里是否有认识的人。你去找一个叫陈涛的人，他是我堂哥，就在市电影院对面的国营饭店工作，是那里的经理。行，那多谢虎哥了。元白，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小兄弟宋清风。清风啊，这就是我好兄弟辛元白。辛主任你好。不用叫主任，既然是阿涛的小兄弟，那就叫一声辛大哥就是了。晚上的时候，宋清风直接用豆干和腐竹做了几道菜，陈涛和辛元白在尝过后都表示很满意。不错，都非常好吃，这些都是你们作坊的产品吗？对，目前还只有这3样，过段时间会有腐乳、千张、豆皮。你们作坊有多大？目前只有15人，不过规模会继续扩大，到时候30-40人是有的。对于一个大队来说不小了，我听说你们还给镇上和县里的供销社供货，那我这里还能供得上吗？我们大队不缺人，想要产量上去是很容易的，之前不增加是因为销路没打开，怕生产多了滞销。随后辛元白又问了不少关于作坊的问题，见宋清风说的头头是道的，暗暗的点了点头。行，这件事我了解了，回头跟领导商量一下，应该没什么问题。他们这里不盛产腐竹、豆皮这些东西，即便从外地运过来，数量也不多，毕竟加上运费，价格就贵了。要是本地能产，味道又好，价格合适的话，上架自然没什么问题。毕竟他们也愿意自己供销社里能多一些产品。等宋清风从市里回来，他已经谈妥了2家国营饭店、1家供销社和1家食品站的订单，而且每个订单的量都不少。同时，他还签订了1家运输公司，并和他们谈妥了送货的事情。在知道宋清风从市里回来后，几个大队干部就急匆匆地赶到了大队部。宋知青，你说的都是真的，咱们订单已经有上千斤了。是，不过不是上千斤，是加起来每天1500斤，这还是因为我们目前能力有限，只能做这么多，不然还能更多。不过因为货量多了，所以单价降了。豆腐给他们的批发价是7分5一斤。他们一开始给镇上食品站的价格是1毛，后来产量上来了，就降到了8分。给县城和市里的，因为要货车送货上门，加了运费，就1毛1斤了。那我们能做得出来吗？万一拿不出货，信誉可就没了。那就扩大规模。不过这几个供货合同都是从下周1开始生效，所以咱们还有4-5天时间准备，来得及。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咱们大队到镇上的这段路太坑坑洼洼了，就算货车进得来，豆腐运到市里也颠碎了。那你有什么想法？很简单，先修路。我这次去市里才签了4家单位，就已经有1500斤的量了，还只是豆腐加上腐竹、豆干那些，远远不止。可市里那么多单位，下面还有那么多县，你们想想这是多广大的市场。要是咱们把这些市场占据了，也不说全部，就占据40%，这个量也十分惊人。而且咱们的腐竹、腐乳、豆皮这些都是可以长期保存的，完全可以卖到省外去。要是因为这条烂路阻挡了生意，被迫放弃这么大的市场，你们甘心吗？修，必须修！明天我就去公社找干部批钱。当初红河大队到公社的那条路也是他们批钱修的，现在我们也找到了赚钱的办法，他们不能偏心。红河大队能同意，是因为公社书记就是从红河大队出去的。这几年公社里钱也不多，怕是没有那么容易。不过确实应该去试试，咱们也是有正当理由的。咱们不能全指望公社，还要自己动起来。我的建议是动员村民们自己修路。咱们现在没钱，水泥买不起，但是可以用碎石头、硬土块铺路，夯实路面，让货车尽量好开一点。这是集体的生意，也不能光咱们在这里忙活，要让大家都参与进来，你们觉得呢？我觉得可以，确实应该让他们一起参与进来，不然他们还以为咱们作坊赚钱多轻松呢。宋知青，既然说到这里了，我也有个建议。之前的豆腐销路都是你去跑的，我们都知道你还有工作，肯定有力所不能及的时候，所以不如让其他人也跟着出去跑销路，这样才能尽快扩大市场。我也正想说这件事，确实应该让人多出去跑销售，尽快扩大市场占有率。不过跑销售很辛苦，所以不如咱们拿出一部分利润当奖励，比如卖出去1000块钱的货，可以提利润的1%，2000块就1.5%，以此类推。有奖励才能有动力嘛，咱们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当然，这个数字只是我随口举例，具体怎么操作，咱们可以稍后再商量。你们觉得怎么样？谁去跑销售都行吗？只要是咱们大队的人都行。行，我觉得没问题。我帮大队的作坊卖豆腐，被人举报因私废公。你被举报了，于主任正在办公室等你，让你来了之后就去办公室找他，脸色看上去可不咋好，你小心一点。听到这话，宋清风心里咯噔了一下。赵姐，谁举报我？举报的内容是什么？具体是谁我也不知道，我今天上班才听人讲的，怕你啥也不知道就撞上去，所以提醒你一下。哦，对了，好像跟你卖豆腐有关。行，我知道了，谢谢赵姐，没有你提醒，我还真的是一头雾水呢。这算啥？你是个好同志，不管谁举报你，你都不要怕。宋清风自然不怕别人举报，关于豆腐作坊的所有事情，他都是可以说得清楚的。宋清风，对于你做的事情，你有什么想说的？于主任，我做了什么事情？有人举报你因私废公，损公肥私，拿着供销社
的工资却帮你们大队的作坊卖东西，这件事你怎么解释？于主任，这话是怎么说的？我没有因公废私啊，我上个月的采购任务是完成了的，而且采购量只多不少。这话是谁说的？让他站出来，我要跟他当面对质。怎么没有经过调查就胡说八道，给人乱扣帽子呢？于主任，我冤枉，你可要给我做主，不能放任这般满口胡言的小人。你敢说你没有帮你们大队的作坊卖豆腐吗？这是有的，但是我没有因私废公，损公肥私。毕竟我一没有耽误自己的本职工作，二没有占用供销社的资源，这怎么都算不上是损公肥私吧？我不知道谁跟你说了什么，但是我自认对工作是认真负责的。入职以来，我的采购量不说第一，第二总是有的，总不能因为我不是第一名就说我不认真吧？说你自己的问题，扯这些做什么？那我不知道我哪里损公肥私，因私废公了。至于我帮我们大队卖豆腐的事儿，退一万步说，那是我们大队的集体产业，我顶多就是帮个顺手的小忙，也是为了人民服务。你帮你们大队卖豆腐，为什么不把东西卖到供销社来？大队作坊现在主要是做豆腐，这东西咱们供销社不收啊。不过后期他们准备开发腐竹、腐乳、豆皮这些耐存储的。你们还能做腐乳？腐乳这东西在安康镇这样的偏僻小镇是没有的，但于主任是去过大城市的人，他在省城吃过，而且价格也不便宜。当年他还想过这边也能卖上腐乳，结果上头说量不多，乡镇的供销社不供货，正在研发中。不过我估计不出1个月肯定能研发出来，到时候我拿给于主任尝尝，要是可以就在咱们这里卖，咋样？就这么办吧，腐竹什么的也可以来一点，这没问题。要是您同意，我明天就带一些来给您看看。宋知青，虽然你的本意是好的，是想帮助乡亲们，但工作也要做好，不要让人抓住小辫子。谢谢于主任，以后我会注意的。等宋清风一离开，举报宋清风的人就怒气冲冲地走了进来。姐夫，你就这么让他走了？他自己都承认是在帮大队作坊卖豆腐了，你为什么不开除他？我做事需要你来教吗？你先看看自己做的那些事，再来管别人的闲事，一天到晚正事不干，就知道惹是生非。再这么下去，就给我滚蛋，省得最后我被你连累的晚节不保。姐夫，你冲我发什么火？现在做错事情的人是宋清风，他都这样了，你都不办他，却一直盯着我那点错，你还是不是我姐夫了？你给我闭嘴！宋清风再怎么样，起码人家工作完成的很好，你呢？除了跟他打赌的那个月，你哪个月的任务完成了？干啥不行，闯祸第一名。张超，我警告你，你要是再这样下去，你就给我离开这里，我不跟你开玩笑，这次是最后一次。听到这话，张超大吃一惊，但也知道自己理亏，气势瞬间就弱了下来。我知道了，姐夫，我一定好好工作，不给你拖后腿。但是姐夫，你为什么要这么帮着宋清风啊？不就是个下乡来的知青吗？你光举报人家因私废公，难道你没去查过他们？他已经托人问过了，狼山大队那个豆腐作坊就是在宋清风主导下创办的，就连那些新品的研发都是他在做主导。短短半个月就把一个只有5人的小作坊发展到了50人，产品更是直接卖到了市里最大的供销社，还跟食品站、国营饭店的人扯上了关系。宋清风别看现在只是在他手下工作，但是未来怎样还说不定呢。从供销社离开，宋清风去食品站买了一些食材，拎着就去了陈虎家。咋样？作坊那边顺利不？多亏了涛哥，不然市里的摊子没那么容易铺开，有涛哥帮着，从昨天开始就往市里供货了。这几天我也在扩充作坊的人手，生产效率大大增加，一切顺利。那就好，我也是没早点想到，不然早就给我哥打电话了。谁说不是呢？我也没想到，不过好在咱们都是刚刚开始，这里没有外人。宋清风说话就随意了许多，随后他提到了今天自己被人举报的事儿。那个叫张超的，需不需要我叫2个兄弟教训一顿？不用，他呀蹦跶不起来，早就不是那10年了，举报这套没用了。而且我们那主任也不是个糊涂的，不至于因为他几句话就发作我。你以为于姓叶就是好人了吗？虎哥，你难道跟于主任有矛盾？谈不上矛盾，当年就是因为张超我才离开的供销社，于姓叶是推手。当年陈虎也是供销社的员工，而且在于姓叶调来之前，他是呼声最高的主任人选。就在他以为主任已经是他的囊中之物时，于姓叶调来了，还跟着进来一个张超。张超脑子不好，却是于姓叶的马前卒，估计是知道于姓叶看自己不顺眼，处处找他的事。后来陈虎不想再受这俩人的鸟气，他一气之下就从供销社离开了，混迹于黑市。原来是这么回事。其实仔细想想，当年于姓叶也没对我做什么，只是在张超恶心了人，惹了事儿之后躲了而已，是我自己冲动了，白白扔了一个工作。虎哥，你后悔了吗？倒也谈不上后悔，毕竟我现在的日子也不错。事情发生了就是发生了，后悔也没用，倒不如想开点，往前看看。不过于姓叶这人能力是有的，但他可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平易近人好说话，你自己注意一些。那多谢虎哥提醒。对了，虎哥，我这有一事需要你帮忙。随后宋清风说了自己想买豆腐制作生产线的事情。现在靠人工还是太慢了，尤其是磨豆浆这一步，费力又费时，现在还能支撑，但要是规模继续扩大，迟早会有人力不能及的时候，所以咱们要早早做好准备。你说的这个生产线价格不便宜吧？现在就算有也买不起。我知道，所以也没指望现在就能买，主要是想让你想办法打听一下，这样的生产线哪里有，要是有二手的最好，价格会便宜许多。等以后时机成熟了，咱们可以直接引进生产线。安州市怕是没有，这样我下周要去一趟沪市，顺便打听打听，要是沪市没有，我就去京市或者南方转转，这是最好不过了。那虎哥，这件事就拜托你了。
村里豆腐作坊2次招工，村民不满招工要求前来闹事。大队长，支书，凭啥我家二娃子没有选上？我家二娃子哪里不好了？他还是初中生呢，隔壁水娃一个小学生都被选上了。张秀秀，你闹什么？选人的标准我早就贴在作坊门口了，你们家二娃子没通过，肯定是不符合标准。你与其在这里胡搅蛮缠，不如回去好好想想自己的原因。我家二娃子好得很，读过书还能干，哪里不符合你们的标准了？分明是你们嫉妒，怕我家二娃子进去之后干得太好，把你们都给趁得没用了，所以才不让我家二娃子进。主席老人家都说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可你们却带头为难我家二娃子，你们就不配当这个干部，还不如让我家二娃子来当。张秀秀，你刚才说啥？我们嫉妒你家二娃子？你家二娃子有啥值得我们嫉妒的？你赶紧走，不要在这里发癫，我们还有正事呢。你们就是嫉妒我家二娃子能干，所以才不让他进作坊。宋知清，这作坊可是你的心血，你不能看着这些人糟蹋你的心血呀！你要阻止他们，不如你让我家二娃子来给你当副手，我家二娃子肯定可以帮你把作坊管理得非常好。你家二娃子，包括你家其他人，我都不会同意他们进入作坊。你凭啥这么做？你又不是大队干部。旧平房子是我出的，我投的钱最多，或是我卖出去的。作坊现在是我在管理，别说你家二娃子只是一个初中生，他就是读过大学，我也不要他。你们凭啥不要他？因为你这张嘴，当时我救的路遥就是你目睹的吧？你明知道我当时是在救人，结果你转头就跟人说我占人便宜不负责，肯定是路遥不干净。你说这样的话，难道不知道会给人带去什么后果吗？我那是随口说的。再说了，当时你确实是又亲又摸的占路遥的便宜啊，我又没胡说。因为你的随口一说，路遥差点被谣言给逼死。谁逼死他了？他不是没事吗？再说了，你们现在都结婚了，他也没事，这不就行了？一个大男人怎么好意思跟我一个女人这么计较的？还是不是男人了？宋清风，你这是报复。对，我就是在报复你，只要我在一天，你家孩子就别想进作坊，除非你真心悔过，给路遥道歉，取得他的原谅，我宋清风说到做到。你信不信我去找公社领导举报你？可以，你去，尽管去，等公社领导来了，我也正好问问他，造黄谣差点把人逼死是个什么罪名，要不要去劳改？不就是说了路遥几句吗？谁背后不说人了？说一句而已，又不会掉块肉，就你家路遥金贵，说不得了，大不了我也让你说回来好了。好啊，我现在就出去跟人说，你背着你家男人跟隔壁大队的杀猪匠拉拉扯扯。你胡说，我没有。我亲眼看到的，就在1个月前的一个下午，我去收货，正好看到你俩站在河边的大树下拉拉扯扯的行为十分亲密。林队长几个见宋清风说的有板有眼的，一时间看向张秀秀的眼神都变了。张秀秀的男人脾气不好，动不动就冲老婆撒气，要是喝醉了，更是喜欢打老婆。张秀秀要是因为这个有了外心，也能说得通。宋清风，老娘跟你拼了！张秀秀尖叫了一声，朝着宋清风扑去。宋清风自然不可能站着挨打，一个闪身躲了过去。张秀秀扑了空，直接扑到了地上。我不活了，你这是要逼死我呀！我清清白白一个好人家，你竟然说我跟人，哎呀，我没脸做人了呀！我死了算了。现在知道随口一说的威力了，今天这还只有我们几个，你就受不了了。你说路遥的时候，可是有不少人都听到了。路遥还是个18岁的姑娘家，你就没想过她听了这话会怎么样？要是她真的因为你的话想不开选了短见，你就是杀人凶手，你后半辈子还睡得着吗？宋知清，我知道错了，以后我再也不说了，我保证管好我的嘴。你管好你的嘴是应该的，你跟我保证什么？还是你觉得你跟我保证了，我就会让你儿子进作坊工作？我告诉你，不可能。我这人小气又记仇，你做过的那些事情，即便你自己忘记了，我也会记得。很快，宋清风不让张秀秀儿子进作坊的事情在大队里传开之后，众人反应不一，其他几家没有入选的也想到了这个原因，纷纷去找林队长表达自己的不满。大队长，你不能任由宋清风这么胡作非为啊！这作坊是大队的，我们也是大队的一份子，凭啥他们知青都能进去工作，我们却不能？就是啊，大队长，不就是说了2句闲话吗？那被说闲话的人多了，哪个人跟他似的还暴富啊？这样的人人品太差了，不能让他继续管理作坊。没错，让宋清风滚，他又不是我们大队的人，凭什么做我们的主？毛头小子啥也不懂，还在这里指手画脚上了。都给我闭嘴，让宋清风走，房子是你提供了，还是你能把豆腐卖出去？这时张秀秀的男人突然开口道：大队长，现在作坊不是已经走上正轨了吗？卖豆腐也有韩良俊他们，就是没了宋清风也没啥，大不了就把当初他投的钱退给他们。他想得很好，只要宋清风离开作坊，那作坊里做主的人就是林队长他们这些大队干部，那是自己人，而且又没被他们得罪过，只要好好求求他们几个，他们的孩子就能进作坊工作了。闭嘴，啥也不懂就会瞎逼逼的玩意儿！要不是你管不住你婆娘，你家二娃子能被你们连累。当父母的不说给孩子积德，还专扯后腿，二娃子摊上你们这对爹娘，才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大队长，我们确实没管好家里的婆娘，让他们得罪了宋清风，但这跟家里的孩子没关系啊，总不能因为这么一点小事就直接不让我们孩子去作坊工作了吧？这太过分了。那你们想要干啥？难道让我去替你们求情吗？大队长，你可是我们的大队长啊，我们当然是找你。我没办法，宋清风就不是那么轻易改变主意的人，而且人家已经说了，除非你们亲自去跟路遥道歉，得到路遥的原谅，不然他都不可能同意。作坊没有你们可以，却不能没有宋清风，所以我也只能听他的。林老三，你不能这么做。够了，都闭嘴，这事我帮不了，你们好自为之吧。
村民不满豆腐作坊的招工要求，有人使坏，恶意纵火。铁柱，我刚才听到你们的话了，你们真的要去找路遥一个丫头骗子道歉？那咋办？我家二娃子总不能跟我一样一辈子地里刨食吧？我看呢，你们的心思怕是要白费了。宋清风那小子可是个心眼小的，你得罪了他，他不可能答应让你家二娃子进作坊。道歉的话，不过是耍你们玩的。不过我这里倒是有个办法，可以让你家小子进作坊工作，你要不要听听？什么办法？你说。朱永福先看了一眼四周，见没人，这才压低声音说道：你想办法让你儿子进作坊，不如想办法把方子拿到手。我老丈人是隔壁大队的，他们也有意办个作坊，要是有了方子，作坊办起来肯定要招人，我可以推荐你儿子去，还能让他当个小组长，这不比在宋清风那小子手下干强啊？还不用手气。你别打我主意，我不会干的。这要是被抓到了，我们一家还咋在村里待下去？大家的唾沫星子都能淹死我，我家二娃子以后就不好说媳妇儿了。真是个怂货，又没让你去偷，你大哥的女儿不是在里面上班吗？你让他去，要干你自己去干，我不去。铁柱，你真的就这么认了？你家婆娘我知道就是嘴碎，没啥坏心眼，随便说了路遥那丫头两句，宋清风就这样记恨？你真以为你去道个歉，他就让你家二娃子进去？我告诉你，你别做梦了，不可能的。别说是道歉，就是你们老两口都跪下来求他，他也不可能松口。不会的，他在大队长面前亲口说的，只要路遥愿意原谅，他就松口。呵呵，天真，你知道孙阿婆家的事儿吧？他那儿媳妇和宋文辉的事儿，你知道是谁捅出去的吗？难道是宋清风？就是他，不然俩人都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了，咋就突然被发现了？有人跟我说，起因就是因为宋文辉家里老娘生病了，他手上没钱，找宋清风借，但宋清风不肯借，两人就闹翻了。宋文辉当时气急了，说了两句狠话，被宋清风给记恨上了。宋清风就把宋文辉的事情透露了出去。这件事我们都不知道，你咋知道的？以前我好歹也是大队干部，知道点内幕很难吗？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宋清风这人心眼小得很，你既然已经得罪了他，他就不可能轻易放过你们，所以别指望他能让你儿子进作坊了，你不如早点做其他打算。听到这话，邓铁柱瞬间沉默了。你好好想想我的建议，别的话我也不多说了，免得你以为我在利用你。很快，豆腐作坊的第二次招工也完成了，人数也扩大到130人，豆腐的产量再次增加，不过大部分都被做成了耐存储的豆制品。而宋清风想要的腐乳也做出来了，他一共做了不同调料配比的腐乳15种，邀请众人品尝了之后，选了2种，一种红方，一种白方。主任，您觉得咋样？这腐乳能放在咱们供销社卖不？可以上架，不过这价格。随后，宋清风便报了价，当然这是对外的批发价。怎么这么贵？主任，这腐乳的配料我都是托人从越城买回来的，加上运费，着实不便宜，所以价格稍微贵了那么一点点。但您想想，这东西味道好，还下饭，来不及做饭的时候，1块就能配1碗米饭了。这一瓶买回去可以吃好久，老百姓会不会愿意买？行，那就按照这价格，先来20瓶，要是好卖再增加。于主任做事还是很谨慎的，怕拿多了砸手里了，不如先来点试试。反正狼山大队就在那儿，再进货也方便得很。夜深人静，正在安睡的宋清风突然被外面的敲门声给惊醒了。宋知青，快醒醒，作坊着火了！清风哥，是不是说作坊着火了？我去看看，你先别急。先起火的地方应该是后院的柴火堆，然后朝着厨房蔓延，仓库也是一个起火点。我们的仓库里的原材料和货被烧了1半左右。人都没事吧？人没事，就几个村民在救火的时候被烫伤了，我看过了，伤势不严重，回头让赤脚大夫配点药膏涂涂就行。那设备呢？那些倒是没事，火还没烧到呢。起火原因找到了吗？怕是人为纵火。刚才有人告诉我，他半夜起来撒尿的时候，看到有个人影从作坊的方向离开，然后作坊就着火了。他也是第一个发现作坊着火的人，就是可惜了，他只看到一个背影，没看到正面，只能确定的是对方是个男人。报公安吧，这件事必须查清楚，谁知道有没有下次？我这就让人去镇上报案。等公安来的时候，已经是凌晨3点多了。此时的公安正在找人问话，勘察现场。公安同志，请问还需要多久？案子都没查清楚，你着什么急？还有，你是什么人？公安同志，他是我们作坊的技术顾问，也是我们大队的人。我们的豆腐方子就是他给的，作坊能办起来，多亏了他。我同事正在查，需要多久不好说。公安同志，能不能快点结束？我也知道这大半夜的请你们过来，已经是辛苦你们了，实在不该说这样的话。但我们和别人是签了合同的，货不能按时送到，我们要赔付违约金。这次作坊着火，我们损失惨重，要是再赔付违约金，这个作坊怕是就要开不下去了。大家就指望这作坊能多赚点钱，过年的时候能给家里的孩子添一件新衣服，多吃1块肉，所以还请你们帮帮忙。我理解你们的心情，我的同事们也在努力。现在能确定的就是确实是人为纵火，一般人为纵火的目的都是为了报复。你们平时有得罪什么人吗？公安同志，这作坊是大队的，人人有份，咋可能因为个人恩怨就把集体产业给烧了呀？随后林队长话音一转，便把之前招工遇到的矛盾说了下。你们说的我都了解了，我会去查。随后经过公安们的深入勘查，案件的迷雾却愈发浓厚。仔细搜寻之后，并未发现任何明显的证据，邓铁柱等人的嫌疑也被逐一排除。事发当晚，他们均安然在家，左右邻居都纷纷站出来为他们作证。至此，案件的线索仿佛被无形的力量切断，留下了一片令人费解的空白。
作坊着火案成了悬案，张秀秀之死再添迷雾。现在什么情况？邓家不肯报公安，说人是意外死的，报公安事情闹大了丢人。但是我觉得张秀秀的死不是意外，我在她的脖子上发现了手指印，像是被人狠狠掐过，所以我怀疑她可能是被人推下去的。张秀秀被人发现的时候，她就躺在山脚一处断崖的崖底，浑身是血，早已没了气息。你不是怀疑邓铁柱吧？邓铁柱是打老婆，但是他不下死手，也没必要跑到这个山上来打吧。也不知道什么人这么心狠，竟然敢杀人。是不是邓铁柱得罪了什么人，别人不敢对他报复，就报复他婆娘了？那谁知道呢？不过也有可能是张秀秀采蘑菇，自己脚滑摔的，又不是没发生过这种事。你们还记得吧？就15年前张家那个谁就是这么死的。村民们议论纷纷，不过大部分人都不觉得是邓铁柱干的。很快，张秀秀的尸体便被公安拉走了，同时邓家父子也一起被带走了。众人见没热闹看了，也都各自回了家。张秀秀嘎了，我怀疑邓家跟之前作坊的那场火有关系。不能吧？当时公安不是查问过了吗？邓家那几口那天晚上没出过门，都在家里睡觉呢。我听他们的邻居说，他们这段时间经常吃肉。张秀秀还说是她从娘家拿回来的，而且时间就在作坊着火后不久。所以我猜测，即便不是邓家人放的火，张秀秀应该也知道些什么。而且林队长也说了，张秀秀的脖子上有很明显的掐痕，说明掐她的人是下了死力气的。如果真的因为这个就嘎人，那也太过分了。瑶瑶，你要知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为了钱，很多人是可以不要良心的。清风哥，如果张秀秀真的是被人嘎的，那是不是也能查出来放火烧作坊的人是谁？如果张秀秀的死真的跟放火的人有关系的话，在接下来的1个星期，公安时常出没狼山大队，几乎把每个村民都问了一遍，暂时还没查出什么有用的线索。但能肯定的是，张秀秀的死确实不是意外。公安在现场发现了2个男人的脚印，除了其中一个是属于发现的村民，另外一个大概率就是凶手的了。公安查看过整个狼山大队的男性的脚印后，没发现相似的，便把邓铁柱和他儿子也被放了回来。而就在宋清风以为这件事暂时要告一段落的时候，邓家二娃子找到了他。你说你娘的死跟作坊纵火案有关系？我听我娘念叨过2句，宋知青，嘎我娘的人肯定就是要烧你们作坊的人。你为什么这么肯定？就因为你娘念叨过2句，她念叨了什么？作坊被烧之后，大概过了3天吧，我娘就不对了，整天坐着发呆，问她在想什么，她也不说，只让我不要多问。然后过了没2天，她就拿回来1斤猪肉，私下还给我塞了一张大团结，说是让我藏好了，不要告诉我爹。那猪肉她说是她在路上帮了一个干部的忙，那个干部感谢她的。后来过了2天，她又拿回来1只鸡，这次她说的就是我外婆给的。我知道不可能，我外婆不从我家拿东西就不错了，咋可能给我家东西？之后一段时间都是这样，每隔2天我娘就会拿肉回来，我爹只管吃，从来不问我娘哪里来的肉。我一问，我娘就说是我外婆给我的。你明知道你娘在撒谎，你也没追问，怕你娘拿回来的肉来历不明，所以当作不知道。对，我承认我知道我娘的肉可能不干净，但是我当时就是太馋肉了，所以才。可是我真的没想让我娘死，而且在我娘出事的3天前吧，她偷偷跟我说，过几天给我做一件新衣服，让我去相亲，要是看上了，她就去提亲，把我的婚事定下来，彩礼钱她都给我准备好了。我问她钱是哪里来的，我娘让我不要多问，说那些人丧良心，给她钱是应该的，她是在做好事。我再问，她就不肯说了，只说让我安心等着娶媳妇，等以后她再想办法给我买工作，让我当工人。那你怎么知道杀你娘的人跟放火烧作坊的人是一伙的？我猜的，我娘得罪的人是多，但没人会给她钱，还因此要她的命，也只有作坊被烧这件事了。我娘可能知道是谁烧的作坊。二娃子，这些话你应该对公安说的，而不是告诉我。宋知青，你难道不想知道是谁烧了作坊吗？那些人会烧1次，肯定会有第2次的。所以呢，你是准备让我学公安破案吗？别说我没那个本事，就是有，我也只会相信公安，而不是自己上。二娃子，你就直接说吧，你找我说这些到底想干什么？宋知青，你能不能让我进作坊工作？我会好好干活的。你该不会是觉得你告诉我这件事，我就能答应让你进作坊工作吧？如果我的猜测是真的，那他们可能真的会烧作坊第2次的，早点抓到他们，作坊也安全了。二娃子，我对是谁嘎了你娘不感兴趣，查案是公安的事情，公安会查清楚的，而且我也不可能因为你告诉了我这些就让你进作坊，带头破坏我自己定下的规矩，你明白了吗？听到这话，二娃子有些失望。宋知青，对不起，打扰了。就当大家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了的时候，公安又来了，一来就直奔朱永福家，抓走了他家的小儿子朱小宝。很快，朱小宝伙同表哥张天宝火烧作坊，谋杀张秀秀的事情就公之于众了。原来朱永福被迫赔偿了作坊的损失，又被迫辞去了职务之后，一直愤愤不平，尤其是在看到作坊红红火火之后，更是天天在家里骂娘。看到这一幕的朱小宝就伙同表哥张天宝烧了作坊。某天，他们正躲在草垛里得意洋洋地说着那晚烧作坊的事情时，却被路过的张秀秀给听见了。随后，张秀秀便隔3差5的威胁要告发他们，最后他们不堪重负，便把张秀秀约到了后山上，直接给嘎了。
别人羡慕我铁饭碗的工作，在领导面前说我坏话，一怒之下，我辞去了供销社的工作。小宋，你可算是来了，出事了，你知道吗？赵姐，出什么事情了？你是不是找人帮你带收货去了？听到这话，宋清风点了点头。他现在的精力都在作坊上，肯定没时间一个大队一个大队的跑去收货，所以他雇了一个人帮自己去收货。昨天下午，你找的那人直接把货拉到了供销社，跟主任说这些货都是他收的，你根本没干活，不应该拿工资，让主任把这个工作给他干。主任当时脸色很难看，估计这2天就要找你了，你做好心理准备。赵姐，我现在就去找主任。去吧去吧，跟主任好好说说，你以前工作干得不错，只要你认错态度好，主任应该就说2句。随后宋清风便直接去了主任办公室，在看到宋清风进来后，于主任的脸立马就垮了下来。于主任，我有件事想请教，不知道你现在方便不方便？什么事？说吧。是这样，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帮着大队作坊卖豆腐，耽误了采购的工作，我深知自己这样是对工作的不负责，所以想把工作转出去，不知道主任这里有没有合适的人选？你不想要采购员的工作了吗？你可知道采购员可是铁饭碗？我知道，当初我朋友把这份工作转给我，也是因为当时我没工作，又吃不了种地的苦，所以想着拉我一把。可我这人烂泥扶不上墙，对这份工作真的是有心无力，所以我就想着，与其让我浪费了，不如让出来给更合适的人。你可想好了，不再考虑考虑？想好了，其实这件事我已经想了很久了，只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说。既然你想好了，那我就不多说了。这份工作是你的，即便是转给他人，也该给你点补偿。你看600元怎么样？行，那就600吧。当初王顺转让工作可是要了他800，就那还有人抢破头呢。现在虽然少了200，但换来与主任一个人情，那也值了。你们大队的豆制品，尤其是腐乳，味道确实不错，这段时间卖的挺好。听说你们要扩大规模了，以后可以多拿一点到供销社。好的，于主任，多谢于主任支持我们大队的生意。小宋咋样？主任咋说的？主任没说我什么，不过我很快就不是采购员了。主任把你调岗了？不是，我不准备干了，打算把这份工作让出去。听到这话，赵姐顿时急了。小宋，你糊涂啊！你这可是铁饭碗，咋能说不要就不要了？是不是主任说你啥了？他说你就听着呗，左耳进右耳出，当没听见就是了。咋能拿自己的工作开玩笑？赶紧的，你现在去跟主任认个错，说你之前就是胡说的。赵姐，我不是冲动，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年后我们大队准备建厂，到时候肯定会扩招人手，我好歹也算是元老，大队长和支书他们说了，到时候就交给我管，那我肯定分不出更多的精力在供销社这里，所以想来想去，不如把工作让出去。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确实顾不上两头，你的选择是对的，恭喜呀！别这么说，赵姐，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等回头我办完交接手续，请你们吃饭，你们可一定要赏脸。那还用说，就是你不提，我也要去的。小宋，你们建厂后是只招狼山大队的人吗？自然不是，我们大队还有种粮食的任务呢，要保证充足的人手种植粮食，所以会对外招人，只要是符合条件的人都招。不过我们厂在乡下，怕是只有附近大队的人愿意去。赵姐原本是想跟宋清风讨一个工作名额给娘家侄女的，但宋清风说的也有道理，虽然狼山大队马上就要修路了，还是水泥路，但依旧属于乡下，他侄女怕是看不上这份工作。离开供销社之后，宋清风的脸就沉了下来，工作他可以不要，但别人不能这样背刺他。于是宋清风直接找到了帮他收货的人。宋大哥，你咋来了？我要是再不来，我的工作怕是就要归你了。王大强，我倒是不知道你竟然还存了这样的心思，你想要工作可以跟我说，不是不能商量，但是你直接越过我找去了供销社，这就过分了。还是你觉得直接去找于主任告状，我的工作就能给你了？那不是你还有事情忙吗？也不稀罕这么一份工作。我稀不稀罕那是我的事儿，这不是你抢我工作的理由。原本我们作坊年后要建厂，需要人手，我想招你进去的，现在看来是我看错人了。听到这话，王大强面色微变，心里涌起一股后悔。宋大哥，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去供销社跟你们主任说，之前是我胡咧咧，你能不能让我？不能，我不会招你进我们厂。还有供销社的工作我已经让给别人了，很快就会办交接，以后你不用再替我收货了。王大强，原本你若是好好替我办事，我能许你一份正式的工作，现在这份工作没了，现在我们厂不会招你，以后再招人我也不会录用你。像你这样没有一点契约精神的人，我是不敢用的。宋清风没打算对王大强做什么，对他这样的人来说，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就已经是最大的惩罚了。以后他们的厂发展的越好，王大强就会越后悔，尤其是在看到身边的人日子都慢慢好过起来后，他的悔意足以将他淹没。第二天，于主任就打电话通知宋清风去供销社办交接手续，要走了。宋清风打算请陈伟和江德本吃饭，还叫上了赵姐。我还以为我们能共事很久呢，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快就走了。不过听说你是要回去当厂长，那是比当一个采购员好，人往高处走。兄弟，苟富贵勿相忘啊！我们那就是个小厂，被你们说的我好像要去当什么万人大厂的厂长。哎呀，
小宋，你以后可一定要常来看我们，要是想要买啥，你就告诉赵姐，赵姐帮你留着。那感情好，回头我要是缺了啥，就跟你说，让你帮我留着。好好好，小宋，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张超调岗了，被调去打扫食堂卫生了。你知道为什么不？赵姐，你就别卖关子了，直接告诉他吧。他老婆那个娘家妈又找去于主任家了，说是他闺女未婚先孕，名声不好听，连累的他家儿子也不好找对象，要求张超补偿。于主任的老娘又被气到了，在家里闹着要让于主任把张超赶出供销社。于主任又受不了媳妇求情，就把张超调岗了。这也算是他求人得人了。清风，你是没看到当时那狗东西的脸色有多难看，就差在地上撒泼打滚，求于主任不要将他调岗了。哎呦，笑死我了。城里的父母看不上农村的媳妇，为了能让儿子回城，前往陆家闹事。亲家母，清风他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不如先在我家安顿下来吧，我给你们收拾房间。不用了，你们大队长不是说他们今天就会回来吗？我和他爸就在这里等他。我儿子自己有家，我住别人家算怎么回事？还有，这声亲家母先别叫，我和他爸都不知道他结婚的事情，这门婚事我们不承认。亲家，清风和我们家瑶瑶是正经摆了酒，领了证的，不管从哪个方面说，他们都是正经夫妻。什么正经夫妻？要不是你家女儿使了手段，我儿子一个城里人能娶一个乡下姑娘，那件事是个误会，而且清风和我家瑶瑶结婚是有感情的。感情？哼，恩将仇报的感情吗？宋清风刚走进陆家的门，就听到了高俊的这一声冷嘲，脸当即就沉了下来。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指责我的岳父岳母？高俊看到宋清风，眼眶立即就红了。他本以为多年不见，小儿子见到他一定也很激动，谁知宋清风神色十分冷淡。你们跟我出来，这里是我岳父岳母的家，不是你们可以颐指气使的地方。宋清风，我是你爸，你怎么跟你爸说话呢？原来你还记得你是我爸呀？当年给我报名下乡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你是我爸呢？我还以为在你们夫妻眼里只有大儿子和大女儿呢。这件事我们稍后再说，现在我们先说说你结婚的事情。你结婚我和你妈都不知道，所以这门婚事我们不同意。我知道你们不同意，但这跟我有关系吗？是我结婚，又不是你们结婚，你们同意与否又不影响我结婚生子。宋清风，你这是对父母说话的态度吗？我从小就是这么教你的吗？你教我？我怎么不记得你教过我？宋振国，你是不是忘记了？我生下来刚满1个月就被你们扔给了我外婆，一直到10岁才被你们接回去，刚满15岁又被你们赶去了乡下。你教过我什么？你除了会在你大儿子欺负我的时候护着你的大儿子，指责我不团结兄长，你还教过我什么？还是你觉得过去了6年，那些事情就可以全部翻篇？你还可以对我指手画脚，指责我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就因为你是我生了我的人。可我求你们生我了吗？你们生我的时候经过我的同意了吗？没经过父母的责任，却理所当然的摆父母的款，你们可真是好厚的脸皮。清风，我们是你的爸妈呀，就算我们有什么不对，你也不能当着外人的面这么说我，你这样多伤我们的心。外人？什么是外人？什么是家人？我觉得不应该用血缘关系来定论。你们倒是跟我有血缘关系，可从小到大我都没有感受过你们对我的在意。在你们心里，你们有更在意的人，而我不过是你们用来维系这个家庭关系稳定的工具人而已。我的喜怒哀乐你们不在意，所以才能在需要牺牲一个人的时候毫不犹豫的把我推出去。既然都不要了，又何必再来管我的事？当没我这个儿子不行吗？上辈子也是这样，在他发家之后，这对父母就来找他要钱，给大哥买房子养孩子，还有他二姐，明明夫家在京市也算是权贵，日子过得富足，却从来没想过拉扯一把他还在下乡的弟弟，却在他发家后让他母亲来找他要钱，理所当然的要求他出钱帮她丈夫开公司。你们是生了我，但是没养我，你们对我漠视不理，现在又要我把你们当父母孝敬，这世上怎么就有这么好的事儿呢？妈妈知道你恨我们，但当时我们也是逼不得已啊。政策下来了，我们家3个孩子必须有人下乡，你哥哥当时有对象，你姐姐又是个女孩子，只能你下乡。你是我们的亲生孩子啊，但凡有别的选择，我们怎么忍心让你小小年纪就离家千万里？这几年我和你爸爸一直在想办法把你调回城，但是与你爸爸不对付的人一直在盯着咱们家，只要你爸爸敢动，他就会去举报你爸爸，所以我们只能干着急。今年他被调走了，你爸爸立马给你想办法找工作，现在已经落定了。这次我们就是来帮你办回城手续的，只要你回去，你就可以进你爸爸的厂里工作，虽然暂时只是一个临时工，可只要你好好干，不用半年就能转正。清风，爸爸妈妈从来没有不要你，当年把你扔给你外婆，是因为你哥哥姐姐还小，没人带，我实在是无法照顾年幼的你，只能拜托你外婆照顾你。这些年你在这里下乡，我也一直在惦记着你，可我给你寄东西你不收，给你写信石沉大海，我就知道你在恨我们，我是想要弥补你的。好，我可以理解你们因为孩子多，所以无法照顾年幼的我，把我扔给外婆，但是下乡的事情，我不会原谅你们的选择。听到这话，宋振国再也忍受不了，给了宋清风一巴掌。老宋，你干什么？你怎么能打他？他是你的儿子啊！儿子？你看他把我们当父母了吗？一口一个对不起他，我是没给他吃，还是没给他穿？一有机会就给他谋划工作，让他回城，这样还不够吗？可你听听他说的是什么？我们就算对不起他，我们好歹也生养了他吧。老宋，别说了，别再说了，
清风是该恨我们，是我们做父母的没做到位。清风、老宋，你们都好好说话，不要吵了。这件事我们坐下来好好说。谈什么？我和你们没什么好谈的，我不会回城，更不会跟瑶瑶离婚。不离婚回城，你准备在这个破地方待一辈子吗？宋清风，你脑子进水了。清风，我知道你结婚是为了对那个女孩子负责，但你不能牺牲自己的婚姻啊。按照政策，你结婚了就不能回城了。你才21岁，还有大好的年华，你难道真的甘心一辈子待在这里种地吗？你要是觉得亏欠那个女孩子，我们可以给她补偿，多少钱都可以。张淑芬听到这里就听不下去了，便开口说道：我们家不要钱，我家瑶瑶和清风结婚也不是为了钱。你们当然不是为了钱，你们是想要我儿子一辈子给你们家当牛做马，没准还想着以后跟我儿子回城做个城里人。毕竟他们家可是金氏的，多少人挤破了脑袋想要成为金氏人。他甚至怀疑救人的戏码都是陆家自导自演，就是为了赖上宋清风，为以后打算。你女儿想要攀上我儿子，让我儿子带她回城做个城里人是不可能的，我们不会同意。但要是你女儿愿意跟我儿子离婚，我们可以想办法在县里给你女儿找份工作，让她当个工人。我们不稀罕，我们家还不至于为了一份工作就卖女儿。当初是宋清风亲自上门提亲的，是他求着我们家把瑶瑶嫁给他，不然我也不能同意我女儿嫁给他。当初是我上门求娶的瑶瑶，是我先喜欢的她，跟她结婚是我心之所求，我没有一丝一毫的勉强。别说我没打算跟你们回去，也不稀罕城里的工作，就是要回去，我也只会带着瑶瑶一起回去。她是我的妻子，现在是，以后也会是，这辈子我也只有她一个妻子，除了她，我谁都不会娶。好，宋清风，你记住你今天的话，你今天要是不跟我走，将来后悔了，除非你跪下来求我，不然我都不会帮你。你可想清楚了？你放心，不会有那么一天的。随后，宋振国和高俊便回到了镇上的招待所。宋振国的脸色依旧十分难看，高俊则是坐在床边抹眼泪。别哭了，有什么好哭的？以后就当没这个儿子。收拾东西，现在就买票回去，我就多余来看他。当初我就说让青叔下乡，你舍不得，把我的清风送到了乡下。你从小就偏心青叔，现在还要怪清风怨恨我们，你心里还有清风这个儿子吗？要是早知道是这样，我当初还不如不要生他呢，反正你也不在乎。那我当初想的只是让清风在乡下待个1-2年，然后就想办法把他调回来。谁知道那贼老头的混账儿子会盯着我们家这么多年，害得我一动不敢动，生怕被他抓到把柄。这件事说起来，确实就是我们对不起清风，他受了委屈怨恨我们是应该的。反正这次来，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带他回去，不然以后我们就真的失去这个儿子了。阿俊，我知道你心疼清风，想要补偿他，我又何尝不是呢？可他现在是我们如仇敌，不会跟我们走的，不如我们先回去吧。他从小就跟他外婆亲，回头我们去找找岳母，让他来劝劝清风，或许他的话，清风还会听进去几分。等他态度松动了，我们再想办法叫他回去，行不行？那我们总不能千里迢迢赶过来，就跟儿子吵了一架就回去吧。这样，你明天去找他那岳父岳母，我看他对他们倒是很尊重，没准他们的话清风也能听进去。都是当父母的，他们总该理解我们对孩子的一片心。要是他们肯开口邀请我们去他们家里过年，清风也不好说什么。城里的父母为了能让儿子回城，低声下气的前往陆家道歉。清风，昨天是爸妈态度不对，我们回去之后想了想，也觉得自己过分了，所以今天是来跟你岳父岳母道歉的。你们又想打什么主意？我说了，我不会跟瑶瑶离婚，也不会跟你们回城。如果你们还是为这件事来的，那就什么也不用说了。快过年了，我不想天天跟你们吵架，影响心情。清风，我们已经知道你的态度了，我和你爸爸也商量过了，你不愿意离婚，我们随你，我们不逼你了。我们一开始希望你离婚，也是以为你是被逼着结婚的，但既然是你自己喜欢的，那我们就放心了。我们是你的亲爹妈，只盼着你好，哪有求着你过不好的。清风，你爸妈来一趟不容易，马上就要过年了，咱们好好过个年，有什么事儿咱们年后再说。对，都是一家人，没必要闹得那么僵，有些事情说清楚就好了。饭后，陆瑶见宋振国两口子挺无聊的，便提议带他们去村里转转。陆瑶，我知道你喜欢清风，但你真的忍心看他一辈子就待在这么个小破坡山村地里刨食吗？妈，您这是什么意思？陆瑶，虽然我们接触不多，甚至昨天才是第一次见面，但我也看出来了，你不是那种贪慕虚荣的姑娘。我也相信你们结婚是因为彼此喜欢，而不是因为那一出荒唐的救人戏码。可是陆瑶，我是一个母亲，我无法忍受我儿子在这样一个穷乡僻壤吃苦受罪。他本可以跟着我们回去当一个工人，吃着供应粮的，可他选择跟你结婚，生生把自己的前途断送了。我也知道这不是你的本意，所以我这里有2条路，你听听看。第一条，你和清风离婚，劝清风跟我们回去，我们在县里给你找一份工作。第二条，你和清风假装离婚，等清风回城安顿下来之后，就让他来接你，你们再复婚，以后你也可以当一个经世人，你看怎么样？为什么一定要清风哥回城呢？清风哥回去之后也不过就是个临时工，能不能转正都是未知数。可年后我们的豆腐厂就要建立了，他可以当厂长，难道在你们看来厂长还比不上一个临时工吗？什么厂长？那不是一个小小的作坊吗？就一个小作坊，你们也好意思称厂？听到这话，陆瑶也算是想明白了，这俩人其实从来没有放弃让宋清风回城的打算，之前的低头不过是怕宋清风态度过于强硬，他们下不来台，于是打算先服个软，回头从自己这里下手。爸妈，我知道你们心疼清风哥下乡后受过的苦，但我说句
句不好听的，他之所以会受这些苦，难道不是你们造成的吗？你们怕他受苦，当初为什么要让他下乡呢？明明他有哥哥有姐姐，该下乡的是他们，可你们舍不得他们受苦，就把清风哥推出来。既然这么多年都对他不闻不问，现在又何必跑来插手他的生活，对他的事情指手画脚呢？你们这样做真的很令人心寒，我甚至怀疑，在你们心里，清风哥到底是你们的儿子，还是你们树立父母权威的摆设？放肆！这是你对长辈说话的态度吗？你们家就是这么教你的？我们这里地方是小，比不上你们大城市，但清风哥在这里可以施展他的才华。我们的作坊从一个只有5人的小作坊，到现在即将要变成100-200人的场子，中间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而这些都是因为清风哥，你们让他回去，能给他提供这样的平台吗？你们一点都不了解清风哥，一直在否定他，觉得他靠自己只会荒废了自己的人生，所以只能依靠你们。你们觉得愧对了他，所以跑来补偿他，却从来不问问他是否需要你们的补偿。你们不觉得自己太自私了吗？听到这话，高俊和宋振国脸色难看至极。本以为路遥看着温温柔柔的，肯定好拿捏，没想到这姑娘说话竟然也这么刺人。高俊深吸口气，强忍着怒气说道：我是你的婆婆，你这么跟我说话，就不怕我不允许你踏进我家的大门吗？我在意的人从来都只是清风哥，只要他不放弃我，我就会坚定地站在他身边。至于你们对我是喜欢还是厌恶，我不在意。你不愿意帮我们劝清风回城，不就是想要把他绑在这个小村庄一辈子，满足你那可怜的爱情吗？你这难道就不是自私？清风哥不会在这里待一辈子，他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回城。但愿他真的能做到你说的这一切，而不是最后又灰溜溜的跑回来求我。那就拭目以待。第二天，狼山大队一口气杀了2头猪，全村一起热热闹闹的吃了一顿杀猪菜，剩下的猪肉则是按照惯例分给了大家。吃饭的时候，林队长等人一直在夸他们教子有方，培养出了宋清风这么优秀的儿子，说的宋振国的笑容都僵硬了。但不管怎么说，这几天给宋振国和高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像是认识了一个全新的宋清风。本以为宋振国和高俊过完年就会走，谁知道都初3了，这2人丝毫没有要走的意思。宋清风坐不住了：你们什么时候走？我们可是你的爸妈呀，在你家才住了几天，你就要迫不及待地赶我们走。如果你们留在这里是劝我回去的，死了这个心，我不可能走。清风，我知道你怨恨我和你爸爸，觉得我们偏心你哥哥和你姐姐，我也不否认我放在你身上的关注确实少了一些，可你不能因为这些委屈就连妈妈都不认了呀。妈妈10月怀胎生了你，对你的爱从来没有少过一分。听到这话，宋清风嘴角微微上扬。是吗？你确定你10月怀胎生下的人只有我吗？清风，你这话什么意思？不知道我那亲爱的二姐知道亲妈不愿意认她，会不会伤心呢？清风，你在说什么？妈妈听不懂。你二姐是你大姨的孩子，你不是一直都知道吗？当年你姨父容不下你二姐，我又看她实在可怜，这才收养了她。我跟你说过的呀。谎话说多了，怕是连你自己都信了吧？实话告诉你吧，我早就知道二姐是你的亲女儿。当年你遇到了渣男，被骗了未婚先孕，那男人却跑了，你偷偷生下了二姐。外婆怕影响你的名声，就对外谎称是前任大姨夫的姨父子。后来大姨遇到了现在的丈夫，她容不下二姐，你才把二姐接回来养的。你怎么会知道这些的？当然是你亲爱的女儿亲口告诉我的。不可能，云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她一直以为自己是你大姨的孩子。那不过是我那好二姐哄你的，她早就知道自己的身世了，不然你以为当年她为什么会理直气壮地说自己不下乡？不过是因为知道你对她的亏欠，最终会逼得你妥协而已。听到这话，高俊脸色惨白，浑身都在发抖，嘴里喃喃着不可能。当年那件事知道的只有他和母亲以及大姐江云，怎么都不可能知道的才对。你胡说，你姐姐不可能知道这件事，是不是外婆告诉你的？外婆不会跟我说这种事，是大姨和姨父吵架被江云听到了。上辈子江云的丈夫从部队退役，想要学人做生意，家里不同意，也不愿意给本钱，江云就把主意打到了那时已经小有资产的宋清风身上。宋清风对家人心怀怨恨，怎么可能会借钱给江云，所以拒绝了。江云气愤不过，知道宋清风在意父母对他的忽视，于是故意拿这件事去刺宋清风的心。上辈子的宋清风一直不理解，明明江云只是一个养女，是妈妈为了还大姨的人情才收养的，为什么对江云却比对她好？在他跟江云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江云。后来他才明白，因为江云是他的亲生女儿，是他跟初恋情人生的孩子，即便那个男人最后对不起他，抛弃了他，他还是最爱跟那个男人生的孩子。妈，我知道你最爱的是江云，当我和他的利益有冲突的时候，你永远会选择站在他那边，所以我不怪你偏心，毕竟人心本来就是偏的，但请你以后不要总是一副为我好的样子来要求我，我不需要。清风，不是这样的，你听妈妈解释，妈妈没有只爱姐姐不爱你，你们都是我生的，我怎么会不爱你呢？我很感谢你生了我一场，让我来这个世上走了一遭，但也仅止于此了。以后该给的养老钱我会给，该有的节礼也会到，但其他的你也别要求我了，以后我们就当是普通亲戚相处吧。宋振国回京那天是宋清风去送的人，只是他的神情一直都很冷淡，丝毫没有离别的不舍。快到时间了，上车吧。你真的不跟我们回城？你看不上临时工，我可以想办法给你弄个正式工。你要是舍不得路遥，也可以等你回城安顿下来后再来接的。不必了，我在这里很好。行，你愿意待着就待着吧，以后我不会再管你。陆文出任务失踪，生死不明。陆家在得知消息后，准备前去探望。姐夫，我大哥年前出任务，现在失踪了，生死不明。爹娘，你们先别急。大嫂说大哥在任务中失踪，生死不明，也就是说没有明确的消息说大哥牺牲了，对吧？
对，他是这么说的。爹，现在只是说失踪，不是说牺牲了，没准过几天就有消息了，咱们不能自己自乱阵脚，或许没消息才是好消息呢。他记得上辈子陆文也有这么一遭，后来过了大概1个月左右，就打电话回来报平安了。那次他受了重伤，休养了大半年才好。对对对，你说的对，咱们自己不能乱，可能只是暂时没有联系上，不一定就是牺牲了。随后，陆大力两口子表示准备去部队看看，问问情况，不然在这里干等着，睡都睡不好。两人年纪不算大，可都没有出过远门，连个字都不认识，家里人怎么放心得下？宋清风劝不住，于是提出他陪着一起去。不用，作坊和新厂都离不开你，你要留下来，我和你娘带着小斌去就行。爹娘，作坊的事情有大队长他们在，我不在，短时间内出不了大事儿。你们没出过远门，万一遇到麻烦都不好解决。这样，我送你们过去，如果大哥没事，咱们看看就回来。万一大哥有事，我认识的人多，我也能搭把手。不然，剩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我们在家也放心不下。宋清风说的很有道理，陆大力也没法反驳，只能同意。于是就这么定了下来，由宋清风陪着陆家二老去部队找儿子。陆文在东北当兵，从安州市过去，光是火车就要坐上3天3夜。一路上，陆家二老都心事重重的，宋清风也没多劝，毕竟火车上人多眼杂的，说多了被人听去了也不好。爸妈，你们怎么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随后，冯雅看了看宋清风，这是小斌吧？好多年不见，你都长这么大了，我都快不认识你了。这不是小斌，这是瑶瑶的男人，叫宋清风。宋清风冲着冯雅点点头，叫了一声大嫂。爸妈，你们来也没提前说一声，家里什么也没准备。你电话里也没说清楚，陆文咋样了？人找到了吗？看我，事情多就给忘了。阿文有消息了，人没事，就是还在执行任务，暂时回不来。张淑芬听说儿子没事，那颗掉了一路的心终于放下了，陆大力的神情也轻松了不少。大嫂，你既然早就得到了消息，就应该早点告诉爹娘。爹娘得知大哥出事了，在家里着急的不得了，又怕你独自在这里担惊受怕，愣是坐了3天3夜的火车赶来。爸妈，是我不好，当时得到阿文出事的消息，我是急得恨不得立刻去找他，但我还要照顾3个孩子，只能硬撑着。所以他平安的消息传回来后，我一时高兴过头，就忘记告诉你们了，对不起。不怪你，陆文长时间不在家，家里家外都需要你打理，又要照顾3个孩子，你一时顾不上也是有的，只要陆文平安就好。谢谢爸妈体谅。爸妈，你们坐了那么久的火车累了吧？不如先休息一下，我去买点菜，晚上好好给你们接接风。张淑芬和陆大力确实很累，但此时却顾不上休息。张淑芬看了看屋里，没看到3个孩子，孩子们呢？他们都在学校呢，大的在上小学，2个小的我给送到托儿所去了，不然我一个人实在是顾不过来。那是不是快放学了？还没呢，托儿所下午4点放学，小学14点半，回头小辉会把弟弟妹妹一起带回来。爸妈，你们不用担心，学校就在军区里，很安全的，你们先进去休息一下吧。最大的心事放下了，疲惫立刻涌了上来。这次张淑芬和陆大力没有拒绝，便准备先去休息一会。随后，冯雅便招呼宋清风也去休息，但被宋清风拒绝。大嫂，我刚才说话有些冲，对不住。也是我不对，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就该告诉爸妈的，让他们担心了，还劳累他们奔波了这么远。其实宋清风对这位大嫂不熟悉，上辈子更是一次都没见过。就是陆文，他上辈子也只见过一次。当时宋清风从别人口中得知，陆文在部队里犯了错，被迫退伍，老婆也跟他离婚了，还带走了2个儿子，只把女儿留给了他。宋清风不知道上辈子的2人为什么要离婚，但从今天初次见面可以察觉出冯雅并不欢迎他们的到来。至于原因嘛，也不难猜。陆文从当兵后，每个月都会从津贴里拿出一部分寄回家，即便是结婚后也是如此。这个钱随着陆文津贴的提高，每年都在涨。陆家对于冯雅来说是需要他们接济的穷亲戚，自然不可能收他待见。你叫清风是吧？我叫宋清风，是狼山大队的知青。这我知道，二弟写信来说过，你和瑶瑶结婚的时候，我和你大哥都没时间回去，只好让你大哥给你们寄了礼金，希望你们不要见怪。大嫂言重了，我们是一家人，大哥的工作我们都清楚，来不了我们也理解。你们不怪就好。为这事儿，你大哥还自责了好久，说唯一的妹子结婚，他也没到场，不知道妹夫是个什么样的人。回头他要是看到你，肯定就放心了。这次爸妈难得过来，你们就在这里好好住一段时间，也让我尽尽孝。不了，我和爹娘待不了多久，既然大哥没事了，那过2天我们就走了。听到这话，冯雅心中一喜，嘴上却说道：这么着急做什么？难得来一趟，孩子们也很久没见过爷爷奶奶了，也让他们亲乡亲乡。宋清风微微一笑，没接话，随后从口袋里掏出100块钱塞给他。大嫂，这几天我和爹娘来这里给你添麻烦了，这些钱你先拿着，给孩子买点好吃的。这个钱我不能收，你们在乡下过得不容易，攒点钱就更不容易了，拿回去拿回去。我们大队办了一个豆腐作坊，现在日子比过去好过多了。听宋清风这么一说，冯雅这才收了。不过肉眼可见的，他对宋清风的态度就热情了几分。在80年代，我带领村民成立食品厂，并邀请县里的领导来参加开业仪式。宋同志，我们没迟到吧？当然没有，时间刚刚好。10点钟，李县长站在厂门口，看着站在周围的村民，他眼底含笑。能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凭借他们自己建成了一个工厂，确实应该高兴。我宣布，狼山食品厂今天正式成立。
在送走了一众领导后，还留着没有走的村民们立刻就围了上来，大部分人都是在问招工的事情。大家听我说，我知道你们都在关心招工的事情。招工考试后天开始，第一批招工名额是100人，通过考试的留下。宋知青，不是宋厂长，我们不识字咋考试啊？这不公平。是啊，宋厂长，我们都没上过学，不会考试。招工考试不止一种，针对不同的岗位要求是不一样的。有些岗位并不要求一定会识字，所以你们都可以参加。但成为食品厂的员工之后，就必须上扫盲班，不然你一个字都不认识，我以后咋让你当领导？总不能你连手下的名字都不认识吧？那不是让人笑话吗？一听有不需要认字的考试，大多数人都松了口气，只要认字的人就行。至于入职之后再上扫盲班也不是不行。随后具体的岗位要求则是由孙长河负责阐述，很多村民不理解的地方他负责解释。在工厂的一切事情都步入正轨后，宋清风便找到林队长一起商讨打广告的事情。打广告那是什么？就是在报纸上做宣传，让人知道我们的食品厂，知道我们的狼山豆腐，我们的产品现在已经卖到了市里，但是省城的人根本不知道我们的产品。这个在报纸上做宣传要钱的吧？我之前去省城的时候跟报社的人打听过，价格是有些贵，但比起收益，这点付出是值得的。而且等我们的知名度打开，就不需要那么费心的四处跑订单，订单会自己上门。那行，这件事就厂长你决定吧，我们都没意见。做生意的事情，不管是林队长还是孙长河都不擅长，所以打广告的事情就交给宋清风负责了。随后，宋清风便去找了一趟李县长，表达了想要在《市日报》打广告的想法。希望李县长能帮忙牵线。跟我仔细说说你的想法。我们的豆制品味道很好，但知道的只有附近的人，影响力不够，所以我就想着怎么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豆腐易碎，也不易保存，想卖到省城不容易，但是其他豆制品都是可以运输过去的。省城人口多，购买力强，要是能打开省城的销路，那么周边城市的销路自然也就容易打开了。市里同样的道理，市里的销路打开了，就能辐射到周边的城镇，以点带面，我们产品的销量自然就增加了。李县长，你那天也看到了，我们的车间很大，设备也齐全，只要销路打开，我就能在最短时间内招募人手，扩大生产。听到这话，李丽微微颔首。狼山食品厂规模扩大，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税收，这是他的政绩，而且规模大了，需要的人手就多，能解决一部分人员的就业问题，让一部分农民脱离土地，增加家庭收入，这也是他的政绩。市日报我确实有人认识，可以帮你牵线搭桥，但是省日报我没有熟人，怕是无能为力。李县长愿意牵线搭桥，我已经非常感激了，能搞定一个是一个，至于省日报，我再想想办法。其实你小子对省日报早就有了打算，你找我的目的就是为了市日报吧？李县长可是说过，如果我有困难就找你帮忙，那我这不就厚着脸皮找上门了吗？退一万步说，我这也是在为咱们县做贡献啊。李县长听到这话，眼底闪过一丝笑意，这件事做好了，确实是互惠互利，自己有那个人脉，帮一把也无妨。我让吴建华跟你一起去一趟市里。那就多谢李县长了。等宋清风走后，吴建华有些疑惑地看着李丽。县长，咱们有必要这么帮着他吗？不就是一个个小小的食品厂的厂长吗？他们去年作坊的税收可是一个月比一个月多，虽然因为规模小，看着不是很起眼，但增长比很惊人。尤其他们还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凑够修路、建厂房的钱，听说年前还分了一次红，这样的挣钱速度，你觉得他们未来能成长到什么地步？这个宋清风是个人才，我相信狼山食品厂在他的带领下，未来是光明的。以后我能不能风光的回到京市，没准还要靠他呢。建华，你的眼光要放长远一点，把以前的那种做派改改，别忘了咱们是怎么到的这里。我知道了，我一定会尽力帮他的。有了李丽居中牵线，宋清风顺利见到了《市日报》的总编鲍高阳。鲍高阳还是给力的，最后给宋清风争取到的价格是一次200块，占据1/5的版面，当然不是第一版，而是在第二版的左下角给他留1/5的位置。这个价格，这个位置确实是一个大人情了。很快，广告的效果就初见成效。隔壁县城供销社的主任亲自打电话要求订购豆制品。听说你们能送货上门是吧？对，可以送货上门，但需要先打定金，定金是总货款的1成。隔着两地，对方一听要先付定金，就有些犹豫了。你应该是在报纸上知道的我们吧？是，我看了是日报，在报纸上看到了你们的消息。如果你是在担心我们是骗子，那大可放心，日报都报道了我们的豆腐，我们的厂呢，怎么也不可能是骗子。这样，我可以给你一个承诺，你要是收到后不满意，不影响售卖的部分，我们可以全部拉回来，钱退给你们，或者你亲自上门订货也可以。我们的地址报纸上也写了，咱们两地距离不远，你过来也不费事。你不相信，可以亲自过来看看我们食品厂。对方一听还愿意退钱，愿意让人上门，当即就答应会定金过来。挂了电话，林队长舒口气，激动地看着宋清风。厂长，没想到真的有人看到了报纸来订货了。这是肯定的，不然我花那么多钱做什么？大队长，淡定，这还只是一个开始。清风，那我们现在要不要再招人？再等等，现在人手2班倒忙得过来，再招人就有些冗余了，而且我们的原料也不够，等他们买原料回来再说扩招的事情。行，听你的。不过咱们现在的生意是真好啊，早知道打广告这么有用，咱们去年就该打广告的。去年咱们就是一个小作坊，就是在招人，也没那么多设备，产量跟不上来，订单多了反而是负担。也是，还是你想的周到，这么一步步来，确实更符合实际。
狼山食品厂的推销员前往青沙县搞推销，结果被当地的人给打了。程毅，你好好跟我们说说事情的经过。我和梁俊刚走出青沙县的地界，就被人给围了。那些人二话不说，上来就动手，他们还放话，我们要是再赶到他们地界上卖东西，见我们一次打我们一次，让我们不要把手伸得太长了。这怎么还能动手打人啊？不让卖东西就不让卖嘛，我们不去卖就是了。可动手打人就太过分了，他们这样做，以后谁还敢去他们那做生意？清风，这件事你怎么看？这件事自然不能这么算了，不然人家还真以为我们好欺负。程毅，明天你去报警，就说有人谋财害命。孙支书，明天我们去县委找县长，我们好好做着生意，却被人打了，自然要找能为我们做主的人做主。说着，他又看向程毅，你身上的伤怎么样？都检查过了吗？已经检查过了，医生说我的伤都是皮外伤，就是看着吓人，其实养几天就没事了。反倒是梁俊看着没啥大事儿，可谁知道差点连命都没了。这件事我一定会让对方给你们一个交代，你也别多想了。好在抢救及时，韩良俊没什么危险了。大队长，孙支书，你们带程毅去找个招待所开间房睡一夜，我在这里守夜，等明天林队长来换我。还是我留下吧，你明天要和老孙去县委，要保持精神。不用推了，我年轻，就我来。时间不早了，你们赶紧去找招待所好好休息。第二天一早，宋清风就和孙长河直接去了县委。你们这大早上的干嘛呢？李县长，我们有要事找你，还请你给我们半个小时时间。说吧，这么早急吼吼的来找我，出什么事情了？李县长，昨天我们厂的人去青沙县推销产品，刚踏出青沙县的地界就被人打了，还放言我们去一次打一次。你说什么？被打了？对，我们大队的程毅和韩良俊被青沙县的人给打了。韩良俊昨天被推到手术室抢救，抢救了整整8个小时才抢救下来。这么严重？现在人怎么样了？命是保住了，但是人至今没醒。太嚣张了，以为现在还是建国前吗？竟然敢动手伤人，还下那么重的手。你们放心，这件事我肯定会过问。宋清风要的就是这句话，他们的力量现在还太渺小了，即便去反映，上面也不会多在意。但是李丽不一样，他好歹是一县之长，他要是肯出面帮忙说话，上面多少会重视一些。从县委出来，俩人直接去了医院，可算是醒了，身体感觉怎么样？厂长，我没事。事情的经过我已经听程毅说了，这件事我会处理，你好好休养，所有的费用厂里都会给你报销，你放宽心。厂长，这次没能完成任务，不用说了，不是你们的错。程毅，在你们家人来之前，你就在这里好好照顾他。放心吧，厂长，我已经给大队部打过电话了，说是我堂姐已经在来的路上，估计很快就能到。清风，这件事你说怎么办？总不能就让程毅他们白挨打了吧？上面就算想这么算了，我也不答应。这样的事情以后还多着呢，我们这次退了，那以后是不是都要一直退让？那咋办？总不能带着人打回去吧？既然是商业行为，自然要用商业手段。他们那么怕我们去他们那边做生意，那这生意我还真就做定了。可是他们说了，我们去一次，他们就打一次。我看这些人土匪做派，说不定真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支书，他们敢放话，是觉得被打了这一次，我们肯定就怕了。可事实恰恰相反，现在害怕的人是他们，而不是我们。他们为什么不让我们的豆制品卖到他们那？不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的东西味道好，他们当地的比不上，怕我们的产品卖过去了，他们就彻底没生意了吗？所以才会想出这么个办法，借此打击我们，让我们不敢到他们那卖东西。所以我才说，真正害怕的人是他们。可是他们现在不让卖，咋办？这就是我要去找李县长的原因。李县长出面，可以让他们投鼠忌器，不敢再对我们动手。我求的也不是别的，就是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东西好不好，让买东西的人说了算吗？私下动手霸占市场，算怎么回事？对，我们就和他们公平竞争，总不能因为他们当地也有豆制品卖，就不允许我们卖吧？这也太霸道了。此时另一边的县委，李丽已经打电话找人了解过了，事实确实就如宋清风所说，狼山食品厂的人在青沙县碰了壁，出了青沙县的地界就被人打了。李县长，这件事我已经去了解过了，情况呢有些复杂，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原来青沙县下面有个叫胜利生产队的地方，这里的村民都是一个姓的，往上数都是一个祖宗，互相之间沾亲带故，从建国前就群居在此。他们大队有个豆腐厂，生产的豆制品在他们当地很好卖，而且还卖到了周边县城。但前不久，他们在其他县城的生意下滑了，不等他们找到原因，他们就在市日报上看到了关于狼山食品厂的广告，甚至他们县里一家食品厂还买过狼山豆腐，说是味道很好，比他们豆腐厂的味道好多了，价格也不贵，这让他们产生了危机感。原本他们只是想给点警告，谁知道有人没掌握好分寸，把韩良俊打成了重伤，事情一下子就闹大了。而且他们这一姓的人有出息的人不少，革委会还有他们村出去的人，所以这件事不好处理。不过我已经去找过他们的老支书了，老支书表示这件事会给你们一个交代。他们准备怎么给交代？我们的人可是好端端去做生意，差点连命都丢了，现在不是旧社会，这样的事情我绝不允许再次发生。肯定不会，他们的老支书可是参加过抗战的老英雄，为人没得说。这次的事情也是小辈搞出来的，他老人家不知道，你也知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不孝子孙也不是今天才有的。老支书同我保证了，会让动手的几个亲自上门道歉，以后你们再去推销，肯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做生意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大家公平着来。听到这话，李丽满意的点了点头，她都想好了，要是对方死活不承认，还百般推脱，她就把这件事闹到市里。
狼山大队的人为了抢豆腐生意，被胜利大队的人给打了。迫于压力，胜利大队的人前往医院探望受伤的韩良俊。在那些人走后，韩良俊看着堆在地上的营养品，神色为难道：“厂长，这些东西怎么办？”这是他们给你的补偿，你安心收下。还有赔偿给你和程毅的钱，你们也收好。那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就这么算了，总不能跑过去把他们打一顿吧？梁俊差点被他们打死，竟然就这么便宜了他们，我实在是不甘心。虽然不能把他们打一顿出气，不过我有别的办法教训他们。厂长，你有啥办法？赶紧说。随后，宋清风在程毅耳边轻声低语了几句。哈哈哈，那他们岂不是要活活气死？这是正常的商业行为，他们说破天也是我们在理。厂长，这件事交给我，我去办。随后的几天，青沙县食品站的狼山豆腐就被人抢疯了，原因没有别的，就是便宜，比他们本地的豆腐都还要便宜1成，还有腐乳和傻腐竹的，味道好还耐放，也很畅销。狼山豆腐畅销了，那本地豆腐自然就卖不出去了。大哥，现在怎么办？他们的豆腐比我们的还便宜1分钱，大家都不愿意买我们的豆腐了。之前一直跟我们合作的厂子的食堂，这几天也都选择了狼山豆腐。今天早上食品站的主任还问我们的豆腐降不降价，要是不降价的话，明天开始就不要我们的了，不然根本卖不出去。大哥，狼山大队那些人是在破坏市场规则，他们这是报复，我们不能就这么忍着吧？不忍着你想咋办？再找人把他们打一顿。全子他们可还在里面蹲着呢。那不能打人，我们还能咋整？难道就眼睁睁看着他们在我们这里卖的热火朝天的，把我们的市场挤占没了？既然他们卖的便宜，那我们也降价。你明天就回复食品站主任，我们的豆腐价格在他们的基础上再便宜1分钱，其他厂子食堂也是这个价。大哥，我们卖的比他们还便宜啊，那我们赚的不就少了吗？那你告诉我，你有什么好办法？其实我觉得像上次那样教训他们一顿就好了，这次我们悄悄的不让人知道是我们做的不就行了？你是把别人当傻子，还是把我叔当傻子？上次的事情闹大了，我叔知道后狠狠打了我一顿，还说了我要是再敢这么干，他就亲自去举报我们，送我们去吃牢饭，省得我们丢尽了先辈的脸，让先辈死不瞑目。你要是能保证这件事不被我叔知道，你就去，我不拦你。大哥，我就胡咧咧，你别当真。最好是胡咧咧，不然让我知道你背着我搞事，我叔动真格的，我不会帮你求情。知道，我肯定不敢，我也怕老支书生气。现在对方摆明了就是要报复我们，就算是亏本也要挤占我们的市场，所以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他们便宜，我们就比他更便宜，他们运过来要运费，成本怎么也比我们高，我们不亏。众人一想，觉得十分有道理，既然不会亏本，那就降价呗，大不了少赚一点就是了。很快，李丽在得知降价消息后，宋清风就被叫去谈话了。你都快成我这里的常客了，这不是领导召唤我，我就赶紧过来了吗？领导，这次有啥指示啊？闹出的动静够大的，你还好意思问我？我这是正常的商业行为，感谢新老客户呢。少拿话唬我，你那点小心思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也打击了他们快半个月了，到此为止吧，不然上面要有意见了。既然李县长开口了，那我们就不打击他们了。这么好说话，你该不是打着其他主意吧？领导，我冤枉，我能有什么其他主意？其实就是你不说，我也准备收手了。这个价格我们都没利润了，真就是在为青沙县的人民服务。要是真的一点利润都没有，你能稳得住吗？在豆腐这块是真的一点利润都没有了。不过我们食品厂品类多，其他品类又不是大降价，还有利润补贴的，一进一出，因为量大了，利润不少。行了，我也不想听你在这里敷衍我。这次的事情是因为胜利大队的人出手在先，所以那边的领导默许了你们，给他们一个小教训。但现在既然那边发话了，你这边也收手，免得让人抓着你的把柄。我明白，所以我也跟领导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这边这件事到现在为止就彻底结束了，以后只要他们不主动招惹我，我肯定和他们和平相处，不该干的事情保证不干。从李丽那儿回来，宋清风就让程毅恢复原价，当然理由也是现成的，感恩回馈新老客户的活动结束了，下一轮活动敬请期待。供应商羡慕我的食品厂生意好，想要在原材料上涨价。大队长，厂里出什么事了？咱们的原料出了问题，采购员去买大豆，对方要求涨价，要2毛1斤，不然就不卖给我们。咱们厂子里的大豆存量最多只能用到下周1，要是不能及时解决，只怕下周2开始咱们就要供不上货了。狼山食品厂现在大豆的用量很大，光靠他们大队自己种的那些是远远不够的，有一部分是找上面领导特批的条子去粮站买的，还有一部分则是采购员去其他地方采购的。周边邻近的几个县城几乎都成了他们狼山食品厂的大豆供应商。这次出问题的就是离着他们最近的青阳县。是只有一个大队，还是整个县都是这样？一个县都这样，肯定是他们县干不干的，就是看我们赚钱了，眼红了，想要坐地起价。这样，我先带人去跑一趟，如果能谈下来，那是最好的；如果不行，我想办法问问能不能从其他地方的粮站买到更多的大豆。只怕他们不是那么好谈的，总要去试试，试过了，他们不同意，以后闹出事情来，咱们站里。哟，这不是宋厂长吗？今天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是有点事情想要跟王县长您了解一下。我听我们大队长说，这次的大豆采购你们县准备涨价，我想问问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哦，原来是为了这件事啊。其实就是宋厂长你不来这一趟，我也准备给你打电话了，是有这么一回事儿。宋厂长，你下乡这么多年，肯定知道种地有多辛苦，咱们的农民兄弟不容易啊，辛辛苦苦一整年，到了年底也没能赚到什么钱，日子过得苦。不像你们狼山大队，有能人带着办起了食品厂，日子眼看着就好过起来了。所以我看着十分心焦，可我也没其他本事啊，帮不了他们太多，就想着你们
是不是能给我们的大豆涨价，也让我们喝口汤？王县长，我们的收购价可一直都是按照市场价走的，并没有故意压价，还上门拉货，省去了你们的运费，这些运输成本都是我们替你们承担了，还不算你们的损耗。你们把大豆拉到粮站去卖，可没有这么好的事。我知道，但这不是大家的日子都难过吗？你们的豆制品现在卖的这么好，肯定也不差这么点钱，是不是？你就当是帮扶我们的农民兄弟了。给你们涨价了，其他地方是不是也要求涨价？今年涨了，明年涨不涨？王副县长，做生意不是这么做的，你这不是要我们帮扶，你这是准备把我们的饭碗都给砸了呀！宋厂长，你这就危言耸听了，不过是涨了5分钱，不至于引起这么严重的后果。你们吃肉，总要给我们也喝口汤吧？我跟你保证，今年秋季成熟的大豆也按照这个收购价给你们，绝对不会再涨价。宋清风看王县长执意要涨价，自然不同意，他是绝对不可能开这个头的。看来今年你们县的大豆我们是买不起了，希望下次有机会我们再合作。听到这话，王副县长微愣：你们不买了吗？太贵了，买不起也不能买。不行啊，当初是你们要我们多种，还跟我们保证一定会全部收购，你们这是准备毁约？当初说好的，你们种的大豆我们会按照市价收购，现在是你们要涨价，是你们先毁约。既然你们都可以不遵守约定，那我们不按照约定收购有什么问题？宋厂长，你如果这么做，你们厂子恐怕下周就要出不了货了。我听说你们和省城的厂子签了合同，要是不能按时供货，你们厂子的声誉也没了。宋厂长，为了这几分钱毁了你们辛苦经营起来的声誉，不值得吧？听到这话，宋清风眼神微闪，这人果然是知道他们厂的情况才敢这么做。但仓库原料储备只有厂子的几个领导和管仓库的人才清楚，就连几个车间主任都是不清楚的。王副县长又是怎么知道的？看来他们厂子里出了内贼了。你打听的情况确实属实，我们食品厂仓库的大豆原料储备确实不多了，若是不能及时补充，下周确实可能断货。但是你忘了一件事，整个安州市并不是只有你们青阳县才有大豆，你们涨价，我们大可以去其他地方买。可你们舍近求远，是在增加自己的成本，算下来恐怕比直接跟我们买要贵。确实，当初会跟你们周边几个县城签合同，也是因为你们距离我们大队近，方便控制成本，但这不是你们可以随意涨价的理由。还是那句话，我不可能允许你们开了这个头，让其他几个县城的大队有样学样。如果你们都不按照合同办事，我们的生意才是真的没法做了。所以现在增加点成本算什么？若是你们联合起来要求涨价，我还能直接联系北方的大豆产区，直接让他们供货，那边的大豆储量可比咱们这边多得多了。你要是这么轻易能买到，你干嘛不一早去那边买？一开始我们就是个豆腐作坊，产量有限，用量自然也有限，那么点量都还不够运费的。可现在我们建厂了，大豆用量每天都在增加，就这个消耗量，他们肯定愿意卖给我们。或许成本是会增加一些，但好在货源稳定，不会随意涨价，对我们来说反而是一件好事。王副县长，我们愿意就近采购，除了图方便之外，也是想带动周边的经济发展，让咱们的农民兄弟们多喝口汤。可现在既然你准备砸我们的饭碗，那我们也不用顾忌什么兄弟之情了。你就不怕他们知道了找你们闹事吗？我会如实告诉他们情况。我也想问问你们，这么没有诚信，以后谁敢跟你们合作？可你们马上就要断原料了，即便北方那边现在发货，你们也接不上。整个安州市下辖11个县市区，和我们大队签约的才3、5个县，我都不需要跑北方，只要跟其他县市粮站联系，就能买到短期所需的大豆。所以王副县长，真的不会发生你说的那种情况。其实原本我今天都不需要跑这一趟，我是觉得咱们离得近，以前合作一直也很愉快，想着其中可能有什么误会，才亲自过来一趟。若是早知道你是这样的态度，我就不来了。眼看着宋清风真要走了，王副县长急忙开口说道：宋厂长，不要急着走嘛，今天这件事就是一个误会，我们可以再谈谈。王县长，这还在能谈吗？能谈，我们继续谈。宋厂长，之前是我想差了，我只想着我们县的农民辛苦，想要为他们多争取一些利益，却没站在你们的立场考虑，这件事是我考虑不周，对不错？哪里的话，王副县长也是一心为了老百姓，正是因为有了你们这样的好干部，咱们的日子才能越过越好。花花轿子人抬人，对方转变了态度，宋清风自然也不介意吹捧2句，给彼此一个台阶。宋厂长，那咱们继续按照合同办事。当然，我们食品厂是守规矩的，既然签了合同，肯定愿意按照合同办事。王副县长想要涨价从中牟利，被我识破后反手给举报了。厂长，咋样？事情解决了吗？不用着急，已经跟他们谈妥了，明天一早就可以去拉货，就按照市价。那就好，我都准备，实在不行就让人去其他县收购了，大不了就是多出一点运费，成本高一些。他们这么轻易就同意了吗？自然不可能这么轻易。其实提出这个想法的人很不聪明，他们的货源又不是不可替代，想要用这个威胁我们没用的。估计是觉得我们好拿捏吧。不过我们是严格按照合同办事的，他们就算是闹出来，我们也占理。以后他们不会轻易涨价的。不过以后和他们合作需要小心一些。今年咱们公社不少大队跟着养鸭子，如果今年东江鸭卖得好，明年肯定更多人跟着养。你们出去谈合作的时候，一定要白纸黑字的签合同。经过这次，我算是知道了厂长你为什么一定要他们签合同了。这有了合同，就有了办事依据，确实方便很多。还有一件事，那姓王的副县长对咱们的库存和订单量十分清楚，我们需要自查了，看看是什么人向外透露了消息。林队长和孙长河一听这话，脸色也跟着严肃起来。我倒是要看看是哪个吃里扒外的，让我查出来我长得好看。这件事不难查，毕竟对这些情况最清楚的就是他们几个厂长、副厂长，剩
剩下的就是几个仓库管理员了。很快，在林队长的调查下，透露消息的人就浮出了水面。厂长经过我们调查，透露消息的人是林卫民。前几天他和他媳妇去山阳公社看女儿，跟他们亲家公吃了一顿饭。他喝多了，就跟对方说了一些食品厂的事情。他亲家公就是山阳公社的公社主任，我估计就是那个主任跟那个姓王的说的。这个林卫民喝了2口马尿就管不住自己的嘴，我已经跟他说了，他被开除了。过2天我还要在广播里跟大家伙说这件事，以后我看哪个还敢往外瞎咧咧。宋清风对林队长的这个处理结果没有意见，就是换做他来处理，也是开除的结果。这也是杀鸡儆猴，省得某些人管不住自己的嘴。很快过了2天，程毅回来了，一脸兴奋的来找宋清风。厂长，我已经按照你说的把那姓王的准备私下涨价的事情说了，现在那边已经闹起来了。而且他还故意透露，姓王的想要涨价是为了赚差价，中饱私囊。没人知道消息是你传出去的吧？那肯定没有，我特意伪装过的，他们查不到我身上。就算姓王的猜到了也不要紧，我又不会承认是我做的。这件事到此为止，剩下的事情跟我们没关系，我们也不需要多做什么，等着就是了。我知道，我就等着看好戏了。不过厂长，我们以后真的会跟北方那边买大豆吗？现在还不需要，这边足够满足我们目前所需，不过以后的事情说不准。没过几天，宋清风就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是青阳县的调查组让他如实讲述一下当天发生的事情。宋清风就一五一十说了，包括俩人之间的对话，没有一丝一毫的添油加醋。随后不久，姓王的那位副县长就被调职了，不知道调去了哪里。至于山阳公社的主任，则直接被撸了。我打算明年初开设糕点车间，推出中式糕点，你们有什么意见吗？咱们是不是步子迈得太快了？现在酱鸭车间刚刚建好，酱鸭都还没做出来，咱们就想着建糕点车间了。镇上的食品厂做的就是糕点，咱们这是在抢他们的生意，公社那边肯定会有意见。据我了解，镇上的食品厂现在都发不出工资了，能撑多久还不好说，总不能他们自己生意做不下去了还不许我们做吧？没这个道理。第3车间肯定是要建的，建好之后咱们卖什么？你们想过吗？不是说卖卤味吗？今年初，宋清风买了几只鸭子给他们做过一次卤味，那味道到现在还令人难以忘怀，也让孙长和他们对未来的卤味车间充满了信心。现在宋清风突然要改成糕点车间，两人都有些摸不着头脑。卤味自然是好的，我也相信会有人愿意买，但我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大家现在连温饱都没解决，哪里舍得花钱买肉少骨头多的鸭货？应该会有人买吧，毕竟味道那么好。买肯定会有人买，虽然大部分人没钱，但有部分人还是不差钱的。可咱们的卤味面向的是大部分人，光靠那一点不差钱的，咱们连工人的工资都赚不回来。可我们不会做糕点呢，那些配方都掌握在国营食品厂里，他们也不会给我们。糕点配方我有，是我家祖传的秘方，只要能做出来，味道没得说。行，既然你有祖传的秘方，那我们都听你的。那就这么决定了，从明天开始，我会在大队里选出30个手巧的女同志来学做糕点。我听说今天公社来人了，是有什么事情吗？公社领导说咱们的食品厂规模越来越大了，咱们人手不足，就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副厂长，为我们分担一些重担。听到这话，宋清风的脸色倏地冷了下来。公社领导真是这么说的？是啊，我说了，我们已经有了2位副厂长，完全管理得过来，但是他们根本不听我的解释，还说明天他们就会带着那位新副厂长过来，让我们配合新副厂长的工作。什么新副厂长，什么分担重担，说得好听，不过是看我们现在发展好了来摘桃子的，这是郑书记的意思吗？郑书记没说，不过我看应该是跟郑书记一起来的那位新主任的意思。厂长，你说咱们咋办？真的要让那个什么新副厂长进来啊？先静观其变，明天郑书记应该会一起过来，我找个机会私下问问他。从他们创办作坊起，郑书记一直十分很支持他们的工作，若真是郑书记的意思，应该不会像现在这样不打招呼就安排人进来，所以到底什么情况，还是要明天问清楚了再说。第2天上午，郑书记果然带着2个陌生的男人来到了狼山食品厂，一个40来岁，另外一个年轻一些，看着30左右。你就是食品厂的厂长宋清风？我是宋清风。有个事儿跟你说一下，这位是刘浩明同志，以后就是你们食品厂的副厂长了，你配合一下他的工作。我们厂已经有2位副厂长，一位主管生产，一位主管人事，并不需要另一位副厂长。这是公社的安排，你想违抗上面的命令吗？狼山食品厂是我们狼山大队的集体产业，是我们自己一手一脚的干出来的，并不是公社为我们创办的。虽然我们属于公社管辖，公社却没有权利不经过我们同意就随意安插人进来，打乱我们的生产节奏。你的意思是我胡乱安排？宋清风，你只是一个厂长，这个厂子是属于集体的，不是属于你个人的，这里不是你的一言堂，还是说你想要在这里搞资本主义复辟？宋清风刚要反驳，郑书记就开口了。张主任，你这话严重了，宋同志没有这个意思。宋同志，我还没跟你介绍，这位是新来的公社主任张一全同志。我看他就是这个意思，不过是个小小的厂长，也敢不听上面的指挥，我看思想问题很严重，应该好好教育。原来是新主任啊，难怪了。宋清风知道张一全，是因为上辈子在他离开1年半之后，云和公社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年轻姑娘到省城上访，状告云和公社的主任和他的儿子
子一起强暴了他的姐姐，逼得他姐姐跳河自尽，还打断了去为他姐姐讨公道的哥哥的一条腿。宋清风当时是看到了转载了省城日报的今世新闻报才知道这件事的，因为事情发生在云和公社，所以他关注了几分，对这件事有印象。上辈子他没见过张一全，但既然是同名，还同样都是云和公社的主任，那肯定就是同一个人没跑了。张主任，这件事确实比较突然，我先跟宋同志沟通一下。宋同志是个明事理的人，他会理解张主任的良苦用心的。行，你先跟他沟通。你还是太年轻，太冲动了。他是主任，你何必跟他起冲突呢？只是一个公社主任而已。不过郑书记怎么好端端的忽然要给我们安排一个副厂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听到这话，郑书记摇了摇头，暂时不清楚，就是这个张主任都是3天前才调来的，调令来的非常突然，别说他，就是原来的公社主任都没得到任何消息，所以他现在也还是一头雾水。清风，这个厂子是怎么一步步发展起来的？我是看在眼里的，也知道你为这个厂子付出了多少。换作是我也不愿意看到一个突然冒出来的人拿走了自己的心血成果。但这个张一全是什么来路还没搞清楚，你暂时先不要跟他对着干。可是郑书记，这个厂子是我们全大队的人的心血，我不可能眼睁睁看着他被人给毁了。别说你，就是我也不允许有人恶意破坏厂子，所以你放心，人虽然可以收下，但我不会允许他胡乱插手厂子的事情。清风，年轻人有锐气是好事，但有时候太尖锐了也会伤人伤己，暂时退一步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你放心，等回去之后，我会尽快查清楚这个刘浩民的来历。狼山食品厂过去1年给公社交了不少税，甚至比镇上的那几家厂子的利润都多，这也是他的政绩，所以郑书记很重视狼山食品厂，不可能眼睁睁看着他出事。行，我知道了。在送走张一全和郑书记后，林队长一脸不解地看着宋清风问道：厂长，咱们干嘛要收这么一个人？这不是给我们自己找麻烦吗？先让他在这里待着，到底是公社安排的人，咱们不能完全不给面子，不然以后再去找公社办事可就没那么方便了。办厂子不是说办就能办的，要审批，要办各种手续，这都需要经过公社，还有买原料，有些原料也需要公社的批条。要是真的把关系搞得太僵了，他们也吃亏。那要是他打算插手厂子的事情咋办？客客气气的把人请出去，或是找借口搪塞过去。上辈子张一全的事情被牵扯出来，是因为对方要状告他，但那件事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他却是记不清了。不过既然张一全是3天前才到的公社，或许那件事还没发生。如果能把张一全的真面目提早给曝光了，那他的狗腿子就好处理多了。公社派来的副厂长不怀好意，为了得到厂子的控制权，刚上任就想拿到食品厂的绝密配方。配方是厂里的绝密，除了厂长谁也不知道，就连在车间工作的工人都不清楚。刘副厂长若是想要知道，不如去问问厂长。厂子是集体的，凭什么配方掌握在他一个人手里？刘副厂长，你可能不知道，不管是豆制品还是酱鸭，都是厂长家的祖传秘方。当初建厂的时候就说好了，在他在厂里工作的时间里，他会提供秘方让厂子用，但秘方必须掌握在他自己手里。既然宋清风已经是食品厂的厂长，那就应该免费贡献出配方，怎么能这么自私的把配方握在自己手里？他这是想做什么？掌握厂子的命脉，在厂里搞一言堂吗？刘副厂长误会了，宋厂长对厂子的心，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没有厂长，就没有今天的狼山食品厂。刘副厂长刚来，对我们厂长不熟悉，才会生出这样的误会。等你跟厂长相处一段时间就知道了，厂长是再好不过的一个人。听到这话，刘浩明就知道这些人心都向着宋清风，自己说再多也没用，索性什么也不说了。很快，刘浩明来到狼山食品厂已经半个多月了。这段时间以来，他什么也没干，每天就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抠脚喝茶消磨时间。而就在众人安心的把刘浩明当个吉祥物的时候，一个电话打到了狼山大队。电话是宋清风接的，是安州市供销社打来的，说是原定在昨天就该送到的腐乳，到现在都没送到，问他们什么时候发货，他们快断货了。我现在就去问问什么情况，稍后给你们回复。宋清风挂了电话后，便直接去找了林队长，出货的事情都是他安排的。不对啊，市供销社的货我昨天就已经让郭小阳送去了。大队长，你不是说那批货先送到青沙县吗？我什么时候说送到青沙县了？我说的是市供销社。不对啊，昨天刘副厂长跟我说是你说的先送到青沙县。听到这话，宋清风心中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你是猪脑子吗？刘浩民的话你也信？要是改地址了，我能不亲口告诉你？那批货送到青沙县是谁签收的？是他们县的供销社主任。刘副厂长说这是他们跟我们新订的货，要得很急，所以大队长就让把市供销社的货先送过去。刘副厂长当时说的真的，我就以为他真的是来帮林队长传话的，也没多想。说你是猪脑子都是夸你的，你个蠢货！我人就在大队里，你就不能跑来问我一声？现在骂人也没用了。如府还有多少库存够给市供销社的量吗？不够。上个星期省城那边要了一批大的，仓库里大部分腐乳都发往省城了，留下的就是给市供销社的。现在仓库里的存货不足100瓶。青沙县那批货是怎么回事？确实有这一笔，但交货日期是20天后。刘浩明是算好了，把这批货给了青沙县之后，市供销社那边就没货了，这是要他们把市供销社给得罪了。随后，宋清风先给辛元白去了电话，说明了情况。辛大哥，这次的事情是我的疏忽，相应的损失我们这边会负责，我们也会尽快生产，把货送过来，你看可以吗？行，我会跟下面的人沟通，也会跟领导汇报。不过清风，这样的事情只此一次，再有下次，我也不好帮你说话了。当然，下不为例。辛大哥，这次让你为难了，对不住。客气了。
知道你最近要忙的事情多，我就不跟你多说了，赶紧把事情解决。队长，按照合同赔付他们的损失，尽快出货。再有下次，我们想跟他们合作就难了。行，我这就去安排。随后，宋清风直接把刘浩明告到了公社。郑书记得知事情的经过后，脸都黑了。张一拳也连连皱眉。我只是好心办了坏事，出发点是好的，而且这件事也不能怪我。自从我去了食品厂，厂里的事务我都插不上手，我想为厂子出力都不知道从哪里入手，想请教宋厂长吧。他忙着高考复习，根本顾不上厂里的事情。当然，不管怎么说，这次我确实也有一点责任，但主要责任真的不在我。宋厂长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身上。宋厂长，你也听到了，这就是误会。刘浩明同志是想帮忙的，谁知道帮了倒忙。这件事他确实有一定的责任，我让他给你道个歉。不过宋厂长，我也要批评你两句，你是一厂之长，怎么能为了私事耽误公事呢？你既然做了厂长，就要对厂子负责，不能因私废公，回去好好反省一下，下不为例。张主任，你这话就不对了，我倒是觉得是刘浩民同志在故意找事。宋清风这趟来的目的也不是要把刘浩明赶出食品厂，而是给郑书记上眼药，让郑书记完完全全站在他这边。现在看来，郑书记对他们的行为也十分不满，那后面的事情就好办了。刘浩民同志，你刚到食品厂，什么也不懂，还是要多跟宋厂长学习，不要随意插手厂子的管理。你是去分担重担的，不是去添麻烦的。郑书记说的是，我记住了。这就对了，你们一个厂长，一个副厂长，要好好配合彼此的工作，这样才能带领食品厂走向新的辉煌。在张一拳带着刘浩明走后，郑书记和宋清风对视一眼，拍拍他的肩膀，说道：“难为你了，不过你再坚持，过段时间我找个由头把他调离食品厂。”郑书记，这个张主任是什么来头？是市纪委会某位领导的亲戚，人还没来，关系就先打通了，所以能不得罪，暂时不要得罪。我看这位张主任的行事作风不像是个低调的人。听到这话，郑书记深深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公社主任的儿子在大河公社作威作福，我让陈虎私底下调查张一拳的背景。虎哥，我让你查张一拳，你查的怎么样了？据我调查，张一拳是个赘婿，而且岳父家很有钱，有个儿子名叫刘东，不过他老婆死得早，孩子一直跟着他。这小子外表看着人模人样的，实际上就是个畜生，才10几岁就搞大了人家姑娘的肚子，而且还借着张一拳是公社主任的身份，没少在大河公社作威作福，跟好多小姑娘不清不楚。一开始你情我愿也就算了，后来越来越嚣张，看人家小姑娘不愿意，竟然强迫人家，逼死了人，还打断了人家哥哥的腿。听到这话，宋清风心里一沉，果然那件事已经发生了。在知道张一拳刚来的时候，宋清风不是没想过，若是那件事还没发生，他或许可以插手阻止，这样也算是挽救了一个无辜姑娘的生命，挽救了一个家庭。不过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想那么多也没用，不如想想怎么利用这件事让张一拳和那个儿子付出代价。刘东这小子真不是个东西，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偏偏因为公社主任是他老子，大家都拿他没办法，敢怒不敢言。还有他那老子也不是个东西，我找的人打听到，跳河的那个姑娘是被他们父子一起欺负了才选择跳河的，只是对外说的是刘东一个人。虎哥，你竟然连这都打听得到？是那个姑娘的妹妹亲口说的，她哥哥腿断了，现在还躺在床上，那个妹妹要报公安，结果那个小畜生威胁她，说她要是敢报公安，他就弄死她全家。你说这是不是个畜生？虎哥，我想见见那家的小姑娘，你可以帮忙安排吗？清风，你见她做什么？我劝你最好不要。不说背后的人是谁，张一拳现在是公社的主任，咱们厂子可归公社管，他要对付你简直太简单了。我当然知道，就是因为这样才要尽快解决张一拳和刘浩明，不然还要时刻防备着刘浩明背地里耍阴招。你想做什么，我去帮你做，你不要自己出面，万一被人知道了，对你影响不好。我认识的人多，我去办更合适。还是我自己去吧，不过我不方便现在去大河公社，最好他能过来。陈虎拗不过宋清风，只能帮他去联系人。那姑娘也是个胆子大的，竟然真的一个人来了。小姑娘看上去只有15、16岁，脸上还带着未脱的稚气。听陈虎说，他们家父母早亡，3兄妹相互扶持着长大，感情很深。可以说，这个小姑娘是被哥哥姐姐带大的，也难怪上一世这个小姑娘在哥哥姐姐出事之后，敢独自一人跑去上访了。要见我的人是你吗？你真的可以帮我？对，是我要见你，你家的事情我知道了，我可以帮你。那你能怎么帮我？我可以出钱帮你治好你哥哥的腿，还能带你去上访，揭穿坏人的真面目，把害了你哥哥姐姐的坏人绳之以法。我不认识你，你为什么要帮我？那坏人可是公社主任，上访真的有用吗？我确实不认识你，我帮你是因为我和欺负了你姐姐的那个公社主任也有过节，我不想看着坏人逍遥法外，所以我帮你，一部分是因为我的私心，一部分是同情你们的遭遇。好，我去上访，但是我没钱，去省城了，你可以先借我一点钱吗？我可以给你写借条，我不是骗子，我叫陈曼曼，是大河公社白云大队的人。不过你这么快就答应了，就不怕被我骗了吗？只要可以治好我哥哥的腿，帮我把害死了我姐姐的坏人绳之以法，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我不需要你做什么，后续的事情我会让人跟你对接，你按照那人说的做就好。等你姐姐的仇报了，你哥哥的腿治好，你就把过去的这些都放下吧，过自己想过的生活。第二天，宋清风刚到厂里，刘浩明就来找他了。宋厂长，我要批一笔款。现在咱们的账上没钱，我都没说要钱干嘛，你就一口拒绝。宋清风，你这是针对我？没钱就是没钱，谁来都一样。你要是认为我是在针对你，你大可去张主任那里再告我一状。宋清风，
你以为我不敢吗？刘副厂长，张主任是让我配合你的工作，但不是让我配合你无理取闹。这件事，就算你告到张主任面前，道理也在我这里。你少瞎说，我要钱不是为我自己，是为了厂子。我联系到了一家砖瓦厂，可以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砖瓦。厂里的宿舍楼不是还没建好吗？用我联系的这家可以为厂子省下不少钱。我要钱是为了付定金，我一心为厂子，没有一点私心。你竟然因为个人情绪针对我，宋厂长，到底是谁无理取闹？哟，还有比现在的价格更低的砖瓦厂？当然，我好歹也是个大学生，认识的人是你这样的不能比的。我有个同学就被分配到邻县的砖瓦厂，他说了，看在我的面子上，可以给我们一个内部奖，但需要预付定金。我们和公社的砖瓦厂是签了合同的，说好了，厂子需要的砖瓦都从他们这里拿。现在毁约是要付违约金的，如果刘副厂长愿意承担这笔违约金，我倒也不是不能同意换厂。我可以去找张主任想想办法，让砖瓦厂把违约金给免了。行啊，只要你能说服张主任和砖瓦厂，我没意见。刘副厂长，我确实不太喜欢你不懂装懂，随意插手厂子的事务，但这不代表我不希望厂子好。你要是真能谈下更低的价格，为厂子省下一笔钱，我怎么可能不支持你？所以你尽管去做，只要事情能成，我一定不会有任何意见。听到这话，刘浩明心中一喜。那行，这件事交给我，现在你先给我批笔钱，我先去把定金付了，省得对方又反悔。在没有张主任和砖瓦厂的同意之前，我不会给你一分钱。万一事情没成，你把钱给人打过去了，又要不回来，厂子咋办？损失谁赔？宋清风，你还是不相信我？对，我确实不相信你，毕竟你前几天才刚搞砸了一笔单子，害得我们差点得罪了施工销社，现在工人们还在日夜加班为你的错误买单。刘副厂长，在你获得我的信任前，我不会轻易把钱给你，毕竟我是厂长，要对整个厂子负责，对工人负责，请你谅解。宋清风的话很不客气，没有给刘浩明丝毫面子，刘浩明气的鼻子都要歪了，恨恨地瞪着宋清风，却又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在刘浩明走后，宋清风一脸的沉思，想了一会儿，他也没想出刘浩明这么着急要钱做什么。不过当天晚上就有人给了他答案。虎哥，你是说刘浩明赌博？对，之前你不是让我找人盯着张一全吗？我想着盯一个是盯，盯两个也是盯，就找人也盯着刘浩民去了。一开始没啥发现，最近半个月才知道刘浩民有很重的毒瘾，前2天输了一大笔钱，现在正在四处筹钱。他欠了多少钱？随后陈虎说了一个数字，就这个数，刘浩明工作10年怕是都还不上。虎哥，你让人继续盯着他，必要的时候可以举报他。抓贼啊！快抓贼啊！有人偷东西。厂长，这人是在鸭棚那边抓到的，他想要投毒毒死我们的鸭子。那鸭子没事吧？鸭子没事，他去投毒的时候被企业的二娃子看到了，也是二娃子先叫破了这件事。这人心狠，直接拿刀捅了二娃子。那二娃子呢？程毅他们送他去医院了，现在咋样还不清楚。厂长，报公安吗？报。林队长，这几人是从食品厂逃出来的，你带人去清点一下咱们的财务损失。他们从厂里带出来鸡麻袋的东西，孙支书去检查一下。这件事应该是冲着食品厂来的，但其他人也回家检查一下家里的财物有没有丢失。厂子里的原料和设备都没问题，产品仓库里的腐乳被打碎了几瓶，酱鸭被偷了几麻袋，财务室的门被撬了，拿走了明天准备发下去的工资，不过钱都在他们身上，已经搜出来了。那设备和原料有没有问题？没问题，我问过他们来主要是想要偷值钱的东西，所以去了财务室和产品仓库，没有去原料仓库和车间。说的是谁指使的吗？没有，只说是他们眼馋咱们厂子有钱，想要偷点东西出去卖。那可真是巧了，偏偏他们来偷东西这天，5个保安全都喝醉了酒不省人事，到现在都叫不醒，让他们顺利潜入，还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精准潜入财务室和产品仓库偷走东西。不用问，肯定是刘浩民，这孙子从我们这儿拿不到钱，就想到了偷的主意，果然不是个好玩意儿。其实宋清风也觉得是刘浩明干的，毕竟他赌输了，欠了一大笔钱，原本还准备从他这里骗钱，被他识破了之后，就一直用仇恨的眼神看他。宋清风怕他狗急跳墙，做出对厂子不利的事情，特意安排了5个保安负责守夜和巡逻，没想到千防万防，最后还是出了事儿，幸亏被及时发现了，没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很快去报公安的人就回来了，公安来勘察了现场，询问了笔录，这才带着那几个小贼离开。公安的效率果然快，当天下午派出所就来人了。你们认识刘浩民吗？认识，是1个月前公社安排给我们的副厂长。据那几个小贼交代，他们来偷东西就是这个刘浩民指使的，甚至他还唆使人准备给你们养的鸭子投毒。那几个小贼本来就是周边公社的混混，成天无所事事，东家偷西家拿。刘浩明欠了赌债，又无法从宋清风这边骗到钱，他也无法靠近财务室，又被催着还债，于是他就动了歪脑筋。我们去到他家的时候，发现他已经跑了，你们要是看到他，及时通知我们。刘浩明跟我们公社主任张一全关系密切，或许你们可以去问问张主任，他可能知道刘浩明在哪里。你说的情况我们都了解了，我们会去跟张主任确认，等人抓到之后，也会让他赔偿你们厂里的损失。你们要是有其他情况，也要及时告知我们。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样的蠢货？这种事情你都干得出来？我也是没办法了，那些人逼得很紧，我要是不能及时把钱还上，他们会弄死我的。那个宋清风又跟防贼似的防着我，我只能想到这个办法。主任，不，胡否，你要救救我，一定要救救我啊！我跟你说了多少遍，让你不要去赌，你就是不听。现在出事了，你知道找我了，找干嘛去？
姑父，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那几个混混被抓了，他们肯定会供出我，公安会来抓我的。姑父，你想办法帮帮我。我稍后让人给你买票，你去阳城躲一阵子，在我没有主动联系你之前，你都不许回来。好，我肯定不回来。姑父，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以后我保证再也不干这种蠢事了。你现在就待在这里，哪里也不许去，更不许让人知道你在这里。不会，我肯定不会让人知道我在这里。要是被人发现，我就说是我自己偷跑过来的，跟你没关系。算你还有点脑子。当初张一全把他安排到狼山食品厂，就是为了摘桃子。原本的计划是他先做副厂长，等在厂子里立稳脚跟了，就找个由头把宋清风赶出厂子，由他接管。到时候他们想做什么就方便了。但宋清风早有防备，刘浩明刚到厂子里就被架空了，光有个副厂长的名头，其实啥事儿也做不了，身边还有双眼睛时时刻刻盯着。偏偏刘浩明不是个有耐心的人，人又算不上聪明，做出的事情一件比一件蠢，就是张一全想帮都帮不了。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以后你好自为之。张一全说完这句话，丢下傻眼的刘浩明就走了。结果刚到公社，公安就上门询问刘浩明的下落。公安同志，我也是刚刚才知道刘浩民竟然做出那样的事情，我也很震惊。出事后，刘浩民并没有来找过我，所以我是真的不知道他在哪里。不过公安同志请放心，只要他来找我，我肯定押着他去派出所自首。这样恶劣的行为我绝对不会姑息。听说刘浩民是你安排到食品厂去的，你们关系密切，你会不知道他在哪里？刘浩民确实是我安排到食品厂去的，没错。但我当初这样做可是为了食品厂好。刘浩民是大学生，懂得多，把他安排到食品厂是为了让他为食品厂做贡献，带领着食品厂走向更好。哪知道他竟然监守自盗。我要是知道他是这样的人，当初我肯定不会这么安排。要是知道刘浩民的消息，还请张主任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们，这是一定的。我是公社主任，这是我的工作职责，我肯定会配合，你们尽管放心。公社主任为了躲避公安的搜捕，将刘浩明藏在家中。就在两人觉得公安那边放弃了想要逃跑时，却被蹲守的公安抓个正着。清风，你还不知道吧？刘浩民被抓了，张一全也被公安带走了。怎么被抓的？哈哈，这么长时间过去，公安那边都没动静了，我还以为他们放弃了，谁知道人家只是由明转暗，悄悄藏在暗中准备抓人呢。刘浩民和张一全估计也觉得公安那边放弃了，就准备逃跑，谁知道当场被抓了。张一全窝藏刘浩民也被带走了。清风，还真被你说对了，这龟孙子真就藏在张一全家，一藏这么久，也是够能藏的。那你说当初公安去张一全家找人的时候，怎么就没找到呢？可能当事人被藏在了隐秘的地方，公安那个时候也不是去搜查人的，只是去找张一全问话，或许只是大概看了看，没发现也正常。说的也是，这下好了，刘浩民这次被抓肯定出不来了，张一全的麻烦也要找上门来。这两人一走，咱们厂子也算是安稳了。宋清风闻言压低声音问道：陈曼曼那边有消息了吗？半个月前，陈虎就让人带着陈曼曼去了省城上访，因为可能还涉及到安州市纪委会的重要领导，省城那边十分重视，悄悄派了专人暗中调查。也幸亏这个时候刘浩明闹了这么一出，这半个月来张一全都在想着怎么帮刘浩明善后，尽快把人送走，没关注到陈曼曼家那边的情况，不然消息可能就走漏了。要是让张一全有了防备，销毁了证据，事情会变得很麻烦。现在就看省城那边会怎么做了，一旦确定人被抓了，记者就会把这件事报道出来，某些人想压是不可能的。听到这话，宋清风心中一喜，要是能把张一全父子给解决了，那就太好了。过了没几天，宋清风去公社时，就从郑书记那儿得到了一个消息，张一全被正式逮捕了。张一全因为抢女干伤人、行贿受贿、滥用职权等等罪名，还有他儿子也一并被抓了。这件事闹得很大，整个安州市都震动了，市革委会和大河公社那边不少领导都被带走了。他们也算是罪有应得。是啊，确实罪有应得。我听说公安还从张一全的家里搜出了大量的现金，还有金条，那数量就是他工作100年都赚不到那么多钱，这次他肯定出不来了。还有他那畜生儿子，这俩就该拉去吃花生米。对了，宋同志，我今天找你来，还有一件事，我要调走了，去县里。恭喜郑书记，这也有你们食品厂的功劳，要不是你们的效益好，我也不能这么顺利的升到县里。希望以后你们能继续努力，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尽管开口。当然，我们厂子以后少不了郑书记的关照。对了，你对镇上的食品厂怎么看？我和镇上的食品厂交集不多，对他们的情况不太了解。镇上的食品厂已经入不敷出了，还欠了工人不少工资。我上次去县里开会，上面的领导想要整合产业，尽量就依旧食品厂，毕竟里面还有近千工人，不能让他们没了饭碗。上面不会是想把狼山食品厂并入镇食品厂吧？当然不是，这件事别说是你，就是我和李县长也不可能同意。上面的意思是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就依旧食品厂？郑书记，镇食品厂的情况我相信你比我清楚，他们缺少的只是一个有本事的大师傅而已，完全可以跟上面申请调派一个有本事的大师傅过来，有了手艺好的大师傅，食品厂自然就能盘活了。你以为上面没想过，是没人愿意来？那我就没办法了，毕竟我懂得也不多，只能给出这么一个主意。而且郑书记你也知道，我们厂年后要推出糕点，这一定程度上是与镇食品厂的业务重合的。现在我们是竞争关系，我不可能出主意去救一个竞争对手，你说对吧？既然这样，那就算了。另外，过段时间新的主任和书记就会到任，到时候我介绍你们认识。好，谢谢书记。很快，宋清风先得到了一个消息，张一全和刘东要被枪毙了，刘浩明被判了5年。而在两人被枪决之前，公安上门来找宋清风，说是张一全想要见他。听说你要见我，为什么？
这句话应该我问你，那家人能找到省城去，是你帮他的吗？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被抓之后，我一直在想，到底是谁这么恨我，要把我置于死地。我得罪的人很多，但那些人都动不了我，他们怕我的报复，所以也不敢动我。唯有一家人，那骨头就跟铁变的似的，硬得很。可我一直让人盯着那家人的动静，他们没可能脱离我的视线，除非有人帮他们那边的人。即便心里再恨我和我儿子又怎样？只要我活着一天，他们就不敢帮那家人。可你不一样，我把刘浩民安排到你们食品厂，是想要取代你。我相信你肯定知道，所以你恨我，你暗中调查我，而我也疏忽大意。没想到你敢这么做，竟然还真被你抓到了把柄。你很聪明，知道县里市里可能都办不了我，于是就去了省城，还找了记者，直接把事闹大，让他们不敢保我。宋清风，是我小看你了。你把我想得太厉害了，我没那个本事。我要是有那个本事，当初根本不会允许刘浩民进入食品厂。你做了那么多坏事，总有看不下去的。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件事就是你做的，起码你插手了。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我说了与我无关，你不信就算了。不过我不得不说一句，你和你儿子死的不冤，你们做了那么多坏事，现在不过是罪有应得，你再不忿什么？你们若是都能逍遥法外，那些被你们逼死的人岂不是死不瞑目？下辈子做个好人吧。宋清风不可能承认这件事中有他的手笔，谁知道与张一泉一伙的人是不是都被抓了？万一有漏网之鱼得知了这件事，岂不是把他自己置于危险之中？镇上的食品厂面临倒闭，李县长让我接受食品厂的工人。李县长，您找我有事？我听说你们第3车间准备做糕点，你能接收多少人？领导的消息可真灵通，我这糕点车间都还没正式成立，你就知道了。不要跟我打哈哈，这是正事。领导，你既然问了，我也不跟你说虚的，我确实准备年后成立糕点车间，但你也知道我们厂子效益虽然好，赚得多，花的也挺多，剩下的钱没多少。年后我们还要买设备，钱不够，所以前期肯定不可能找太多人，顶多就50人。50人，这会不会太少了？按照你的规划，你们第3车间容纳下500-600人，没问题吧？场地是没问题，但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设备啊，而且我们做的主要也是中式传统糕点，目前能不能被大家接受还是未知数，所以我们打算一步步来，稳步前进。若是让你增加200-300人，你能消耗吗？领导，不是我推脱，是我们食品厂真的消耗不了这么多人，我们3个车间加起来满打满算也不过400人，这还是经过1年发展之后的数目。糕点不是生活必需品，而且不像豆制品可以当菜，想要像豆制品那样打开市场，不是那么容易的。有些人年初买的一包糕点，可能到半年后才会消耗完，所以从一开始他就不准备找太多制作糕点的人。其实到了这里，宋清风已经明白了，李丽今天找他来的原因是帮着消耗安康镇食品厂的人。如果安康镇食品厂里的设备低价转让给你们食品厂，你们能接收300人吗？低价是多低的价格？李丽瞥了他一眼，报了一个价格。听到这个价格，宋清风心头微动，不得不说，这个价格他十分心动，这都赶上骨折价了。领导，我们厂子是准备做中式糕点，镇食品厂是做西式的，定位不符合呀。我对西式糕点也只是一知半解，怕是接受了这些人和设备也没用。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我没办法，毕竟我是真的不懂西式糕点的制作。领导，干嘛不把那些人往其他厂子塞呢？咱们安宁县的各个厂子分一分，人就消耗完了，实在不行还可以往市里塞嘛。你以为往厂子里塞人那么容易？现在一份工作多难得，每个厂子基本上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年限越久的厂子越是这样，想往里面塞人，一个两个好说，近1000人简直做梦。也就狼山食品厂刚成立不过1年，一直处于扩张阶段，才有可能消耗大批量的人，要不是实在没办法，李丽也不至于把主意打到狼山食品厂头上。领导，为什么解散安康镇食品厂？其实他们的问题只是因为缺少一个大师傅，找一个有本事的大师傅，所有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我要是能找到手艺了得的大师傅，我能让食品厂解散吗？那就没办法了，领导，不是我不愿意帮忙，实在是无能为力啊。过后没几天，郑书记就给宋清风打了一个电话，让他去趟公社。宋清风当天就赶到了公社。郑书记的办公室里不仅有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李丽竟然也在。宋厂长，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曹永军，是镇食品厂的厂长，也是未来狼山食品厂的副厂长。宋厂长，久仰大名，以后还请多多关照。都是为了工作，客气了。上次你提议的事情，上面的领导开会讨论过后同意了，不过大师傅要年后才能来，所以原镇食品厂的300员工将会并入你们狼山食品厂，没问题吧？听到这话，宋清风微微一愣，他知道上面的领导应该比较着急安康镇食品厂的事情，却没想到竟然这么急。这才过去多久啊，事情就安排好了，甚至连他提的找大师傅的事情都能答应。这当然没问题，不过现在我们第3车间还没建完，起码要等到年后才能正式开工，这些工人我们现在没法安置啊。那就等年后你们第3车间正式投入使用之后，这些工人再来报到。这段时间曹永军同志会在食品厂上班，你们互相配合一下彼此的工作，尽快将这些工人安置妥当，一应待遇就按照你们狼山食品厂的来。我知道你们食品厂的员工会进行年度考核，这些员工也一样，工作表现过于差的可以考虑开除。听到最后2句，宋清风心里就有底了。李丽想要解决镇食品厂的问题是真，但也没想着把狼山食品厂拖下水，完全给镇食品厂擦屁股，还是给了他大部分自主权的。只要能按照狼山食品厂的员工那样对待镇食品厂的员工，他就有把握管理好这批人。在李丽跟曹永军走后，宋清风跟郑书记打听起了曹永军的事情。这曹永军可不是刘浩明之流，人家是有真本事的。这次他能到你们食品厂，是你们
们捡到宝了。这话是怎么说的？这位是转业回来的，原是食品厂的主任，工作能力相当优秀，只是得罪了人，被人整了，被上面派到了镇食品厂。不过镇食品厂的情况你也清楚，问题的根源不是换一个厂长就行的，所以即便他能力再强也没用。领导，那为什么一定要解散安康镇食品厂呢？因为安州市机械厂要在这边开个分厂，他们看中的就是镇食品厂的位置，镇食品厂的效益又不好，所以上面就决定解散食品厂，成立机械厂的分厂。既然是机械厂的分厂，那就直接让食品厂的工人变成机械厂的工人就好了。哪儿那么容易？首先两边需要的人手技术就不一样，能做糕点的未必能做机械厂的工作。但他们招聘的肯定不是全都是懂机械的人，消耗一部分总可以的吧？确实可以，但只有500-600人，还有300-400人没有去除，总不能全部开除，那是要出事的。无缘无故把人开除了，铁饭碗不铁了，工人不闹事才怪。万一再发生些肢体冲突，就是他们这些做干部的也要吃不了兜着走。李县长看中了曹永军的能力，跟他谈过几次，他才答应来你们厂。而我也觉得你们厂确实需要一位有能力的副厂长作为你的副手。你们厂子的情况我很清楚，其他几位副厂长虽然十分支持你的工作，但见识有限，能力也有限。听到这话，宋清风仔细想了又想，最后还是决定先让曹永军做他的副手。比起可能有的夺权，他更在意的是食品厂依旧可以好好发展。食品厂是他一点一点带着人做起来的，林队长他们对他十分信服，不可能轻易配合别人夺他的权。毕竟对于狼山大队的人来说，他是狼山大队的女婿，是自己人，总比曹永军一个外来人值得信任。新上任的公社书记以高工资不利于团结为由，不同意年终分红和奖金分配方案。咱们公社书记欢了的事情你知道吧？新来的书记出什么幺蛾子了？我把咱们厂子今年的年终分红和奖金分配方案提交上去后，他不同意。他们是集体企业，有一部分利润是要上交给公社的。不仅如此，工资的定级和奖金的发放都要征得公社领导的批准。以前郑书记在的时候，他对他们的工作十分支持，给了他们很大的自主权。但是新上任的这位书记跟郑书记的作风截然相反，什么事情都要插手管一管。咱们今年的效益相比去年可是翻了将近2倍，超额完成了任务，他有什么理由反对？他说咱们厂子的工人工资原本就比其他厂子高，要是年终还能拿那么多奖金和分红，会让其他厂子的工人有情绪，不利于团结发展。明天我们一起去找他一趟。次日，宋清风和曹永军一起去了公社。新来的公社书记姓孟，叫孟福生，年纪不大，35上下。孟书记，我们今天来这里就是想问问你，我们的分红方案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批准？老曹啊，这件事咱们不是说过了吗？你们的金额太多了，你们的工资本来就比别的厂子高，年底还发那么多奖金和分红，这让其他厂子的领导很难做啊。咱们都是兄弟企业，该团结一心才对，怎么能这么特立独行呢？你是军干部转业过来的，肯定更能明白团结的重要性。我觉得孟书记这话不对。宋厂长觉得我这话说的哪里不对？其他厂子都是国营单位，但我们不是，我们是集体产业。我们的食品厂是从豆腐作坊发展起来的。当初创办豆腐作坊时，每家每户都出了钱，规定了会按照出资比例分红。现在厂子赚钱了，没道理就为了让其他厂子的领导好做，就不让我们分红。当初我们是和领导们说好的，只要我们厂子今年的效益能翻1倍，那么年终分红和奖金就可以由我们自行分配，这是白纸黑字写下来的。现在我们已经做到了我们答应的，你也不该阻拦我们获得我们该有的回报。是，当初是这么约好的，但你们的奖金金额真的太多了，这要是传出去，你让其他厂子的工人怎么想？都是工人，待遇差这么多，不合适。人人都知道钢厂的福利待遇好，也不见其他厂子的人跑去钢厂闹事啊，怎么轮到我们狼山食品厂就不行了？孟书记，我们狼山食品厂待遇好也不是1天2天了，他们要是羡慕，可以趁我们招工的时候来参加我们的招工考试，成为我们厂的员工，享受一样的待遇。至于其他厂子的领导觉得难做，我觉得这也不是问题，只要他们能提高自家厂子的效益，我相信上面的领导也愿意给予嘉奖。毕竟大领导都说了，咱们要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工作重心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所以咱们的思维也要变一变了，不能总想着吃大锅饭，得过且过。适当的奖励可以最大程度的激发工人们的积极性，为厂子创造更高的效益。我们食品厂就是最好的例子。见孟福生面露不悦，宋清风不紧不慢地反问道：还是孟书记觉得大领导说的不对？大领导说的肯定是对的，但理不是这么论的，咱们是兄弟单位，理应互帮互助，不能你们吃肉，其他厂子的兄弟吃糠咽菜吧。孟书记这话的意思是，你们食品厂今年的效益我已经看到了，你说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我始终觉得一家好不算好，大家都好才算好。你们厂子效益好，尤其是豆制品和酱鸭，连省城那边都非常有名。既然如此，那不如和别的厂子一起合作，把酱鸭的市场做大，创造更高的效益。哦，孟书记说的合作是怎么个合作法？你们的酱鸭好卖，风味独特，是因为配方独特。我觉得这个配方可以拿出来，让其他食品厂也学习一下，让他们也跟着做酱鸭，把酱鸭的产量提升上去，这样你们能获得更大的知名度，他们也能获利，一举两得。宋厂长，你觉得呢？孟书记拿出配方自然不是什么问题，只是不知道他们准备拿多少钱来买。
什么？这还要花钱买？当然，这是我家的祖传配方，还经过我的多次改良。当初我拿出配方的时候，就跟厂子谈好了，这配方我可以给厂子用，却不能外传。我有随时收回配方使用权的权利，所以这配方不是属于狼山食品厂的，是属于我个人的。别人要用这个配方，当然要给我钱，总不能让我白给吧？对了，当初还专门为这件事签过协议，李立县长是见证人。对，确实有这回事儿，两位副厂长都跟我说过。宋厂长，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身为干部，要积极为国家做贡献，怎么能张口钱闭口钱呢？那也不能白嫖吧？当年那些大资本家把厂子卖给国家，还能获得一笔钱呢。孟书记倒好，随便一句话就让我把我家的祖传配方让出来，没这个道理。那你要多少钱？孟书记，你也看到了，我这配方就是个会下金蛋的金母鸡，怕是他们出不起这个价钱。我愿意免费拿出来给狼山食品厂用，那是因为这个厂子是我一手创办发展起来的，启动资金里也有我的一笔，而且当初也有言在先，只要我离开食品厂，配方我会带走，食品厂也无权再继续使用我的配方，不然就要给我一笔天价赔偿。没错，我看过协议，是这么规定的。听到这话，孟福生冷冷扫了曹永军一眼。你们和其他厂子的差距太大了，你们这样做不合规矩，也容易引起公愤。我看奖金的事情就算了吧，而且我听说宋厂长准备念大学，没时间管理厂子的事情，不如把位置让出来，交给更合适的人，你觉得呢？孟书记，这是有合适的人选了，不如让张鹏海同志来当这个厂长吧。他现在是张华食品厂的厂长，年轻有能力。张华食品厂和狼山食品厂一样，都是集体企业，属于云和公社下的青阳大队，是一个比狼山食品厂规模更小的厂子，只有几十号人，与其说是厂子，不如说是作坊。您决定就好，那就这么说定了。回头你们厂子开总结表彰大会的时候，我带张鹏海同志一起过来宣布这个好消息。孟书记，那今年的分红和奖金，就按照你们说的方案来吧。公社书记想要得到食品厂的经营权，得知消息的村民去找孟福生讨要说法。厂长，你真的要把厂子让给他们吗？他若是想要，那就把厂子留给他好了。我人走了，配方直接带走。至于厂子无法生产，工人们下岗了怎么办？那就是他公社书记的事情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厂长，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被动挨打不是我的作风。回去之后，你就把今天的事情告诉大家。我给李丽打个电话。很快，狼山食品厂的员工在得知公社书记想要赶走宋清风的事情后，叫嚷着要去找孟福生要说法。而此时的孟福生还在办公室里沾沾自喜呢，觉得自己拿捏住了宋清风。虽然现在降压的配方还没弄到手，但没关系，等张鹏海做了厂长之后，肯定有机会弄到配方。他早就看狼山食品厂的领导班子不顺眼了，一个个的都不听指挥，他说东，他们往西，把他这个公社书记的话当耳旁风。看出来了，那就是公社书记孟福生。原来就是他要赶走我们的厂长。好啊，原来是你这个黑心肝的。众人一看到人，顿时激动起来。孟福生刚准备开口，一把烂菜叶就砸到了他的身上，这一砸就像是打开了某种开关，各种菜叶、土疙瘩都砸了过来。报公安，赶紧去报公安，把这些人都抓起来。公安很快就来了，同时来的还有李立和，已经升为副县长的郑博。郑博站出来劝了好一会儿，还保证不会换厂长，才把食品厂的人劝回去。不行，他们不能走，他们聚众闹事，抓起来，全部抓起来。如果不是你的工作没做好，他们至于来这里闹事吗？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已经清楚了，错不在他们，等宋清风来了再说。宋清风让张鹏海当厂长是你自己同意的，你现在让人来闹事是什么意思？您这话是怎么说的？我什么时候同意了？从头到尾我都没表态。曹副厂长可以为我作证。是的，宋厂长并没有说过他同意了，是孟书记一厢情愿的这么认为。事实上，不只是工人们，就是我们这些厂子的干部也是不同意换厂长的。狼山食品厂能有今天，都是因为宋厂长，不能因为厂子好了就把他赶走，没这个道理。今天上午你们可不是这么说的。孟书记，你担心我无法胜任厂长一职，我也能理解，所以我愿意辞去厂长一职。但你想要的降压配方是我家祖传的，我不能给你，所以很抱歉让你失望了。听到这话，孟福生大惊，猛地去看李丽和郑博，果然这两人的脸色都很难看。两位领导，我不是想要配方，我的意思是我想要配方是为了扩大降压的产量，为咱们公社创造更多的利润。不用说了，这配方是人家家里的，没有人家带着村民们建了厂子，还要免费贡献出祖传配方的道理，你这要求就不该提。李县长，我要配方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没有私心，我只是想要让降压成为我们云和公社的特色。既然你觉得狼山食品厂坐落在你们公社让你感到不安，那以后狼山食品厂就隶属于县里了，跟你们云和公社没有任何关系。听到这话，孟福生脸色瞬间惨白，不敢置信地看着李丽几人。他想要让宋清风交出降压配方，不就是为了政绩吗？要是狼山食品厂都不属于云和公社了，那由狼山食品厂带来的政绩自然也不会是云和公社的。两位领导，狼山食品厂坐落在狼山大队，那是属于我们云和公社的，怎么能归属县里呢？这不合规矩啊！这个孟书记就不用操心了，我和李县长已经谈好了，李县长答应在县里给我们批一块地，让我们把厂子搬过去。毕竟狼山大队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搬去县里会方便很多。不行，这不行，我只是通知你，而不是在跟你商量。宋厂长，你们厂里的员工大部分都是咱们公社的人，要是搬去县
县里，那上班就不方便了，他们恐怕不会愿意。你怎么也该为你厂里的员工想想吧。我们厂有职工宿舍，离家远的职工都可以申请住宿舍。要是搬到了县里，自然也会有新的宿舍楼，所以我觉得这不是问题。孟福生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忽然意识到这或许是他们早就商量好的，根本不是他可以决定的。一时间又气又急，却又无可奈何。事情就这么定了。宋清风同志，关于新厂的地址，我这里有几个选择，我们找个时间好好商量一下。从公社回去的路上，曹永军终于问出了憋在心里的疑问：厂长，咱们真的要搬到县里吗？当然是真的，我明天就去选新址。可是我们的厂房刚新建好，都是新的，难道都不要了？要啊，我们花了那么多钱和精力造的，为什么不要？大队那边的厂房可以作为豆腐分厂，毕竟咱们的豆腐离不开山泉水，离得远了不方便。县里的可以作为糕点和酱鸭的分厂，县里的交通到底是要方便一些。咱们厂子现在已经有2辆货车了，回头再多买几辆，组成自己的车队，再远一些的单子我们也能送。厂长，你想把厂子搬到县里这个念头不是现在才有的吧？这自然不是，狼山大队还是太小了，除了耕种的土地，其他能使用的面积有限，也就意味着留给他们扩大厂房面积的地方非常有限。随着产品销路的不断拓展，我们的产能明显跟不上订单需求，扩大规模迫在眉睫。说起来，李丽和孟福生都是为了自己的政绩，但他们俩最大的不同是，李丽有格局，也愿意为他们提供便利，使得双方双赢；而孟福生呢，则是拼命的想要损他的利益，来让他自己获益。宋清风又不是脑子进水了，怎么可能愿意随孟福生摆弄？可孟福生到底是公社书记，他要真想给他们食品厂找麻烦，他们还真是防不胜防，倒不如像现在这样直接釜底抽薪，自然也就没资格在那儿指手画脚了。孟福生怕是要被气死，那都是他自找的，他要是没那些心思，我也不会把事情做绝。新上任的公社书记想要得到食品厂为自己谋利，我联合县长出谋把食品厂搬去了县里。林队长等人知道他们即将要在县里开设分厂的时候，都惊掉了下巴。厂长，咱们这么做是不是太快了点？上面已经确定了，未来的工作重心都在经济建设上，咱们的豆制品和酱鸭都已经打出了名声，正是大发展的时候，所以咱们不能慢。个人做生意，在改开的前几年还可能会被台风尾扫到，一个不小心就会被定位为政治错误，连雇佣人数都要控制着不能踩线。集体企业完全没这个烦恼，甚至还能得到政策扶持。宋清风自然要加快步伐了。次日，宋清风带着曹永军、林队长他们跟着李丽去看了县里食品厂的选址，最终选定了距离火车站最近的一处。这里的面积不是最大的，但靠近火车站，尤其是距离国道也很近，交通十分便利。因为宋清风还准备增加熏肉等品种，所以便跟李丽商量了，让下面公社增加养鸭、养猪的养殖计划。这样做好处不少，第一，我们厂子的货源解决了，不需要担心没有货源；第二，农民兄弟们也能多一份收入，日子好过一些。你能保证他们养的猪和鸭你们都能按照市价收购吗？你要知道，老乡们养这些家禽家畜不容易，一旦你们不收，他们很有可能几个月甚至1年的心血都血本无归。只要他们的鸭子和猪符合我们的收购要求，我们一定会收。当然，我们也不是无止境的要，肯定是要根据我们的产量来的，我们会跟他们签协议。这样办，这件事不是我一个人能拍板决定的，我会跟其他人开会讨论，有了结果我会通知你。在处理完厂里的事情后，宋清风去京城的事也提上了日程。就在几个月前，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宋清风跟陆遥都报名参加了高考，宋清风则是考上了京师大学，而陆遥考上了京师中医学院。我这就给你开介绍信，至于厂里的事情有我们几个在呢，现在一切都上正轨了，你就放心去。大队长多谢。嗨，你们文化人就是瞎客气，咱们谁跟谁呀？用得着你说这些外道的话？随后，宋清风又跟曹永军仔细交代了一番。我这次去没那么快回来，但是我到京师之后，每隔2天会给你打个电话。你要是遇到解决不了的事情，咱们电话里商量着来。厂长，你就放心吧，保证看好厂子。等宋清风和陆遥到达京城，已经是2天后了。下了火车站，宋清风便跟陆遥直接去了小姨家。小姨、小姨父，你小子可以呀，几年不见，不仅成了大人了，还娶了这么漂亮的媳妇。那是也不看看我是谁。你小姨知道你们今天上来，一早就在家里忙活开了。不过你小姨的手艺你也知道，不好吃可不许说啊，要给她留点面子。好，小姨做饭再难吃，我也能闭眼夸，保证夸出一朵花来。哈哈，好小子，难怪你小姨最喜欢你。小姨父，您先送我们去招待所，我们把东西放一放，就去家里吃饭。听到这话，杨怀远瞪了宋清风一眼，不赞同的说道：“家里有房间，住什么招待所？我们拖家带口的，住您家不方便。清风，这件事你听我和你小姨的，房间都给你们准备好了，家里地方大，完全住得下，所以你们别推辞。那就打扰小姨、小姨父了。”随后的几天，宋清风也没闲着，每天都游走在京市各大供销社、食品站做调查，甚至还打电话回去，准备让曹永军运一批酱鸭过来试试水。第一批酱鸭还没开始制作，林副厂长说鸭子还不够肥，差不多要半个月以后，等酱鸭做好，最快也要20天了。时间上来得及，不用着急，质量必须保证。这你放心，你一直强调质量，我肯定会抓好这一关。转眼间就过去了1个月，来自狼山大队的大货车也抵达了京市。这次曹永军和林队长他们把做出来的2000只酱鸭全给宋清风运过来了。
曹副厂长怕你这边忙不过来，让我来给你跑腿。厂长，你可不能赶我回去，为了争取这次机会，我可是费了好大的功夫。明天开始，你跟着我出去找销路，能谈下多少单子，就看你的本事了。如果这次这2000只鸭子能顺利销出去，你就留在京市帮我。厂长，你说真的，我真能留在京市？你需要留下来给我帮忙，但前提是你要能把这2000只鸭子卖出去。要是卖不出去，那就换人来。厂长放心，我肯定把这些鸭子全卖出去。这1个月太忙，宋清风都没时间去看外婆。现在诚意来了，他终于能缓缓，所以周末就带着路遥去了高家，却没想到会在家属院大门口遇到同样来看邱老太的江云。宋清风，你怎么在这里？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啊？你不知道吗？清风和瑶瑶都考上了京市的大学，清风还是京大的学生呢。听到这话，江云遭雷击，不敢置信地看着他。不可能，他怎么可能考上京大？怎么就不可能了？清风现在就是京大的学生，我还看过录取通知书呢。真的，倒是你自己弟弟考上了大学，你不跟着高兴就算了，你现在这是什么态度？偏心父母得知我考上了京师大学，跑来高家兴师问罪。宋振国，你有病是不是？跑到我家里撒什么疯？好啊，你们果真是一家人。说我发疯，我倒是想问问你们，我儿子考上京大这么大的事情，你们瞒着我是几个意思？那就要问问你了，作为父亲，为什么儿子考上大学却不愿意告诉你？我怎么了？我生了他，养了他，供他吃，供他穿，我还错了？我哪点对不起他了？你生了他是不错，但却不是你养了他，养他的人是我。清风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从1个月一直养到10岁，是我在供他吃，供他穿。我们每个月给钱了呀？给钱了，每个月1块钱。要不要给你们算算我养大清风花了多少钱？这些原本是你们这对当父母的责任，我替你们担了，不代表我忘记了，更不是你们以此来指责清风的理由。宋振国，我倒是想问问你，作为一个父亲，你有哪一点对得起宋清风这个儿子？妈，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骤然得知清风考上了大学，而我这个当爹的却什么都不知道，连你们都不肯告诉我，我太生气了，一时间说错了话，你别跟我一个晚辈计较。如果我今天还就非要计较了呢？宋振国，既然你今天跑来这里兴师问罪，那我们不妨就好好说说这些年的事。妈，当年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家里有2个孩子，年纪小都需要人照顾，我们2个又都要上班，根本无法照顾第3个孩子，这才把孩子放在你这里养。这件事当初你也是同意的，我们是有错，但再怎么说我们也是他的父母，为人子女起码应该孝顺父母吧。这么大的事情都瞒着我们，他还有一点为人子女的样子吗？是，这件事是我同意的，清风是我的亲外孙，你们当父母的可以不负责任，我却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刚满1个月的外孙饿死。你们不愿意养我可以养，你们不给钱，我自己有工资，也不是养不起，这些都不是问题。但既然你们都已经丢掉了为人父母的责任，现在又凭什么要求清风来尽为人子女的义务？宋振国，要不是你生了清风，你连踏进我高家门的资格都没有。邱老太不满宋振国和高俊的偏心已久，只是看在宋清风的面子上，一直隐忍不说。今天宋振国都闹上门了，他索性也说个痛快。你们觉得清风不孝顺，可在我眼里，清风是再孝顺不过的人。从3岁起，他就知道天冷提醒我加衣服，天热给我扇扇子，会给我倒洗脚水，帮我洗脚，还会在我不高兴的时候哄我开心。你们呢？为人子女的你们做过什么？外婆，我知道你偏心清风，但你也不能因为偏心他就指责爸妈不称职啊。爸妈想对他好的，是他自己不要，死活不肯接受爸妈对他的好，这不能也怪到爸妈头上吧？妈，你这是干什么呀？怎么能动手打人呢？在背后挑拨是非，闹得家里鸡犬不宁，我打他还打错了。外婆别生气，你先坐下，我来跟他们说。不用你就好好给我坐着。外婆，你为我做的已经够多了，剩下的交给我。邱老太定定地看了他一眼，缓缓点了点头。江云，在这个家里，你是最没资格指责我的人。宋清风，不就是当年你去下乡我没去吗？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要耿耿于怀到什么时候？我也是家里的孩子，凭什么我不能享受家里的资源？凭什么？就凭当年我只有15岁，按照政策，我根本没到下乡的年龄。江云，你摸着良心问问你自己，当年若不是你耍心眼，故意在妈面前演戏骗她，妈能逼着我下乡？我就算不是你亲姐，我好歹也是你表姐，我们身上流着一样的血，你为什么要污蔑我？什么演戏？我没有，当年下乡的事是爸妈决定的，跟我没有任何关系。说完，他又看向高俊，慌乱地解释道：妈，你要相信我，我当年真的什么都没做，我没演戏骗你和爸爸。妈妈知道，妈妈自然是相信你的。说着，高俊又对宋清风解释道：清风，当年让你下乡的决定是我做的，跟你姐姐没关系，你别迁怒她，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你们2个还真是母女情深，我为你们感动。听到这话，高俊脸色微变，这才意识到自己急忙维护江云的行为又伤了宋清风的心。上次我就跟你们说得很清楚了，当年既然你们能逼我下乡，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就到那了，以后我的好坏都与你们无关。你们生了我，等你们老了，我会按照法律的规定给你们赡养费。你们今天来闹这一出，实在是没有道理。宋清风，我们是你的爹妈，生而不养的爹妈。那是因为当年我和你妈照顾不过来3个孩子。那为什么被送走的不是江云和宋青书呢？他们年纪比我大，别人照顾起来总比照顾一个刚满月的婴儿容易得多吧？
你们生而不养，枉为人父母。宋振国，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觉得我考上大学了，以后可以光耀你老宋家的门楣，所以听到我怨恨你们，你就无法接受了。宋振国，比起末世来，你的无耻更让我觉得恶心。清风，不要再说了，他是你亲爸，是妈妈的错，一切都是妈妈的错。我是不打算一而再的说的，我甚至都做好了跟你们不来往的准备，咱们就各自安好，互不打扰就好。可今天是你们自己跑过来，闹得家里鸡犬不宁，你们这么闹，不就是想听这些话吗？还请以后你们不要再来找我，也不要再来外婆家找事儿。在宋振国走后，杨梅和高岩在房间里偷偷说着今天的事情。你说你二姐是怎么想的？亲生儿子都不顾了，拼命帮一个养女说话，不知道的还以为江云才是她亲生的呢。还有那个江云，小时候我就觉得她心眼多，以前也不这样啊。那是因为她会装，我早说了她不是个好东西，你就是不信我。哎，你说二姐为什么对江云这么好，都超过清风这个亲儿子了，反倒是大姐对江云这个亲女儿不闻不问的，怎么看都很奇怪吧？我也不清楚，好像一直都是这样。二姐很喜欢江云，从大姐带着她回来开始就对她特别好，说是因为江云长得像她，她觉得投缘。你说江云会不会不是大姐的女儿，而是二姐的女儿？应该不会吧？可当年二姐没结婚啊，就是没结婚才要对外说是大姐的女儿，不然你二姐成什么人了？听到这话，高岩忽然想起一件事，江云出生那年，有段时间高俊并不住在家里，而是去乡下看大姐了，说是大姐怀孕了，没人照顾，他过去照顾几个月。你信我，江云肯定是二姐亲生的，只有这样一切才解释得通。不管是不是真的，这话你可不能往外说。当我傻吗？这是什么光荣的事情吗？我还往外说？你说江云的亲爹是谁啊？竟然能让二姐心甘情愿为他未婚先孕？你当年见过那个男人吗？听到这话，高岩摇了摇头，他当时还在读书呢，哪里会注意这个？不过如果杨梅的猜测是真的，那他父母肯定知道对方是谁。偏心的姐姐在外婆家受了欺负，怀恨在心的江云找人打了路遥。宋清风在得知妻子被打后，找到江云，砍断了他的腿。你就是宋清风？对，我是。请问你是哪位？我是江云的丈夫，我叫祝孝恒。这辈子宋清风是没有见过祝孝恒的，即便是上辈子，他跟这个二姐夫的接触也不多，仅有的几次也没说过多少话。此时见到祝孝恒，宋清风表现出恰到好处的疑惑。你来找我做什么？耽误你半小时，我有些话想跟你谈谈。你想找我说江云的事情吧？对，我听江云提过你，知道你对当年下乡的事情心存怨怼，对他很不满，这些年都不愿意跟他来往。不过我认为，即便你对他再不满，也不该对一个女同志动手，还下那么狠的手。这些都是江云跟你说的。他还说了什么？这些年因为你下乡的事情，他一直对你心存愧疚，多次想要弥补你都被你拒绝了。现在你也考上了大学，为什么还要一言不合对他动手？甚至3天过去，你连一个道歉都没有，你不觉得自己这样做太过分了吗？听到这话，宋清风眼神讥讽，他就知道江云那张狗嘴里吐不出什么好话。你去医院看江云的时候，我妈不在吗？这件事跟岳母有什么关系？不如你去问问我妈，我为什么要对江云下那么狠的手？哦，对了，我妈一心偏帮江云，可能不会说实话，不如你去问我爸。你到底想说什么？我说了，你会信吗？你不是已经认定了是我因为心存怨怼，所以对江云下狠手吗？请你端正你的态度，你要说什么就直接说，不要拐弯抹角。如果你对打人这件事有异议，也可以提出来。宋清风定定地看着他，忽然想起上辈子小姨跟他说过的一件事。上辈子祝孝恒转业的时候，正逢85大裁军，当时他已经是团长了。按照他的能力，其实完全可以不用转业，是他为了配合国家政策的推行，主动提出的转业，离开了为之奋斗半生的部队。这样一个一心为公的人，或许是真的不知道这件事的真相，可能就是听了江云的一面之词就过来了。你想知道真相，我可以告诉你，但是你真的想听吗？你什么意思？如果有人要伤害你的妻子，你会怎么做？我自然不会放过他。所以我打断江云的腿有什么问题？你把话说清楚。江云挑拨我父母过来找我的麻烦，被我外婆打了2巴掌，他怀恨在心，对我妻子动手，我打断了他的腿，就是这么回事儿。当然，我就是个外人，我的话你可以信，也可以不信。你想知道的，我已经告诉你了。我还有事，先走了。宋清风干脆利落的走人，徒留祝孝恒冷着脸站在原地。祝孝恒离开后，却没有去医院，而是去厂里找了宋振国。爸，我有些事想问问您，还请您如实告诉我。你说。我刚从部队回来，就得知江云对宋清风妻子动手，而被宋清风打断了腿。这件事您准备怎么处理？你知道了？对，我已经知道了。我想当时江云应该也是气昏了头才动手的，但好在路遥没事，江云自己也付出了代价，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吧。你回去之后也别着急上火，你们夫妻一向感情好，好好沟通。所以江云真的是因为对宋清风妻子动手而被宋清风打断了腿。听到这话，宋振国微微一愣，一时间看着祝孝恒的眼神透着几分无措。自从祝孝恒走后，江云心里一直很不安，眼皮更是一跳一跳的，总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给你炖了骨头汤，现在喝还是等会儿喝？不想喝，妈，萧恒出去很久了，
怎么还没回来？不会是出什么事情了吧？萧恒回来了，他怎么知道你在住院？你打电话告诉他的。我又不是有病，我告诉他干嘛？谁能想到事情就是那么巧，正好有个认识他的祝萧恒的战友陪家里人来医院看病，看到了他，知道他住院了，回去之后就告诉了祝萧恒，祝萧恒就请假赶回来了。妈，你不知道我看到萧恒突然回来，心里有多害怕。万一要是萧恒知道了这件事，那我以后怎么办？他和公婆都是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性格，我很怕他会因为这件事跟我离婚。不用怕，没人告诉他，萧恒不会知道的。万一宋清风去找萧恒告状呢？不会的，清风不是那样的人。妈，你拿什么保证？还是你觉得宋清风现在还会听你的话？萧恒大部分时间都在部队里，就算回来了，跟清风也不会有交集，所以你放心吧，他不会知道的。妈，要是萧恒问你我的腿是怎么断的，你就说是清风对夏香的事情怀恨在心，觉得是我抢了他流程的名额，恨我，所以打断了我的腿，好不好？高俊蓦地睁大了眼睛，不敢置信地看着江云。你怎么能这么说？这要是萧恒相信了，他会怎么想清风？妈，你想想我，想想我的孩子。要是萧恒知道这件事，我肯定没好果子吃。你难道真的忍心看着我离婚，跟孩子分开吗？妈，就算不是为了我，当是为了我的孩子行吗？我要是离婚了，以祝萧恒的条件，他肯定很快就会结婚，到时候孩子会落在后妈手里，你忍心看着孩子吃苦吗？高俊私心里是不想答应的，但耐不住江云的哀求，到底是答应了。没多久，祝萧恒就回来了，手上还拿着江云的换洗衣服。看到高俊，还笑着打了一声招呼，神情没有丝毫异样。原来你是回家去了，我还以为我去哪儿了？去找宋清风吗？原本我是准备去找你那个没良心的弟弟谈谈的，毕竟这些年你对他牵肠挂肚的，他却一回来就对你动手，实在是不像话。事情都过去了，我想他当时也不是故意的，可能就是太生气了，所以我也不怪他。为什么不怪？当时你进了文工团，只有他没有工作，他夏香是政策使人，跟你有什么关系？他迁怒你本来就没道理，你都这样了还不计较，你这不是在对他好，是在害他。没那么严重。不行，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我们报公安，他已经是大人了，不是小孩子，必须要为自己做的事情负责。不能报公安，再怎么说他也是我妈的亲儿子，我妈对我这么好，就是看在我妈的面子上，也不能报公安，我不想让我妈伤心。这件事明明你占理，我要为你讨公道，你却推三阻四的。江云，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我能有什么事情瞒着你？你的腿真的是因为宋清风对你怀恨在心才被打断的吗？萧恒，你到底想说什么呀？难道你在怀疑我骗你？可宋清风和你爸可不是这么说的，我去找过宋清风，也去找过你爸，他们告诉我的是，你挑拨你父母和宋清风的关系，惹得你父母去你外婆家闹事，被你外婆教训了，你怀恨在心，冲宋清风的妻子动手，这才被宋清风打断了腿。江云，事情真的是这样吗？他知道了，他真的知道了。那不是真的，萧恒，你相信我，他们是骗你的，是宋清风故意颠倒黑白骗了你。他是老宋家第一个大学生，又是我爸的亲儿子，我爸自然护着他。可我们是夫妻啊，我们才是最亲近的人，你应该相信我，而不是一个外人。此时的祝萧恒听到这话，心里最后一丝希望都没了。看着眼前这个女人，只觉得陌生的厉害。事情都到这一步了，自己也给了她这么多次机会，她为什么就是不说实话，到现在还在颠倒黑白？江云，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善良的女人，可现在看来我不够了解你。不是这样的，萧恒，你听我说，事情真的不是那样的，我不是有意的，你相信我。你想好好养伤，等你伤好后，我会递交离婚报告，我们离婚。狼山士兵场的酱鸭在京城反馈很好，在程毅大力推销下，送来的2000只酱鸭不到半个月就卖完了，所以在京城建分厂的事情自然就提上了日程。程运，你说的地方在哪里？那几个大院咋样？我觉得作为你们暂时的厂房还是可以的。重要的是，距离这边10几里的地方有个养鸭场，你们做酱鸭不是要鸭子吗？原料都有了，是不是很方便？这几座大院是属于村里的吧？对，我已经帮你问过了，这几座大院都是空置的，属于以前的无保护的房子，人死了之后就没人住了，地方很大，就是吧？房子不太好，暂时不能住人，你要租的话，租金很便宜，村里也愿意帮着修缮一下。宋清风沉吟片刻，问道：村里人既然愿意帮忙修缮，肯定有条件吧？要么说你能带着人建厂呢，这脑子就是好用。他们知道咱们要在这里建厂，就说租房子没问题，但要招他们村里人做工。但是我没一口答应了，我说的是我帮人打听的，具体事情要问你，你可以和他们谈，要是能谈下来，我是觉得这个地方不错的。要不我们先去跟他们村的村长聊聊。老张头，这是我的发小宋清风，他想买下这块地，你们多少钱愿意卖？这土地是公家的，不能卖。听到这话，宋清风微微一愣，随即恍然，现在时间点不对，确实不到可以买卖土地的时候。我们可以出租，你们要不要租？租，不过怎么租，我们要好好谈谈。随后，宋清风在和老张头详谈下，两人商定了基本的条件。宋清风答应会在他们当地招1/4的人，但这些人必须参加招工考试，只有通过考试才能留下来，也必须遵守他们厂里的规矩。要是屡次破坏了规矩，食品厂有权利开除人。老张头还是想给村里人多争取一些用工名额，但宋清风咬死了不答应，一时间两人就僵持住了。其实就算不能进厂当工人，你们也可以建个养鸭场，我们长期对外收购鸭子，也能为你们的村民创收。可是10几里外就有一个国营的养鸭场，我们养的鸭子你们会要？
我们江鸭场消耗的鸭子多，国营的养鸭场都是按照计划养的，能给我们的数量有限，我们会跟周边的公社收购鸭子，场子就在你们村头。要是你们村也养鸭子，对我们来说还更方便。那价格呢？我们按照市场价收购，当然，如果你们恶意哄抬价格，超出正常市场价，我们是不会收购的。病鸭或是重量没有达到我们标准的鸭子，我们也不会收购。老张头，你要是信，我就跟村里人说办个养鸭场。我这兄弟是个有本事的，你们跟着他不会吃亏。他们在老家那边已经做过，周围的公社跟着他们养鸭子的都赚了不少。要不是我这兄弟准备在这里建厂，这样的好事还轮不到你们。老张头跟马承运打交道好几年了，这人的人品他是清楚的。既然他敢这么为宋清风说话，那就证明他是真的看好这门生意。你觉得能做？你以为我为什么这么积极帮我兄弟找地方，就是希望这酱鸭场能早点开起来，他们这酱鸭好卖着呢。今天来主要是为了谈租院子的事情，养鸭子的事情不着急，你们可以慢慢考虑。行，我会组织人尽快把屋子给收拾出来。不过说好了，只能简单修一修，能住人再好是没有的。能住人就行了，剩下的以后再看。从老张家离开后，程毅凑到宋清风身边问道：厂长，咱们为什么不直接建厂房啊？现在就把厂房建好，万一以后他们不愿意租给我们了呢？难道我们就要一直这么在这个破院子里做酱鸭？宋清风是知道政策变动的，而且他要是没记错的话，金氏在今年就会卖出第一块土地，而他只要先等一段时间，等消息确定了再去找老张头买地。只有土地完全属于食品厂了，宋清风才会新建厂房。不过现在显然不好跟程毅解释这些。我们初来乍到，对他们也不了解，贸贸然建了厂房，万一厂房建好了，他们毁约了，我们的心血就白费了。不如先这么干几个月，等他们村的人也融入了我们厂子，知道有了工作的好处，他们就不会轻易毁约了。果然还是厂长考虑的周到。今天我会给老家打电话，让曹永军送几个人过来帮你。你先把鸭子的供应谈好，可别等人到了没鸭子可用。厂长你就放心吧，这件事交给我，我保证给办好。很快，老家那边就来了人手，宋清风直接带着他们去了张家村看租下来的大院。嚯，这院子够大的，比咱们食品厂加起来都大。那是当然，厂长说了，这里以后就是酱鸭分厂的地盘，专门做酱鸭，3座大院子，最大的那座做生产车间，小一些的做仓库，最后那座作为咱们的员工宿舍，以后咱们厂的员工来了都住在这儿。宋厂长，你看这房子修的可以吧？村长费心了，你们满意就行。这些都是你们老家过来的人吗？对，他们都是我们食品厂的优秀员工，分厂这边事情多，需要叔手帮忙，我就让他们过来了。宋同志，你上次走了之后，我去周围几个大队转了一圈，他们知道这里即将有个酱鸭场，以后会长期收购村民们养的鸭子，之后都十分高兴，都盼着你们来建厂呢。我们大队还去养鸭场买了一批鸭苗回来养，过个几个月就能卖给你们厂了。太好了，村长，你可帮了我大忙了。我还想着，万一生意走上正轨，却收购不到鸭子，该怎么办呢？咱们这是互惠互利，大家都好。对，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厂里还有些设备和原材料没到，等原材料到了，我们厂子就准备对外招人了。好，我回去之后就让村里人好好准备。宋厂长，你们的考试不难吧？看是什么岗位，每个岗位的具体要求不同，试卷的难易程度也不一样，但总体来说不算难。偏心父母前去看望儿子，却被儿子扫地出了门。他这是什么意思？真准备跟我们老死不相往来了吗？我们可是他亲爹妈。你难道是第一天知道他不愿意搭理我们吗？都怪你，但凡你以前对清风好一点，他也不至于连亲爹妈都不认。说我偏心的时候，你怎么不看看你自己？那能一样吗？青叔是我亲生的，江云是你亲生的，不过是你大姐不要的孩子，送回去给他亲爹的亲戚养就是了。你倒好，爸他抱回来跟个宝一样养着，连自己的亲儿子都不顾了。这么精彩的内容，最适合在家边运动边看了。说起运动，就离不开一双好的鞋子。想要确认自己的鞋子是否正品，这时候推荐得物 Epic 的专业鉴别功能，只需上传图片，最快几分钟出鉴别报告。得物鉴别团队已经累计超6亿次，覆盖鞋服、箱包、美妆、手表、玉石珠宝、酒水、宠物等19个品类，专业可靠。快点我评论区链接试试吧。说到底，咱俩都不是合格的父母，都亏欠了清风那个孩子，他恨我们是应该的。你让江云去给清风道个歉，再给他媳妇准备些东西。清风那孩子重视他媳妇，从他下手不如从他媳妇下手。都说了多少次了，云云不是故意的，他当时就是气昏了头，而且他的腿也被清风打断了，到现在都没彻底痊愈，一到下雨天就腿疼，这惩罚还不够吗？那是他活该，要我说，当时清风打得轻了，就该2条腿都打断。宋振国，你别太过分了，就算江云不是你亲生的，他也叫了你20几年的爸。我稀罕他这声爸，要是没有他这个脚家精，我至于跟我儿子反目成仇。高俊，老子告诉你，以后你再跟江云来往，你就搬过去跟他住，不用回来。云云不是那样的人，他是我养大的，我相信他。高俊，你醒醒吧，江云那就不是个好东西，你继续跟他来往下去，你这辈子都别想清风认你了。宋振国两口子今天刚为了江云吵了一架，没想到第2天高俊就接到了祝霄恒的电话，说江云自杀了。云云怎么样了？发现的及时，已经抢救过来了，现在正在休息，还没醒。好端端的，云云为什么会自杀呢？昨天晚上我跟江云正式提出了离婚，她不同意。我以为彼此冷静几天她会想通的，但没想到今天刚回家就发现江云吞了安眠药，已经昏迷不醒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你为什么非要逼着她离婚？祝霄恒，我告诉你，我女儿要是有什么3长2短，我就跟你拼了。
看着眼前哭断肠的高俊，祝萧恒什么都没说，只是沉默着。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好孩子，这才放心把女儿嫁给你，结果你就是这么对我的女儿的。当初你们结婚时，你怎么跟我保证的，你都忘了吗？妈，对不起。你不是对不起我，你是对不起云云。她嫁给你这些年，为你生儿育女，为你操持家里，甚至连自己在文工团的工作都不要了，一颗心全围着你和孩子们转。她为了你牺牲了这么多，结果你就因为那点小事就要跟她离婚。祝萧恒，你是人吗？妈，江云这里还需要您的照顾，您先冷静一下。我当初是瞎了眼才会把女儿嫁给你，要是早知道你们会走到这一步，我根本不可能同意你们结婚。这时，病床上突然传来江云虚弱的声音：“妈。”云云，你怎么样啊？哪里不舒服？受了委屈你回家跟妈妈说呀！你怎么能做傻事呢？这幸亏是救回来了，要是没救回来，你让妈妈这怎么办？妈妈还活不活了？妈，这件事不怪萧恒，是我自己一时想不开，跟萧恒没有任何关系，你不该迁怒他。你都这样了，还帮他说话，你可是差点死了呀！要不是他要跟你离婚，你至于寻死吗？妈，这是我的问题，跟萧恒无关。心机女为了挽回婚姻，联合医生闺蜜精心设计了一场骗局。对不起啊，萧恒，我没想给你添麻烦的，没想到最后还是给你添了麻烦。就因为我要跟你离婚，你就寻死？江云，生命在你眼里就那么不值得珍惜吗？我知道你觉得我很毒，不配当祝家的媳妇儿，这才要跟我离婚。对于那件事，我没什么可说的。虽然我不是故意的，但错了就是错了，你生气也是应该的。你想离婚，我挽回不了你，只能接受。可是我离了婚，能去哪儿呢？这么精彩的剧情最适合在家边运动边看了。说起运动，就离不开一双好的鞋子。想要确认自己的鞋子是否正品，这时候就推荐得物 PP 的专业鉴别功能，只需上传图片，最快几分钟出鉴别报告。得物鉴别团队已经累计鉴别超6亿次，覆盖鞋服、箱包、美妆、手表、玉石珠宝、酒水、宠物等19个品类，专业可靠。快点我评论区链接试试吧。我外婆和我舅舅一家从小就不喜欢我，认为我就是个累赘。因为宋清风和陆瑶，我爸也恨上了我，甚至说了不许我踏进宋家的大门一步。我亲爹更是早就不在了，娘家回不去，婆家没有我的容身之处，深爱的丈夫抛弃了我。一想到这些，我觉得还不如就这样死了算了。祝萧恒的心到底不是铁打的，听到这些话很难不动容，他的心微微一疼，似乎看到了那个因为被离婚而无处可去，满心绝望，只能选择自我了断的江云。我既然要跟你离婚，肯定会安排好你以后的生活，不可能让你流落街头，你何必做傻事？可是离开了你和孩子，对我来说生不如死。可不管如何，你也不该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萧恒，我知道错了，以后我再也不会做那样的事情了，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我保证那是最后一次，我真的不能没有你，失去了你，我活不下去的。江云，这是最后一次。我知道肯定没有下一次了，哪怕是为了你和孩子，我也不可能犯第二次错。你这幸亏是就回来了，要是再迟一点，这条命就没有了。夫妻吵架也该有个度，怎么能做傻事呢？简直太不拿自己的命当回事了。说着，他又看向了祝萧恒，语气严厉。还有你也是，你是当丈夫的，又是个大男人，遇到什么事情就不能退一步，非把妻子逼上绝路你才满意。这事就回来了，人要是没救回来呢？祝萧恒被训得灰头土脸的，偏偏一句都没法反驳。行了，赶紧去缴费，你妻子这次元气大伤，怕是要好好休养一段时间才行。等祝萧恒一走，医生的脸色瞬间就变了，关心的看着江云。你可吓死我了，我不是让你控制好剂量吗？你怎么吃这么多？我怕吃少了没效果，再多吃一点你就该吐出来了，到时候你更受罪。早跟你说了，这药必须要控制好量。离他们家最近的医院就是秦霄所在的医院，要是他出事，祝萧恒肯定会送他来这里，而有他事先已经跟秦霄商量好了，自然不会出事。怎么样，祝萧恒原谅你没有？他应该没看出来不对吧？他又不知道我俩认识，自然不知道我是真自杀还是假自杀，有你帮我圆谎，他看不出来。我看他这次也是被我吓到了，他已经答应不会跟我离婚了。不过潇潇，这次的事情不会露馅吧？放心吧，当时给你洗胃的那几个都是我信得过的人，他们会三缄其口的，病历是我亲自开的，只要你自己不说漏嘴，就不会有人发现。潇潇，这次真的是要谢谢你，不然我和萧恒的婚姻就完了。心机女为了不离婚，联合闺蜜医生吃药骗过了丈夫。宋清风和陆瑶知道江云自杀的事情，还是高敏告诉他们的。虽然江云入住的不是高敏所在的医院，但都在医疗系统里，那家医院里也有高敏的熟人。江云会自杀？你们也不相信吧？小姨，她吃的安眠药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安眠药没有问题，是吃安眠药自杀这件事本身就有问题。要想达到自杀的效果，需要的安眠药的剂量很大，光是吞药的过程就能让你遭一次罪，更不要提安眠药里有催吐的成分。这么精彩的剧情最适合在家边运动边看了。说起运动，就离不开一双好的鞋子。想要确认自己的鞋子是否正品，这时候就推荐得物 PP 的专业鉴别功能，只需上传图片，最快几分钟出鉴别报告。得物鉴别团队已经累计鉴别超6亿次，覆盖鞋服、箱包、美妆、手表、玉石珠宝、酒水、宠物等19个品类，专业可靠。快点我评论区链接试试吧。就江云那不能吃苦的性子，他能忍受。用刀抹脖子都比这痛快。宋清风不是学医的，身边也没人尝试过这种事，对这个自然不清楚。现在一听高敏的解释，顿时就意识到，所谓的江云吞药自杀，不过又是一场算计罢了。
不清楚，但总归是要算计人。那丫头从小就心思多，你们以后离她远点。对自己都能下狠手的人，对别人肯定更狠，别一个不小心着了她的道。江云出了这么大的事情，祝萧恒的父母不可能得不到消息。当两人从老友那儿得知了江云自杀的消息后，当即从外的赶了回来。你和江云之间到底怎么回事？好端端的他怎么会自杀？祝萧恒一直没告诉父母他要跟江云离婚的事情，现在既然决定要再给江云一次机会，自然更不可能吐露内情。是我的错，前几天我跟云云吵了一架，云云这几天晚上一直睡不着，就吃了几片安眠药，结果我误会了，以为她要自杀，就把她送到了医院，闹了一场乌龙。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非要吵架？是我不对，我当时就是一时气昏了头，就跟她吵了几句，事后我也后悔了。你常年在部队，照顾不到家里，江云不容易，凡事多让她。夫妻两个吵架伤感情，好商好量才能走得长远。爸，我知道了。祝承德见状，又问了几句他工作上的事情，就让他出去了。怎么样？问出来了吗？随后，祝承德就把祝萧恒的说辞告诉了他。吵架闹乌龙，这你也相信？你儿子的嘴有多紧，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不想说的事情问不出来的。算了，他都这么大了，咱们也管不了，随他们去吧。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夫妻嘛，哪有真不吵架的？梁月华还是觉得不对，想着改天去找亲家母高俊打听打听。谁知他还没去找高俊，就在看望江云的医院遇到了高敏。小敏，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你，你也是来看云云的吗？不是，我和江云的关系并不好，我来看她做什么？云云不是你的外甥女吗？是不是云云做了什么事情惹你生气了？谁说她是我外甥女？我跟她的关系就必须好了。她嫁到你们家后，你见过我去你们家吗？小敏，你和云云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没什么误会，我就是单纯不喜欢她心机深沉，算计这个算计那个。你要是不信，不妨找人问问她这次为什么住院，别光听你儿子和他的一面之词。当然，她是你儿媳妇，和你是一家人，你也可以当我今天是在胡说八道。我还有事，就先走了。梁月华还有太多的问题想要问，可高敏却不肯多说了。高敏不是无的放矢的性格，既然这么说了，肯定是知道些什么。婆婆怀疑儿媳妇喝药是为了复婚。回家后的梁月华把自己在医院遇到高敏的事情告诉了祝承德。你说到底是小敏的问题还是云云的问题？这件事你别管了，我让人去查一查就知道了。你直接让人去查云云，会不会不妥？没什么不妥的，既然你心里有疑问，那就查一查，没问题最好，有问题及早发现，也能及早解决。你不是说高敏特意提醒你这次江云住院的事情有蹊跷吗？对，所以我特意去找龚院长问了，没发现有什么问题。那个接诊医生的说辞跟萧恒说的一样，就是一场乌龙。那你是觉得高敏说谎了？小敏不是那样的人，她性格直接，有什么说什么。那不就是了？不是高敏的问题，那就肯定是江云的问题，查一查没坏处。在被高敏提醒了之后，祝承德就让人去查了江云的事情。他们第一件要查的就是江云闹乌龙住院那事儿，但因为秦霄的帮忙，并没有查出什么有用的消息，倒是意外得知了江云和高家的关系非常差，尤其是跟他养母唯一的儿子宋清风的关系十分恶劣。于是梁月华亲自去找了宋清风，从他的口中得知了江云曾挑拨高俊去高家大闹，甚至殴打陆瑶的事情，因此也知道了江云断腿的真相。今天上门是来道歉的，为江云之前对你做的那些事情，尤其是陆瑶。梁月华的话犹如一道惊雷，炸响在江云和高俊的头顶，炸得两人眼前一黑。妈，你在说什么？你的腿为什么断？这么快就忘了？还是需要我让人再复述一遍当日的场景吗？听到这话，江云脸色一白，她公婆可没祝萧恒好糊弄，在祝萧恒那儿，她还能打感情牌，但是这一招对她公婆可不好使，尤其是她公公祝承德，那是从战场上杀出来的，要是祝承德知道她做的那些事情，他就别想在祝家待下去了。妈，这件事有误会，你听我解释。怎么有胆子做没胆子说？小姨，我知道你从小就不喜欢我，认为我就是个累赘，拖累了我妈，也拖累了我亲妈，但你也不能当着我婆婆的面瞎说呀。再怎么说，我也是你外甥女吧，你偏心宋清风，也好歹疼疼我。我疼你？疼你什么？疼你心肠歹毒，算计弟弟，伤害弟媳。江云，你怎么有脸说出这样的话？江云，今天大家都在，你跟我说清楚，你的腿为什么会断？前阵子你又是因为什么住的院？妈，这件事真的有误会，我们回家说好不好？亲家母，这件事确实是误会，当时云云是气糊涂了，她不是故意的。我可以跟你保证，这孩子是我养大的，我了解。所以你的意思是在座的这些人都不了解江云，只有你最了解。亲家母，不管那件事云云是不是故意，做错了就是做错了，她已经知道错了，还请你再给她一次改过的机会。她伤害的人不是我，该道歉的人也不是我，正主就坐在这里，她跟我道什么歉？清风、陆瑶，对不起，我为当时的一时冲动所造成的伤害向你们道歉，请你们原谅我。你的道歉我不接受，我也不会原谅你。听到这话，江云猛地抬头看着宋清风，牙都快咬碎了，却只能死死忍着，不敢表露出任何的不满。对不起，我不求你原谅，只希望这么做能让你心里舒服一些。江云，前阵子住院又是你做的什么妖？你可要想清楚再回答。
我现在还愿意问你，就别等着我查到了什么再甩到你面前。妈，就是萧恒跟你说的那样，那就是一个乌龙。您不信我，难道还不信萧恒吗？行，跟我回家。随后，梁月华又看着宋清风说道：“今天给你们添麻烦了，等我处理完家里的事情，我再登门致歉。”祝承德今天没出门，见妻子回来了，脸色还很难看，心里就有数了。都问清楚了，都不用问，他自己就先心虚了。随后，梁月华把在宋清风家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祝承德，打电话给萧恒，让他请假回来一趟。会不会对萧恒的工作有影响？江云的性子，你觉得他能装多久？只要他装不下去了，迟早会给萧恒带来麻烦。现在做切割，不仅是为了萧恒好，也是为了俩孩子好。很快过了1个星期，祝萧恒由于出任务了，也一直没回来。江云见公婆一直没发作，就以为这件事已经过去了，算算时间，直接去了医院做检查。怎么样，怀上了吗？没有，你不要太着急，你还年轻，只要放轻松，孩子肯定会有的。真的没有怀上吗？没有，看你脸色不太好，最近是不是挺焦虑的？怀孕这事儿要顺其自然，有时候心情好了，孩子自然就来了。江云得知自己真的没有怀孕，哪里还有心情在这里听医生念叨，直接起身走人。刚走出医院没多远，就被人拦住了去路。你谁啊？拦着我想干嘛？江云，才几年不见你就不认识我了？我可是每天都在想你啊，想得我心口都疼了。见这人是认识自己的，江云仔细看了看那张脸。陈浩，竟然是你！你不是去边疆下乡了吗？是啊，我是去下乡了，在边疆吹了8年的冷风。江云，你好狠的心啊，竟然把我发配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家里还有事，我先走了。着什么急啊？我好不容易从边疆回来，你就不打算请我吃个饭叙旧？咱们8年没见了吧？我可是每天都在想着你。我家里真的有事，这样你给我留个地址，我改天找你叙旧。这么多年没见，江云你还是老样子，就连招数都不变一变。行了，我知道你不想见到我。长话短说，我刚回城，没钱也没地方住，你给我100块钱，让我应应急。你没钱，为什么要问我要？陈浩，我俩可没关系，赶紧走，不然我对你不客气。呵，没关系，现在又不是你求着我让我帮你的时候了。当时你可是叫我陈浩哥哥的，声音那叫一个娇媚，现在当上了祝家的少奶奶，就翻脸不认人了。江云，你信不信我找到祝家去，告诉你公婆和你丈夫当年你是怎么当上祝家少奶奶的？才8年时间，你丈夫是军人，记忆力应该不错，没准对我还有印象。不行，你不能这么做。既然不想我找去你婆家，那就赶紧拿钱，别说你没钱，我知道祝家是什么人家，你要是不给我钱，我就去找你丈夫和你公婆要。说着，江云从兜里掏出100块钱给了陈浩。钱给你了，我可以走了吧？不愧是祝家的少奶奶，这家底就是厚实，随便一掏就是100。我现在没工作，你再给我拿1000块，我去买个工作。你抢钱啊？我没有。你没有，祝家肯定有，你问你丈夫和你公婆要呗。不行，我公婆和我丈夫拿的都是死工资，1年的工资都是有数的，哪里有那么多钱？没钱，那就给我安排一份工作，我要正式工。身为祝家的少奶奶，这对你来说很简单吧？就一句话的事儿。老子当年要不是因为你，也不至于在边疆吃这么多年的苦。你倒好，在京市舒舒服服的当着祝家的少奶奶，吃香的喝辣的。哦，对了，你要是敢拒绝，我就去找你公婆和你丈夫聊聊当年你做的那些事情。还有秦霄那个蠢货，他要是知道当年他差点被小流氓欺负的事是你自导自演的，不知道还会不会把你当救命恩人，对你感激涕零。你敢？我有什么不敢的？江云，这都是你欠我的。你把老子的下乡地点改到了边疆，还让人盯着我，不许我回来的时候就该想到，只要老子回到京市，你的好日子就结束了。现在不是我求着你，而是你求着我。你要是还想继续当祝家的少奶奶，就乖乖听我的话。江云死死咬着牙，怒视着他，心里则是在暗暗后悔，当年不该把他发配边疆，而该想办法弄死他。行，我帮你找工作，但找工作不是那么简单的，你要给我一点时间。3天，我只给你3天时间，3天后你要是没找到工作，我就去你婆家找你。女人当初为了嫁给军人世家，联合他人将前男友送去插队，却没想到多年后前男友找到她要求赔偿损失，殊不知这一切都被首长公公监视着。萧恒，你怎么突然回来了？爸打电话叫我回来的。爸叫你回来什么事啊？不清楚，他在电话里没说。他出了一趟任务，还没来得及好好休息，就坐了1天1夜的车赶回来了。此时的精神状态非常不好，而江云正准备去厨房做点东西给祝萧恒吃的时候，突然听到了敲门声。潇潇，你怎么来了？是我邀请秦同志过来的。秦同志，进来吧。过了没一会儿，祝承德回来了。更让江云肝胆俱裂的是，跟在祝承德身后进来的人竟然是陈浩。爸妈，家里有客人啊。是我请来的客人，想让他们跟你说说当年你和江云认识的经过。爸，这是什么意思？陈同志，还要麻烦你将那日跟我说的那些话再说一遍。其实我们见过，8年前在槐树胡同。祝萧恒仔细打量着陈浩，眼神先是疑惑，随即目光一凝，想起了什么，脸色变了变。竟然是你！看来你想起来了。没错，确实是我。当年你在槐树胡同救了被小流氓欺负的江云，而我就是那几个小流氓中的其中一个。当时你还狠狠踢了我一脚，我一直在床上躺了5天才下得了床。其实当年你和江云的初遇就是一场骗局，他无意中得知了你的身份，看上了你。当时他知道你在跟一个女医生相看，并且第一次见面时彼此都很满意，怕你们进展过快，他没有机会，所以才想了这一招，想让你来个英雄救美。他怎么会知道我会出现在那个地方？他跟人打听过你的行踪，知道那天你要出门会有槐树胡同是你回家的必经之路。为了等你，
我们几个在那等了3、4个小时才等到你。对了，江云之所以会知道你，就是有一次他扭伤了去医院，看到你和他小姨在说话。被他这么一提醒，祝萧恒就想起来了，那是跟那位女医生相看的第2天，他妈打着让他去给高敏送东西的由头，让他去请高敏帮忙问问那位女医生对他的初印象。他看你跟他小姨很熟悉，就跟人打听你的身份，后面的事情你都知道了。他就是看上了你的条件，才千方百计的接近你，甚至不惜截胡那个女医生得罪他小姨。他嫁给你，只是因为你的家世好，可以给他更好的生活，而不是因为他喜欢你。江云这个女人根本没有心，喜欢在他眼里一文不值，你被他骗了。江云，他说的都是真的吗？不是的，萧恒，你听我解释，事情不是他说的那样，他污蔑我。江云，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死鸭子嘴硬，还我污蔑你？你以为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难不成你觉得我人都坐在这里了，祝家还不知道你以前那些事？反正已经说了，我就再多说几件吧。祝萧恒，我说江云没有心，是因为他连自己的养母和弟弟都要算计。当年原本要下乡的人是他，但是他不想下乡，可宋家已经为长子买了工作，不可能再掏钱给他买工作。他知道他养母偏心他，于是就找人在他养母面前演了一出戏，让他养母以为只要他下乡就会被当地人欺负，甚至丧命。闭嘴，陈浩，你给我闭嘴！陈同志，你继续说。他养母信以为真，瞒着他养父去知青办改了下乡的名单，把他弟弟宋清风的名字报了上去。对了，帮他演戏的那个人就是我兄弟的妹妹，叫吴三丫，现在就住在是纺织厂家属楼。你要是不相信，可以找他问问。所以当初我被人欺负的戏码也是江云自导自演的吗？对，你和他是高中同学，但你家世好，成绩也好，在学校里受同学和老师的喜欢，他嫉妒你，尤其是几次接近你，你都不搭理他，他这才想了这么一招，想要让你对他感激涕零，言听计从。听到这话，秦霄不敢置信地看着江云。江云，你就因为嫉妒我家世好，学习好，你就这么设计我？你也太恶毒了吧！秦霄的家世非常好，爸爸和2个的哥哥都在外交部工作，妈妈是医生，家里就她一个姑娘，还是老幺。不管是父母还是哥哥们，对她都宠得很。此时此刻，秦霄才认识到江云有多可怕，小年纪就心狠手辣，不择手段。这算什么？当年为了帮他，我和我几个兄弟可是做了不少坏事。轮到我们下乡的时候，江云答应了会帮我们安排一个好点的地方，结果我被发配去了边疆，差点死在那儿。我另外几个兄弟去的也都是一些十分艰苦的地方，到现在都还没回来，是死是活都不知道。我要说的都已经说完了，我敢用我自己的性命发誓，我今天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我要是敢撒谎，就让我不得好死。此时，梁月华看着沉默不语的秦霄，轻声问道：“秦同志，有件事我想请教你，前段时间江云进医院真的是乌龙吗？”不是，祝萧恒要跟他离婚，他不想离，又没办法改变祝萧恒的主意，就想用自杀这一招来逼祝萧恒，让他打消离婚的念头。安眠药是我给他开的，剂量也是事先算计好的，甚至连吞服的时间都是计算过的，而且帮他洗胃的那几个都是我信得过的人，得了我的叮嘱，不会把事情说出去，所以当初你们来医院调查的时候才查不出来。在知道江云的真面目之前，秦霄是真的以为江云深爱着祝萧恒，为了祝萧恒可以连命都不要。毕竟江云以前经常在他面前说祝萧恒对他多好多好，他甚至一度很羡慕这样的感情。谁知道一切都是骗局。今天谢谢你们愿意来这里把话说清楚，我让人送你们回去。在送走秦霄和陈浩后，祝家客厅里陷入沉默中，谁也没有先开口。祝承德等了一会儿，见祝萧恒还沉浸在情绪里，忍不住皱了皱眉。萧恒，这件事你准备怎么办？不等祝萧恒开口，江云扑通一下跪在了地上。爸妈，萧恒，我知道错了，请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改的，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干这种事了，我会安安分分的做好祝家的儿媳，求你们了，原谅我这一次吧，2个孩子不能没有妈妈呀。江云，你的膝盖就那么软吗？还是你觉得只要你跪下了，别人就必须原谅你做的一切错事？萧恒，你的意思呢？我明天就递交离婚申请，江云，我们离婚吧。女人骗婚被婆家赶出了家门，怀恨在心的前男友上门找江云讨要下乡插队的账。陈浩，你要干什么？这里是我家。祝萧恒对你挺不错的嘛，还给你准备了这么一个房子。不得不说，你当初的眼光是真不错，找的这个男人人品挺好，被你骗了这么多年，都离婚了，还给你准备了退路。这里是我家，请你出去。你答应我的事情可没做到，我为什么要出去？江云，工作或者钱，你自己选一个。你竟然还敢问我要工作和钱？要不是你，我能离婚？竟然还有脸问我要钱？我告诉你，你别做梦了，我是不可能给你1分钱的。你现在就给我滚出去，不然我就报公安说你耍流氓。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去车到现场看看。说到车，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10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行啊，你去，我等着。反正我现在没钱没工作，甚至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能进去吃牢饭正好，还省得饿死了。江云，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想给钱，我就在你家住着，有吃有喝，也挺不错。陈浩，你要不要脸？你第一天认识我，我要是要脸，当初就不会帮你做那些事儿。江云，你也少在我
我面前装，咱俩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些年我在边疆吃了那么多苦，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你在从中作梗。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下乡是上面的安排，地点也不是我能控制的，你不能把这个算在我头上。行了，咱俩谁不知道谁啊？当年你要是没有在我下乡这件事上做手脚，我把脑袋割下来给你当球踢。不过现在说这些没意义，苦我已经吃了，我现在只想问你要补偿1000块，你给我1000块，以前的事情我既往不咎。我没钱，我现在已经不是祝家的儿媳了，又没工作，哪里来的钱？祝萧恒不仅给你买了这房子，还给你找了一份工作，应该也会给你钱傍身吧？你现在跟我说没钱，江云，你当我傻子呢？我真的没钱，祝家是看在2个孩子的份上给我安排的工作，并没有给我钱，而且我刚离婚，还没去单位报到，连工资都没有。那行，我就当你没钱，正好你这里有吃有喝，我从今天开始就住在这里了，等你什么时候有钱了，我就什么时候走人。你这是私闯民宅，真以为我不敢报公安抓你？你去啊，我又没拦着你。反正不管是你这里还是局子里，都有吃有喝的，我不亏，随便。就是到了局子里，我会不会胡说八道，说些不该说的话，我就不保证了。毕竟我这人你也清楚，就是一混蛋，不是好东西。江云听到这话，气得脸色铁青，差点撅过去，再一次后悔当年自己到底还是太心软了，没直接弄死他，才会在现在给自己带来这么多的麻烦。说吧，你到底要怎么着？我说了，只要你兑现了你的承诺，我立马就走。我当初答应给你钱，没钱就给你找工作的前提是你不能把我的事情告诉祝家，现在祝家都已经知道了，我也离婚了，你没做到，我自然不可能兑现。那我不管，这是你答应我的，3天时间可早就过去了，你要是不给，我就赖着不走。你要是报公安抓我，我就说我是你老情人，你怀着我的孩子嫁给了别的男人，我是来要回我儿子的。我和你什么关系都没有，哪来的孩子？陈浩，你别信口雌黄。这是你说的，你有证据证明你我没关系吗？我都知道你后腰上有个胎记，你说我这话要是说出去，人家是信你还是信我？陈浩，你特么的非要毁了我是不是？陈浩，你不是想要1000块钱吗？好，我给你钱，但我身上目前没有那么多钱，你明天来取。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骗我的？你都知道我住在哪儿了，我跑得了吗？行，我明天下午过来。江云，你千万不要自作聪明耍花招，当年我就是错信了你，才被你算计去了边疆，现在我可不会那么蠢了。只要我出事，你的事情很快就能传遍整个京市，闹得人尽皆知，而祝家也会知道养了多年的2个孩子，没一个是他们亲生的。我知道了，明天下午你过来，1000块钱，1毛钱都不会少你的。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说到车，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10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在陈浩走后，江云瘫坐在地上，捂着脸默默哭泣。许久，他才缓缓起身，拿出了存折，上面有1200块钱，这是离婚前祝萧恒给他的，是他们这些年来全部的存款。要是给了陈浩1000，那他就剩下200了。200块在别人眼里是巨款，但对江云来说根本不够。以前他买一件大衣就要30-50，200块够干什么的？可要是不给，陈浩肯定会继续纠缠。要是他跑去祝家胡说八道，让祝家质疑俩孩子的身世，他以后就真的什么指望都没有了。第二天，江云没敢耍花招，乖乖把钱给了陈浩。现在钱你也拿了，我们俩清了，你以后不要来找我，就当从来没认识过。这不是挺有钱的吗？行了，我也不想见到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走了。江云现在拿陈浩没办法，只能把所有的怒气都发泄在宋清风身上，但他也知道宋清风不好惹，万一惹急了他，说不定他还会报公安抓他。于是江云眼眸一转，去了宋家。你来我家做什么？爸，我是来看你和妈妈的。别叫我爸，我可担不起你这声爸。我们不需要你看，只要你以后不再登门，就是对我养育了你这么多年最好的报答了。爸，我和祝萧恒离婚了，他不要我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又不是我让你们离婚的。我警告你，你离婚是你的事情，我家没有你的位置，你不许来我家。听到这话，江云一噎，没想到宋振国竟然这么无情。江云没办法，只能先走了。不过他也没回家，就在家属楼下等着高俊回来。妈，我现在跟萧恒离婚了，这一切都是因为宋清风。你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害我呀？再怎么说我也是他姐，他现在害得我无家可归，对他有什么好处？妈，我没有家了，你帮帮我吧。你现在住在哪儿？要是没地方住的话，就先跟妈回家，回头我帮你租个房子。此话一出，江云脸色微僵，他要的不是这个结果，他是想让高俊去找宋清风的麻烦，就跟以前一样。可这次高俊就不接茬，就跟听不懂似的。云云，先跟妈回家吧。不用了，祝萧恒给我找了房子，我知道我现在离婚了，帮不上你们了，你们嫌弃我丢脸，我就不去家里碍你们的眼了，以后你就只当我死了吧。他来找高俊是为了让高俊去找宋清风的麻烦，既然高俊不愿意，那对他来说高俊就没什么价值了。国家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陈虎找到我，想要跟我一起做生意。虎哥，时代的春风来了。
那是不是意味着以前那些不能做的事情，我们现在能光明正大的做了？没错，不过政策刚出来，肯定还有一个过程。清风，既然政策出来了，我还是想做老本行，做这一行来钱快。不过我也知道京市这边我暂时插不进去，所以我准备到乡下收些鸡蛋、蔬菜、鸡鸭这些到城里来卖。你觉得怎么样？可以，不过这样累积资本太慢了。没办法，我现在本钱不够。我这里有2个方案，你先听听看。第一个方案，你把老许找来，我们合开一家私房菜馆，我出钱，你俩管理。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说到车，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10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第二个方案，买一辆二手车就挂在食品厂的名下，咱们自己去其他城市进货，到京市卖。开餐馆是不是太招人眼了？上面怕是不会允许吧？第二个方案是好，但怕是会得罪地头蛇。我们要插足这一行，势必要得罪地头蛇，不是京市的，也会是其他地方的。不过你刚才说的也有道理，政策刚出来，形势还不明朗，京市不是最好的地点。我的建议是去江东省省城。为什么要去省城？上辈子江东省省城也是第一个实行改革的地方，那里也是个体户发展最活跃的地方。江东省的经济后来能腾飞的那么快，跟这位省城一把手的大胆改革有莫大的关系。宋清风上辈子在赚到第一桶金后，就带着人去了江东省省城发展。当然，跟陈虎他不是这么说的。涛哥和辛大哥都在安州市，在省城也有认识的人，咱们不管是进货还是卖货，都会更加方便。我觉得你的想法很好，这样我们可以先去省城发展，等这边政策明朗化了，我把老许叫来，咱们把餐馆开起来，要搞就搞个大的。搞那么大没用，没有那么多有钱人来消费。改开的头几年，总有个资本累积的过程，人们的生活条件没那么快改善，所以即便去外面消费，能力也有限。行，就按照你说的办。清风，我看你也别当什么厂长了，不如跟我一起干吧。我觉得你的想法特别多，也特别好，咱们兄弟联手，肯定能赚得盆满钵满。食品厂也是我一手建起来的，我总不能现在丢下不管吧？虽然我不会离开食品厂，但我同样看好未来的发展。所以虎哥，咱们合作吧，我出钱，一共2万，你出人出力，你8我2，如何？清风，你我兄弟，我也不跟你客气，也别我8你2了，就5-5分。5-5不行，你太吃亏了。你听我说，我未来大部分精力肯定是在食品厂，咱们的生意只能靠你自己，你费心费力的，我就出个钱就占了5成，这不合适。你7我3，这是我的底线。陈虎坚持要5-5。宋清风死活不同意，最后2人各退一步，宋清风4，陈虎6。转眼间，距离陈虎离开已经过去了整整3个月的时间。除了刚到阳城的时候给宋清风打过一次电话，之后陈虎就没消息了。就在宋清风想着是不是想办法托人打听陈虎的消息时，陈虎的电话终于来了。清风，我明天下午2点左右到京市火车站，你过来接我一下，东西太多了，我一个人搬不回去。上面实行了改开政策，我推荐陈虎到江东省发展。而就在我以为陈虎失踪后，他突然打电话要我去车站接他。清风，我跟你说，这次去阳城我们赚发了，我都不敢相信能赚这么多钱。看你的样子就知道肯定不好赚，难道赚了1万？不是2万。这次去阳城，我认识了一位港城富商之家的继承人，那人做的是电器生意。据他自己说，他是知道了内地的政策，看好内地的未来发展，来阳城考察市场的。结果他弟弟买通了人，想要直接在阳城除掉他，没想到阴差阳错被我救了。那这个人叫什么名字？陶家实，他们家的公司叫嘉阳。听到这话，宋清风瞳孔微缩。陶家是港城豪门，但跟那些巨富家族比还差了不少。论排名的话，只能算是末流。但在陶家实继承了陶家之后，只用了短短10年的时间，他就带着陶家一跃成为了港城豪门之首。不过，据说他年轻的时候受过重伤，身体非常差，年纪轻轻就去世了。没想到他这次让陈虎去了阳城，还阴差阳错的救了陶家实，改变了他的命运。我还跟着陶家实去了一趟港城，那边真的太繁华了，我从来没见过那么高的楼，竟然还有电梯，人不用动就能自动去到高楼上。清风，我有一种预感，要是这个政策不变，我们以后的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说不定我们也能过上跟港城人民一样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当然会越来越好，现在就已经比以前好多了，不是吗？而且我也相信，未来有一天，我们的生活会比港城人民还好。对了，清风，我这次上来找你，其实是有件事想找你商量。什么事？你说。我现在在卖的有2种货，一种是从陶家实他们公司买到的收音机，还有一种就是从阳城进的衣服，这2样都非常好卖，但我觉得光是卖是不够的。你是想自己做？对，我想自己做。清风，我觉得做电器非常有前途，要是咱们能自己生产电器，那利润肯定非常惊人。不是我要故意打击你，就我们现在这点资本，想要自己做电器，基本等于痴人说梦。光是一条生产线就要大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我们根本没有那么多钱。我知道，
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第二件事。陶家实想要在阳城建一家电器厂，邀请我到他的厂子去工作，说是安排人带我。而且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电器一定会越来越普及，这个市场的潜力是巨大的。我想做电器，就不能不懂电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所以我想进。但咱们的生意也接着做，到时候我人在阳城，进货有我，省城那边有其他人接应，卖货有他们，再不会有问题。咱们就一边积累资本，一边积累经验，等到时机合适，我们就单干。清风，你觉得怎么样？可行，不过你确定省城卖货的那些人可信吗？那些人可信不可信，我不确定，但陈超一定可信啊。陈超就是我表弟，从小一起长大的，关系非常好。之前他在云省插队，年初才回来，我们一直有书信联系。他回来后没找到工作，就跟着我混。这2次进货就是他跟着我去的，我会在我自己的那份里分一部分给他，这样我负责进货，他负责卖货，你看怎么样？也不用你单独出，你答应给他多少，我出一半，这毕竟是我们共同的生意，没有让你单独出的道理。我答应给他1成半，这样我出8%，你出7%，就差了1%，跟平分也没区别了。未来你要开电器厂，我还准备入股呢。你要是这么客气，我都不好意思入股。那不行，少了谁也不能少了你，咱们兄弟肯定是要一起干的。你脑子比我好使，眼光也比我好，我肯定少不了你这位军师。就是你不想入股，我都要求着你入股。随后两人好说歹说，最后陈虎接受了宋清风的方案，他出7%，宋清风出8%。狼山酱鸭在京城供不应求，我找到老张头，想要续租20年，修建新厂房，却被张家村的干部们狮子大开口。当初咱们签订合同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宋厂长，当初咱们签的是租赁这院子的价格，现在你们是准备把院子推了，直接在这里建厂房。一旦建了厂房，这土地我们就没法用了，这价格自然不一样。但你这个价格太贵，我们无法接受，所以不准备租了。附近地方那么多，我不如去问问其他大队。哎呀，宋厂长，这做生意不都是漫天要价，坐地还钱吗？你觉得价格高，我们可以谈呢。你看你们这厂子在这里都几个月了，换个新地方又要重新开始。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去车到现场看看。说到车，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宋厂长，你不如就继续租用我们的地方吧。等你们盖厂房的时候，我们的社员还能来给你们帮忙，这多好啊！我们要是去其他大队租地方盖厂房，人家也愿意来帮忙，这又不是你们大队独有的优势，有什么好得意的？说不定人家给我们的租金价格比市价还低呢。要不是我们厂长心善，考虑到厂里有部分员工是大队的人，厂子离得远了，他们上班不方便，我们还真不一定要选你们大队租地。我们厂长一心为你们考虑，结果你们倒好，敲竹杠敲到我们头上来了，真以为我们食品厂离了这里就租不到地方了是吗？程毅一番不客气的话，把张家村的几个大队干部说得神色讪讪。宋清风见状，装模作样的斥了程毅一句：厂长，我又没说错话，我们好心好意想要在这里租地方建厂房，带着他们一起赚钱，可他们倒好，把我们当冤大头仔呢。要我说，不如去隔壁的黄家村，我上次去看过，他们那的地方更大，咱们要是租在那儿，厂房也能更大，还能离养殖场更近，比这里合适多了。黄家村和张家村相隔5里左右，但两个村子的关系一直都十分紧张，甚至连通婚的都没有。据说是因为几10年前干旱抢水发生过械斗，结了仇，几10年过去都没化解。程毅别的村子不提，非提黄家村，简直是戳了张家村人的肺管子。宋厂长，刚才是我们贪心了，对不住，租金就按照你说的来，为表歉意，我们不收第1年的租金，你看咋样？还是算了吧，万一以后我们要扩建厂房，还要扩租，我怕你们又要坐地起价，那时候我们第1期厂房都建好了，想要搬迁成本更高，我更害怕。不会，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保证，所以你们尽管放心。当初我们租院子的时候，你也是这么说的，结果好家伙，这才过去多久就变卦了。厂长，我也赞成咱们不租这里了，这里的人没诚信。宋清风和程毅一唱一和，把张家村的这几个大队干部讽刺得面红耳赤，无地自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而老张头他们还不能发作，只能忍下来。宋厂长，我们真的是一时糊涂，以后肯定不会了，就按照你说的价格，以后要是可以买卖土地，我们会把你们租的土地优先卖给你们，然后再次坐地起价。肯定不会，就按照市场价格来，咱们可以白纸黑字写下来。随后老张头和几位大队干部好话说尽，宋清风总算松了口，他不仅租下了院子，还把院子4周的大概200亩的空地全给租了下来，准备第1期厂房就盖在这块空地上。而现在院子占据的地方则打算建住宅楼，他准备给员工分房，如此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才加入到食品厂。厂长，你真的要在京市给我们分房子啊？你以为我在开玩笑吗？当然不可能人人都有分房资格，肯定是要按照表现和贡献来的。不过具体的条例我还没拟好，所以对外保密，你自己心里清楚就行了，就是对家里人都不能说。听到这话，程毅连连点头，他肯定不会往外说，他就恨不得为厂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很快厂房就轰轰烈烈的开建了。这件事宋清风交给了程毅盯着。当初一场再建的时候，他就统筹过驾轻就熟，为了能尽快建成投入使用，宋清风还以食品厂的名义向银行贷了一大笔款。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说到车，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而就在众人以为事情会顺利进展时，厂房这边发生了一件盗窃事件，购买的建筑材料和降压被偷了，水泥被偷走了100多袋，降压车间的仓库被打开了，降压少了500-600只。这么多的数量，肯定不是一个人干的，厂里还安排了人巡逻，就没一个人发现。保安们吃坏了肚子，蹲了一晚上厕所，上吐下泻的，现在还在卫生所里挂水，说是食物中毒。那所有保安都食物中毒了吗？对，他们保安的饭菜是另外做的，所有的保安都中了毒，除了钱定邦，不过他是因为生病发烧，吃了药就睡着了，没吃饭菜。很显然，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盗窃，甚至盗窃者还事先在保安们的饭菜里下了药，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么多人同时食物中毒，还那么巧。厂长，我怀疑咱们厂里有那些人的内应，不然没法解释为什么保安们会食物中毒。你有怀疑对象了？我怀疑是工地上来帮忙的临时工，今天有3个临时工没来上班，说是家里有事，我已经报公安了，也把我的怀疑告诉了公安。厂长，如果真的是他们干的，这件事我有责任，是我没有筛选好人。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先清点厂里的损失，然后对外发布一条消息，谁要是能提供盗窃者的线索，帮助我们抓住盗窃者，就可以获得50至500块不等的奖金。厂长，你是怀疑有目击者？不是怀疑，是肯定。咱们厂子就在张家村边上，就算到了晚上，大部分工人都回家了，不在厂子里，但张家村是有人的。那么多东西失窃，来偷东西的人肯定不止一个，是团伙作案，不可能一点动静都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没被人察觉。听到这话，程毅眼睛一亮，我怎么事先没想到呢？对啊，要是提供了线索就有钱拿，肯定有人愿意告诉我们线索，我现在就去。在程毅出去之后，钱定邦就进来了，垂着头，一开口就是道歉。厂长，对不起，是我没看好场子，这件事跟你没关系，倒是你烧都没退出来做什么，赶紧回去休息。钱定邦没想到宋清风不止没责怪他，竟然还关心他的身体，一时间又感动又自责。你要是没生病，肯定也会吃那些有问题的饭菜，现在就跟其他保安一样，在卫生所里挂水了，人家这是有心算无心，早就预谋好的，不是在昨天晚上，也会是明天晚上、后天晚上，所以你真的不需要自责，咱们厂子效益好，肯定有人眼红动了歪心思，以后安保会是重中之重，还需要你多多上心。厂长你放心，我肯定会看好厂子的。降压厂失窃，我让人发布悬赏令，凡是提供线索的人能获得50至500块钱的奖金。老张头得知消息后，怕宋清风误会他们村跟盗贼是一伙的，赶忙前来解释。村长多虑了，你们村好多人都在厂子里干活，一时的好处和长期稳定的工作哪个重要？我想他们还是分得清的。对，就是这个道理。自从你们厂子开在我们这儿以后，我们的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我们村里人都感激你们的，肯定不会做这种狼心狗肺的事情。谁要是做了，不用你开口，我们自行处理。那就太好了，我也想麻烦村长一件事，回去帮我问问大家，昨天晚上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说到车，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村长，如果有村民能给我们提供线索，帮助我们抓到毛贼的，答应给的钱我们肯定会给。宋厂长，你就是太客气，说什么麻烦不麻烦的，这不是应该的吗？我回去就召集大家开个村集体会议，好好问问他们。不过让宋清风没想到的是，目击者还没来给他提供线索，马成运就先一步找到了他。今天上午下面的小弟告诉我，有人近期要运一批降压到外地去卖，是不是你们厂子有人监守自盗啊？谁要运降压到外地去卖？数量多少？是一个叫黄大海的人，具体数量不清楚，不过据说有好几百只。清风，这不会真的是你厂子里的人监守自盗吧？是不是监守自盗还不清楚，但昨天晚上我们厂子确实失窃了，丢失了500-600只降压和100多袋水泥。丢了这么多东西，你们都没发现吗？所有保安集体食物中毒，上吐下泻。既然如此，那肯定是黄大海，无疑了。你对黄大海了解多少？这人的祖上就是土匪出身，建国后被劝下了山，倒是过了一段时间的安稳日子。直到这一代的黄大海这人从小就喜欢偷鸡摸狗，前几年因为抢了一辆外地的军车被抓了，只是下头有人给他顶罪，他只被判了几年，半年前刚出来。前段时间他来找过我们，想要跟我们一起做生意，被我朋友拒绝了。我跟他没打过交道，但我朋友跟我提过这个人，所以今天一得到消息我就来找你了。看来这次的毛贼首领算是找到了。之前一直有人传黄大海的手里有家伙，但上次被抓的时候没找到，都说是被他藏起来了。你要是想找他，可千万不要自己去，最好是报公安，让公安来解决。行，我会小心的，这件事算我欠你一个人情，谢了。金钱的力量还是巨大的。当宋清风再去厂里的时候，程毅那边已经收到了好
好几条线索。没来的那3个临时工确实是来踩点的。有人看到那天晚上，这3人跟另外一伙人再次来了工地，走的时候每个人身上都背了好几个袋子。还有张家村的二麻子那天晚上也不在家，直到今天都没回来。有人说他跟其中一个临时工非常熟，那天晚上其中一个身影看着跟他很像。还有人说来偷东西的主谋叫黄大海，是黄家村人。厂长，我们要把这些线索告诉公安同志吗？直接告诉公安吧。有人告诉我，黄大海近期要出一批酱鸭，数量有几百只。听到这话，程毅脸色微变，那肯定是这小子没跑了。好啊，偷东西都偷到我们头上了，胆子也太大了。酱鸭厂失窃案告破，黄大海在偷卖酱鸭的途中被蹲守的公安给抓获。厂长，黄大海被抓了，不过有人认罪自首，说偷盗的事情是他指使，黄大海并没有参与，只是被他逼着运东西去外地。黄大海甚至不知道车上装的是什么，反正就是问什么都不知道，他是无辜的，这不明目张胆的作假证吗？那顶罪那人就这么认罪了吗？公安说是的，而且他认罪态度非常好，连细节都交代了，还找到了那批水泥，不过水泥被他们卖掉了一部分，换来的钱都花了。公安说，就算是追讨，可能也追讨不回来了。甚至那人还交代，那天晚上他们其实是想去偷钱的，但做临时工踩点的那3人只在工地上干活，做酱鸭的院子是没进去过的，自然也不知道钱藏在哪里，误打误撞找到了仓库，于是就把酱鸭给偷了。毕竟一只酱鸭6、7块钱，500、600只酱鸭也不少钱了。而且我还找人打听了，认罪那人其实是黄大海的小跟班，平时都是黄大海说什么他做什么，怎么可能指使黄大海？分明是睁眼说瞎话。还有一起被抓的那些人也一样，一口咬定是受认罪那人指使，跟黄大海没关系，黄大海就是被逼的。公安那边都拿黄大海没办法，估计关不了几天就要放出来了。你去找人打听打听，替他顶罪那人家里的情况。一个人愿意为另一个人顶罪，要么为情义，要么为钱。行，我现在就去。等等，你先去找一趟老张头，就跟他说二麻子也参与了盗窃，告诉他我现在很生气。二麻子是张家村的人，由老张头来处理最好。尤其老张头还指望着以后厂子招人的时候能多招一些张家村的人，哪怕是为了这个，他也不会傻乎乎的去得罪宋清风。村长，我们厂长现在非常生气，他一直以为咱们村子里的人跟厂子是一条心的，没想到现在竟然出了一个叛徒。我出来的时候，厂长的脸色特别难看，似乎已经后悔在这里建厂房了。常助理，咱们村里的人肯定是盼着厂子好的，绝对跟你们一条心。这件事我会给你们一个交代，要真是二麻子做的，我饶不了他。我听说黄家村的黄大海才是主谋，但被抓了之后，二麻子和另外几个人一致说主谋另有其人。看来二麻子跟黄家村的人的关系很好啊，都到这个份上，都要帮他摘干净。听到这话，老张头都要咬牙切齿了。他们跟黄家村的人那是有世仇的。听说二麻子不仅跟外人勾结盗窃食品厂的东西，这个外人还是黄家村的人，他恨不得现在就跑到二麻子家里打断他的腿。见成功挑起了老张头的火气，程毅十分满意的离开了。二麻子，你跟我说说，你跟黄大海是怎么勾搭上的？三叔，你说啥呢？什么大河大海的，我根本不认识。你还敢说谎？都有人跑来跟我说了，食品厂失窃那天晚上，你和黄大海他们在一起，就是你们一起偷了食品厂的东西。三叔，不可能，我绝对不能这么干。我亲二哥还是食品厂的员工呢，我偷哪儿的东西也不可能偷食品厂的。都到现在了，你还在撒谎？你二哥亲口跟我说了，你之前找他打听过食品厂的事情，还不止一次。你想干嘛？二麻子，你要是现在说，看在都是一家亲戚的份上，我可以替你跟宋厂长求情。你要是再不说实话，我就亲自送你去找公安，让公安来审问你。以后你就跟黄大海那群人一起坐牢吧。三叔，不能送公安的，我是被逼的。黄大海说了，我要是不跟着他一起去偷东西，他就跟公安说我耍流氓，我怕。什么耍流氓？你给我说清楚。哎呀，就是我跟黄大海的妹子好上了，有一次被黄大海堵在了炕上。二麻子的话音刚落，外面就冲进来一道身影，对着二麻子又打又骂。好你个二麻子，我在家里累死累活的干活，为你生儿育女，你倒好，竟然在外面给我勾搭女人，你个没良心的，我跟你拼了！你个疯女人，赶紧放开我，反了你了！竟然还敢打男人，你给我放开！够了，都给我住手！再闹，都给我滚出去！三叔，你要帮帮我，这臭婆娘要打死我！你要是没跟别的女人不清不楚，人家能打你吗？冤枉啊！三叔，你看看这婆娘跟只母老虎似的，一点女人的样子都没有。我这哪里是娶媳妇儿，我是娶了一个祖宗回来。你也是男人，换作是你不跑啊？你给我闭嘴！我就问你一句话，偷盗这件事到底是谁的主意？肯定是黄大海啊！他出来后就一直偷鸡摸狗的，前阵子听说食品厂有钱，就想去偷点，还让铁柱、狗蛋他们去做临时工，想要里应外合来着。只是没想到临时工只能待在工地上，不能进入院子里。那你们为什么要说主谋是别人？你以为我想啊？可黄大海他有木仓啊，他说了，谁要是敢出卖他，他就一木仓崩了我们，不仅是崩了我们，还要崩了我们全家。我见过他的木仓好几把呢，我可害怕了。三叔，我真的是被逼的，
事后黄大海就给了我50块钱，那钱呢？被黄大海的妹子拿走了。你个没出息的东西，真给老张家丢脸！现在你跟我去找公安，跟公安说清楚，是黄大海指使的你们。我不去，我要是敢去告发他，黄大海真的会弄死我的。三叔，我可是你亲侄子，你不能害我啊！你怕个球啊！黄大海现在还在公安局里关着呢，只要你把事情说出来，坐实了他主谋的罪名，他能拿你们咋办？二麻子拼命摇头，根本不敢去，显然是怕极了黄大海。行，你要是不去，以后你就不再是我们张家村的人。我现在就去举报你乱搞男女关系，你照样要吃牢饭。可是黄大海真的有木仓啊，三叔，他真的会弄死我，弄死我全家的。要是黄大海进去了，就出不来了呢，这样你也不敢去指证他。三叔，你这话啥意思？你经常跟黄大海那群人混，还跟他妹妹搅和在了一起，你就不知道黄大海的其他事儿，比如他手上没人命。老张头不相信，一个家里藏了好几把木仓的混子，手上是干干净净的。黄大海是个祸害，报复心还强，这样的人不能让他出来，不然倒霉的不只是二麻子一家，说不定他们家也会被盯上，毕竟他们家跟二麻子家是亲戚。听说黄大海出来之后，当年跟他一起混又一起被抓的杜大勇就不见了，有人说是被黄大海害了，也有人说是杜大勇怕被他报复，提前跑了。这个杜大勇为什么怕被报复？据说当年被抓之后，这个杜大勇把事情都推到了黄大海的身上，所以黄大海才会被判了那么多年。还听说黄大海藏了一些宝贝，也被这个杜大勇偷了。当然，这些都是我听说的，真假我可不知道啊。黄大海被抓，逼迫他人顶罪。二麻子在老张头的劝说下，同意指控黄大海。你能为自己刚才说的话负责吗？能，我说的都是真的，就是黄大海逼着我们承认他不是主谋的。其实去食品厂偷东西的主意就是他出的，还有那个杜大勇的事情，我也是听人说的，就是那个柱子。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喝酒，他喝多了说的，当时还有其他人也听到了，你可以去问他们，我没撒谎。你说的事情我们会调查，但你要是故意撒谎骗公安，那就是妨碍公务，我有权抓你。知道的都告诉你们了，你们一定要好好查，不能让黄大海出来，不然我就死定了，他肯定会弄死我的。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去车到现场看看。说到车，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你之前说他有木仓，那你知道他藏在哪里了吗？我连他小弟都算不上，咋可能知道这个？不过公安同志，你们可以去他家里搜，还有他妹妹家，他跟他妹妹的关系很好，有时候会把东西藏在他妹妹家。同志，非常感谢你给我们提供这么重要的线索，我会让下面的人全力侦查。要是黄大海身上真的有其他案子，他这次肯定跑不了。都跟公安交代清楚了吗？三叔，这黄大海肯定出不来了，对吧？你可一定要跟公安说，不能放过他，不然我就死定了。他是个人，又不是3头6臂的妖怪，你怕个球？那是你没见过他用木仓指着人脑袋放狠话的样子，你要是见过了，你就不会这么说了。二麻子把该说都已经说了，现在他也只能祈求公安这边可以给力一些，早点查出来黄大海身上的其他事儿。很快在公安的全力搜捕下，失踪的杜大勇找到了，只是此时的杜大勇已经变成了一具尸体。宋清风在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已经是6月中旬，黄大海的案子已经正式结案了。公安同志，杜大勇真的是黄大海杀的吗？当年他们2个因为抢劫被抓，杜大勇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了黄大海的身上。黄大海记恨这件事，出来后就找了一个机会弄死了杜大勇，还伪装成杜大勇是自己跑了。那你们是怎么发现杜大勇的尸体的？我们从他妹妹家搜到了被他藏起来的木仓，还发现他妹妹除了二麻子外，还有另外一个姘头，那个姘头暗中帮黄大海做了不少事儿。顺着这个人查下去，才发现这人不仅是黄大海妹妹的爱人的好兄弟，在半年前还借了他的车子去了一趟隔壁县。而就在他出发去隔壁县的前一天，有人看见黄大海私下找过杜大勇，那天之后杜大勇就失踪了。我们怀疑他是在帮黄大海处理杜大勇的尸体。这个姘头的心理素质不咋地，见公安找上门，还问起了杜大勇的事情，自己就先一步慌了，把什么都交代了，甚至还主动带着他们去了当初埋尸的地方。那黄大海的妹妹呢？也被抓了吗？她对杜大勇的事情不知情，不过她丈夫举报她乱搞男女关系，已经因为流氓罪被抓了。黄大海的妹妹对黄大海嘎了杜大勇的事情不知情，而她的姘头不仅清楚，还帮着处理了杜大勇的尸体。这话说出去谁信？只能说这对兄妹都好本事，让人顶罪的本事都是一流的。不过黄大勇涉嫌故意嘎人，肯定是出不来了，案子已经结案，你明天就到所里把东西给领回去。黄大海的父母前来工厂闹事，想要得到巨额的赔偿。厂长不好了，黄大海的父母带着人来闹事了。他父母说都是因为我们才让黄大海被抓，正在门口闹事呢。钱定邦已经带着保卫科的人过去了，你等会儿再出去，免得他们找你麻烦。不用，我出去看看，我倒要看看他们在闹什么。你找人去派出所找公安，就说有人聚众闹事，扰乱治安。钱定邦已经让人去了，相信公安很快就来。大院门口，一对头发花白的夫妻手里举着一块白布，上面用红油漆写着黑心工厂还我儿子几个大字。这对夫妻的身后还跟了5、6个男人，手上拿着铁锹等工具。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去车到现场看看。说到车，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
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黄大麦，你带着人来我们这里干啥？这是我们张家村的地盘，你们黄家村的人都给我滚出去！你们把我儿子还回来，我们就走。你儿子是被公安抓走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警告你，你要是再不走，我就报公安了。你报啊，正好把我和我婆娘也一起抓走，跟我儿子团聚。黄大麦一共就1儿1女，现在全被抓走了，儿子还要被枪毙，他没了指望，现在就是滚刀肉一块，啥也不怕。宋清风出来的时候，正好听到黄大麦的这一句话，脚步顿了顿。你儿子是因为故意杀人被抓的，你女儿是因为乱搞男女关系被捕的，你们就是要闹事，也不该找到这里来。好啊，原来是你呀，你个王八羔子，偷你点东西竟然还敢报公安，我儿子要是没了，我就让你偿命。好你个黄大麦，你还敢威胁人，难怪黄大海年纪轻轻正事不干，就是有你这根歪梁，他才不走正道。怎么地，被偷了东西不报公安，还要跟你道谢？谢谢你来偷东西。哪儿都有你，你给我闭嘴。说完，黄大麦又瞪向宋清风，你害了我儿子和我闺女，害得我们俩老的没了指望，这件事你要是不给我个交代，我就带着人把你厂子给砸了。你想让我给你什么交代？我儿子女儿都被抓了，我们后半辈子没了指望，你要给我们1万块给我们养老，不然我就砸了你的厂子，天天带着人来闹事，让你的厂子开不下去。别说1万块，就是1分钱我都不可能给你们。你们没儿子养老，是因为你们生而不教，把孩子寄养歪了，让他走上了邪路，触犯了法律。你放屁！要不是你报公安说他偷东西，我儿子能被抓。他带着人来我们厂子偷东西，价值4、5千块，就这一条就够他吃几年牢饭了。他还杀了人，就连3岁小孩都知道杀人偿命。他杀了杜大勇，被枪毙是咎由自取。现在是新社会了，不是你闹你有理。行，不给钱是吧？你们给我上，把厂子给我砸了。要是谁敢上前阻拦，就给我打，打死算我的。反正我也活够本了，我怕个球！我看谁敢！今天谁要是敢动我们厂子的一块砖，我就让他牢底坐穿。但凡你们今天敢动手，你们就一个都跑不了。我已经让人去叫公安了，公安很快就到。你们要是不想跟黄大海一个下场，就赶紧走。等公安来了，你们就是想走都走不了了。你少骗我们！骗你们有什么好处？你们没文化不懂法没关系，我告诉你们，谁的罪谁担着，别人替不了。黄大海偷盗杀人已经犯了法，他们来这里闹事就是在胡搅蛮缠。只要我们报公安，一报一个准。他们后半辈子没指望，不怕进去吃牢饭。你们也后半辈子没指望，准备进去陪着一起吃牢饭吗？黄大海父母前来将鸭场撒泼闹事，要赔偿无果，把事情发表到了报纸上。来之前说好的，只要你们帮我拿到钱，我就分你们1半。听到这话，几人脸色微变。要是黄大麦真能从这些人手里拿到1万块，那给他们的就是5000啊！他们这辈子都赚不到这么多钱。他分你们钱的前提是他们能拿到钱，但我不可能给钱，1分钱都不会给。要是你们跟着他们一起闹事，就要做好跟着一起吃牢饭的准备。动手前你们可要想清楚了。话音刚落，几人就直接转身走了，走的那叫一个干脆利落。于是眨眼间，现场就剩下了黄大麦夫妻2个。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说到车，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10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黄大麦，看来人家也不糊涂，知道跟你一起闹事没好下场。你给我闭嘴！他们走了就走了，他们还在。今天你要是不给钱，我就坐在这里不走了。老天爷，你倒是开眼呢，要逼死人了，活不下去了呀！钱丁帮，看好大门，不要让人进来。他们要是敢闯进来，直接给我打出去。不过就让他们在这里哭嘛。让他们哭，这件事说到天边去也是我们占理，让他们闹，闹得越大越好。我就是要让人知道，现在是法治社会，是讲理的，不是谁弱谁有理，谁闹谁有理。黄大麦，你们赶紧给我滚！再不滚，我就让人把你们丢出去。宋厂长讲究，看在你们是老人的份上不动你，我可没这个讲究。你丢啊，你丢啊！我今天还就不走了。正在这时，公安到了。怎么回事？谁在这里闹事？公安同志，这是黄大海的爹娘，他们不要脸啊！自己的儿子因为偷盗杀人被抓了，他们就到这里闹事，要宋厂长给他们1万块钱，不然就要带人砸场子，天天来闹事，让人生意都做不下去。这俩就是祸害。公安同志，你们赶紧把他们抓走。公安同志，这2人聚众闹事，扰乱治安，还敲诈勒索，还请你们秉公处理。确实要秉公处理，不能让这样的人破坏社会风气。原以为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谁知道第2天一早，宋清风竟然在报纸上看到了关于今天这件事的报道。6旬老人伤心哭嚎为哪般的硕大标题下，是今天发生在食品厂3厂门口的一幕。只是文章中写的是食品厂仗势欺人，欺压6旬老人，公安助纣为虐。文章还配了2张图片，一张是黄大麦和他妻子坐在食品厂门口哭嚎的一幕，还有一张则是公安把2人带走的画面。颠倒黑白的文字配上有歧义的2张照片，造成的效果可想而知。清风哥，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有人在针对你？厂长，这件事不能这么算了，这是日报，看到的人不少。要是大家看了报纸，觉得咱们厂子是黑心厂子，江鸭肯定就不好卖了。清风哥，直接报公安，这报纸上写了这个记者的名字，我们报公安就说他造谣诽谤，损害厂子的声誉。不用太担心，这件事的真相很容易查清楚，稍后我就会去找公安帮忙澄清谣言，还有这个记者容易解决。宋同志，你也看到报纸了？对，看到了。
张所长，我正想找你，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去报社澄清这件事。我也是这个意思，那我们现在就去趟报社。公安同志现场办案，被人污蔑发到了报纸上。宋清风联合派出所所长前去报社讨要说法。公安同志，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们报纸上的文章都是经过多位编辑审核的，里面的内容也是真实的，不存在造谣污蔑之说。如果你们报纸写的内容都是真实的，我们今天就不会出现在这里，证据我已经带来。听到这话，吴华志脸色难看，还有些不安。他看到公安说的那篇文章了，那篇文章跟他审核通过的根本不是同一篇。吴潇，这篇文章是你写的？不是我写的，我写的是另外一篇文章，我昨天拿给您审核过的，您不记得了吗？真不是你写的吗？可是这上面写的是你的名字。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去车到现场看看。说到车，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吴总编，真不是我写的，肯定是有人顶着我的名字换了我的文章。我写的文章不是这一篇，几位负责审核的编辑都能给我作证的。几位同志，你看这其中是不是有误会？这文章不是吴潇写的，应该是有人冒用吴潇的名字写了这篇文章。不管这文章是不是吴潇写的，可这报纸确实是你们报社发行的，上面记载的内容跟事实存在严重偏差，恶意抹黑我们公安的形象。你是报社的副总编，这件事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关于文章上说的这件事，事实并不是报纸上说的那样。那对老夫妇的儿子因为盗窃、杀人被捕，案子已经查清楚，事实清楚，证据明确，目前已经结案。这对夫妇不满判决，认为是食品厂报案才导致他们儿子被抓，于是带着几个人到食品厂闹事，要求食品厂赔偿1万块作为他们的养老钱。这是食品厂昨天的报案记录。随后，吴华志看着眼前这一份份证据，都要汗流浃背了。你如果还不信，可以亲自带着人去张家村以及食品厂问。昨天事情发生的时候，有不少人都看到了，1个2个可能撒谎，但不可能所有人都撒谎了。新闻人在报道新闻的时候，该秉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报道事情的真相，而不是利用手中的笔颠倒黑白，肆意给人泼污水。对，你说的对，我们报社的记者报道的每一件事都是真实的，绝不可能存在颠倒黑白的可能。这篇文章肯定不是我们报社的人写的，是有人想要害你们，害我们报社，所以故意替换了我们原本要发表的文章，这其中肯定有误会啊。如果是误会，那正好了，今天公安同志也在这里，写这篇文章的人居心叵测，不安好心，势必要让公安同志查清楚事情的真相，把这人揪出来。吴副总编，您说是不是？是，一定要把这个人给揪出来。随后，张瑞峰定定地看着吴潇，神情严肃。这篇文章真不是你写的？不是，我从来没写过这篇文章。那就麻烦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帮我们揪出真正写文章的人。不是，我都说了，这文章不是我写的，我为什么还要跟你们回去？都说了是请你回去协助调查了，要是把这人揪出来了，不是更能证明你的清白？倒是你，既然文章不是你写的，你慌什么？我害怕不是正常吗？谁家好人见了公安不害怕呢？既然文章不是你写的，你就跟着公安同志走一趟，早点查清楚这件事的真相。这件事抹黑的不只是食品厂和公安的形象，也给我们报社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以后大家还怎么相信我们报纸的公信力？吴副总编，这些证据你也看到了，报纸上说的根本不是事实，可你们的报道却给我们带来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所以你们必须给我们登报澄清。一定，今天我就亲自撰写文章为你们澄清。食品厂被人在报纸上恶意抹黑，得知消息的经销商纷纷要求取消订单。厂长，今天上午确实接到了3个电话，都是附近供销社的，说是暂时不要我们的酱鸭和熏肉了。只有3个吗？是暂时只有3个。厂长，他们太过分了，事情都还没定论呢，他们就急慌慌的不要了，其中一个还说要退货。他要退就给他退，明天报纸上的澄清报道就会出来，不怕没人买我们的东西。哦，对了，要是下午还有打电话过来说不要的，全都同意。可是那些市场都是辛辛苦苦开拓出来的。放心吧，还是有理智的人多，不然今天你接到的电话就不止3个了。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去车到现场看看。说到车，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吴潇被带回派出所后，一开始还打死不承认，一口咬定自己不知道文章被人调换了，是有人故意害他。可公安直接拿着他的照片去了印刷厂，印刷厂的制版师傅亲口承认，是吴潇亲自到印刷厂把文章给换了。有了制版师傅的证词，吴潇没有办法继续否认，颓然的承认了，确实是有人给了他一笔钱，让他故意给食品厂写一些负面的报道。要是能让宋清风当不成厂长就更好了。这次叫你过来也是想问问你，你最近有没有得罪什么人？听到这话，宋清风有些茫然的摇头。他一向与人为善，生意人嘛，和气生财，极少与人结怨。要说怨恨，那就只有江云。不过他还找人暗中盯着他，所以应该不是他。难道是你们厂的生意妨碍到别人了？吴潇没说那人是谁吗？吴潇只见过那人一次，见到那人的时候，那人戴着帽子口罩，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除了能确定是个男人，还带着外地口音之外，其他的信息一概不知，就连对方长什么样都不知道。现在出门要介绍信，
人口流动不大，但金市现在有那么多返程的知青，还有一些没有介绍信的盲流，真要查起来，无异于大海捞针。更不要说他们现在根本无法确定那人是否还留在金市。你要是想到什么，可以及时跟我沟通。次日，报社的最新报道出来了，完整的报道了黄大海事件以及黄大麦夫妻闹事的缘由，算是给食品厂和宋清风澄清了清白。厂长，常山街道供销社的主任马红过来了，说是想跟你谈谈供货的问题。常山街道供销社，就是那唯一一家退货的。对，就是那家，我直接把他们的订单排在了最后，轮到他们起码要2个半月后了。难怪人坐不住了，亲自上门来了。厂长，你要是不想见，我就说你今天不在。不用，我去听听他要说什么。他今天既然来了，肯定是知道我在厂里，没必要躲着他。马主任，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我经常不在厂子里，每次来都是一堆事儿要处理。我也是刚到，等了没多久，都知道宋厂长忙，要不是实在没办法了，我也不愿意来打扰宋厂长。宋厂长，这次的事情是我对不起你，你就看在我们合作了那么久的份上，把我们的订单提前吧，2个多月真的太久了。马主任，不是我不愿意，而是我们的单子就是有这么多，他们都排在你们的前面，我要是把你们的单子提前了，没法跟其他人交代啊。那先把我们退给你们的那批酱鸭给我们行不行？这几天因为狼山酱鸭大卖的事情，知道他退了货的其他供销社的主任看到他就开嘲讽，简直快把他气死了。上面的领导也不满他，把他批了一顿。那批酱鸭已经被人拉走了，我这里没了。经报社澄清了食品厂打人事件不实，常山供销社主任前往食品厂要酱鸭被拒绝。宋厂长，你可一定要帮帮我，当时退货我也是被人蛊惑了，一时糊涂，这不是我的本意啊。被人蛊惑？马主任，是谁跟你说了什么吗？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就在那对老夫妻去你们厂闹事的那天下午，有人往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指明是找我的，说你们食品厂的酱鸭和熏肉是用死鸭和病猪做的，产品有质量问题。这么荒谬的事情你怎么也信？马主任，我们厂子就在这里，距离你们供销社这么近，我们厂子用的什么原料你不知道吗？我也知道自己这个理由过于离谱了，原本我也不相信，甚至觉得这是有人在恶作剧，刻意往食品厂泼脏水，但那个人还说狼山食品厂用的其他原料也是有问题的，吃得多了身体就会出问题，还说这件事食品厂一厂所在地云和公社的主任就很清楚，正是因为这样食品厂才会被他踢给县里。马红将信将疑，还真辗转打电话去了云和公社找这位主任打听情况。这位主任倒是没说食品厂的原料有问题，只暗示食品厂的产品特别受欢迎，做出来的东西味道都特别好，就连普普通通的豆腐都比别家的豆腐好卖很多，甚至很多人都认准了狼山豆腐。这话乍一听像是在为食品厂说话，但细细一琢磨就让人细思极恐。马主任，那您现在怎么又来了？难道你已经知道我们的产品都加了一些什么东西？宋厂长，你就别臊我了，我当时就是一时想差了，要是你们的东西真有问题，怎么可能到现在都没人举报？所以肯定是有人故意给你们泼脏水，我就是被骗了。还有你们公社那个主任也不是什么好人，故意说话误导我。马主任，真不是我不愿意帮忙，而是我们真的没有多余的酱鸭和熏肉了，我们厂规模有限，员工现在都3班倒，实在是忙不过来，咱们也不能不顾员工们的身体，强行让他们拉长加班时间，你说对吧？宋厂长，那不好意思，打扰了。送走了马红，宋清风若有所思，打电话给马红，这人竟然还知道他跟云和公社的主任孟福生不和，看来这人是熟人，对他或是食品厂的事情都有一定的了解。要说狼山大队里谁最恨宋清风，那必然是朱永福无疑了，朱家也是唯一一家没有食品厂分红的人家。随后，宋清风直接给狼山大队部打了一个电话，询问朱永福的下落。朱永福在地里干活呢，你找他有啥事儿？朱永福和他家里人最近有没有离开过大队？没有，都在地里老老实实干活。清风是出啥事了吗？没事，只是忽然想起了这个人，怕他惹麻烦。既然他们一家安安分分的待在大队里，那就没事了。这你放心，我都看着呢，他们闹不了幺蛾子。挂了电话，宋清风脸上的笑意渐渐消失，眉头紧蹙。不是朱永福，那到底是谁？就在宋清风脑中搜寻着可能的人选，视线不经意掠过窗外，眸光微顿。窗外的院子里，一个瘦弱的小姑娘坐在台阶上，看着院子里晾晒的酱鸭。这个小姑娘正是何芳芳的女儿王诗晴，小名芽儿。就在不久前，宋清风在河边救了落水的何芳芳，并从何芳芳口中得知自己落水是自己亲妹妹何玲玲所为。何芳芳和何玲玲是一对双胞胎姐妹，当初知道高考要恢复之后，她是准备自己考大学的。可是这个时候，何玲玲找到了她，以芽儿的身体等不到她毕业赚钱为由，给她300块，让替她去考试。后来何玲玲怕事情暴露，便对何芳芳起了杀心。你现在准备怎么办？我想报公安，我要举报何玲玲高考成绩作假，谋财害命。宋同志，昨晚上你看到了事发的过程，我想请你帮忙作证，还请你帮帮我。当然可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我会将我知道的都告诉公安。谢谢，那就麻烦你帮我报公安。随后在公安的全力搜捕下，何玲玲被抓了。而何玲玲有个相好的叫卢伯豪，在得知何玲玲被抓后，就开始对何芳芳跟宋清风怀恨在心。厂长叔叔好。妈妈有说什么时候带你去看医生吗？宋清风是知道芽儿快要进行心脏手术了，但具体时间不太清楚。妈妈说月底，叔叔，月底是什么时候？月底啊，就是这个月的最后几天。等芽儿再次从医院出来，你就是一个健康的小孩了，高兴不高兴？高兴，这样妈妈就不会哭了，妈妈也会高兴。对，以后芽和妈妈都会开开心心的。好了，自己去玩吧。
随后，宋清风则是给所长张瑞峰去了一个电话。卢国豪，这是谁？当下宋清风简单的把当初和卢国豪的恩怨说了，他之前没联想到卢国豪的身上，纯粹是因为他跟这人打过的交道有限，在他看来自己跟这人并不熟，也没把那点恩怨放在心上，所以下意识忽略了这人。还是今天看到雅儿小姑娘才想起来了这号人物，越想越觉得卢国豪是有这个能力办到的，起码比朱永福的可能性大。我这就让人去调查这个卢国豪。公安在得知食品厂的造谣案跟卢国豪有关后，便派出警力对全城进行搜捕。宋厂长，你之前说的那个卢国豪，经过我们调查，他在1个月前就以看病的名义来了京市，却迟迟没有回去，估计人还在京市。所以这次的事情真的是他在背地里搞事？暂时还不清楚，我们已经在找人了，要是查出了是他，到时候会通知你。听到这话，宋清风点了点头。如果真是卢国豪，他势必要告他造谣诽谤。不过想到卢国豪可能在京市，宋清风在去食品厂的时候，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何芳芳。卢国豪他就是个疯子，但凡跟何玲玲有关的事情，他就会变得不正常。看到这么精彩的剧情，要是有个女朋友陪就好了。没有女朋友，不妨去试试陌陌吧。在陌陌，普通的男生也能体验到女追男，上线不出3秒钟，漂亮的妹子，信息就多的回不完，视频照片都随便看，而且都是同城经过真人认证的，靠谱的很。家人们真的可以试试。以前也不是没有其他人喜欢何玲玲，但就在那个男人跟何玲玲表明心意的第3天，就失足落水淹死了，还有被二流子找麻烦打断了手的。总之，但凡跟何玲玲走得近的男人都没好下场。现在何玲玲被判刑，他肯定不会放过我的。当地公安难道就不管吗？他是卢家唯一的男丁，他大伯在我们那儿权力很大，他做了坏事，有人帮着善后，根本没法管。宋厂长，如果卢国豪真的在京市的话，那些事情肯定是他干的。你当初帮我做了证，他找不到我，肯定是迁怒你了。你千万小心，这个人做事没底线，是个疯子。你也不用太担心，他进不来食品厂，你只要不出食品厂的范围，他不会知道你也在。从何芳芳的话中可以推测出，卢国豪这人虽然性格极端，但并不算多聪明。真正厉害的人是他大伯，才能让他每次都平安无事。京市不是他大伯的地盘，他的手伸不了那么长。卢国豪要是什么都不做也就罢了，他但凡敢做，没人给他善后，自然就能抓住把柄，把他送进去。好，这段时间我肯定不会出场子，也不让妍儿出去。卢国豪的介绍信到期了，他要是不想被当盲流抓起来，自己就会离开。于是接下来一段时间，京市的公安开始大肆抓盲流，一旦被抓到，就会被抓去强制改造，再遣返原籍。一时间，城里的治安都变好了一些。只是大半个月过去了，盲流抓了不少，却没发现卢国豪的踪影。张瑞峰他们只能认为卢国豪已经离开京市，本来也没确切的证据证明在背后煽风点火、造谣诽谤的人是卢国豪，所以人不在京市之后，他们只能暂时先把这件事放在一边。在得知卢国豪的事情暂时搁置后，宋清风回狼山大队的事情也提上了日程。出发那天，因为东西多，马承运借了车过来送他们到火车站，还帮着把行李送到了火车上。行，就送到这里吧。今天谢谢你了，老马。咱俩谁跟谁？小客气。你要回来前给我打个电话，我到时候再来接你。对了，到了那边你有人接不？有，我已经给他们打过电话，我小舅子他们会来火车站接我吗？那就行，我先走了，有事联系。林队长，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孟福生没为难过你们吧？他和李立县长把狼山食品厂的归属权变成了县里，公社少了这么大一笔税收，估计孟福生心里都快恨死他们了。就算不高兴又咋了？是他们没理在先，他要是敢为难我，我就去县里告状。前几天我和曹副厂长去县里汇报工作的时候，听到有人说孟福生可能要被调走了，上面对他这大半年的工作表现很不满意。重生80年代，为了能让村民吃饱饭，我提议狼山大队推行包产到户。大队长，你看新闻了吗？去年会上有个小山村实行了包产到户，粮食大丰收。包产到户，他们胆子咋这么大力？不怕被举报吗？去年他们村的粮食产量实现了质的飞跃，上面的领导已经有人提议推广包产到户了。今年我听说有部分地区已经在悄悄推行包产到组。真正正式开始推行包产到户是1982年1月，但在此之前，有部分地区也在悄悄的实行。上面的领导想要看看这种模式的效果，所以睁只眼闭只眼。看到这么精彩的剧情，要是有个女朋友陪就好了。没有女朋友，不妨去试试陌陌吧。在陌陌，普通的男生也能体验到女追男，上线不出3秒钟，漂亮的妹子，信息就多的回不完，视频照片都随便看，而且都是同城经过真人认证的，靠谱的很。家人们真的可以试试。厂长，你的意思是咱们也实行包产到户？公社那边怕是不会同意。咱们可以一步一步来，咱们大队一共158户人家，可以把10家或是5家分成一组，试试包产到组，一步步来。这个办法好，还是你们读书人想法多。可惜今年的水稻都快丰收了，最快也要明年。回头我去找公社领导提建议，他们能同意最好，要是不同意，我们就悄悄的干。你可以去试试，不过想要悄悄的干怕是不成。咱们大队现在多少人盯着，有什么风吹草动就会被人发现。看来太优秀也是一种烦恼啊！你就是占了便宜还卖乖。对了，厂长，现在大队里有不少人准备盖房子，想让大队统一去砖瓦厂和水泥厂买材料，你们家要不要也翻新一下？想要盖房子的人很多吗？对，这2年咱们厂子的效益好，虽然大部分分红都留在了账上用来发展，但每年到手的分红也不少，有钱了大家就想住的舒服一些。那不如直接由村里统一盖房子吧，设计图都是现成的。听到这话，林队长和孙长河纷纷一愣。你说的是那种特别好看小洋房式的房子？没错，就是那种。可是厂长，咱们账上的资金还要用来发展厂子，2个分厂都在建造中，这
就是一笔巨大的开销，还有各种原材料的采购，这些都要钱。不需要动用厂子的所有资金，咱们可以把今年年底的分红提前拿出来，用作建造房子的一部分资金，剩余的部分则由各家出钱，水泥和砖瓦这些由大队统一购买，也可以省下不少钱。不过有些家里人口多，花钱也多，怕是拿不出这么多钱来。而且咱们不是还要还银行的贷款吗？怕是钱不够。个人出40%，厂子出60%，内部的装修由各家自己负责，厂子的贷款也不着急还，最短的那个贷款都要3年后才到期，完全来得及。咱们这么辛苦的赚钱，不就是想过上更好的生活吗？改善居住环境也是其中一项。好，我明天就召集大家开会，要是大部分村民都同意，咱们就办。第二天，林队长就召开了一次集体大会，每户派一个代表出席，宋清风也要出席，说的自然是造房子的事情。大队长，咱们真的要盖这样的房子，村里给盖，每户都有。大队长，每户的面积是咋算的？是按照人口多少算吗？一系列问题问出来，林队长只觉得脑瓜子嗡嗡的，啥也听不清了。他赶紧让宋清风给大家解释，毕竟这也是他的提议。随后，宋清风就给大家解释了一遍。暂时就是这么个方案，至于你们关心的面积问题，宅基地会按照家庭人口分配，等房子盖好了，你们现有的宅基地会被大队收回来，以后谁家分家盖房子再来批。在80年代，我带领村民发家致富，并给他们出资修建小洋楼。厂长，目前除了朱永福家没有投票权之外，参与投票的149户人家中，一共有144户人家投了赞同票，只有5户人家反对，赞成率超过90%。你不知道你在咱们大家心里的威望，大家知道是你提议的，你也会一起盖，都表示要盖。那剩下的5户是因为钱不够吗？对，就是钱不够，他们家里负担重，分红又少，实在是拿不出这笔钱。听到这话，宋清风沉吟片刻，说道：“那就问问他们愿不愿意用之后几年的分红底，要是愿意，那就加上他们。”最近粉丝总催更，为了及时回家更新视频，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几家人一听可以再加上之后几年的分红，犹豫过后都咬咬牙同意了。至此，盖新房的事情几乎全票通过。在处理完建房子的事情后，宋清风在回来时遇到了一个村里原先的知青谭建彤，你怎么在这里？你不是回城了吗？是，好久没见孩子了，想得慌，回来看看。谭建彤就是在当地结婚了，但坚持要回城的知青之一。他曾经不仅有老婆孩子，还有一份收入不算低的工作，可是为了回城，他全都放弃了。你这是后悔了？是我后悔了。回到城里之后，我才发现原来他并没有我想的那么美好，只是离开家乡太久，我下意识把它美化了。最近2个月，我总是在想，如果当初我没离开，是不是一切都不会变成这样？宋厂长，你说我是不是做错了？你心里不是已经有答案了吗？不然也不至于跑回来。是啊，我后悔了。明明我曾经有那么好的老婆和孩子，还有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我怎么就猪油蒙了心非要回去呢？厂长，我还能回到厂子里工作吗？你知道的，我们厂招人是要考试的，以前也没这样的先例。我可以重新参加厂里的招工考试，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在厂里干。一般从厂里离职的员工，我们不会再次录用，不然谁都跟你一样，还怎么管理厂子？其他员工心里又会怎么想？我不能为了你一个人打破厂里的规则，破坏本有的公平机制。厂长，你让我回来吧，我一定会好好干，哪怕是个临时工都可以。镇上和县里还有其他厂子，你可以去试试。听到这话，谭建彤眼底的光机灭了。如果连狼山食品厂也不要他，其他厂子就更不可能要他了。那些厂子要招人，也是招本地人，不会招他一个知青的。你想回来，关键不是工作，而是你前妻和孩子的态度。要是他们愿意让你回来，你才能留下来。至于工作，你找不到工作，可以试试卖农副产品。现在国家在鼓励个体经济，家里的自留地里那么多菜，还有鸡鸭蛋都可以拿到镇上或是县里去卖，活人还能被尿憋死。只要你真心想找，总能找到糊口的法子。现在私人办厂还不被允许，但农民拿着自家产的蔬菜、鸡鸭蛋去卖是完全没问题的，上面根本不管。要是谭建彤再聪明一点，从其他大队收点鸡鸭蛋或是鸡鸭去城里卖，赚的未必就比在厂子里上班少，只是要辛苦一些。谢谢厂长，谢谢你愿意跟我说这番话，我以后肯定会守着老婆孩子好好过日子，不会再有其他想法了。最后多说一句，快过年了，开车回家有面子，别忘了上瓜子看看。男知青抛妻弃子回城，在城里发展受阻后，又想回来跟妻子复婚。你说媒婆登门要给林燕妮说媒？对，隔壁大队的一个官夫，前几年媳妇生病死了，这几年一直没娶，也没孩子。知道燕妮姐现在离婚了，就托媒婆上门来说媒。他不知道林燕妮的前夫回来找她复婚了，估计不知道吧，不然也不能让媒婆上门。今天媒婆刚走，听我娘说，这不是第一个上门的。自从燕妮姐离婚之后，就有不少人盯上了燕妮姐，甚至还有愿意做上门女婿的。最近粉丝总催更，为了及时回家更新视频，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林燕妮的户口在狼山大队，她跟她孩子都有一份食品厂的人头分红。她离婚后，孙长河就给了她一个工作名额，她通过了食品厂的考试，现在就在食品厂上班，有正式工作，有房子，
年纪也不大，想要娶她的人不要太多。林燕妮拒绝了吧？当然，燕妮姐又不傻，那些人为什么冲着他们来的，她清楚得很，尤其是那些愿意上门的，哪个不是盯上了她的钱和工作？我娘说，还有个带着5个孩子的官夫想要娶燕妮姐，还比她大10来岁。我当时听到的时候都傻了，怎么有脸提的？也不看看自己的条件。娘还说，其实燕妮姐的爹娘劝她跟谭建同复婚算了，但是燕妮姐没同意，还在僵持着呢。没想到过了2天，宋清风就听说谭建同和隔壁大队那个官夫打起来了，谭建同被打进了医院。你刚才说打人的那个人叫什么？李文华。听到这个名字，宋清风脸色微变。这个李文华就是上辈子陆瑶家的天烟家暴男，最后导致陆瑶惨死。重生回来后，宋清风忙着赚钱养家，倒是把这人给忘记了。如果不是这次谭建同被打，他怕是还想不起这个人。不过既然想起来了，他也不准备放过李文华。那谭建同怎么样了？不知道啊，我就听人说了这么一句，没问。随后宋清风直接去了知青点，原本知青点都搬空了。谭建同回来后，林队长看他可怜，给他搬了一张床过来，让他不至于打地铺。你怎么会跟那人打起来呢？我去隔壁大队收鸡蛋的时候，李文华竟然跑到我面前来说些有的没的，言语难听，结果我没忍住脾气，就跟人打了起来。这小子下手可真狠，拿着石头直接往我头上砸，要不是我及时躲开了，我怕是就交代在他手里了。那媒婆给燕妮介绍的时候还说，这人脾气特别好，人长得也不错，家里兄弟少，以后矛盾肯定少，简直就是在胡说八道。那你报公安了吗？可先动手的人是我啊，要是报公安，把我也给抓走了咋办？你先动的手，有人看见了吗？那应该没有。既然没有，谁能证明是你先动手的？分明是李文华言语挑衅你在先，还对你动手在后，妄图伤害你。你知道李文华的前妻是怎么死的吗？好像是生病吧？不是生病，是被他活活打死的。他根本不能人道，甚至还跟他们村里一个男人关系亲密，怕被人知道，所以就娶了一个女人以掩饰他的真面目。那女人的娘家人对他非常不好，即便婚后发现了李文华的真面目，他也不敢说出去，因为娘家没人为他撑腰，也不会有人相信他的话。直到他被李文华活活打死，却被说是身子骨不争气，生病死了。最后多说一句，快过年了，开车回家有面子，别忘了上瓜子看看。我为了男知青能跟妻子复婚，怂恿他去报复李文华。你说，如果李文华真的跟林燕妮结婚了，林燕妮和你儿子会如何？你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不用管我是怎么知道的，你只要知道我说的都是真的就行了。李文华这人表里不一，这么多年没暴露真面目，除了他自己会装之外，就是他的家人一心包庇他。林燕妮性子烈，发现李文华的真面目，肯定不可能不吭声。但李家为了不泄露李文华的秘密，会用你儿子威胁他，到时候林燕妮自己受苦也就罢了，你儿子也逃不了。宋清风，你跟我说了这么多，想让我做什么？我要你报公安，把李文华抓起来，让他牢底坐穿。最近粉丝催更，为了及时回家更新视频，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李文华是怎么招惹你了？你这么恨他？你就说愿不愿意吧。报公安倒是可以，但你能确定他前妻真的是被他打死的？你有证据吗？我确实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他前妻是被他打死的，但我说的确实都是真的。你如果不相信，可以暗中观察一阵子，看看李文华和那个男人是不是关系密切。那个男人叫李家旺。虽然我和李文华打架的时候是在村外的路上，又是中午，周边没什么人，但我无法保证一定没人看到我们动手了。那就直接把他的丑事捅出去，让李家旺的老婆知道。李家旺的岳父是隔壁大队的生产队长，大舅哥在县里棉纺厂当小领导，认识公社的干部。听到这话，谭建同倒吸了一口冷气。那李家旺还胆子这么大，竟然和李文华那样。李文华看中了林燕妮的条件，肯定不会轻易放弃。只要你一天没跟林燕妮复婚，他就一天不会死心。要是他再动了歪心思，直接用不光彩的手段逼着林燕妮嫁给他。不行，绝对不行！这样的人渣就该被唾弃。我一定要揭穿他的真面目。虽然不知道李文华怎么招惹你了，但既然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那这件事就交给我吧，我知道怎么做。行，你要是搞不定可以来找我，我很乐意帮忙。这个年代男女关系不清楚就够吸引人眼球了，更别提李文华竟然这样。过了2天，谭建同身上的伤就养得差不多了，他还是没选择报公安，而是准备先暗中观察一下李文华和李家旺。那天收的鸡蛋都在打架的时候被打碎了，他自然要再去收鸡蛋。大姐，你们村的那个李文华真的这么好吗？你问这个做什么？我媳妇娘家妹妹去年死了男人，正想托人介绍一个，我看这个李文华就挺合适的，所以找你打听打听。你要是真为你小姨子好，那就换个人吧。李文华不合适。怎么不合适？我听说他媳妇生病去世好几年了，他一直没再娶，脾气好，家里条件还行。我小姨子死了男人之后没再嫁，她也没孩子，年纪的话今年才23，不算大，我看挺合适的。李文华不是好人，谁家姑娘嫁给他谁倒霉。可我怎么听说他对他前媳妇很好，他前媳妇生病花了不少钱他都不嫌弃，尽心尽力的给他治病。他前媳妇去世后他多年未娶。可得了吧，他但凡做个人，他媳妇儿也不会死。随后女人看了看周围，见周围没人，压低声音说道，他媳妇儿不是生病死的，是被他打死的。大姐，这话可不能瞎说。我骗你做什么？我当初亲眼看到的，他媳妇儿身上全是被打出来的伤。最后多说一句，快过年了，开车回家有面子，别忘了上瓜子看看。
男人为了不让妻子嫁给李文华，前去隔壁村打听李文华的消息。李文华媳妇儿不是生病死的，是被他打死的。被人打死的还是生病死的？一看就看出来了吧？难道就没人怀疑过吗？谁怀疑？大丫就是李文华前媳妇儿，她的娘家人根本不把她当人。当年大丫是被她娘家人50块钱卖给李文华的，而且李文华和他那家子在外面一贯会做好人。提起他们家，我们村里谁不说一句好？李文华的风评你也看到了，大丫被打连说都没法说，就是说了也没人信。大姐，既然你知道这么多，你为什么不把真相说出来，也免得其他姑娘被骗啊？我说出去有人信吗？李文华的好兄弟可是我们大队长的女婿，我要是真敢说出去，李家旺能撕了我。听到这话，谭健同一顿。你说李文华和你们大队长的女婿是好兄弟？那可不，这俩关系好的可以穿一条裤子，村里谁不知道？要是谁敢欺负李文华，李家旺就能跟谁拼命。以前李家旺没结婚的时候，李文华还时不时去李家旺家睡觉，亲兄弟都没他们关系好。李家旺还是我们大队的记分员，我要是揭发了李文华，那就得罪了李家旺，他要是少给我记工分，我们家就要喝西北风。大姐，要是我报公安说李文华打死了前妻，你愿意作证不？你赶紧走，赶紧走，我今天什么都没说，我什么也不知道，你别攀扯我，我不承认的。说着，谭健同被赶了出去，不过他已经得到了想要的信息了，也没多待就回去了。你看着我，欲言又止有10分钟了，怎么打听清楚了？你怎么知道我去打听李文华的事情了？你要是不打听清楚，直接按照我说的去做了，那就不是你了。我确实找人打听了，大部分都夸李文华，说他是个难得的好男人，谁嫁给他就是修了天大的福气。倒是从一个女人口中得知了不一样的答案，那个女人说的跟你说的差不多，李文华的前妻确实是被他打死的，但他不肯作证，所以我应该怎么做？你只要找个嘴严的，悄悄把这件事告诉李家旺的老婆就行了。他怕是不会相信吧？我听说他喜欢李家旺，喜欢的发疯，就是因为喜欢的发疯才要告诉他。在没别人知道之前，李家旺的媳妇儿即便有所察觉，也会选择自欺欺人。但要是由别人捅破这层窗户纸，他就再也无法装聋作哑，只会疯狂报复，就跟上辈子那样。谭健同虽然不觉得李家旺的媳妇儿会相信，但还是准备这么做。他自然不会蠢得自己出面，而是听宋清风的，找了一个嘴严的，写了封信，把这件事告诉了李家旺的媳妇儿。自从收到那封信之后，李家旺媳妇儿郑慧虽然不相信李家旺是这样的人，但怀疑的种子却是种下了。而一旦产生怀疑，以往那些不曾在意过的细节就会不断的在脑中浮现。随后的几天，郑慧发现李家旺下工后，就跟李文华先后去了山脚那处破房子。而当两人打得火热时，郑慧忽然冲了进来，拿着剪刀当场就把李家旺给废了。我听说李文华和李家旺俩人都被废了，可不是，当时有人亲眼看到的，满地都是血呀。那俩男的2条腿都被打断了，要不是有人拦着，那媳妇儿还想举刀砍人，可吓人了。他估计也是气疯了。可不是，谁能想到男人还能和男人？嗨，反正啊，这件事现在已经传开了，整个公社不对，是临近几个公社全知道了。要我说，那俩男人就是活该。清风哥，你说郑慧会坐牢吗？他伤人是事实，现场还有人证，怕是逃不了牢狱之灾。不过他家里也不可能眼睁睁看着他坐牢，但事出有因，估计就算最后真的坐牢，也判不了几年。而就在2天后，公安收到了一封匿名举报信，把李文华前妻不是死于生病，而是被他活活打死，家里人还包庇，为他善后的事情揭发了。双腿已断的李文华知道下半辈子无望，索性破罐子破摔，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燕妮姐，你想跟谭健同复婚吗？我也不知道，一开始我是怨他的，他在这里有工作，有老婆孩子，可他非要回城，即便离婚都要回城。我当时那么求他，他都不肯改变主意。好，我成全他，我离婚，又不是离开他我就不活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他又回来了，跟我说他后悔了。离开之后，他才知道，原来我和孩子在的地方才是他真正的家。说实话，听到那些话时，我心软了，可我没办法忘记他离开时的决绝。我怕万一哪天他又会丢下我和孩子走了，我现在很茫然。瑶瑶，你说我该怎么办？燕妮姐，其实答案就在你自己的心里。我爹娘也一直在劝我跟他复婚，毕竟他是孩子的亲爹，别人对孩子再好也比不上亲爹，我心里也清楚。但是瑶瑶，我心里就是不甘心。燕妮姐，你要是心里对他还有怨，可以选择不原谅，没人规定他知错了你就一定要原谅他。听到这话，林燕妮讶异地看着他。自从谭健同回来后，他爹娘兄嫂都在劝他，话里话外都是谭健同知错了，他应该再给他一次机会。而陆瑶是第一个跟他说可以选择不原谅的人。在林燕妮走后，宋清风看着陆瑶调侃道：要是谭健同知道你劝林燕妮不要跟他复婚，怕是要哭死。那也是他活该，都是他自己选的路，还是你也觉得我劝错了？那不能，错的是谭健同，你说的完全没错，他就是欠收拾，让林燕妮好好收拾他一通挺好的。你的意思是燕妮姐和谭健同会复婚？这是显而易见的，林燕妮要是完全没这心思，今天根本不会来找你说这些。他现在不肯松口，只是因为当初谭健同离开的太决绝，他咽不下那口气而已。只要谭健同愿意坚持下去，等林燕妮心里那口气出了，两人自然就复婚了。李县长为了狼山食品厂能够发展得更好，
找到我要求参加明年春季的广交会。李县长，你是想让我们食品厂参加广交会？对，今年肯定是来不及了。我的打算是让你们参加明年春季的广交会，但到底能不能参加，我现在也无法给出保证。这几个月你要做的就是尽力打开销路，扩大你们酱鸭的知名度，这样年底提请的时候也容易通过审核。参加广交会的好处，李丽不说，宋清风也懂。要是他们的酱鸭能参加广交会，那就意味着可以赚外汇。这个时候，外汇对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他们的产品能赚外汇，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还能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卖到全国，不是吗？好，我会安排好接下去的工作。曹永军得知这个消息也很高兴，食品厂发展的越好，他的工作就越稳定。狼山这边你放心，我一定看好厂子，出不了乱子。不管能不能参加广交会，咱们接下去几个月都会尽量扩大酱鸭的销量和知名度，所以对鸭子的需求肯定会增加。原料的采购和品控是重点，还是那句话，质量第一。随后，宋清风给曹永军安排了一下未来半年的工作。交代完厂子的事情后，宋清风也就准备返回京城了。到达京市后，来接他们的依旧是马承运。有卢国豪的消息了吗？有人跟我说2个月前你说的那个人离开了京市，去了临省，后来去了哪里就不清楚了。至于人现在是不是回来了，就更不清楚了。不过现在京市还在长忙流，除非有介绍信，不然他想回来还真不容易。那你继续帮我留意着这个人，要是有消息了，麻烦第一时间通知我。我会继续帮你留意。不过我今天找你还真不是为了这件事。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丁华强的老婆暗中倒卖收音机的事情吗？记得啊，不过你不是说他已经收手了吗？对啊，去年交易过几次之后，他就不见踪影了。我还真以为他收手了呢。结果这人最近又冒出来了，这次卖的不是英华国的收音机了，而是自己组装的。他自己组装的？就最近半个月，京市市面上忽然冒出了一批组装收音机，价格很便宜，我从外地拿来的都不好卖了，就找人查了一下，结果就查到了那个女人头上。我还查到她在西郊租了一栋房子，雇人专门组装收音机。你说她的原料都是哪里来的？还有她之前卖的那些樱花国来的进口收音机，又是从哪里收来的？你是想接触她？是啊，她的收音机不是便宜吗？与其让她在本地卖，不如我去收了她的收音机到邻省去卖，这可比我大老远的从南方进货划算多了。我和丁华强的关系确实还可以，不过我和他老婆可一次都没见过。那你不如约他们一起吃个饭，就说是朋友聚餐。行啊，我去找丁华强约时间，约好了我通知你。清风，这是我媳妇米雪兰，雪兰，这就是我跟你提过的我最好的兄弟宋清风，这是清风的媳妇陆瑶，这位是马承运。米雪兰看到马承运的脸时，眼底闪过一丝意外和惊慌，她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马承运。她刚回到京市的时候，没少偷偷往黑市跑，自然认识马承运。她甚至知道这个人是黑市的负责人之一。可算是见着你的面了，米老板，你可让我好找啊！你在说什么？什么米老板？你是不是认错人了？我怎么可能认错人？我还从你手上买过一台樱花国的收音机呢。米老板好本事，总能弄到一些稀罕东西。以前就想认识你，一直没找到机会。没想到米老板一段时间不见，竟然都能自己组装收音机了。可惜去西郊找了你好几次都扑了空，直到今天才见到你。米老板，我找你是有生意想跟你谈，没有恶意的。不然我也不至于让清风请你们夫妻2人来做客，直接去找人举报你就行了，你说对吧？听到这话，米雪兰心里有点慌，她没想到马承运不仅认出了她，竟然还知道西郊那个作坊也是他的。你到底想怎么样？我刚才已经说了，我想跟你做生意，不是想找你麻烦。你如果是想要樱花国的收音机，不好意思，我现在弄不到了。我不要樱花国的收音机，我要的是你西郊作坊里自己组装的那些收音机，你一台台散卖风险太大，不如全部卖给我，这样我有稳定货源，你也能降低风险，怎么样？那如果我拒绝呢？拒绝就拒绝了，做生意是你情我愿的事情，你如果不愿意就算了，我还能拿刀逼着你跟我做生意不成？实话告诉你吧，从你第4次来黑市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的身份了。退一万步说，我知道你的身份，你也知道我的身份，你怕什么？对呀，我们彼此都抓着对方的把柄，要是马承运敢揭发我，我也把马承运供出来就是了。今天太突然了，让我想想。这样吧，3天后我在西宁路的茶馆等你，咱们再详谈，怎么样？行，那就这么说定了。米雪兰思考了3天，最终还是接受了马承运的建议，把作坊里组装的收音机全都卖给他。现在的经商环境还是没那么好，一台台卖风险过大，不如少赚点，降低风险。马承运高兴地告诉了宋清风这个消息，还给他带了一台收音机回来。知道你家有电视机了，但没事的时候也可以听听收音机，我看过，质量不错。这就是米雪兰他们组装的吗？对，跟市面上那些进口的相比也不差，价格还便宜了将近一半。我运到外地好卖得很。米雪兰这个女人有点东西，都是一样的原件，他们作坊组装出来的收音机信号接收就是比我们自己组装的强。也许不是她厉害，是她背后的人厉害。你不是说她一开始还能弄到樱花国的进口收音机吗？我估计这个生意不是她一个人的。宋清风记得丁华强提过，米雪兰高中没毕业就跟着父亲被下放到大西北了，念书时成绩也一般，并没有掌握什么优秀技能，不然下放期间也不至于干的都是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农活。但我打听过，那个作坊就是他的，他虽然很少过去，但每次过去都是
就是一个人，没别人啊。没准是人家藏得深呢。你的意思是说，米雪兰只是放在明面上的，她背后那人才是真的厉害？不行，我要让人去查一查。要是真有这么一个人，我们直接跟他合作多好。还有米雪兰什么事儿啊？你小心一点，别着了别人的当。我没那么蠢，我小心着呢。食品厂的货车在临县送货遭遇抢劫，送货的3人被提进上厂长，不好了，咱们有一辆货车遇到了抢劫的，货被抢了，司机受伤，现在人在临市医院。你带上钱，跟我出去一趟。好，我这就去准备。宋清风和程毅赶到临市医院的时候，受伤的司机已经醒了。3厂的酱鸭现在不仅在京市当地卖，还卖到了附近的几个省份，所以厂里的车经常去外地送货。之前一直没出过事，没想到这次竟然连人带货出事了。保卫科的小吴同志受了重伤，好在没有生命危险。我的副手小秦左手骨折，但也不算严重。这次多亏了小吴同志，要不是他，这次我们就不只是受伤了。人没事就好，你跟我说说那天的具体情况。昨晚我们开车进入一段山道的时候，车子爆胎了。小秦和小吴下车查看情况，谁知道突然从草丛里窜出了一伙人，拿着刀棍子，见人就打，下手狠辣，都是冲着人要害去的。如果不是跟着出车的小吴是退伍兵出身，身手了得，怕是昨天晚上我们3个都要交代了。那些人见小吴那么能打，抢了货就跑了，我也不敢追，只能先把他们2个送医院。厂长，对不起，货没保住。人没事就好，货没了就没了，你没去追是对的。那你报公安了吗？把他们送到医院之后，我第一时间就去报公安了。公安那边说会全力追查，但未必能追回来，让我们有个心理准备。听到这话，宋清风皱了皱眉，他知道这个年代路上并不安全，土匪路霸很多，货被抢了，再想追回来难上加难。这次怕是要自认倒霉了，但好在人没事。你们先安心养伤，医药费都由厂子出。谢谢厂长，不过咱们的货被抢了，没法按时交到客户手上。这件事我来解决，你通知他们的家里人，让他们的家里人来照顾他们，误工费也由厂里负责。这次的货是一家钢铁厂订的，这里距离这家钢铁厂不远。宋清风索性亲自跑了一趟钢铁厂，说明缘由。没想到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你们的司机没事吧？两轻伤，一重伤。那伙抢劫的手上都有刀棍，见人就打，下手非常狠辣。要不是我们其中有一个退伍兵，这次怕是3个人都没命了。不过徐厂长放心，答应你们的货肯定会送到。我今天就打电话回去安排人重新送货，只是要比原定的时间晚2天，实在是对不住。这都是小事，人没事就好。前2年从来没听说这种事情，这半年也不知道怎么了，这种事情是越来越多了，这都是第3起了。第3起？难道之前就出过这种事情？就上个月，也是那段路，有一辆货车被抢了，连车带货都没了，司机就剩了一口气。要不是附近的村民及时发现了他，甚至都没人知道那里发生了一起抢劫案。上个月山南那段路也发生过一起，2个司机死了1个，死的时候连个人样都没有，惨呐！这几个月公安一直在追查那伙抢劫的，但都没找到人，那些被抢走的货也没能找回来。比起那2起，你们这次车子和司机都没事，已经很幸运了。能确定是同一伙人吗？听到这话，徐副厂长摇了摇头，这就不清楚了，我也是听人提过一嘴。宋清风从钢铁厂出来，去了一趟公安局，询问调查的进度，顺便问问前面2起抢劫案的情况。公安没跟他透露太多，只说有了消息会通知他。随后，宋清风安排好3位伤员的住院事宜，留下程毅等着家属的到来，自己则是先一步回了京。程运，你这边能不能搞到枪？你要枪做什么？现在路上抢劫的越来越多了，我总要保证我们自己人的安全。现在全国还没开始禁枪，如果遇到持枪的歹徒，他们这边却是赤手空拳，那人再多也不顶事。能搞到，只不过数量不多，有就行。我只是拿来防身，又不是去干什么坏事。行，你等我消息。那玩意儿我也没有，我要去跟人商量，有结果了我直接通知你。马成运的效率挺高，不过3天就帮宋清风弄来了一批防身武器，数量不多，只有20把。你要的急，只有这些了。宋清风拿起一把打量着，十分满意。有了这批东西，他们跟车人员的安全就多了一层保障。太好了，有了这个，再遇到歹徒，我们也不怕了。这是给你们防身的，不到万不得已不能用，而且只有跟车的人才能携带，平时不许带出去，每次带出去都要严格登记。明白，厂长放心，我会安排好。食品厂的货车遭遇抢劫，我为了司机的安全，给每人都配备了手枪。同时，我为了扩大食品厂的知名度，在央视打电视广告。清风，这就是电视台的胡主任，之前电视台播出的第1条广告就是经由他拍板的。胡主任你好，我是狼山食品厂的厂长，我想在你们电视台打广告。在我们电视台打广告自然没问题，电视台正准备成立专门的广告科，所以很欢迎你们来谈业务。只不过这价格肯定没法跟第1条广告那样算，你是华强介绍来的，我也不跟你来虚的，这是自然。随后，胡主任给了宋清风一个报价，在听了胡主任的报价后，宋清风心中微震，500一条，这个价格没问题，我们接受。你们不再考虑，这个价格可不便宜。不用考虑，我能做主。只是胡主任，我还有个疑问，这个广告是你们电视台帮我们拍，还是我们自己提供？都可以，不过你们没有专业的拍摄设备，怕是拍不了。宋清风看过沪视电视台和央视这几个月播出的广告，说实话，他实在看不上现在的广告，完全没有审美。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他希望他们的广告可以拍得不一样一点。那我们能不能租用你们电视台的设备，自己请人拍摄？那些设备你们会用吗？这设备贵得很，要是弄坏了，
你们可赔不起。我们不仅租用设备，还想请你们电视台的人来帮忙拍摄，只是广告的文案和创意由我们自己提供，您看行吗？那就先把你们的方案拿给我们看看，要是行，那就按照你们的方案拍；要是不行，就按照我们台里的来。一言为定。看到这么精彩的剧情，要是有个女朋友陪就好了。没有女朋友，不妨去试试陌陌吧。在陌陌，普通的男生也能体验到女追男，上线不出3秒钟，漂亮的妹子，信息就多的回不完，视频照片都随便看，而且都是同城经过真人认证的，靠谱的很。家人们真的可以试试。过了1周，宋清风终于把广告方案写完了，一共6个方案，30秒、60秒、120秒的各2个。他又修改了2遍，确定没什么问题了，才再次约见胡千之。胡主任，这是我们的广告方案，麻烦您先看看，要是有什么不足之处，还请您指正。胡千之接过来，一开始还有些不以为意，但看着看着脸色就变了。广告的开篇就是江南水乡的河面上，一群鸭子舒展着身体，一个少年在岸边拿着长竹竿赶鸭子，将鸭子赶上岸，又把它们赶回家，嘴里念念有词。镜头一转，则是一座农家小院，院子里晾着几只酱鸭，妈妈端着蒸好的酱鸭从厨房出来，笑容温婉，眉眼温柔。少年的目光在看到妈妈端着的菜时变得晶亮，眉眼都飞扬了起来。1分钟的时间不长，最后的画面定格在一家人围坐在饭桌前热闹的吃饭，少年和妹妹一起分享美味酱鸭时的灿烂笑容上。这是谁写的？是我自己写的，也是我的一点小想法，让胡主任见笑了。妙啊，没想到广告还能这么拍。听说你是京大的高材生，念的是中文系？不是，我是经济系的。不愧是京大的高材生，宋厂长，你这广告方案写得妙啊！我敢保证，要是这么拍出来，最后的效果肯定好。其实这种形式的广告在国外早就有了，只是我们国内还没有而已。我有个朋友在羊城，跟一位在羊城投资的港商很熟，我也是听他说过，才知道还有这样的广告形式。港城跟国际接轨，能接触到很多内地接触不到的新鲜事物。听宋清风这么一说，胡千之顿时就明白了，咱们跟其他国家的差距还是太大了，就连广告都比不上人家，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咱们国家现在正在搞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肯定会越来越好，咱们跟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也会慢慢拉近的。我先拿回去跟台里的领导讨论讨论，这样吧，明天上午你来我们台里一趟，咱们一起讨论。80年代，为了扩大食品厂的知名度，我花了500元在央视打电视广告。昨天下午我就把你的广告方案拿给领导看过了，领导非常感兴趣，说不定拍摄的费用还能减免一部分。宋清风闻言心中一喜，没想到竟然还有这样的意外之喜。随后胡千之便带着他去见了领导，在座的还有导演和摄像师等工作人员。经过1下午的讨论，选定了最终的拍摄方案。不错，故事性与商业性结合的十分完美，先就这么拍着。对广告拍摄的人选，你有什么建议吗？如果你不喜欢这几个演员，我可以问问电影制片厂那边有没有其他合适的演员。我对人选没什么建议，你安排就可以。毕竟胡千之提供的那几个名字都是现在家喻户晓的演员，在国内很有知名度，这相当于请明星拍广告，费用还很低。最后关于狼山食品厂的广告的时间，宋清风没选晚上新闻联播后的黄金时间，而是选了电视剧开播前后的时间段，还有一个时间段则是白天新闻联播重播结束后的那半分钟。在电视广告播出后的第2天，食品厂的电话就响了，都是订货电话，短短3天订货量就超过了以往半个月的量。而此时邻省某小县城的一处废弃破庙里，被宋清风惦记着的卢国豪就躲藏在这里。老大，我打听到了，明天就有一辆狼山食品厂的车子经过咱们这里的国道，要不要办这一票？这个狼山食品厂都在电视台打广告了，他们厂的酱鸭销量那么好，肯定很有钱，咱们要是干了这一票，可比咱们抢几次都划算。看到这么精彩的剧情，要是有个女朋友陪就好了。没有女朋友，不妨去试试陌陌吧。在陌陌，普通的男生也能体验到女追男，上线不出3秒钟，漂亮的妹子，信息就多的回不完，视频照片都随便看，而且都是同城经过真人认证的，靠谱的很。家人们真的可以试试。说这话的人正是卢国豪。就在几个月前，卢国豪差点被人举报是盲流给抓起来，所以他匆匆离开了当地，四处流浪当盲流，却没想到半路上遇到了一伙强盗，反过来抢了他。卢国豪贪生怕死，怕这些人弄死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加入了这个团伙，跟着他们四处抢劫过往车辆，当起了抢劫犯。他们车子上都是一些酱鸭，又不是钱，咱们抢过来还要想办法处理了，太麻烦了。但是他们的酱鸭现在供不应求，只要咱们能抢回来，随便找个黑市卖了，钱就到手了。黑市的人又不会追问咱们酱鸭是怎么来的，那么大一车子的酱鸭肯定值不老少钱。你们觉得呢？干了，老大，我觉得小卢说的对，抢谁不是抢，自然要抢值钱的。咱们之前也不是没抢过货车，把东西拿到其他地方卖就是了，反正咱们也要换地方了，他们抓不到人。见大部分人都同意，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凌晨时分，一辆大卡出现在道路尽头，很快就被地上的大石块挡住了去路。见大卡车停下来，有人从驾驶室跳下来后，卢国豪立即带着人冲了上去。随后一声惨叫，外加一声枪响，彻底打破了夜的寂静。妈的，他们有枪！来抢劫的一共有10来个人，不过他们拿的基本都是刀、斧头、棍子一类的东西，热武器是一样没有，自然不可能是狼山食品厂保卫科的人的对手。眼见不敌，卢国豪直接带着人跑了。宋清风再次接到了车子被抢、员工受伤的消息后，便第一时间赶到了医院。情况怎么样？人没事吧？小季被砍中了背部，现在还在抢救，医生说情况十分危险。
食品厂的货车再次被抢，司机被打成了植物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不是带了防身武器了吗？怎么还会有人受伤？对方来了10几个人，而且领头的人目标十分明确，第一下就砍在了小季身上。小季当时下车查看路况，没防备，被砍了正着。随后于大树犹豫了一下，迟疑后说道：“厂长，我好像在那些抢劫的人里看到了卢国豪。”你说什么？你真的看到了卢国豪？你确定没看错？看着很像是卢国豪，但他也是第一个冲小季下手的人，所以我想应该是他。当初于大树是见过卢国豪的照片的，因为知道自家厂长想要找这个人，一直记在心里。虽然看到的那人脸上多了很多胡子，看着有些埋汰，但他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只是他不知道这人怎么会跟一群悍匪混在一起。公安来过了吗？来过了，情况我已经跟他们反映过了，货物没事。看到这么精彩的剧情，要是有个女朋友陪就好了。没有女朋友，不妨去试试陌陌吧。在陌陌，普通的男生也能体验到女追男，上线不出3秒钟，漂亮的妹子信息就多的回不完，视频照片都随便看，而且都是同城经过真人认证的，靠谱的很。家人们真的可以试试。随后，宋清风便陪他一起在手术室外等着。好在小季命大，从阎王爷那里抢回了一条命，但这次的伤太重，他依旧在昏迷中，能不能醒来还是未知数。医生，还请你尽力救他，医药费不是问题，只要人没事就行。人我们肯定是会救的，但他伤得太重了，又流了那么多血，能不能醒来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过了3天，小季依旧没醒来，宋清风安排转院，直接把人转到了京市的医院。何芳芳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这件事，还知道悍匪之中有个人是卢国豪，主动找到了宋清风，想要当诱饵把卢国豪给调出来。你知不知道这件事很危险？我知道，但我是最合适的人选，不是吗？当初何玲玲是我亲手送进去的，卢国豪最恨的人就是我，他是因为找不到我才会迁怒厂长你，又因为你而伤害其他人，试图给你制造麻烦，给你添堵，所以我出面当诱饵，把他调出来才是最快的解决办法。保卫科的人说，卢国豪现在跟一群悍匪在一起，那群人是惯犯，抢了不少人，下手非常狠，手上有人命的。卢国豪要是知道你在京市，你的处境就会变得非常危险，甚至可能因此丢了命。你女儿还那么小，你真的要这么做？厂长，你说的情况我都考虑过了，也清楚这么做的后果。我今天赶来就是因为我已经想好了，这件事本来就是因我而起，也该由我来结束，所以你就让我去吧。说着，何芳芳顿了顿，神色有些犹豫。至于妍儿，我已经拜托了村长媳妇儿，她答应帮我照顾一段时间。如果我真的不幸丢了命，厂长，你能不能帮我找个没孩子的人家，把妍儿送给他们养？妍儿现在的身体已经在慢慢恢复了，不会拖累人，肯定有人愿意养她的。不行，还是太危险了，我不能拿你的命去冒险。公安那边已经在追查那伙悍匪了，说不定要不了多久，卢国豪就会被抓住，你没必要去冒这个险。那要是卢国豪意识到情况不对，再次跑了呢？厂长，就像你说的，他现在太危险了，就是一颗不定时炸弹，咱们总不能一直被动防御吧？那要防到什么时候去？厂长，你别劝我了，就按照我的方法做吧。卢国豪那么恨我，见到我肯定不舍得一见面就弄死我，而是千方百计的折磨我，所以也没那么危险。只要他能撑到公安把卢国豪抓住，他就彻底安全。何芳芳显然是真的把所有的情况都考虑过，此时说起来一脸镇定，没有一丝害怕。厂长，别犹豫了，就这么办吧。只有把卢国豪抓住，我们才能真正松口气。食品厂货车抢劫案几名盗匪被抓，黑老大冯威和卢国豪却跑了。张所长，那卢国豪呢？跑了，他和一个叫冯威的一起跑了。冯威是那伙人的老大，公安这边已经正式发了通缉令，并联合其他地方的公安一起抓捕，他们迟早会落网。听到这话，宋清风心里一个咯噔，那么多人都落网了，却偏偏让卢国豪跑了，这可真不是个好消息。他往哪个方向跑了？往西北方向跑了，估计是跑回老家去了。他那个大伯在当地有些本事，可能是想回去找他大伯帮忙。我们的同事已经去他老家守株待兔，只要他敢回去，就能抓捕他。只要他不是跑回京市就好。张所长，不好了，我的妻子路遥不见了，我怀疑是卢国豪回来了。你等等，你先把前因后果讲一遍。随后，宋清风简要的把路遥失踪的事情说了，而且他把能找的地方都找了，都没找到人。会不会是临时有事，去哪里了没告诉你？不会，瑶瑶一定会告诉家里人他的去处，而且现在都9点半了，再有事也该回来了。最近粉丝总催更，为了及时回家更新视频，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这样，你先别着急，我打电话给西北的同事，问问他们最近有没有卢国豪的行踪。宋清风也希望只是一场乌龙，是自己紧张过度，但他心里有种很不好的预感，他就是觉得路遥是出事了。我已经给西北那边打过电话，那边的消息是半个月前冯威和卢国豪还在西北一带活动，但现在人还在不在西北，他们也不确定。我有种很不好的预感，冯威和卢国豪怕是已经潜回京市了，瑶瑶应该在他们手里。这是最坏的结果，可能就是我们想多了。我已经让所里的同志一起出去找人了，也会联系京市其他兄弟单位，要是发现卢国豪的行踪，他们会第一时间告诉我。你这边也继续找人，有消息了告知一声。这个年代没有监控，宋清风也知道找人只能用这样的笨办法了。宋清风刚回到家，程毅就急匆匆地找了过来。厂长，不好了，何芳芳不见了。什么？什么时候不见的？
前天不用上班，他带着女儿出去后一直没回来。厂里的同事听何芳芳念叨过周末要带女儿去动物园，就以为他是带着女儿出去玩了，也没在意。谁知道昨天一整天何芳芳一直不见踪影，他女儿也不见了。同事发现何芳芳一直没回来之后，还找过人，结果在附近的草垛里找到了昏迷不醒的何芳芳的女儿雅儿，何芳芳的人却不见了。小孩怎么样了？雅儿找到的时候头上都是血，人送到医院去了，人怎么样暂时不清楚啊。厂长，我们是不是该报公安啊？你先回去，这件事我来处理。随后，宋清风再度去找了张瑞峰，并把何芳芳失踪的事情告诉了他。怕是冯威和卢国豪真的已经潜入了京市，把何芳芳和陆瑶带走了。你现在回去等消息，我猜卢国豪会来找你。你是说卢国豪会来找我？你也说了，卢国豪这人心胸狭窄，睚眦必报，他对你的恨是源于迁怒，他最恨的人是何芳芳。现在何芳芳被他带走了，他为什么还要带走陆瑶？怕是带走陆瑶是次要的，他真正要找的人是你。好，我现在就回家。最后多说一句，快过年了，开车回家有面子，别忘了上瓜子看看。卢国豪绑架了陆瑶跟何芳芳，派小孩哥前去送信。这封信是谁给你的？一个叔叔，他说我送信过来，你们会给我糖吃。什么样的叔叔？他人在哪里？小孩看了他一眼，不说话。随后宋清风摸了摸口袋，塞给了小孩一把糖。小孩没想到竟然真的有糖，还是奶糖，顿时高兴坏了，乐颠颠的带着他们去找人。就是在这里，那个叔叔就是在这里叫住我的，他给了我这封信，让我送给你们，还给了我1分钱。不过那个叔叔好穷，穿得破破烂烂的，跟讨饭的一样。宋清风站在街上茫然四顾，人来人往，没看到小孩说的那人。想来也是，谁会傻乎乎的站在原地等人呢？接着，宋清风打开了那封信，信是陆瑶写的，里面的内容却是卢国豪的口吻。在信里，卢国豪要求宋清风准备5万块现金，在3天后的下午3点送到指定地点，只要他收到钱就会放人，不然宋清风收到的就是一具尸体。至于指定地点是哪里，信里并没有说，只说时间到了，自然会有人告诉他。这5万块也太多了，我们去哪里凑这么多钱啊？看到这么精彩的剧情，要是有个女朋友陪就好了。没有女朋友，不妨去试试陌陌吧。在陌陌，普通的男生也能体验到女追男，上线不出3秒钟，漂亮的妹子，信息就多的回不完，视频照片都随便看，而且都是同城经过真人认证的，靠谱的很。家人们真的可以试试。宋清风知道一时半会凑不出来这么多钱，准备先去一趟公安局，把信给张瑞峰看。信是瑶瑶写的，人确实在卢国豪手里，但卢国豪在信里没提何芳芳，所以暂时不清楚何芳芳的情况。看来卢国豪现在很缺钱，交钱那天，我们的同志会暗中跟着你。宋清风来找他就是这个意思，他信不过卢国豪，谁知道他拿了钱之后会不会放人，所以配合公安一起行动是最好的。从公安局出来后，宋清风直接去找了一趟马成运。清风，我说句矫情的话，从小一起长大的孩子里，只有你不嫌弃我是个混混，愿意跟我亲近，所以我是真心拿你当兄弟。现在兄弟遇到事儿了，我没法帮你找到人，帮你凑个钱还是没问题的，这钱等你方便了还我就行。兄弟谢谢了。是兄弟就别说这些，我现在手头上的钱不够，你等我1天，明天晚上我去你家找你，把钱给你送去。陆瑶会没事的，你别担心。很快3天时间过去了，又一封信送到了宋清风家。看笔记，这封信依旧是陆瑶执笔，内容只有寥寥几个字，让宋清风今天下午2点到3场等电话。卢国豪，瑶瑶人怎么样了？果然是好丈夫，第一句话就是关心老婆的安危。放心，在没有拿到钱之前，我肯定不会让她死的。钱我已经准备好了，5万块，1分都不少。你说个交易地点，我把钱带来，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人。你当我傻呀？还和你当面交易？我知道你已经报了公安，怕是这5万块我有命拿没命换。那你想怎么样？明天上午会有信送到你家，你按照信上的地址，一个人带着钱过来，记住，必须是你一个人来。你要是敢让公安一起跟着来，我就弄死你老婆。别以为我不敢，我手上不止一条人命，嘎人对我来说跟嘎鸡一样简单。何芳芳是不是在你手上？呀，你还惦记着这个贱人呢？难不成你对这个贱人也有意思？你个畜生，到底把何芳芳怎么样了？男子抢劫大货车无果，逃跑后抓了陆瑶跟何芳芳，并索要5万元的赎金。何芳芳，你怎么样？还好吗？地上躺着一个浑身是血的人，正是失踪的何芳芳。我没事，你再坚持一下，肯定会有人来救我们的。陆瑶见他脸上一丝血色都没有，出气多进气少的样子，心里害怕极了。求求你给他的伤口止一下血吧，再这样下去他会死的。你们不是还要拿我们换钱吗？要是他死了，赎金就没有了。有你就足够了，他是死是活无关紧要。我们是一起的，带上他，你们还可以多要一笔钱，你就他不吃亏的。卢国豪抓何芳芳不是为了钱，只是为了折磨他，报复他，所以不管陆瑶说什么都没用的。你确定宋清风会按照你说的做？老大，你放心吧，我早就打听清楚了，宋清风对他老婆很看重，就是为了他老婆的安危，他也不敢带公安一起来。明天我们拿了钱就走。冯威已经联系上了一个蛇头，只要明天他们拿到钱，就可以带着钱出国，从此以后就是天高任鸟飞了。卢国豪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这一路要是没有冯威，他早就被公安抓了，所以他现在就是要紧紧抱着冯威的大腿，让他带他一起走。最好是这样。老大，那些人什么时候来？等把这娘们带走，我们也该换地方了。差不多了，带上他跟我走。见卢国豪朝自己走来，陆瑶拼命后退。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当然是卖了你，把你卖到大山里去给老光棍当
当媳妇。你们不能这么做，我是人质，没有我，你们拿什么换赎金？看到这么精彩的剧情，要是有个女朋友陪就好了。没有女朋友，不妨去试试陌陌吧。在陌陌，普通的男生也能体验到女追男，上线不出3秒钟，漂亮的妹子，信息就多的回不完，视频照片都随便看，而且都是同城经过真人认证的，靠谱的很。家人们真的可以试试。人质不止你一个，这地上不是还躺着一个吗？你也别怪我，要怪就怪宋清风多管闲事。当初要不是他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玲玲也不会出事，是你们害了他。他让我失去了玲玲，那我也只好让他失去老婆。我听说宋清风特别喜欢你，你说要是他知道你被卖到了大山里，给老光棍当媳妇，他会不会痛不欲生啊？还要磨叽多久？老大马上就来。人在这，给了钱就可以带走。模样不错，钱在这，人给我。冯威拿了钱，朝卢国豪使了使眼色，卢国豪便把路遥交给了眼前的2个陌生人。随后那个女人拿出一块手帕捂住了路遥的口鼻，没几秒，路遥就失去了意识。自从路遥被带走之后，何芳芳心中就止不住的焦急和害怕。可她伤得太重了，浑身上下没一块好皮，又被饿了3、4天，连爬出去的力气都没有。你们这俩畜生把瑶瑶带哪儿去了？原来还没死啊，你倒是命大。行了，不过是一个女人，你要真不解气，直接嘎了得了。老大，你休息，我来守夜。次日早上，宋清风就在家门口发现了一封信，信上写的地址是在城北方向，位于京市与邻省的交界处。宋清风记得现在那边应该是连绵的群山。随后，宋清风骑着车，钱定邦跟程毅远远跟在他身后，保持着既能看到他又不会被人发现的距离。上午9点，宋清风如约抵达了约定地点，却只看到了卢国豪一人，既没看到冯威，也没见到路遥。钱我带来了，人呢？你胆子真大，还真敢一个人过来。你要的钱都在这里，路遥呢？别急，我怎么知道这里面是钱还是废纸？我要看过才能确定。你把袋子扔过来。我要先看到人，人不在这里。我实话告诉你，我和我同伴信不过你，所以人在另外一个地方。来之前我们就商量好了，等我拿到了钱平安回去，他就会放人，不然他就撕票。男子绑了别人的妻子，并把他卖给了人贩子。得知消息的宋清风前来赎人。你胆子真大，还真敢一个人过来。你要的钱都在这里，路遥呢？宋清风，想要你老婆平安，就先把钱给我，不要拖延时间。我同伴可没耐心。宋清风忍着怒气，把装钱的袋子扔了过去。卢国豪打开袋子，一捆捆大团结整齐的放着，5万块，不多不少。没想到宋清风这么有钱，早知道就多要一点了。钱给你了，把人放了。放心，等我回去了，你老婆就回来了。别跟着我，不然你老婆就会变成一具尸体。宋清风站在原地没动，眼睁睁看着卢国豪远去。10分钟后，张瑞峰带着人赶到了。卢国豪人呢？带着钱跑了。他们说要收到钱才能放人，不过钱定邦已经跟了上去。宋清风早就知道卢国豪不可能这么轻易放人，也知道自己和钱定邦势单力薄，很有可能会阴沟里翻船，所以早就跟张瑞峰商量好了，让张瑞峰安排一些人去百货大楼附近迷惑人。等宋清风和钱定邦出发后，张瑞峰再带着人追上来。卢国豪拿了钱，肯定是跟同伙会合，只要跟着他们就能找到路遥和何芳芳。以钱定邦的身手，卢国豪不可能发现他。钱定邦一边跟着卢国豪，一边做标记，方便张瑞峰带着人跟上来。看这方向，这是要进山呢。他们不敢进城，肯定是藏在山里。看到这么精彩的剧情，要是有个女朋友陪就好了。没有女朋友，不妨去试试陌陌吧。在陌陌，普通的男生也能体验到女追男，上线不出3秒钟，漂亮的妹子，信息就多的回不完，视频照片都随便看，而且都是同城经过真人认证的，靠谱的很。家人们真的可以试试。钱拿到了吗？拿到了，5万块，一分不少。老大，这个宋清风是真有钱呢，咱们要少了。冯威一把夺过装钱的袋子，迫不及待打开，又马上系紧袋口。不错，赶紧走。随后，卢国豪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生死不知的何芳芳。老大，不用着急，我看过了，他们没跟上来，一时半会儿的，他们找不到我们的。等我把这个女人解决了就走，你等我5分钟。那你快点。冯威的话还没说完，残破的大门就被人一脚踹开了。只见钱定邦举着枪对着他们，神色冷漠道：“都别动，我不跑，你别开枪。路遥呢？跑了，昨天就跑了，我不知道他跑去了哪里。”钱定邦眯眼，直觉他说的不是实话。他倒是想问何芳芳，但是何芳芳现在昏迷不醒，那副出气多进气少的样子，钱定邦都有些担心他坚持不到他们送他去医院。随后，钱定邦把目光放在了冯威的身上。快说，路遥在哪里？而此时，宋清风和张瑞峰正带着人沿着钱定邦留下的记号追踪他而去。突然响起的枪声让他们的脸色都变了。不好，他们动上手了，我们赶紧过去。等他们赶到的时候，就听到钱定邦正在逼问冯威关于路遥的下落。路遥不在这里，卢国豪说路遥昨天就跑了，应该是在撒谎。听到这话，宋清风脸色大变，一把揪住了卢国豪的衣领。瑶瑶呢？你把瑶瑶怎么了？是你啊，你这辈子都找不到他了。快说，你把瑶瑶关到哪里去了？你永远都找不到他了。宋清风，你毁了我的幸福，我也要让你尝尝痛失所爱的滋味。我不会告诉你的，宋清风，是你害了路遥，如果不是你，他不会遭受这一切，是你连累了他，怎么样？后悔吗？宋清风，你是不是恨死我了？你嘎了我吧，嘎了我吧，你老婆报仇了。宋清风，你不要听他的，他就是故意刺激你。你冷静，你要是动手，你就是杀人犯。你真的要为了这样一个人搭上自己的后半辈子吗？他说的对，你要是杀了我，你就是杀人犯了。不过，你真的不想为路遥报仇吗？他不见了，你这辈子都见不到他了。宋清风，我可以告诉你，他没死，但他会生不如死，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多管闲事。怎么样？
后悔吗？宋清风咬着牙，定定地看着卢国豪。我最后问你一遍，路遥在哪里？我说了，我不会告诉你的，就是杀了我，我也不会告诉你，我就是要你痛苦一辈子，跟我一样，永失所爱。这一刻，宋清风对卢国豪的杀意达到了顶峰。就在他想不管不顾地弄死卢国豪时，一只手抓住了他的手腕。松手，我来，你松手。见钱定邦，目光坚定。须臾，宋清风缓缓松了手。还不把人带走？还有，赶紧把他的嘴给我堵上，不许他再说一个字。随后有2个公安正打算去抓冯威，被钱定邦拦住了。你们先出去，给我10分钟，我有点事问他。所长，咱们就这么等着吗？你有更好的办法吗？可是这不符合规定啊！要是被知道了，怕是救人要紧，特事特办。看到这么精彩的剧情，要是有个女朋友陪就好了。没有女朋友，不妨去试试陌陌吧。在陌陌，普通的男生也能体验到女追男，上线不出3秒钟，漂亮的妹子，信息就多的回不完，视频照片都随便看，而且都是同城经过真人认证的，靠谱的很。家人们真的可以试试。10分钟后，钱定邦走了出来，神色难看。他们把路遥卖给了2个人贩子，昨天晚上交易的，现在人已经被带走了。问清楚那2个人贩子的情况和体貌特征了吗？冯威已经如实交代了，一男一女，叫做老四和杜三娘，时常在邻省和京市一带活动。原来是他们。你知道这2个人？去年京市的公安抓获了一伙人贩子，供出了这2人。我们一直在追查这2人的下落，没想到竟然在这里听到了他们的消息。我们现在就回去，让其他同志配合我们一起找人。路遥醒过来时，发现自己正被关在一个黑漆漆的地方，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发霉的味道，只有头顶落下一点点光，让他能勉强看清楚自己应该是身处一个类似于地窖的地方。他知道自己被卖给了人贩子，但他不知道人贩子要带他去哪里，现在又是在什么地方。他的手脚被捆着，他试了试，发现挣脱不开，索性就不再挣扎，保留点力气。闹什么闹？再闹信不信我抽你？他是不是饿了？饿就忍着，一顿不吃饿不死。安静一点，再搞出动静，我就要你好看。哦，对了，这周围除了我们没别人，你就是弄出了动静，也没人来救你，所以少作妖，好好待着，还能少受些苦。这次的货不错，能卖个好价钱，你别弄死了。我看过了，死不了，饿着更好，没力气跑。人联系上了吗？今晚能不能走？联系不上，这几天也不知道怎么了。车没有，船没有，连联络人都不见了。外面现在到处都是公安，我们怕是要在这里待几天了。怎么那么多公安？是不是在抓什么人？肯定是，我明天再去看看情况，实在不行就先在这里待着，这里偏僻安全。我让你跑，我让你跑。我有话跟你说。你要说什么？让我放了你吗？我知道你们是想要钱，我可以给你们钱。我家里的条件不错，只要你们愿意放了我，我可以给你们5000块钱。我想你们就是把我卖到国外去，也卖不到这个价钱。你当我傻？你身上现在又没钱，我要是放了你，你出去后就会第一时间找公安来抓我呢。你先听我说，你大概不知道，把我卖给你们的那个男人抓我，就是为了勒索我的丈夫，赎金是5万块。你们要是愿意放了我，你们也可以得到5万块。听到5万块，杜三娘的眼睛顿时一亮，她没想到眼前的女人竟然这么值钱，她以为冯威是见她漂亮，所以才拐来的。那个男人跟我丈夫有仇，他是为了报复我丈夫才抓了我要钱，我丈夫肯定在找我。我下午听到了你们的对话了，知道外面现在有很多公安在找人，我猜那些公安都是我丈夫找来的。你们带着我逃不出去，反而可能惹来更大的麻烦，不如拿我去跟我丈夫要钱，不管是5000还是5万，都远比你们想法设法把我卖到大山里赚得多，你说对不对？少废话，给我好好待着。看到这么精彩的剧情，要是有个女朋友陪就好了。没有女朋友，不妨去试试陌陌吧。在陌陌，普通的男生也能体验到女追男，上线不出3秒钟，漂亮的妹子，信息就多的回不完，视频照片都随便看，而且都是同城经过真人认证的，靠谱的很。家人们真的可以试试。那个女人真是这么说的吗？真的能有5万？那个女人是这么说的。我说呢，冯威那个瘪犊子怎么这么便宜就把人给我们了？原来是想让我们帮他处理麻烦。昨天晚上我们就该问冯威要一笔，真是便宜他了。冯威可是个心狠手辣的主，你敢问他要钱？这俩人1年前跟冯威打过一次交道，自然知道那是个什么人，所以即便事先知道冯威是想让他们替他解决麻烦，他们也不敢问冯威要钱，就怕钱没要到，命先没了。我先去打听打听，看看那些公安都在找什么人。要真是在找冯威他们，这个女人我们就不要了，直接跑。我们花了钱的，他家里还那么有钱，随便要一点都比得上我们辛苦好几单了。你想死别拉上我，钱重要还是命重要？还跟他男人要钱？那些公安要真是在找冯威，我们敢去找他男人要钱，就是去自投罗网。听到这话，杜三娘恍然，怒骂道：好个王八羔子，原来是在这里等着我呢，想让我自投罗网，够歹毒的，难怪不哭不闹，看我怎么收拾他。行了，正事要紧，赶紧休息，累了一天了。宋清风从派出所出来之后，直接去找了马成玉，帮我放出消息，我要找窦老四和杜三娘，这2人是人贩子，只要给我提供他们的准确消息，我就给1000块，能帮我找到人，我给3000块。
发生什么事情了？冯威和卢国豪把瑶瑶卖给了这2个人，现在人找不到了。我知道你认识的人多，说不定有认识这2人的，你帮我尽快把消息散布出去。钱不是问题，我要人。好，我马上就去散布消息，你也别着急，人肯定能找回来。因为冯威和卢国豪的事情，最近京市的公安一直在戒严，所以我猜他们肯定还在京市，估计是躲在哪个偏僻的地方，所以我们的动作一定要快。要是人被带出了京市，那就晚了。马承运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当即拍着胸脯道：“你放心，我肯定竭尽全力。”女子被别人卖给了人贩子，就在她酝酿着怎么逃跑时，却被人贩子识破。我昨天跟你提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好啊，你竟然还有脸提，想骗我出去被公安抓是不是？我说你这个女人心肠怎么那么歹毒？我没有，我是真心觉得你问我丈夫要钱比你卖了我来的钱多，你不是担心会被公安发现吗？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带着我藏远一点，让你同伴去给我丈夫送信，让他拿钱，我在你们手上，他不敢轻举妄动的。等你们拿到钱，你们就放了我，怎么样？你少在这里胡扯，老四说了，外面公安在到处找人，我们要是露头就等着被抓吧。你给我老老实实待在这里，再敢多话我就抽你。你也说了，公安在到处找人，你们不放了我，带着我也没法离开京市，还要增加被抓的风险，何必呢？你们和我又没仇，求的是财，我家有钱，我求的是平安，咱们完全可以各取所需。只要你们愿意放了我，我不会跟公安供出你们。你们带着钱离开京市，比带着一个大活人方便，你说对吧？听到这话，杜三娘沉默不语。见她神色松动，陆瑶继续说道：“我可以给我丈夫写封信，让他带着钱来赎我，我还会在信里交代，让他不要告诉公安。你甚至不用自己亲自去送信，找人偷偷把信给我丈夫就行了，这样你们也安全。你会这么好心？你们求财，我求平安，我也不是为了你们，我是为了我自己。我丈夫很看重我，不找到我，他不会罢休的。时间拖得越久，你们离开京市越没有希望，倒不如按照我说的做。谁知道你会不会反悔，带着公安来抓我们？我说了我不会，你们也不相信啊，我还能怎么保证？这里又没电话让我直接联系我丈夫，只有送信这一条路。你们要是真不愿意就算了，咱们就这么耗着，或者你等你的同伴回来后，问问他外面的情况，再做决定。杜三娘是想拿钱的，但她又怕这是个局，想了想，还是没轻举妄动。下午太阳快落山的时候，窦老四才回来，回来时脸色非常难看。老四咋样？能走吗？这次咱们被冯威那个瘪犊子害死了，也不知道他绑的这个女人是什么来头。不仅公安在找他，道上的也在找他。现在公安那边知道人在我们手上，四处通缉我们。道上有人出了悬赏，只要提供咱们的消息就给1000块，抓到人直接给5000。现在别说把人带出去了，咱们自己都出不去了。那现在咋办？要不我们把这女人弄死，自己跑吧？不行，这女人的男人不知道什么来路，弄死了她，万一被她男人知道了，咱俩都得完蛋。你男人是干什么的？张家村你们知道吗？我男人在那边开了一家食品厂，他是厂长。就只是一个食品厂的厂长吗？他有个好兄弟，跟京市黑市的负责人关系密切。听到这话，窦老四眼神微变，难怪道上的人也在找他们，原来还有这一层关系。我亲大哥是军官，张家村所属街道的派出所所长是我哥的战友，所以你们不可能带着我平安离开京市的。大哥，不如你们放了我吧，我可以跟你们保证，只要你们放了我，我不会跟任何人透露你们的消息，更不会计较这次的事情，行吗？人贩子去城里打探消息，却不知已经被别人给盯上了。大哥，你们放了我吧，我知道其实你们也是被冯威给坑了，只要你们愿意放了我，我让我男人帮你们离开京市，你们清楚的，我男人做得到。你继续说。我男人既然能让那么多人来找我，相信你们也看到了他的能力，他肯定有办法躲过公安，把你们送出京市。等离开了京市，你们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我还可以让我丈夫给你们准备一笔钱，就当是你们不伤害我的酬劳，行吗？陆瑶还在跟2个人贩子虚与委蛇，尽量保证自己的安全。而宋清风这边也终于等到了窦老四的消息。有人看到昨天窦老四在近郊的供销社出现过，往西南方向去了。消息准确吗？绝对准确。我朋友还联系到了一个人，那人叫老五，以前跟窦老四是一伙的。他说他可以找到窦老四，但他要钱3万块。给3万就3万，我还是那句话，我要人，只要陆瑶平安，钱不是问题。好，我现在跟他去找人，我跟你们一起去。宋清风知道自己身手有限，便带上了钱定帮，却没通知张瑞峰。马承运的底子到底不是那么干净，要是张瑞峰参与进来，怕是会给马承运带来麻烦。钱呢？给了钱我带你们去找人。3万一分不少。老五打开袋子看了一眼，确定没少，顿时笑了。走吧，我知道窦老四躲在哪里，我带你们过去找人。老五，我可警告你，你要是敢耍花样，我饶不了你。马哥，我骗谁也不敢骗你啊！我真知道窦老四躲在哪，他以为那个地方只要他和三娘知道，其实我早就知道了，只是没告诉他。宋清风不信任这个老五，但他现在也没别的办法，但凡有一丝希望，他都想试试。随后，宋清风便跟着他们一路往西南京郊的方向去。前面就是了，这边破房子挺多的，我也不知道窦老四具体躲在哪里，反正就在这上面。路我给你们带到了，我就先走了。马哥，你们可不能说是我带你们来的。马承运看了宋清风一眼，宋清风微微摇头，示意不用管，让他走。老五见马承运也没反对，忙不迭就跑了。我们分开找。对，分开找，找到人了喊一声。是
是你们，我们一直井水不犯河水，你们这是做什么？你自己干了什么？你心里不知道啊？还好意思问？我问你，是不是就保了这么一个？其他人呢？人你们已经找到了，你们带回去就是了。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你这话说的轻巧，人是我们自己找到的，又不是你放的。你抓了我们的人，还想我们跟你息事宁人？窦老四，你咋想的那么美呢？那你想咋样？说，其他人关在哪里了？没有，就他一个。要不是被冯威这瘪犊子坑了，老子也不至于惹上这么个麻烦。我要是早知道他跟你们有关系，就是倒贴我钱，我也不会保他。他们做这一行的，知道什么人能惹，什么人不能惹。实话跟你们说吧，就是你们今天不找来，我也准备放了他。不信你问他，老子这次是被冯威坑了。他说他发现了一个好货，但他自己不方便出手，就卖给了我。我不知道会牵扯出这么多麻烦。这次的事情是我不对，我道歉，你放了我，我找冯威那瘪犊子算账去。那你可就晚了，冯威已经被公安抓了，怕是要吃花生米。你要找他算账，只能跟着他一起去阎王殿。你犯的事儿也不小，我把你交给公安，说不定你们还真能见上面，没准还能一起到阎王爷那儿说道。我都认栽了，你们还要把我送公安？你们这是在破坏规矩。谁跟人贩子讲规矩？窦老四，咱们就不是一路的，你的规矩我可不认。你就不怕我去公安那边揭发你们？你们做的事情可见不得光。行啊，你去呗，我就是个无所事事的小混混，公安也不能随便抓人吧？只要你能拿出证据，公安就是把我抓了，我也认了，都是混的。你该明白，栽了就是栽了。以前我不管你的事儿，是因为你没犯到我手上，现在你惹到我头上了，这一关就过不了了。窦老四，你也甭说废话，公安局你去定了。清风哥，你们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是一个叫老五的人带我们过来的，他以前跟窦老四他们是一伙的，知道他们的秘密据点。他也是人贩子吗？不是，老五是个二道贩子，混黑市的。窦老四他们干起了卖人的勾当后，他就跟他们分道扬镳了。那冯威和卢国豪呢？被公安带走了，他们两个手上都有人命，最后肯定逃不了死刑。在陆遥平安回来后，宋清风终于想起了被抓的卢国豪，便前去派出所要求探望卢国豪。你说你想见卢国豪？对，我有些话想对他说，还请张哥行个方便。见可以，但只有15分钟，足够了。我只有几句话。怎么是你？不然你以为是谁？是你那个给你擦屁股却被你害得后半生都要在监狱里度过的大伯，还是你那对无底线的父母？老婆不见了，不去找老婆，却来这里看我，该不是想从我口中知道你老婆的下落吧？我告诉你，我就是死也不会告诉你的，你这辈子都见不到她了。他们会把她卖到大山里给老光棍当媳妇，被逼着生儿育女，或许还不止一个。怎么样？是不是想想就觉得无法忍受？宋清风，这就是你应得的下场。我今天过来就是告诉你，瑶瑶我已经找到了。不可能，你骗我！骗你对我有什么好处吗？冯威比你识时务，他交代了窦老四和杜三娘的下落，他们两个还没离开京市就被我找到了。瑶瑶毫发无伤。哦，还有一个消息，何芳芳醒了，医生说只要好好休养个半年就能恢复健康。不知道你现在心里是什么滋味？绝对不可能，那个女人都伤成那样了，怎么可能恢复健康？我知道了，你从头到尾都在骗我。何芳芳死了，你老婆被卖了，你没办法了，所以才跑来这里刺激我，想让我以为我报仇失败了。我说真话你都不相信，只愿意活在自己编织的梦境里。卢国豪，你真可怜。不可能，你就是骗我的，你就是想让我失望。宋清风，我不会相信你的话的。你都知道我很在意瑶瑶，如果不是瑶瑶平安无事了，你觉得我会这么心平气和的坐在这里跟你说话吗？滚，你给我滚，我不想见到你，你给我滚。公安呢？我要回去。你做这些都是为了何玲玲吧？我听说她现在在某个农场服刑，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决定好好关照她。你听了是不是很感动？宋清风，你敢？你不能这么做。我为什么不能？我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已。卢国豪，在你因为何玲玲的事情迁怒我，甚至迁怒到我妻子身上时，你就该料到这一天。你记住，何玲玲将要遭受的一切都是受你的连累。不要，我求你了，别这样对待玲玲，她已经过得够苦了，你别这么残忍的对她，不是她的错，都是我的错，我错了，我给你道歉，你想怎么对我都行，你别动玲玲。何玲玲无辜，那我妻子呢？她难道不无辜吗？但凡我没能及时找到她，让你的谋算成功了，等待她的都将是痛苦的余生。你这么对她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我会报复何玲玲？卢国豪，你记住了，何玲玲遭遇的一切都是她的报应，是你给她的报应。可惜了，你很快就要死了，不然我肯定每隔一段时间就来看你，告诉你她过着怎样水深火热的日子。不过没关系，等你死了，我可以去你的坟头上告诉你，我还可以多花点钱，让人拍几张照片回来，给你图文并茂的描述，保证让你知道的清清楚楚。宋清风，我要嘎了你。那可惜了，你没机会了。宋清风，你不得好死，我就是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何芳芳昏迷了10天，就在医生都觉得她苏醒无望的时候，她醒来了。得到消息的宋清风第一时间赶去了医院。何芳芳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问陆瑶：瑶瑶没事，我们及时找到了人贩子，人早就回来了，毫发无伤。那就好。那卢国豪呢？卢国豪和冯威已经落网了，人贩子也没跑掉，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制裁。卢国豪手上有人命官司，死刑没跑，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暗中盯着你，想要伤害你了。宋厂长，谢谢你。不用说谢谢，等你身体好了之后，回到厂里好好工作，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
这4年时间里，狼山食品厂发展十分快速，分厂多达5个。除了原有的3个分厂之外，在江东省的省城和安州市各设有1个分厂，所有的分厂的员工加起来总数已经超过15000人。光是京市的3厂就有员工6000多人。宋清风大学毕业后，拒绝了国家分配的单位，回到了食品厂继续担任厂长。为了更好的管理，他将所有分厂整合，成立了狼山食品有限公司。他任董事长，坐镇京市总部。此时，宋清风正在幼儿园门口等着接放学的龙凤胎。爸爸，你真的来接我和哥哥了？爸爸昨天答应你的呀，既然答应了，自然要做到了。哇，爸爸你最好了，我最喜欢你了。团团，你不跟爸爸说些什么吗？我又不是女孩子，才不肉麻。哥哥，这不叫肉麻，这叫勇于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你这是打哪学来的？你和妈妈说的时候，我听到的呀。我可聪明了，听过1次就记住了。狼山食品厂的销量暴增，在广交会上1天就卖出了20万刀乐。厂长，你知道咱们这几天签下了多少单子吗？100万刀乐。厂长，你预估的太准了，我简直不敢想，我们竟然卖出了这么多东西，这都是2个月的总量了。宋清风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大大超出了他的预计。原本他觉得有个1/3就不错了，毕竟酱鸭这些极具华国特色的东西，外国人未必喜欢。在广交会结束后，宋清风还要在阳城多待几天。就在昨天，陈虎给他来过电话了。3天后，陶家石会过来阳城，陈虎要介绍他们双方认识。宋先生，我听阿虎提起过你很多次，说你是他最好的兄弟，帮过他很多次，早就想见你，没想到现在才找到机会。我也听虎哥提起过陶先生，说你是个非常有能力的老板，能跟着你是他的荣幸，要是没有你，就没有他的今天，他对你非常感激。应该是我谢谢阿虎，要是没有他救我现在坟头的草都3米高。都是自己人，咱们坐下说。陶先生，你依旧是喝茶吗？宋先生，你看是喝茶还是？喝茶吧，喝茶养生。清风，没想到啊，你竟然连茶道都懂。刚才我送陶先生出去的时候，他还叮嘱我务必邀请你去港城看看。略懂皮毛而已，自家兄弟面前就不用这么谦虚了。能让陶先生那么夸赞，怎么可能只是略懂？不过你这是什么时候学的？我以前怎么不知道你还会这个呢？我会的东西多了，你哪能什么都知道？以前一直在为生计奔波，哪里有闲心坐下来品茶？哪怕是现在出去谈合作，喝的更多的也是酒。茶这个东西，也就是偶尔拿来装个样子罢了。也是，我现在就怕出去应酬，尤其是北方来的，那一个个的都是海量，我都喝怕了。随后2人一起离开包厢，宋清风去结账，结果刚回头，就见陈虎脸色猛地一变，朝着餐厅门外跑了出去。虎哥，怎么了？清风，我好像看到他了。谁呀？我前妻魏明玉，我刚才好像看到她了，她跟一个男人在一起，挽着那个男人的胳膊，有说有笑的上了一辆黑色商务车，一眨眼就不见了。你看清楚了吗？我只看到一个侧脸，但真的很像他，特别像。我觉得那个人就是他，我还喊了一声他的名字，可是他没反应。你也说了，你只看到了一个侧脸，人有相似，可能就是单纯长得像而已。不，就是他，一定是他。可就算真的是他，又能怎么样？他现在已经跟别人在一起了，他既然能挽着一个男人的胳膊出现在这里，就说明2人关系匪浅。即便真的是他，他也不可能再回头找你。是啊，就算真的是他，又能怎么样呢？这么多年过去了，说不定他的孩子都能打酱油了。其实我也从没想过跟他复合，我只是想求一个答案，想问问他为什么当年要不辞而别，为什么不相信我可以护着他。既然放不下，那就去找他，找到他问清楚。能出入这里的餐厅，就说明他现在的日子过得不错。我们先回去问问餐厅的人，说不定有人能认识他。你说的对，先去问问餐厅的人，说不定他们认识。魏明玉怔怔地看着镜子中的自己，跟12年前相比，他变了很多。没想到还是被人一眼就认了出来。陈虎这个名字有多久没想起来了？自从那个小镇逃走之后，他就再也没见过那个男人，只有偶尔午夜梦回，他会出现在他的梦中，笑着叫他阿玉，手里还会拿着一串糖葫芦。哎呀，怎么了？怎么眼睛还红了？没什么，刚才好像有什么东西飞进眼睛里了，我揉了揉，揉红了。我就说内地的酒店不行，还是港城好，要不你先回港城吧，等我这边的事情办完了就回去了。说好了陪着你的，我不回去。再说了，我要是回去了，大姐他们肯定又欺负我，没你护着我要是受了委屈可怎么办？好好好，不回去，你就跟在我身边，我去哪儿你去哪儿。以后你可别那么傻，他们要是敢欺负你，你就来告诉我。对了，我记得你是从大陆来的，这次过来了，要不要回去看看？不用了，我爸妈都不在了，老家那边也没什么亲人，回去了也不过是徒增伤感。那就不回去了。阳城这边听说有不少好吃的，明天我带你去吃早茶，顺便再去看看有什么喜欢的珠宝，你随便挑。好啊，那就这么说定了。事情都办完了，宋清风本该回京市了，但陈虎这2天心情低落，他打算在这里多待2天陪陪他。我又不是3岁的孩子，伤心难过还需要大人陪着哄着。我知道你公司里一摊事呢，你赶紧回去吧，我一个大男人缓缓就好了。真不用我陪吗？你要是心里不好受，我舍命陪君子陪你喝一场。
别了，酒桌上我早喝得够够的了，不想回家还要喝酒，你赶紧走吧，或者你给我干儿子干女儿带点礼物回去。还有我那弟妹，这边黄金饰品都是从港城那边过来的款式，好看得很，不如你挑2件带回去。我听公司里的女职员说过，这边的款式最多最新，还有不少其他珠宝首饰，你可以都看看。次日，两人走进一家珠宝店，陈虎的脚步忽然就那么定住了。魏明玉，你谁呀？这是我老婆，不叫魏明玉，你认错人了。魏明玉，我知道是你。这位先生，你认错人了，我不是你说的那个人，我叫魏清雅。宋清风见状，急步上前将陈虎拉到一边，歉意地对两人说道：“对不住，我朋友认错人了。清风，是他，绝对是他，我不会认错的。虎哥，他明显已经结婚了。刚才那个男人应该就是他现在的老公，虽然那年纪看着都可以当他爹了。他改名字了，还故意装作不认识我。清风，你看到了吧？听那男人的口音，应该是港城人。这些年他应该都生活在港城，既然改名换姓，那就说明他想重新开始。虎哥，他好好活着，生活的也很好，你应该放下了。是啊，我该放下了，人家活得比我好。”宋清风原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当天下午，魏明玉竟然自己找来了，还直接找到了陈虎的家里。我来找陈虎，请问他住在这儿吗？我跟珠宝店的店员打听过，说他的地址是在这里。陈虎在那家珠宝店买过东西，让人直接送到家，所以那边有他家的地址。进来吧，他在里面。男人为了食品厂生产线的事寻找孟思博商谈合作，不料被金圈公子跟港城阔少给盯上了。你去打听一下，昨天晚上那2位为什么会出现？我总觉得他们的出现有着其他目的。好，我等会儿就去打听。那生产线的事还要继续推进吗？自然要推进，帮我约孟总，我要再见他一面。宋总，昨天晚上真的非常抱歉，我也不知道那2位会过来。他们不是孟总的客人吗？我和王少只有几面之缘，不熟，我没想到昨天会在那碰到他们。我相信他们2个肯定不是孟总请来的，不过孟总知不知道他们想做什么？我看昨天那架势，他们似乎是针对我，是不是我哪里得罪了他们？你以前没见过他们吗？昨天第一次见，我们公司不成气候，还够不上那样的人物。宋总自谦了，这几年你们公司发展的如何，我是看在眼里的。李丽经常跟我夸你，既然你不认识他们，那我就去打听一下，看看是什么情况。那就麻烦孟总了。客气了，李丽说了，让我能帮尽力帮一把，说你以前也帮了他不少。孟思博与李丽是老相识，这次也是李丽知道宋清风想要引进一条生产线，才为他牵线搭桥，认识了孟思博。而程毅和孟思博还没打听到王天琪他们针对宋清风的原因，他们就先一步上门了。宋总，我们不请自来，还请你不要见怪啊。哪里的话，你们的到来让我们蓬荜生辉，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哦，对了，我听说宋总想要引进一条生产线，是有这个打算，毕竟光靠人工生产效率太低了。这种事情你找孟思博，还不如找我身边这位赵鸿燊赵公子。赵公子一张批条就能搞定，比你求爷爷告奶奶的方便多了。赵公子贵人是忙，哪里敢用这样的小事去麻烦他？他知道这些金圈公子哥凭借着家里的关系可以拿到各种批条，他们卖批条一年都能赚不少钱，但宋清风更清楚那些批条不是那么好拿的，尤其他跟这些金圈公子哥并没有交情，人家为什么要平白无故帮他？你看你，大家昨天才一起喝过酒，那就是朋友，朋友之间互相帮助是应该的，什么麻烦不麻烦的，见外了哈。今天我和赵公子过来，就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想要的生产线，赵公子能帮你搞定，价格绝对比你找孟思博来的划算。这批条不合适吧？有什么不合适的？赵公子不仅能帮你解决批条的事儿，还能直接帮你选一条适合你们的生产线。他在外国友人面前也是很能说得上话的。只不过你也知道，赵公子再有本事，这些事情也不是那么容易办的，多少都要付出些心力。来了，狐狸尾巴终于要露出来了。咱们虽然认识不久，但不管是我还是赵公子，都非常欣赏宋总你的能力。赵公子是很愿意帮你一把的，但这件事也不是赵公子一个人说了算，他也需要去打通各种关系。不过那是帮外人，换作是自己人就不一样了。赵公子对自己人一向是大方的，帮忙的时候更是尽心尽力，所以你懂吧？宋清风听懂了，心中冷笑。他说呢，这2人今天特意跑来找他是为什么？原来是看上了狼山公司了。他知道有些小企业为了能生存下去，好好发展，会给某些人分一些干股，以求获得庇护，但他没想到这种事情会发生在他身上。宋总怎么不说话？难道是觉得我们赵公子不配和你做朋友吗？我们狼山公司就是一家小公司，引进生产线这样的小事就不劳赵公子费心了，谢谢你们的好意。听到这话，王天琪面色微变，而一直没有说话的赵鸿燊第一次拿正眼看了宋清风一眼。宋总，在金市这个地界上做生意不是那么好做的，多个朋友多条路。天琪，既然宋总不愿意合作，那我们走吧。不过宋总，我希望你一直都这么有自信。在王天琪和赵鸿燊走后，宋清风的脸色就彻底沉了下来。他知道今天的拒绝一定会得罪王天琪和赵鸿燊。程毅见宋清风脸色不对，低声问了一句：“他们看上了我们公司的股份，想让我送干股？凭什么？咱们公司发展到今天又没靠过他们，凭什么要给他们干股？他们倒是好大的脸，就凭他们有背景、后台硬。这些金圈公子哥真他妈恶心人！明明有那么好的家世，干什么不成？非要干这种明抢的事儿？倒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每个圈子都有一部分败类。宋总，现在怎么办？他们的目的没有达成，会不会给我们穿小鞋？帮我约孟总，我晚上想跟他一起吃个饭。
本期视频由得物独家冠名播出。最近剪视频这么顺畅，多亏我在得物换的新电脑，关键是没花1分钱，因为抽中了得物2888元购物金，好多人都晒出了中奖记录，抽中了直接到账，快点评论区链接参与。金圈公子哥想要食品厂的股份，却被宋清风给拒绝了。孟思博在得知王天琪前去找过宋清风的事情后，瞬间陷入了沉默。你就这么给拒绝了？孟总，你和李丽认识，我也就跟你说句实话，这公司确实是我做主，但它不是我一个人的，它是属于我们整个村子的，我不能拿集体的产业去做人情，我要对得起乡亲们对我的信任。另外，我今天找你，一是想问那个生产线的事情，二也是想跟你打听打听赵鸿燊和王天琪的底细。赵鸿燊的爷爷就是赵老爷子。听到这话，宋清风微微一愣，随即反应过来，是上面那位赵老爷子吗？对，就是他。赵鸿燊很早就去了部队，前2年刚回来，这2年跟人合作创办了一个公司，说是做对外贸易的，实际上就是给人弄批条的。他手上有不少其他小公司的干股。他这么做，家里人不管吗？人家心甘情愿给出去的干股，管什么？而且他家老爷子这2年身体不太行，家里人根本不会把他的事情告诉老爷子。那你知道谁跟赵鸿燊不对付吗？你想找人对付他，我劝你不要，他这人心眼小，你这么得罪他，小心他给你穿小鞋。我今天拒绝了他，已经把他给得罪了。你们公司这2年发展势头太好，也难怪赵鸿燊动了心思。不过按照他以往的选择标准，他不该看上你们公司才对。怎么说？他现在手上的那些公司干股看似是集体产业，其实都是私企挂靠在集体产业的名下，你明白吧？你的意思是他一般不会染指集体产业？毕竟那是属于集体资产，动了比较容易惹麻烦，所以我总觉得这件事有些奇怪。这样，我替你打听一下，虽然不一定能打听出有用的，但问问没大错。孟总，谢了。清风哥，我今天在医院里看到江云了。听到这话，宋清风一顿。当年江云离开京市之后，宋清风找人盯过他1年半的时间，见他一直待在南城，没打算回来，就把人给撤回来了。这几年偶尔听高敏提起宋家的事情，只知道江云在前年过年前回来过一次，来看俩孩子和高俊，看过后很快就走了。我今天看到一个女人长得很像她，就找同事打听了一下，确实是她。她是来医院拿药的，不知道是给自己吃的还是给别人吃的。她没认出你吗？她估计都没看到我，我也没跟她打招呼。不过我今天看到她的时候，她的状态不太好，看着老了不少，想来这几年过得不怎么样。你以后见着她离远点，我怕她发疯。如此过了2天，孟思博再次见宋清风，语气十分沉重。之前联系的那条生产线怕是买不到了。是因为赵鸿燊吗？不是，是王天琪，他大哥跟那家公司的 CEO 认识，让人打了招呼。听到这话，宋清风冷笑道，这是他们给我的警告。因为他不愿意奉上干股，所以他们就让他买不到生产线，这是警告，也是顺便给他展示他们的能力。对，就是警告。抱歉，这件事我帮不上忙了，不过我会继续替你打听合适的生产线，国外公司那么多，你要的生产线也不特殊，不难找，我还不信了，他们还能一家一家围堵。不过你还是要小心一些，他们要是知道这样为难不到你，肯定会有其他招数。赵鸿燊这人有时候做事不是那么讲究。宋清风谢过他善意的提醒，一时间也感到头疼，主要是他跟金圈那些人没交集，就是想越过赵鸿燊去找他家里人，怕是也不容易。更有可能的结果是把赵鸿燊得罪死了，逼得赵鸿燊耍阴招。尤其赵鸿燊的身边还有个跟班，身为港城王家的小少爷，王天琪经商的本事或许没多少，但要给他们下绊子还是可以做到的。宋清风想了想，给陈虎去了一个电话，打听王天琪的事情。你好端端的打听他做什么？他搭上了金圈的公子哥，看上了公司的干股，想让我拱手相送，我不愿意，他们直接截胡了我之前看好的一条生产线。是这王八羔子会干出来的事儿，看来上次陶先生给他的教训还是轻了。他跟陶先生有过节吗？一次宴会上，他看上了陶先生的妹妹，想要人家跟他处对象，人姑娘不同意，他就找人上演英雄救美的戏码，被陶先生查了出来，带了人把他的腿打断了，还扬言见一次打一次。他家老爷子不想跟陶先生撕破脸，所以在王天琪伤好之后，就把他送到了京市。陈虎说着说着，忽然一顿，语气严肃起来。清风，这次的事情可能是我连累你了。王天琪被陶家石打断过腿，心里自然恨极了陶家石，但他家老爷子都不帮他，他没法报复陶家石，自然就把脑筋动到了陶家石的身边人身上。陈虎作为陶家石现在的心腹，自然而然地进入了王天琪的视线。陈虎和宋清风关系密切，这是随便一查就能查到的事情。清风，你先把详细情况跟我说说。随后，宋清风直接从酒局说起。陈虎听完，基本已经确定问题的根源就在他说的那件事上。抱歉，连累了你。这是什么话？有些人自己不做人事而已。既然找到症结的根源了，那我直接去找赵鸿燊谈谈，开诚布公的谈。你找他们谈能谈得拢吗？还是我去找陶先生说说吧？本来就不该把你牵扯进这场无妄之灾里。我虽然跟他们不熟，但我身后也不是没人。行，你先试试，要是搞不定，你告诉我，我去找陶先生。至于生产线的事情，你也不用着急，我这些年也认识了一些人，帮你打听打听。金圈公子被人利用想要狼山食品厂的股份，我让孟思博约见赵鸿燊，解除其中误会。说吧，找我什么事？赵公子，我听人说你这人做事很有规矩，一般不会入股像我们公司那样的集体产业，不知道这次是什么让你改变了主意呢？这不是会说话吗？
怎么那天就学不会呢？看来人啊，还是要吃点亏才能学乖。赵公子，其实我今天约你出来是想跟你解除一下误会的。误会？我怎么不知道我和你之间还有什么误会？你先说来听听。不知道你认不认识港城陶氏集团的当家人陶家石先生？听到这话，赵鸿燊微微蹙眉，似乎在哪里听过这个名字。这位陶家石先生跟王天琪有旧怨。王天琪看上了陶家石的妹妹，被拒绝后，他对人家姑娘耍手段，被陶家石知道了。陶家石打断了他的腿，他因此记恨上了陶家石，又拿人家没办法。不知道从哪里知道我和陶家石的心腹陈虎是好友，于是就把矛头对准了我。你的意思是说我被王天琪利用了？你好好想想，你为什么想要打破原则入股我们公司？听到这话，赵鸿燊眼神微变。当初确实是王天琪跟他提的狼山公司，还跟他说了不少这家公司的事情，撺掇他入股。而他之所以觉得陶家石这个名字耳熟，也是因为曾听王天琪提过。当然，王天琪没提过他跟陶家石的恩怨。我知道赵公子是个非常有本事的人，你能看上我们公司是我们的荣幸，只是我们公司是集体产业，是属于我们整个村的。你要入股这事儿，我个人没法做主，所以只能拒绝你。还希望你大人大量，不要计较我那天的态度。赵鸿燊深深看了宋清风一眼，什么话都没说，就起身走人了。这就走了。被一个不曾被自己看在眼里的人当了枪使，换作是你，你还能待得下去？不是，他就这么相信了？相信不相信的，我不知道，但我能确定的是，赵鸿燊一定会介意我说的事情，回去之后肯定会去查，等他查清楚了，他和王天琪之间的联盟也就塌了。万一他和王天琪蛇鼠一窝，就看上了你们公司，非要入股呢？那我也只好去探望探望赵老爷子了，好歹是革命老前辈，咱们做晚辈的去看望一下也是应该的。你还认识赵家老爷子？自然不认识，但可以想办法认识。果然是年轻人，初生牛犊不怕虎。你就没想过，万一赵老爷子偏袒自家人呢？到时候你又该怎么办？孟总，我们公司是集体产业，不是我的个人产业。赵鸿燊要是真想利用权势压人，想要拿他们公司的干股，他也不是吃素的。他今天过来找赵鸿燊谈，只是不想把事情闹大了，而不是他真的走投无路。赵鸿燊家里权势再大，也大不过法律，真把他逼急了，他有的是办法，闹得人尽皆知，到时候倒霉的就不一定是谁了。孟思博不是蠢人，很快就明白了宋清风的言外之意。他想起曾经听闻过的关于赵鸿燊在部队里的一些事情，叹了口气。赵老爷子一世英名，却没个争气的子孙，方便说说吗？倒也没什么不方便的。这赵鸿燊是赵家的长孙，很得赵老爷子看重，早早就让他进了部队，为他铺路。他在部队里表现也不错，升得很快。不过大概5年前吧，某次执行任务的时候，赵鸿燊似乎犯了什么错，被降了职。要不是有人力保他，当时他就要脱下那身衣服。也是因为那件事，赵鸿燊之后几年一直没能升上去。他眼看高升无望，就瞒着家里人打了退伍报告。赵老爷子就是这么被他气进医院的。从那之后，老爷子的身体就不太好了。不过这件事最好就这么到此为止，赵鸿燊自己放弃最好，不然以他的性子，有的你头疼的。赵鸿燊虽然没有第一时间相信宋清风的话，但还是把宋清风的话听进去了。回去之后就找人打听了王天琪在港城的事儿，所以他还真把我当枪使了。你这次算是被自己养的狗咬了一口，心情怎么样？少说风凉话，去给我找几个人把王天琪给我带过来。金圈公子被港城富少欺骗索要集体产业，发现被骗的赵鸿燊向王天琪讨要说法。王天琪胆子不小啊，竟然敢把我当枪使，你是不是真以为你是王家的人，我就不敢动你啊？这话是怎么说的？我一向是为你马首是瞻，哪里敢这么做？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误会？那你倒是跟我好好说说，你跟陶家石之间是怎么回事？听到这话，王天琪浑身一僵，不明白赵鸿燊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怎么说不出来了？要不我替你说。赵公子，我错了，请你看在我大哥的面子上，饶了我这一次，我以后肯定不敢了。这么说，你承认利用了我，把我当枪使，帮你对付宋清风了？对不起，是我的错。你承认了就好，也不算我冤枉了你。记住，做狗就要有做狗的自觉，这次只是一个小小的教训，再有下一次就让你大哥过来给你收尸吧。记住了，再也不敢了。行了，就这样吧，把他给我扔出去。你这么对王天琪，就不怕王家记恨吗？不过是一个不学无术，只会吃喝嫖赌的富二代。你以为王家除了那个老爷子外，还有人在意他？就连他亲大哥都恨不得他死在这儿，省得一天到晚惹麻烦。那个姓宋的，你准备怎么做？不怎么做。这不是你赵公子的性格呀。那个姓宋的这次也算是利用你打压王天琪吧？你就这么算了？赵鸿燊当然不想算了，但这件事不是他不想算就能不算的。他也没想到宋清风小姨的婆婆竟然跟自家老爷子认识，人电话都打到家里来了。昨天晚上他妈还告诫他不要任性，不然事情闹大了，闹到老爷子那里去不好收场。赵鸿燊这人自视甚高，经常不把别人看在眼里，但有一点他是很清楚的，他之所以能这么狂，是因为他家老爷子。他家老爷子活着一天，他就能嚣张一天。现在老爷子身体不好，他还真不敢惊动他老人家，不然老爷子真有个万一，他爸能打死他。孟思博帮忙转达赵鸿燊的话的时候，还有些不可思议。这件事就让这么了了吗？这样不是挺好的吗？本
本来就不是一个圈子的人，以后井水不犯河水就是了。既然这样，那我继续帮你打听生产线的事情。孟思博这边还没打听到合适的生产线，陈虎那边就先来了消息，是一条樱花国的生产线，8成新，8成新的生产线，这个价格，这其中不会有诈吧？不会，这是走的是陶先生的关系，有他做中间人，樱花国那边不会耍花样。陶先生知道，因为他的关系，王天琪找了你的麻烦，他对此感到非常抱歉。得知你想要引进生产线，就签了个线。那真是太感谢陶先生了，我确实需要这条生产线，我就不跟陶先生客气了。你若是要，我亲自去一趟樱花国，盯着生产线装船，你在国内接应就好。有陶先生的关系在，我去樱花国比你方便得多。到时候我再带一个技术人员过去，保证给你把生产线完好的运回来。那下次有机会，我一定要好好感谢陶先生。小姨，你找我？你最近见过江云吗？听说江云冒出了一个亲爹，还要跟祝家争夺2个孩子的抚养权。自从江云跟祝萧恒离婚之后，梁月华跟高敏就恢复了走动，所以当江云带着亲爹去祝家，要求带走2个孩子之后，梁月华就来找了高敏。你说你大姨的第1任丈夫早就死了，江云从哪里冒出来一个亲爹？小姨，这事儿你该去问我妈或是大姨，他们才是当事人。我就是想问你，你说当初你大姨生江云的时候，是不是被人换孩子了？不如你回去问问大姨他们。宋清风确实知道江云的身世，但这话不能从他的口中说出去，所以让高敏回去问邱老太，由邱老太说最好。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跟江云不和，和我爸妈的关系也冷淡，跟大姨也不常来往，我上哪知道去？也对，江云出生的时候你都还没影呢，你能知道啥？我也是糊涂了，来找你说个什么？我现在就去问问你外婆和你大姨他们。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还要瞒着我吗？现在江云要跟祝家抢孩子，祝家找到了我和我婆婆，我啥也不知道，都不知道该怎么帮他们。你要是知道什么，你就告诉我，我也好知道我该怎么做。江云不是你大姐生的，她是你二姐的亲生女儿。妈，你在胡说什么呀？当初你二姐跟一资本家的少爷好上了，你二姐有了孩子，结果那男人却跑了。我让你二姐不要留下那个孩子，她不听，以死相逼，没办法，我只能把她送到外地去。等孩子生下来之后，就记在你了大姐名下，只当是她跟前夫生的。那大姐的孩子呢？那孩子刚出生就没气了，是个男孩。难怪大姐从来不管江云的事情，二姐对江云比对清风都好。我以前不理解，现在全都明白了。妈，你为什么要瞒着我，还隐瞒了这么多年？这是什么光荣的事儿吗？还要宣扬的满世界知道？除了我，只有你大姐和二姐知道这件事，连二姐夫也不知道吗？以前不知道，现在那个男人回来了，我就不清楚了。妈，你糊涂啊？你怎么能让二姐把孩子留下呢？哪怕是生下来之后远远送走也好。你以为我没试过？你二姐死心眼，当年一颗心全挂在了那个男人身上，死活要留下孩子，拿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逼我，我能怎么办？难道眼睁睁看着他去死？小米，你现在也是当妈的人了，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做？就算江云是二姐亲生的，二姐也不能为了他就这么委屈清风吧，我都替清风感到难过。你刚才说江云带着他亲爹去祝家抢孩子，这又是怎么回事？他亲爹当年应该是偷渡到了港城，在港城混出了名堂，现在有钱的很。江云有了有钱，亲爹就不想把孩子给祝家了，要跟祝家争抚养权。梁月华前2天刚来找过我，问我江云那亲爹是怎么回事。听到这话，邱老太微微蹙眉，没想到他竟然还活着。其实当年他们都在猜测他应该是偷渡出国了，邱老太恨不得他直接死在海上，没想到他的命那么大，现在还回来了。去给你二姐打个电话，让她今天回家一趟，我有事问她。男人抛弃女人去港城发展，多年后回来抢女儿孩子继承家业。接上集，邱老太在得知江云亲爹回来后，把高俊叫了回来。妈，这么着急把我叫回来，有什么事啊？江云亲爹来找过你吗？妈，你在说什么呀？江云的亲爹早就死了，不然大姐也不至于改嫁。你是年纪大了糊涂了吧？你还瞒着我，江云都带着人去祝家抢孩子了。要不是小敏跑来告诉我这件事，我怕是现在还什么都不知道。听到这话，高俊脸色微微发白，不敢置信地看向高敏。没想到他们辛苦隐瞒了30多年的事情，就这么被爆出来了。妈，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找到我。他找到我之后，第一件事就是问当年那个孩子的事情。我说那个孩子早就没了，他不相信，还查到了云云的身上。我没瞒住，我甚至不知道他已经跟云云相认了。那江云没跟你提过吗？自从跟祝萧恒离婚之后，云云跟我的关系就很淡，这几年只回来看过我一次。妈，我跟云云亲爹的事情早就过去了，我现在有丈夫有孩子，还有孙子孙女，就是为了他们，我也不可能做出什么丢人的事情，这点分寸我还是有的。而且他在港城早就结婚了，有老婆。既然他已经结婚了，他还要认江云做什么？
他那边的老婆能忍吗？他说当年他偷渡到港城的时候伤了身体，生不了孩子，云云是他唯一的血脉，难怪一来就要认女儿，抢孩子，原来是不能生了，孩子属于祝家，江云抢不走。二姐，你去跟江云说，他想要孩子，可以跟着他亲爹去港城再找人生，想生几个生几个，祝家那2个就别惦记了，祝家不可能给他的。小米说的有道理，这里毕竟是大陆，祝家也不是什么普通人家，祝家不可能把孩子给他，不想闹得满城风雨，就让他消停些吧。还有你，事情发展到今天，郑国那边你主动坦白，比他从别人的口中知道真相好。提到宋振国，高俊脸色微白，他都能想象得到宋振国知道这件事之后的反应。我和云云亲爹以后也不会有什么关系，说不说没什么意义，那就随你吧。行了，你俩也别在我这里杵着了，都回家去。高俊原以为只要他不说跟江云的亲爹不联系，那么宋振国就不会知道江云的身世，没想到他没去找江云父女，他们倒是找到他家里来了。你们怎么来了？来看看你，阿俊，这么多年你就住这样的房子，真是委屈你了。没什么委屈不委屈的，大家都这样，跟其他人家比起来，我们家算是条件不错了。说吧，找我什么事？说完赶紧走，我丈夫快要下班了。妈，不是我说你，你和我爸也这么多年不见了，怎么见面这么冷淡？再怎么说，这也是我亲爸。都过去那么多年了，现在也各自有了家庭，还说那些做什么？阿俊，你们这些年的生活，我已经听云云说过了。当年是我对不起你，可你也知道，当年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我要是留下来，我肯定会没命，甚至还会连累你和云云，所以我只能走。我也不知道前面等着我的是什么，也不敢带上你。我是想着等我到了港城站稳了脚跟，就会来接你们。谁知道后来形势那么严峻，我根本不敢跟你们联系。当然，我说这么多，不是想解释什么，就是想跟你道个歉。说着，他打开带来的包，从里面拿出了一叠钱。这些钱你拿着，改善生活。你拿回去吧，我不要，我现在生活挺好的，不需要这些钱。给你就拿着吧。家里什么情况别人不知道，我还能不知道？有了这笔钱，你完全可以换个大点的房子。我说了，我不需要。你们要是没事的话就走吧，我该去做饭了。阿俊，其实我和云云今天过来是想求你帮忙。你也知道，我当年伤了身子，没了生育能力，云云就是我唯一的孩子。我在港城那么大的产业，总该有个继承人，所以我希望云云的孩子能跟我们走。可祝家不肯放人。我听说云云的前婆婆跟你小妹家的关系好，你能不能让你小妹去劝劝，让他们把孩子给我们？他们去了祝家不止一次，但是祝家的态度非常明确，不会放弃孩子抚养权。如果是一般人家，几家和早就找人把孩子给抢走了，等上了船，他们想追也追不到。但是祝家不是普通人家，还住在大院里，光是进去就要层层登记，没有祝家的允许，他们根本进不去，更别提抢孩子了。云云的前夫还年轻，以后肯定会再会生孩子，所以祝家根本不缺孩子。但是我不一样，我没可能有其他血脉了。我要是不把云云的孩子带回去，等我死了，我的那些家产就是外人的，我不愿意。阿俊，你就当是看在云云的份额上，帮我去说说情，行不行？我和小妹因为江云和清风的事情关系一直不算好，小妹更是讨厌江云。你以为我去说，她就会帮忙说情，只怕还会弄巧成拙。你们找错人了，你们找我还不如去找祝萧恒，他是孩子的父亲，只要他同意，你们就可以带走孩子。妈，你就帮我一次吧。自从离婚后，祝家就很少让我见孩子，我实在是想得慌。这次要是能带走孩子，不仅能让我和孩子们团聚，还能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港城可不是这里能比的。妈，你帮帮我好不好？实在不行，我不要2个，我只要儿子，我把闺女留给他们。以前高俊确实很吃江云的这一套，只要他这么求他，什么要求都会想办法满足。但是这件事他没法答应，也没那个本事。祝家既然说了不会给，那就一定不会给。云云，不是妈不帮你，我是真的没办法。听到高俊这么说，江云顿时急了，连这么一点小事都不肯帮忙，我还到底是不是你亲女儿了？当年你嫌弃丢人，把我扔给大姨，让我当了这么多年见不得光的私生女。现在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亲爸，只是让你帮我把孩子抢回来，你都推三阻四的。既然这么嫌弃我，当初你别生我呀。而就在这时，屋门被打开了，宋振国铁青着脸，定定地看着高俊。他刚才这话什么意思？男人给别人养了30多年的女儿，却不知是妻子跟别人生的。高俊，刚才江云说她是你的亲生女儿是什么意思？老宋，你听我说，我是我妈的亲女儿，这就是我亲爸。当初要不是形势所迫，我爸妈也不会分开，我也不会被迫记在我大姨名下。听到这话，宋振国直勾勾地盯着高俊，面无表情。他说的都是真的吗？老宋，这件事我等会儿跟你解释，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他努力平复下心情，对江云和纪家和说道：你们走吧，你们说的事情我帮不了。嘴上说多爱我，多偏心我，遇到事情了还不是袖手旁观，你的爱也不过如此。随着江云的话落，高俊的心就像是被人用刀一刀刀剜着一般的疼。他没想到自己在江云的心里竟然是这样虚伪的一个母亲。这话哪怕是换个人说，他都不会这样难过，可偏偏是江云。滚！你们2个都给我滚！
阿俊，云云她就是有口无心，你不要跟她计较，我们就先走了。至于那件事，我还是希望你能认真考虑一下，我们是真的需要你的帮忙。在纪家和江云走后，屋里安静下来，只剩下宋振国和高俊。宋振国脸色依旧没有好转，冷冷地看着高俊，等着他的解释。所以你从一开始就骗了我将近30年。高俊，你好得很。当年那种情况，我想留下孩子，只能那么做。老宋，这件事是我对不住你，你要是想离婚，我会同意的。你和江云的亲爹什么时候联系上的？1、2个月前，只见过2次。他问我江云的下落，第1次我没告诉他，不想跟他扯上关系。第2次他求我，我才告诉了他。今天是我们第3次见面，我不知道他会过来。他不能生，想要带江云的孩子回去继承在港城的家业，想让我叫小敏去住家当说客，被我拒绝了。后面的事情你都知道了。你当初为了那个男人拼死也要生下江云，现在他回来了，你就没想过跟他重新在一起？没有，从我答应跟你结婚那天起，我就断了这个念头。你应该早点告诉我这些事情。我要是告诉你，你会同意我认江云吗？听到这话，宋振国一滞，认下江云就意味着要对外承认高俊未婚生子的事情，养一个父不详的野种，这跟领养大姨子的孩子是2个概念。宋振国试想了一下，不得不承认，如果早知道江云的身世，他甚至都不会同意高俊把他接到家里来养，而是找户人家远远送走。所以我当年根本不敢告诉你，如果不是纪家和找上门，这个秘密我这辈子都不会说。你从小就偏心江云，我以为你是喜欢女儿，原来是因为她是你初恋情人的孩子。高俊，我就想问一句，你这么偏心江云的时候，把我们的儿子放在哪里？哼，我是偏心江云，但在宋清风这件事上，你也是半斤对8两，谁也别说谁。宋振国现在心情很复杂，他不想离婚，但也无法面对高俊。这段时间单位忙，我就先住在单位不回来了。说吧，找我什么事？我今天才知道，原来江云是你妈的亲女儿。这么多年我都被蒙在骨子里，替别人养一个野种。听到这话，宋清风恍然，难怪这么颓丧，原来是知道了真相。清风，如果当年我和你妈没有把你送到你姥姥家，而是自己养，咱们父子之间是不是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你能保证不会偏心你大儿子宋青书吗？我妈会不偏心江云吗？宋振国一听这话，瞬间沉默了。你看，你自己都不知道，但我知道。你依旧会偏心宋青书，生怕他在后妈手下讨生活会受委屈。我妈也依旧会偏心江云，怕他被亏待。他们依旧是你们的心肝宝贝，而我不过是用来维系你们婚姻稳固的工具人而已。我过得好不好，开不开心，会不会受委屈，从来不在你们考虑的范围内。造成我们之间的裂痕的不是别的，是你们对我的不关心、不在意。你们是不是觉得你们生了我，我就必须对你们感恩戴德？哪怕你们亏欠我，我也不该对你们心存怨恨。我没想过我们的做法会给你带来这么大的伤害。爸，我不恨你们了。我知道不是所有的父母都爱孩子的，我是那个不被爱，我接受了，也与过去和解了。以后咱们就跟过去那几年一样，做个不常走动的远房亲戚，过好自己的日子就挺好的。宋清风以为自己跟江云的亲爹不会有交集，没想到会在饭局上遇到这个人。邻居，我刚听说你在这里，就过来打个招呼，没打扰到你们吧？不打扰，跟几位朋友一起吃个便饭而已。纪家和跟邻居寒暄了一阵，这才把视线移到了宋清风的身上。你就是宋清风吧？我听云云提起过你，没想到今天在这里遇到了。纪先生，你和宋总认识吗？我不认识，但我女儿认识，她跟我女儿是同母异父的亲姐弟。邻居惊讶地看了宋清风一眼，没想到2人还有这一层关系。宋先生早就想见见你，没想到现在才见到。我是云云的爸爸，你叫我一声叔就好。纪先生，你和江云相认这么久，难道他没告诉过你我和他的关系不好？我和纪先生素昧平生，这一声叔就算了。听到这话，纪家和神情尴尬，眼底闪过一丝恼怒。他没想到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宋清风竟然一点面子都不给他。这都是误会，云云都跟我说了，那都是他年少不懂事，也怪我没能早点找到他，让他吃了那么多苦。你们到底是亲姐弟，血浓于水，不如坐下来好好谈谈。我做东，一起吃个饭怎么样？纪先生的爱好挺特别的，喜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家事，但我没有这个爱好，恕不奉陪。纪先生，今天是宋总组的局，不如你们2个另外约时间。哎呀，是我考虑不周了，打扰了，那我先走了。男人不能生育，想要女儿的孩子继承家业。纪家和江云找到宋清风，想要说服宋清风帮他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却被宋清风给拒绝了。我稍后还要去见一个客户，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多余的客套就免了，不如直接说你们的来一把，也省得耽误彼此的时间。宋清风，你什么意思？不过是一个小破场子而已，你高傲什么？江云，道歉。爸，你看看他的态度，分明是他的错，为什么要我道歉？我说道歉，不要让我重复第2遍。宋清风，对不起。宋总，其实我今天来是跟你谈一桩生意的。你要跟我谈什么生意？我在港城做的生意比较杂，其中也有部分食品生意，我可以给你们一个长期订单，1000万，总价不会低于这个数，你看如何？条件呢？云云会跟我一起回港城，但是她不想跟2个孩子分开，所以想拿到2个孩子的抚养权。祝家不愿意，我知道你跟你小姨关系好，你小姨跟祝家关系匪浅，所以我想让你当说客，说服你小姨去帮云云把孩子接回来。
2个孩子的父亲是个军人，常年在部队，孩子都是跟着爷爷奶奶生活。我个人认为，孩子还是跟着父母比较好。云云是孩子的亲生母亲，肯定会对孩子好。港城也比大陆要繁荣，教育也更好。孩子跟我们去港城，只会比留在这里更有前途，你说是吧？季先生，你的条件听起来确实挺诱人，但是很抱歉，我拒绝。为什么？这是对我们彼此双方都好的事情。我也不是要害孩子，我只是想给他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未来，这一点你应该清楚啊。不为什么，我只是单纯不想帮江云。宋清风，你别太过分了。宋总，你这是非常不理智的行为。我听说这个公司是你们村里的集体产业，并不属于你个人，只是交给你打理而已。你因为个人恩怨而放弃了这么大的一个单子，其他人会同意吗？作为一个合格的企业领导者，应该公私分明。宋总，你这样未免过于任性了。或许吧，但他们都尊重我的决定，我想即便其他人知道了，也会理解我的。如果我说我愿意资助你开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公司呢？我知道你在这家公司里有占股，但到底不是属于你个人。不如我资助你开一个新公司，由你当家做主，你有能力，完全可以把新公司做强做大，这不比你给一群什么都不懂的大老粗打工好？季先生，这件事没有谈下去的必要，不管你开出什么样的条件，我都不可能答应你。时间差不多了，我该走了，你们自便。爸，你看看他简直就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我早说了，这件事找他没用，你非不信。那还不是你太没用，我早跟你说了，跟他好好说，不要任性。结果你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听到这话，江云蓦地瞪大了眼睛，不敢置信地看着纪家和。从相认之后，纪家和对他很好，要什么给什么，简直有求必应。他甚至觉得自己要天上的月亮，纪家和都会想办法给他摘下来。他跟他说话一直都是温声细语的，一句重话都没说过。可是今天，纪家和因为宋清风让他没面子，现在更是骂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云云，爸爸不是故意凶你，爸爸就是一时着急，你别生气。爸爸只有你一个孩子，你的2个孩子也是我唯一的血脉延续，所以我们必须带走他们，不然爸爸在港城偌大的家业就要成别人的了，你明白吗？至于宋清风，等孩子带回去了，爸爸会帮你教训他，你先忍忍。回到办公室后，宋清风给陈虎打了一个电话，想让他帮忙在港城查一下这个纪家和的底细。我没听说港城有叫纪家和的人物啊，不过也可能是我在那边待的时间不够。你有他的照片吗？有的话传真一份给我，我让人去打听打听。过几天我传真给你。你查这个人做什么？他想跟我做生意，但我总觉得这个人有哪里不太对劲儿。要是可以的话，重点帮我查一查他的私生活。行，我要是查不到，我就请陶先生帮忙，他认识的人多，查起来方便。纪家和并不知道宋清风已经找人去港城查他的底细了。此时的他正在想办法怎么说服宋清风帮他争取孩子的抚养权。爸，实在不行，我就以看孩子的名义吧，把孩子带出来，直接带上飞机，等人到了港城，祝家也拿我们没办法。祝家现在都不让你见孩子，你怎么把孩子带出来？自从祝家知道他要争2个孩子的抚养权之后，就再也不让他见孩子了。就是防的这一手，毕竟现在港城还没回归，江云要是真的带着孩子跑去了港城，他们想要找回孩子确实很麻烦。再去找宋清风，1000万不行，那就2000万、3000万，只要钱到位，没有砸不开的门。不行，爸，你有钱不如给我，凭什么要给宋清风？不就是孩子吗？大不了我再生一个，我还年轻，只要你同意，我现在就可以找人结婚，你要几个我就生几个。祝家那俩孩子我们不要了，我直接跟你回港城，你给我选个男人，我跟他结婚，以后孩子还可以跟你姓，这不是更好吗？听到这话，纪家和心中怒骂，面上却怜惜地说道：可是爸爸不想这么做，那是你的亲骨肉，你跟我回港城后，可能以后都不能再见到他们了。骨头分离的痛苦我品尝过，我舍不得你跟我吃一样苦。爸，如果最后我们还是没法争到孩子的抚养权怎么办？云云，你知道爸爸为什么一定要让你争取到孩子的抚养权吗？爸爸想要有人继承家业。对，我在港城的家业不少，但我没有后代，惦记我那点家底的人不少，其中也包括我现任妻子的娘家，他们已经准备让我妻子过继一个本家的孩子。他们选中的那个孩子已经15、16岁了，你哪怕现在怀孕生下孩子，再等他长大成人，这其中有多少变数，你能想象吗？而祝家那2个就不一样了，虽然年纪也不算大，但年龄差距小得多，还有一层之力，他们又是祝家的血脉，真遇到事了，有这份血缘关系在，祝家也不可能坐视不理。以祝家在大陆的能量，那些人会心生忌惮，不会对2个孩子下手，咱们就能好好培养继承人。爸爸，我明白了，我一定会努力争取到孩子的抚养权的。女人为了看自己的孩子，每天故意蹲守在家属院门口，脸色还这么难看，谁惹你生气了？还不是江云，他又来了。可不是，在大院门口待了整整1个下午，连续3天了。江云天天都过来，也不进来，只待在大院门口，拎着一大堆东西。要是有人问，就说是来看孩子的。他就是故意的，他就是想让全大院的人都知道我们家不让亲妈见孩子，他就是想逼我们把孩子给他。老祝，我现在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当年同意了萧恒和他的婚事。你都知道他的目的了，还这么生气，为了这样的人气坏了自己不值得。他都要来跟咱们抢孩子了，我能不生气吗？明天我不上班，
他要是再来，就让他进来吧，我们也跟他开诚布公的谈谈，看看他到底想做什么。最近为了早点回家剪视频，特意换了辆车，所以我把旧宝马放瓜子二手车上卖了，比线下店多卖了20%。瓜子是全国买家拍卖模式，车放瓜子当天就有20多个买家出价，我挑高价卖了，当天到账，拍卖价就是到手价。想卖车的赶紧去评论区免费估价吧，买车也能上瓜子看看，现在特斯拉9万9就能买。总之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江源，你这几天天天登门，想必是有话跟我们说，今天我们就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谈谈，你看怎么样？我只是想要回2个孩子的抚养权，叔叔，我真的太想2个孩子了，我想跟他们在一起。听到这话，祝承德摇了摇头。当初你和萧恒离婚的时候就谈好的2个孩子归我们家，你也答应了，没道理现在让你把孩子带走。江云，你是孩子的亲妈，你要来看孩子，我们不反对，但你想带走2个孩子，我们不同意，萧恒也不会同意。叔叔阿姨，我亲爸家里条件很好，在港城是富商，我要是能带着2个孩子去港城，他们就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接受更好的教育，未来也有更好的发展。咱们做长辈的图的不就是孩子们有出息吗？请你们看在2个孩子的份上，让他们跟我走吧，我保证会好好对孩子的。你这话说的，难道我们对孩子不好吗？在住家，他们就不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了？还是我们在衣食住行上亏待他们了？阿姨，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想给孩子最好的一切。江云，你想要孩子的抚养权这件事没得商量，我们全家都不会同意。如果你继续在大院门口徘徊演戏，利用舆论逼迫我们，我也会将当初你们离婚的真正原因公之于众，孰是孰非大家自有判断。我为你们住家生儿育女，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你换个条件，除了孩子的抚养权，其他的我都可以尽量满足你。听到这话，江云哑然，他想要的只有孩子的抚养权，其他什么都不要。见他沉默，祝承德就明白了，看来在这件事上我们确实无法达成共识，那就没办法了。这次见面以不欢而散告终。江云回去之后告知这次谈话的结果，纪家和沉默了许久。爸，现在我们该怎么办？这段时间你先不要去住家了，爸爸再好好想想。最后再多说一句，想卖车千万别犹豫，赶紧上瓜子免费估价吧。女人想要孩子的抚养权被婆家拒绝，一怒之下便偷偷带走了孩子。清风，我记得你在港城有认识的人是不是？是，小姨，发生什么事情啊？刚才月华姐给我打电话，说是孩子被江云偷偷带走了，怕是要带他们去港城，你能不能让你在港城的朋友帮帮忙？要是江云真的把孩子带去了港城，请他把人截下来。今天不用上学，俩孩子应该在家里，怎么会被江云带走呢？住家所在的大院出入都要严格登记，江云没可能冲进去把人抢走吧？是2个孩子自己偷溜出去的，说是要去送妈妈，结果人到现在都没回来。3天前，江云偷偷跑去学校找儿子祝晨杰，说他周日就会跟纪家和去港城，以后可能都不会回来了，希望兄妹2个到时候能出来跟他见一面，跟他道个别。祝晨杰原本是不准备答应的，但是江云说了，不去其他地方，就在大院附近。最近为了早点回家剪视频，特意换了辆车，所以我把旧宝马放瓜子二手车上卖了，比线下店多卖了20%。瓜子是全国买家拍卖模式，车放瓜子当天就有20多个买家出价，我挑高价卖了，当天到账，拍卖价就是到手价。想卖车的赶紧去评论区免费估价吧，买车也能上瓜子看看，现在特斯拉9万9就能买。总之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月华姐以为他是跟小伙伴出去玩了，一开始也没在意，直到快吃中午饭了，人还没回来，又在他房间里发现了留的字条，这才知道他们出大院了。入家问过下午执勤的岗少，确认2个孩子确实是出去了，俩孩子很懂事，不可能乱跑，只有被江云带走这一个可能。祝家那边已经在找人了，但怕有万一，所以港城那边你能帮忙的话就伸把手，算是祝家欠你一个人情。我知道了，我现在就给我港城的朋友打电话，不过我需要祝家俩孩子的照片给我朋友传真过去，不然他见到人也不认识。好，我现在就让月华姐把照片给你送过来。在高敏离开后，宋清风便给陈虎去了电话。清风，纪家和的身份我已经派人调查清楚了。纪家和是港城叶家当家人叶美琪的丈夫张天浩的堂弟，张天浩的父亲和纪家和的父亲是亲兄弟。当年张天浩的父亲察觉到内地形势不对，早早带着家人去了港城，本想在港城一展拳脚，但他没有经商天赋，很快就把带来的钱败光了。后来一家人车祸死了，只留下了张天浩。这个张天浩没什么本事，只有一张脸长得不错，被当时还是叶家千金的叶美琪看上，张天浩就入赘了叶家，还把姓名都给改了。纪家和偷渡来了港城后，阴差阳错跟张天浩相认，一直在张天浩的手底下讨生活。只是叶美琪不太喜欢纪家和，张天浩也不敢把这位堂弟安排进公司，只让他给自己做司机。所以纪家和在港城混得不怎么样，根本不是什么富商。这个叶美琪跟张天浩有一个独子，这个独子还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后来这个独子不到30岁就去世了，只留下一个同样患有心脏病的儿子叶光宗。叶家一直在给叶光宗找心脏配型，但一直都没有合适的供体。我找的那个私家侦探还查到这2年这个叶光宗的身体越来越差，如果再不进行心脏移植手术，可能活不过15岁。对了，那个侦探还查到大概2个多月前，纪家和曾给张天浩寄过一份什么东西，张天浩偷偷摸摸的去过一次医院。总之那个纪家和就是个骗子。宋清风越听脸色越沉。虎哥，我现在怀疑纪家和回
京市，还跟江云相认，应该是看上了祝家那俩孩子的心脏。最后再多说一句，想卖车千万别犹豫，赶紧上瓜子免费估价吧。女人在亲生父亲的蛊惑下，偷偷带走了儿子，殊不知这一切都是父亲的阴谋。头好晕，妈，这里是哪里？我要回家。小杰，咱们不回家了，咱们跟着外公去港城，以后你就是富家小少爷，有花不完的钱。不要，我要回家，我不回家，爷爷奶奶会担心的。还有静书呢，静书已经被外公送回你爷爷奶奶家了，所以你爷爷奶奶知道你是跟妈妈走了，不会担心的。你骗我，爷爷奶奶不会同意我跟你们走的。我要回家，现在就要回家。小杰，妈妈和外公不会害你的，所以你听话，等到了国外，我们就自由了。外公有很多的钱，你是外公唯一的外孙，以后这些钱都是你的。祝晨杰绷着脸，定不定地看着他，不肯开口说话。妈妈知道你现在很生气，但是小杰，妈妈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长大以后你会明白的。最近为了早点回家剪视频，特意换了辆车，所以我把旧宝马放瓜子二手车上卖了，比线下店多卖了20%。瓜子是全国买家拍卖模式，车放瓜子当天就有20多个买家出价，我挑高价卖了，当天到账，拍卖价就是到手价。想卖车的赶紧去评论区免费估价吧，买车也能上瓜子看看，现在特斯拉9万9就能买。总之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爸，咱们今晚真的不找个招待所吗？这车里这么冷，这么过一夜怕是要生病。这里方圆10里都是山，哪来的招待所？这附近应该有村子吧？实在不行，我们去找个农家借宿。这天气真的太冷了，大人都受不了，更何况是孩子，小杰会生病的。庞整，这附近有村子的吧？男人也就是吴鹏程嗯了一声，其实他更想连夜赶路，但昨天晚上纪家河就没休息过，今天又是一个白天，早就熬不住了，所以坚持要在这边休息一下，明天一早再走。那就找个农户借宿吧，还是不能生病。吴鹏程看过沿途的地图，很快就开车带他们找到了一个村子，他们有钱，出手还大方，所以原本警惕看着他们，不愿意让他们借宿的农户丈夫，在看到那叠厚厚的大团结时，同意了让他们借宿一晚，还给他们腾出了2个房间。我要回家，我不跟你们走，我不要出国。回不去了，你就安心跟我走。你们这是拐卖，我爷爷奶奶肯定会报公安的。什么叫拐卖？我是你亲妈，祝晨杰，我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谁啊？祝家是有点权利，但权力有啥用？能当饭吃吗？你外公多有钱，你知道吗？算了，我跟你说不通，你还小，不知道钱的重要性。总之，这次你乖乖听话，只要你听话，以后你就可以有数不完的钱。你要是不听话，妈妈就喂你吃药，你直接一路睡过去吧。祝晨杰背过身，不愿意搭理江云。他不是没想过逃跑，而是没法跑。他都不知道这里是哪里，也不知道京市在哪个方向。夜深人静，江云悄悄起身，想去厨房喝点水，结果经过隔壁房间时，忽然听到了里面的说话声。你真的要带江云那个女人出国吗？带她出去做什么？等明天给她喂点药，扔在半道上就是了。我要的只有祝晨杰那小宅子。最后再多说一句，想卖车千万别犹豫，赶紧上瓜子免费估价吧。女人偷偷带走了孩子，祝家寻找无果后，让高敏寻找宋清风，在港城进行拦截。宋清风从陈虎口中意外得知纪家和带孩子去港城是为了换心脏。清风这么晚过来，是不是港城那边不太好办？祝叔叔、梁阿姨，我这次过来是有件事要告诉你们。随后，宋清风把纪家和的老底以及目的原本地告诉了祝承德和梁月华。梁月华在听到纪家和的目的后，当即就眼前一黑，晕了过去。祝承德的神色也十分难看。清风，多谢你告诉我们这件事。江云看着已经昏睡过去的2个孩子，神情焦急地看向纪家和。爸，你不是说你都安排好了，万无一失吗？为什么来接我们的人还没到？按照纪家和原本的计划，他们带走孩子后，去到指定地点汇合，就会有人来接他们，一路开车去边境，直接从边境偷渡出国。到了国外，自然有人来接应他们。但是谁知道，他们到了指定地点，却没见到来人。最近为了早点回家剪视频，特意换了辆车，所以我把旧宝马放瓜子二手车上卖了，比线下店多卖了20%。瓜子是全国买家拍卖模式，车放瓜子当天就有20多个买家出价，我挑高价卖了，当天到账，拍卖价就是到手价。想卖车的赶紧去评论区免费估价吧，买车也能上瓜子看看，现在特斯拉9万9就能买。总之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爸，你倒是想想办法呀！要是让祝家找到我们，我就死定了，他们肯定不会轻易放过我的。报上小姐，我们现在就走，京市不能待了。祝家在京市的能量太大，肯定很快就能找到这里。那静书呢？扔在这里不要了。爸，静书可是我的女儿，只有男丁才能继承我的家业。你这么舍不得女儿，那你就留下来陪她好了。说着，纪家和抱着祝晨杰便离开了。江云不舍得看了祝静书一眼，随后追着纪家和走了。2人没有交通工具，只能靠脚走，怕祝家安排人在火车站或是汽车站堵人，所以也不敢去坐火车和汽车，只能硬生生的靠着双脚在黑夜里摸索。江云不知道纪家和要去哪，只能跟在他后面走了半天。他们终于到了一个偏僻的小院，没想到小院里竟然有人。不是让你昨天下午在指定地点汇合吗？李岩呐，我找错地方了。
了。现在就走，立刻马上。爸，我们不是要去阳城吗？这是往北，是不是走错了？没错，我们不走阳城，直接从北面出国。住家肯定会猜到我们是回港城，说不定已经在路上设法拦截我们。我们反其道而行之，直接从北面偷渡出国，再从国外转回港城。江云听着觉得很有道理，他现在又累又饿，实在是没精力思考，木愣愣的点头。还是爸考虑周到。宋清风一早就接到了祝承德的电话，请他去祝家一趟。宋清风到了祝家才知道，昨晚上梁月华受刺激过大，旧疾复发，半夜就被送到医院去了，现在人正在住院呢。不等祝承德说明请宋清风过来的来意，他的警卫员忽然抱着一个孩子跑了进来。静书这是怎么了？被喂了药，已经去医院检查过了，医生说睡醒了就没事了。那小杰呢？我们在招待所只发现了禁书，其他人都不见了。你们在哪儿发现的禁书？在临近北郊的一家招待所里发现禁书后，我已经让人在附近查他们的踪迹，但目前还没什么消息。不对，祝叔叔，我们怕是查错方向了。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他们是想从北面边境偷渡出国，不准备去港城。最后再多说一句，想卖车千万别犹豫，赶紧上瓜子免费估价吧。女人意外听到了亲生父亲的阴谋，趁着夜色，她提了半桶水，把水加进了油箱。得知纪家和的阴谋后，江云一夜没睡，天还没亮，隔壁的房间里就传来了动静。她装作刚醒的样子，穿了衣服去敲隔壁的房门。爸，那要你再给我一颗，等吃过饭，我让小杰吃下去。昨天不是给你一颗了吗？我不小心弄丢了，我刚才在炕上找了半天没找到。爸，真不是故意的，那药太小了，什么时候丢的我都不知道。说着，纪家和从身上掏出一个药瓶，倒了一颗药给他。爸，要不这药还是放在我这里吧，哄不住小杰的时候，我就给他喂一颗。不用了，这一颗就足够他昏睡一天了。江云不敢再多说，生怕说多了引起怀疑，捏着要回到了房间里。祝晨杰还没醒，江云也没叫醒他，转身去厨房做饭。他们准备吃过早饭后就出发，这一点昨天晚上就跟农户夫妻商量好了，今天早上的厨房借给他们用。在装碗的时候，他在给吴鹏程和纪家和的面里各放了一颗药，把面端进屋。江云故作镇定地说道：“那个吴哥，爸，你们先吃。”我去叫小杰起床吃饭。最近为了早点回家剪视频，特意换了辆车，所以我把旧宝马放瓜子二手车上卖了，比线下店多卖了20%。瓜子是全国买家拍卖模式，车放瓜子当天就有20多个买家出价，我挑高价卖了，当天到账，拍卖价就是到手价。想卖车的赶紧去评论区免费估价吧，买车也能上瓜子看看，现在特斯拉9万9就能买。总之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吴鹏程和纪家和根本没想过江云已经知道了真相，还在面里做了手脚，端起碗就吃。江云在屋里磨磨蹭蹭的拖延时间，时刻留意着正在吃面的两人，期盼着药效能早点发作，让这俩人昏睡过去。可事与愿违，一直到两人面都吃完了，还没丝毫反应。江云心中焦急万分，在纪家和再次催促之后，拉着不情不愿的祝晨杰出去吃饭。江云微微摇头，给他使眼色，示意他听话，但祝晨杰根本不看他，趁着纪家和不注意，直接跑过去推开了农户夫妻的房门。伯伯婶婶，他们是人贩子，要把我卖了，求你们救救我！祝晨杰的一句话让在场的人脸色大变。纪家和反应极快，急不过去拉住了祝晨杰，讪笑着说道：“对不住，这孩子不懂事，瞎说呢。我没有胡说，他们就是人贩子，他们要把我带走，让我见不到爷爷奶奶。伯伯婶婶，你们救救我吧！”这孩子说的是真的吗？不是，还是胡说呢。这是我外孙，这是我女儿，你们仔细看看，我们三个长得还有点像。我女儿跟女婿离婚了，孩子归我们家，我们打算带孩子回老家生活，孩子不愿意，一路上都在闹脾气呢。你们昨天不是还听到孩子喊妈了吗？我们要真是人贩子，孩子能管我女儿叫妈？你骗人，我是跟我爸爸的，不是跟我妈妈的。你们把我从爷爷奶奶家偷走了，你们就是人贩子。小姐，外公和妈妈对你不好吗？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伤我们的心呢？圆圆，你来说这是怎么回事？江云很想说祝晨杰说的都是真的，但是吴鹏程的目光就落在他的身上，紧紧盯着他。他身上还有武器，他要是赞同祝晨杰的话，怕是他现在就能掏枪解决了他。小孩子不懂是胡说的，我是他亲妈，这是我亲爸。小杰，别闹了，你要是想爷爷奶奶和爸爸，以后妈妈会带你回去看他们的。现在你听话，先跟我们回老家。祝晨杰还想说什么，但纪家和已经捂住了他的嘴。给你们添麻烦了，对不住。小娃子闹脾气正常，我家小子小时候也皮着呢。最后再多说一句，想卖车千万别犹豫，赶紧上瓜子免费估价吧。女人为了逃跑在碗里下药，小男孩向农户求救，却被别人以为是恶作剧。药呢？给他吃了。爸，我会看好他，他不会再胡说八道了。我们赶紧走吧。几人上车后，吴鹏程启动车子，只是很快他的眉头就皱了起来。怎么了？车子坏了。他没发现油箱里被灌了水，毕竟谁也不会想到有人会往油箱里灌水，只以为是车子太旧了，又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跑了一天，歇菜了。能修吗？怕是修不了。爸，车子坏了，我们还能走吗？纪家和没理他，下车和吴鹏程走远了一些，两人嘀嘀咕咕，不知道说些什么。纪家和还回头看了他一眼。
联想到昨晚上偷听到的，江云心中一沉，一股不好的预感袭上心头。他忽然俯身在祝晨杰的耳边低声说道：“等会儿，不管他们给你吃什么，你都不要真的咽下去，趁他们不注意偷偷吐掉，然后假装昏睡过去，明白吗？”祝晨杰定定地看了他一眼，轻轻点了点头。纪家和很快回来了，对江云说道：“他去找人打听附近有没有车，咱们在这里等一等。”江云乖巧应好，完全配合纪家和，还保证会看好祝晨杰，这让纪家和稍稍满意。最近为了早点回家剪视频，特意换了辆车，所以我把旧宝马放瓜子二手车上卖了，比线下店多卖了20%。瓜子是全国买家拍卖模式，车放瓜子当天就有20多个买家出价，我挑高价卖了，当天到账，拍卖价就是到手价。想卖车的赶紧去评论区免费估价吧，买车也能上瓜子看看，现在特斯拉9万9就能买。总之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老乡，你们这里有会修汽车的人吗？都是庄稼汉子，字都不认得几个，哪会修车啊？忽然，村民拍了拍脑袋，嗨，忘了，有会修车的。陈平家来了亲戚，那亲戚会修车，老厉害了。前几天有辆大卡车坏在了马路上，就是他帮忙去修的。吴鹏程本来都绝望了，没想到柳暗花明又一村，连忙让村民帮忙带路去找这个什么陈平的亲戚。阿平，你家阿里在不在？有人车坏了。很快院门就开了，走出来一个苍老的男人和一个30多岁的女人。女人身材高挑，但神色看上去很冷淡，看气质不太像是农民。吴鹏程只是随意看了一眼女人，并没有放在心上，而是跟走出来的男人说明情况。还请帮忙吧，我们急着赶路，要是车子能修好，我们给钱的。苍老男人没有一口应下，而是看向了身后的女人。阿里，你看，你那有修车工具吗？有修车工具。那我们走吧。吴鹏程在前引路，朱明丽跟在他的身后，视线偶尔会落在男人的身上，想来没什么情绪的眼底露出了一丝怀疑。这个男人的身上有一股很重的煞气，他怀疑男人见过血。一般这种人要么是当兵的，要么就是亡命之徒，但他并没有在男人身上发现同类的气质。朱明丽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对男人升起了警惕。到了目的地，朱明丽先看到的不是车子，而是站在车旁的江云，他的怀里还搂着一个孩子。江云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朱明丽，他知道这是宋清风家请的保镖，据说身手很好。江云心里十分激动，恨不得立即冲上去求朱明丽救救他们，但一想到吴鹏程和纪家和身上的武器，他又死命按住了这个冲动。这位女士，这就是我们的车，不知道什么原因坏了，麻烦你帮忙看一下能不能修。朱明丽嗯了一声，低头开始检查车子。这人是谁？村里有户人家的亲戚，说是会修车，让他帮忙看看，要是能修好，你给他几10块钱。最后再多说一句，想卖车千万别犹豫，赶紧上瓜子免费估价吧。女人为了逃跑，把水加到了油箱里。就在纪家和他们期待着朱明丽能把汽车修好时，却不知危险已经降临。救救我们，求你！他们身上有枪2把。听到这话，朱明丽微不可见的点了点头。随后朱明丽从车头检查到车尾，再检查到油箱时微微一顿，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几乎在瞬间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抱歉，你们这车我修不了。真的修不了吗？不行，我技术不到家，找不到问题所在。你们很着急吗？对，我们着急回老家，没想到车己开到半路坏了。你们要是着急，可以先去县里坐车，县里有汽车站。我们不是不想，但你也看到了，我们老的老，小的小，只有我极致这一个壮年。我听说这里距离县里挺远的，这山路不好走，我们怕是走不了那么远的路。同志，麻烦你再想想办法，钱不是问题。不是钱的事，是我真修不了。不过你们可以去隔壁村子借拖拉机，让拖拉机送你们去县里坐车。哦，对了，他们村里有人是县里运输队的，应该有会修车的人，你们可以去请那人过来看看，说不定他能修。最近为了早点回家剪视频，特意换了辆车，所以我把旧宝马放瓜子二手车上卖了，比线下店多卖了20%。瓜子是全国买家拍卖模式，车放瓜子当天就有20多个买家出价，我挑高价卖了，当天到账，拍卖价就是到手价。想卖车的赶紧去评论区免费估价吧，买车也能上瓜子看看，现在特斯拉9万9就能买。总之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朱明丽随口编着谎话，只是她面无表情，说话又不疾不徐的。吴鹏程和纪家和还真没察觉到她在撒谎。你不是说附近只有这一个村子吗？我哪里知道，地图上是这么标注的，那么旧的地图出错也有可能。随后两人对视了一眼，终究还是决定由吴鹏程去找人来修车。在吴鹏程走后，江云紧紧搂着祝晨杰站在角落里，朱明丽假装朝院门口走去，经过纪家和身边时，忽然朝他发难：“别动！”纪家和见状，整个人都是懵的，第一反应是他们遇到了抢劫的。有话好说，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我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你，你别开枪。朱明丽却没理他，而是冲江云说道：“找根绳子过来。”听到这话，江云如梦初醒，赶紧进屋去找绳子。你们认识？朱明丽根本不跟他废话，直接一枪托砸在他的脑袋上，把人砸晕了过去。祝晨杰眼眸亮晶晶的看着朱明丽：“阿姨，你是来救我们的吗？”“你别怕。”看到这一幕，最震惊的是农户夫妻。朱明丽在这里住了快1个星期了，村子小，村里人都认识，所以他们知道他是陈平家的亲戚。刚还奇怪他怎么打人，结果就见朱明丽从纪家和的身上掏出了一把枪。阿丽，这是咋地了？他们不是好人，叔婶来帮忙。江云对这个家不熟，找不到绳子，最后还是农户夫妻找到的绳子，直接把纪家和五花大绑了。江云还往纪家和的嘴里塞了一大块破布。你不是说他是你亲爹吗？是我亲爹，
但也是人贩子，他想卖了我和我儿子。听到这话，农户夫妻震惊在原地，而朱明丽却没时间听江云慢慢解释，直接让农户夫妻把季家和关进地窖里，还叮嘱他们也在地窖里藏好。刚才走的那个男人很快就会发现我是骗他的，他身上有枪，你们一定要躲好，不要出来。那你咋办？我有办法对付他，你们躲好。吴鹏程确实很快就察觉到了不对，他走了大半，前方丝毫没有村子的影子，顿时就反应过来自己被骗了。最后再多说一句，想卖车千万别犹豫，赶紧上瓜子免费估价吧。女人为了逃跑，低声向修车工求救。折返回来的吴鹏程挟持人质，要求他们放人。现在你的同伙在我手上，把我的伙伴放了，不然我就嘎了他。放人？我们无冤无仇，是你们先动的手，现在却让我放人，当我是傻孩子？把我的同伴放了，不然我真的会嘎了他。他到现在还以为朱明丽是抢劫的，甚至这个村子的人都是他的同伙，还暗恨自己出门没看黄历，竟然进了贼窝了。朱明丽的手里握着枪，神色冷静，两人就这么对峙着。我的同伴呢？让他出来，不然……说着，直接给人质村民的腿上来了一枪，村民顿时发出一声惨叫。朱明丽暗道一声不好，毫不犹豫地抬手开枪，直指吴鹏程的面门。吴鹏程也没想到朱明丽竟然连人质都不顾了，下意识闪身躲避，松开了对人质村民的挟制。朱明丽迅速上前，一脚踢掉了他的枪，正准备抬手开枪，右手就挨了一下，他的枪也掉在了地上。失去了武器的两人几乎是在瞬间就赤手空拳打了起来。最近为了早点回家剪视频，特意换了辆车，所以我把旧宝马放瓜子二手车上卖了，比线下店多卖了20%。瓜子是全国买家拍卖模式，车放瓜子当天就有20多个买家出价，我挑高价卖了，当天到账，拍卖价就是到手价。想卖车的赶紧去评论区免费估价吧，买车也能上瓜子看看，现在特斯拉9万9就能买。总之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地窖里，农户夫妻和江云听着外面的打斗声和枪声，听得心惊肉跳的。他们到底是什么人？都不是好人，他们想把我和我儿子骗出去卖掉，他们身上有武器，我不敢忤逆他们，所以才撒了谎。你们听，怎么没动静了？随后江云仔细听了听，好像确实没动静了。此时此刻，朱明丽正被枪指着，放了我们走，不然你也活不了。明明是被枪指着，时刻会有生命危险，但朱明丽的神情十分镇定。先把我的同伴放了，再把那女人和孩子带过来，不然我杀了你。朱明丽没动，砰！子弹直接穿进了朱明丽的大腿里。朱明丽闷哼了一声，脸色瞬间一白，又是一枪打穿了他的右臂。往里走，再不动，我现在就冲进其他院子里。你拖延1分钟，我嘎一个。我倒要看看，为了那个女人和孩子，这个村子要死多少人。朱明丽眼神微动，拖着受伤的腿走进了农户小院。我知道你们躲起来了，江云，我劝你老实点，带着你儿子和几家河滚出来，不然我就把这个女人嘎了。躲在地窖里的江云听到这话，害怕的浑身发抖。他没想到朱明丽竟然没打过吴鹏程，心中不禁涌起一阵绝望。江云是个十分惜命的人，哪怕明知道再躲下去也逃不了，可他还是没勇气出去，只能死死抱着祝晨杰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妈，我们出去吧。你疯了吗？他手上有枪。可是我们不出去，他也会找到我们，还会害死救我们的阿姨。纪家和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醒来了，自然也听到了吴鹏程的话，即便嘴巴被堵住，手脚被捆绑，导致他现在说不了话，也动不了，但依旧不妨碍他眼神中透露出来的得意。率先出来的是纪家和，然后是被纪家和揪着头发拉上来的江云和祝晨杰。朱明丽看到他们出来了，眼神微变。谁让你们出来的？阿姨，对不起。最后再多说一句，想卖车千万别犹豫，赶紧上瓜子免费估价吧。女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亲生父亲。什么？江云要死了？江云在搏斗的时候，枪走火了，第一枪打中了江云的腹部，第二枪打中了纪家和的心脏。江云虽然没有当场死亡，但那一枪也打在了他的要害处，他能撑这么久已经是奇迹了。祝晨杰正在见江云最后一面，宋清风没走过去，却没想到江云得知他来了，竟然提出了要见他。我没想到临死前竟然还能见到你，我知道你恨我，其实我也恨你。明明我也是他的孩子，凭什么我不能堂堂正正的当他的女儿，只能以养女的身份存在，而你却可以？如果不是你，我不会跟萧恒离婚，不离婚我就不会认纪家和。所以呢，你离婚难道不是因为你做的事情无法让朱家再容忍下去吗？是我逼着你干那些事情了吗？江云，你还是这样，永远只会把错推给别人，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的，显得你多无辜，可分明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选择。是我咎由自取。最近为了早点回家剪视频，特意换了辆车，所以我把旧宝马放瓜子二手车上卖了，比线下店多卖了20%。瓜子是全国买家拍卖模式，车放瓜子当天就有20多个买家出价，我挑高价卖了，当天到账，拍卖价就是到手价。想卖车的赶紧去评论区免费估价吧，买车也能上瓜子看看，现在特斯拉9万9就能买。总之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你叫我来就只为跟我说这个吗？江云顿了顿，递给他一块玉佩，这个帮我还给妈，跟她说对不起。宋清风一眼就认出了这块玉佩是当年高俊结婚时邱老太给他的嫁妆之一。高家每个女儿都有，玉佩不值什么钱，但这邱老太的母亲留给他的是他给3个女儿的心意。后来高俊的这块玉佩被他给了江云，见宋清风不接，江云有些急了。宋清风，
我快要死了，你连这个忙都不肯帮吗？宋清风定定地看着他，终究还是接过了他手中的玉佩。江云释然一笑，然后就闭上了眼睛。宋清风后来才从脱离了危险的朱明丽口中知道，江云是为了保护祝晨杰才死了。他神情微微一怔，叹息了一声。江云不是个好母亲，祝晨杰是因为他才陷入了危险，可他也是为了保护祝晨杰而死。有时候命运这个东西说不清道不明，谁能想到曾经汲汲营营、高傲不可一世的江云，最后竟然是这样的死法。等朱明丽手术结束之后，宋清风就把江云的死讯告诉了高俊。你刚才说什么？江云死了，就在今天上午。说着，他把玉佩递给高俊。这是江云让我转交给你的，让我替他说一句对不起。他不是要跟着季家和回港城过豪门大小姐的生活了吗？他为什么会死？你告诉我，他怎么死的？季家和在港城根本没有产业，他就是港城豪门叶家的一个司机而已，而且在港城早已儿孙满堂。他想认江云，把祝家那俩孩子带去港城，是因为叶家的唯一继承人是个严重的心脏病患者，需要进行心脏移植手术才能活下去，而祝晨杰是目前他们能找到的唯一适合的配型。江云半路上知道了纪家和的目的，为了救祝晨杰，跟纪家和同归于尽了。听到这话，高俊浑身颤抖着，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一切。宋振国也是被这个真相镇住了，下意识问道：那祝家那孩子呢？孩子没事，已经被祝家接回家去了。最后再多说一句，想卖车千万别犹豫，赶紧上瓜子免费估价吧。女人为了保护孩子去世，高俊让宋清风送江云一程，被宋清风拒绝了。你们好歹是亲姐弟，不管过往有什么恩怨，现在人都死了，你就去送他最后一程吧。我就不去了，我和他一向不合，他不喜欢我，我也讨厌他，我想他不会想看到我出现的。他都死了，你都不愿意最后送一送他吗？清风，你就这么恨他？我不恨他，也没必要恨，人死债消，我们之间的恩怨早就了结了。我不去只是觉得没有必要，就像我死了，我也不希望他出现在我的葬礼上一样。都到这种时候了，你还是这么冷血，她是你的亲姐姐啊，早知道。高俊喃喃，可早知道什么，他却没说，转身走了，只是那背影看着格外的凄凉。朱明丽转院到京市的那天，宋清风在医院里遇到了宋振国。清风，你是来看你妈的吗？她怎么了？伤心过度，郁结于心，加上又着了凉。你既然来了，要不要去看看她？这么精彩的内容，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边吃边看。现在大家都上闲鱼买卡券省钱，我就经常上闲鱼抢麦当劳超低套餐券，点击左下角上闲鱼搜省钱神券，每周还能0元抽奖，免费的麦当劳真香，大家快去看看吧，和我一起来省钱。走进病房，宋清风才发现高俊先比起几天之前见到的又瘦了不少，整个人的精气神都散了。看到他的瞬间，他的眼睛微微一亮，可很快就移开了目光。阿俊，清风知道你生病了，特意来看你，你要不要跟他说说话？见高俊没有任何反应，宋振国神情尴尬，找补道：江云的死对他打击太大了，他现在还没缓过来。清风，你先坐会儿。不了，我朋友也在这里住院，我去看看他。随后他顿了顿，对高俊说道：你好好养病，祝你早点康复。等人走了，宋振国这才叹息着说道：你说说你，好不容易有个跟清风缓和关系的机会，你何必呢？我知道你在怨清风没有去送江云最后一程，但他们两个什么关系，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心里的结还没解开，你在指望什么？人都死了，再说那些没有意义，但日子是往前过的，你不能因为江云死了，你就连日子都不过了。你还有我们，我们也是你的亲人。是我害了他，如果我不告诉季家和他的下落，他不会死的。这几天他一直反复的想一件事，如果在季家和第一次找上门的时候，他就告诉季家和当年他没有留下那个孩子该有多好，或者告诉季家和那个孩子刚出生就被送走了，他也不知道人在哪里，甚至退一步，他咬死了不说江云的下落，季家和照样找不到他。如果江云不跟季家和相认，那么季家和就不会打祝家那孩子的主意，江云就不会死。阿俊，往前看吧，不要想了。祝晨杰自从被带回来后，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除了江云出殡那天，他就没离开过自己的房间，也不说话，整个祝家都快急疯了。这一次我们欠清风的人情大了，老祝，咱们要还。我知道，可惜他不当兵，不然倒是可以更好的帮到他。这个时候你脑子又不好使了，部队里的人脉用不上，那就让其他人知道他跟咱们家关系好。年前不是要给老爷子过寿吗？让小敏带着他一起来吃个饭，他是做生意的，生意场上从来都是先敬罗山后敬人，知道他跟咱家关系好，其他人想要欺负他时，总该顾忌一些我们家。贺寿那天，祝承德一直把他带在身边，态度亲密，跟自家子侄一般。跟人闲聊时，还特意提了提宋清风领着村里人一起创办的公司，言语间不乏对后辈的赞赏。1987年，陈虎从陶家石的公司离职，与宋清风一起创办了电器公司，他持股55%，宋清风持股45%。因为初始的资金有限，他们只能一边给人做代工厂，一边进行自主研发，创办自己的品牌春风电器。宋清风从后世回来，自然知道自主品牌的重要性，所以在自主研发这方面，他很舍得砸钱，花高薪从高校挖了一批高材生，甚至还挖了某些国有电器企业的墙角，组建了一支实力强劲的研发队伍。2年后，春风电器自主研发的第一台空调
条正式上线，以价格低廉、品质优良、性价比高等特点，迅速占领了南边市场，并在狼山集团的渠道加持下，以迅猛的速度往北方市场蔓延。紧随而来的洗衣机、电冰箱和电视机也大受欢迎。这一年，春风电器在内地市场上崭露头角，并迅速站稳了脚跟，开始了此后长达几十年的领域新秀到领头羊的蜕变。最近为了早点回家剪视频，特意换了辆车，所以我把旧宝马放瓜子二手车上卖了，比线下店多卖了20%。瓜子是全国买家拍卖模式，车放瓜子当天就有20多个买家出价，我挑高价卖了，当天到账，拍卖价就是到手价。想卖车的赶紧去评论区免费估价吧，买车也能上瓜子看看，现在特斯拉9万9就能买。总之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在龙凤胎兄妹18岁这一年，一向低调的宋清风夫妻给兄妹2个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成年礼，还送了兄妹俩一份生日礼物，一人一栋2环内的3进4合院。爸爸，我上辈子肯定是拯救了全宇宙，这辈子才可以做你的女儿。怎么？我不送你房子就不是你的最爱了？那怎么可能？你在我这里绝对是最爱，然后才是妈妈。宋军则嫌弃地看着妹妹，接收到哥哥的眼神，宋军一默默移开目光。君泽，东西都收拾好了吗？4年前，宋君泽因为优异的成绩和卓绝的物理天赋，考上了水木少年班，只花了2年时间就学完了本科的全部课程，被教授带着做项目。今年教授更是建议他跟他一起去研究所。教授所说的那个研究所不在京市，而是在遥远的西北，还是保密单位。这一去，可能几年内都没法回家，甚至无法跟家里人联系。如果放弃这次机会，你以后会后悔吗？宋君泽想了很久，才肯定的开口：我会后悔。那就去吧，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对啊，哥哥，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你不在我还在呢，我可以陪着爸爸妈妈。要是在学校里有人欺负你，别忙着动手，先讲道理，讲不通道理再动手。哎呀，哥哥，你别担心我了，我不喜欢动脑子，是因为知道有你在，你会帮我。现在你走了，我肯定会自己动脑子想，不会吃亏的。这个世界上能让我吃亏的人还没出生呢。倒是你去了那么远的地方，无亲无故的，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好，哥哥跟你保证，一定会照顾好自己。我有空就会给你们写信打电话，有长假期就回来看你们。因为家里人的支持，宋君泽最终决定跟着教授一起去西北的那所研究所。清风哥，你说孩子们怎么就这么快长大了呢？雏鹰长大了，自是要学会自己飞的，我们应该感到骄傲。我们家的2个孩子都成长得那么优秀，虽然孩子们无法长久的陪伴你，但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陪你走过3餐4季，直至白发苍苍。最后再多说一句，想卖车千万别犹豫，赶紧上瓜子免费估价吧。